刘子涵，你欠我的断骨草已经拖1个月了，该还给我了吧？陈默开口说道。站在陈默对面的是一名年轻漂亮的女生，刘子涵，青云第一武院的校花，同时也是陈默的邻居。1个月前，刘子涵冲击武者4品断骨，需要借助灵药断骨草。断骨草可以大幅度提升断骨的成功率，价格不菲，而且市场上十分稀少。而陈默的手中恰好就有一株。陈默出生时，他家郊区的老院子里长了一株奇异的灵草。小时候，陈默并不知道这株灵草是什么，细心照料了很多年。等他长大了才知道，原来是一株断骨草。刘子涵就住在陈默家的隔壁，因此也知道这件事。1个月前，刘子涵冲击断骨的时候，找到陈默借这株断骨草，并且承诺等他突破到断骨，就由实力去野外采集更多的断骨草，到时候可以还给陈默2株。陈默看在两人是多年的邻居，刘子涵小时候还经常跟在他的屁股后面叫他陈默哥哥的份上，把这株断骨草借给了刘子涵。他相信品性善良的刘子涵会按照约定还给他，但让陈默没想到的是，刘子涵突破到断骨之后，却足足拖了1个月都没还。每次找他，总有各种理由推脱。对不起啊，陈默，我最近忙于修炼，没时间去野外采集断骨草，你再等我几天行不行？你放心，说好了要还你2株断骨草，我一定会信守承诺的。刘子涵楚楚可怜地望着陈默。陈默笑了，他早知道刘子涵会这么回答，因为陈默重生之前，刘子涵就是这么忽悠的。哈哈，再等你几天。陈默摇了摇头。3天之后就是省冲刺营的武道测试选拔，以你的实力，到时候必定通过测试进入省冲刺营。而我因为缺少断骨草，冲击4品断骨失败，落选省冲刺营。等你进了省冲刺营，我去哪里找你还断骨草？陈默说的这些可不是推断，因为上辈子的剧情就是这么展开的，并且后续的连锁反应也彻底影响了陈默的一生。陈默落选省冲刺营，错过了省冲刺营里珍贵的修炼资源，失去了快速提升实力的机会。在2个月后的圣宗试炼中，陈默也和最顶尖的5大圣宗失之交臂，一步落后，步步落后。而刘子涵却顺利考入了最顶尖的5大圣宗之一，成为了无数人仰望的武道天才。更杀人诛心的是，几年后，刘子涵还告诉了陈默一个秘密：陈默家后院的那一株断骨草不是普通的断骨草，而是一株拥有引雷属性的异变断骨草，独一无二。刘子涵正是凭借着这株断骨草，不仅突破到了武者4品断骨，还觉醒了 S 级武道天赋雷霆玉骨。陈默望着眼前这个认识了多年的邻居妹妹，不得不感叹：刘子涵从小到大隐藏的真好。刘子涵，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是一个心机绿茶婊呢？闻言，刘子涵的脸色骤然一变。陈默，我不就是欠了你一株断骨草吗？我又没说不还你，你怎么骂人呢？亏我还一直把你当大哥哥呢，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还在装。陈默嗤笑了一声，上辈子吃了刘子涵的大逼亏，现在陈默重生回来，至少有9种办法让刘子涵把欠他的断骨草加倍还回来。9种。正当陈默思考着要如何给刘子涵一个终生难忘的教训时，陈默的耳边突然响起了一道声音：叮，有债必偿系统启动。系统。陈默眼睛一亮，居然还有重生福利。检测到债务人刘子涵欠宿主一株断骨草，逾期1个月，并且债务人刘子涵存在恶意拖欠行为，系统将对债务人刘子涵强制征收1万的利息。检测到债务人刘子涵的全部身家也无法偿还1万的利息，可以用他的武道修为、武道天赋等进行抵债。宿主是否要对债务人刘子涵进行强制偿还？望着系统的一连串提示，陈默不由得瞪大了眼睛。1万的利息，牛逼！而且债务人如果没有偿还能力，还可以强制用对方的武道修为、武道天赋进行抵债。有趣，太有趣了！刘子涵见陈默突然顿住，脸上还露出奇怪的笑容，不由得皱了皱眉。从一开始，刘子涵就没打算还，凭本事借的，为什么要还？就算刘子涵现在手里有断骨草，他也只会用断骨草去换其他的修炼资源，进一步提升他的实力。圣宗试炼如同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只要武道修为高一点，就能在全国提升许多名次。刘子涵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圣宗试炼是他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他必须牢牢抓住。他要一步一步追到最高，他要做彻底摆脱10几年的穷苦日子。为此，哪怕牺牲掉陈默这个多年的邻居大哥哥，刘子涵心里也不会产生任何动摇和愧疚。刘子涵，看来你是铁了心想白嫖我呀，欠债不还可是会遭报应的哦。陈默语气中带着一丝玩味。闻言，刘子涵原本人畜无害的脸蛋逐渐冷了下来。事到如今，他终于懒得再伪装了。3天后，我会顺利通过选拔测试，进入省冲刺营，而你没有了断骨草，注定落选。你我之间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报应你等下辈子吧。刘子涵冷声说道。啪啪啪，陈默拍了拍手。你现在这个样子，比你装白莲花顺眼多了。就是不知道3天之后，你还能不能像现在这么得意？陈默本打算现在就用有债必偿系统对刘子涵进行强制偿还，把他的武道修为和武道天赋掠夺过来。不过这样显然还不够解气。陈默要3天之后的选拔测试上，在刘子涵最得意的时候
吸干刘子涵的武道修为和武道天赋，让他坠入无底深渊。我现在的实力真弱啊！陈默感叹道。武道修为一共分为9大境界：1境武者，2境武师，3境武宗，4境武尊，5境武王，6境武皇，7境武帝，8境武圣，9境武神。每个大境界又分为9品。重生之前，陈默已经是一名6境武皇，踏足世间强者之列。而现在，陈默只是小小的1境武者。1境武者是武道夯实基础的阶段，1至9品分别为醉皮、凝血、炼肉、断骨、韧筋、铸脏、洗髓、通脉、脱胎。陈默目前处于1境武者3品，也就是炼肉的阶段，即将冲击武者4品断骨。而前世陈默突破6境武皇的时候，年仅28岁，也就是10年之后，30岁以下的6境武皇，放眼世间也不多见。按理说，陈默被刘子涵坑得这么惨，错失省冲刺营、圣宗试炼中也成绩平平，后续很难有这么高的武道成就。但幸运的是，陈默25岁的时候遇到了7境女武帝叶霓裳，然后命运的齿轮就开始转动了。叶霓裳修炼了一门奇异的天阶上品功法，名为太虚阴阳诀，而陈默似乎拥有某种特殊体质，恰好是叶霓裳的绝佳鼎炉。太虚阴阳诀的核心是演太虚之真意和阴阳之大道，破混沌而生造化，阴阳互济，万化太虚。陈默前期武道修为低，和叶霓裳一起修炼的时候，是叶霓裳的太阴滋养陈默的太阳。3年时间，陈默的修为突飞猛进，占尽了叶霓裳的便宜。等到陈默突破到7境武帝之后，就可以反哺叶霓裳，帮助叶霓裳突破8境武圣，甚至是9境武神。只可惜还没等陈默突破到7境武帝，就爆发了武道大灾变，而陈默也重生了。回想起叶霓裳冰坨坨大美人，陈默不禁露出一丝笑容。这辈子再遇到你，不能再被你压着了，换我压着你了。重活一世，又有系统加身，这要是还做不到，那还重生个蛋。接下来陈默仔细研究了一番有债必偿系统的功能比陈默预想的还要强大。首先，债务不限于金钱、修炼资源等实物，人情债也能算作债务。换句话说，无论是欠了陈默断骨草之类的食物，还是人情，都会被系统判定成债务人。其次，利息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会根据债务人的实际情况产生不同的利息。像刘子涵这种恶意欠债不还的，短短1个月时间，利息就达到了恐怖的1%100000。黑心资本家来了，也得跪着叫爹。还债的方式更是多种多样，除了之前提到的可以用武道修为、武道天赋偿还之外，甚至是债务人的武道气运都可以被系统强制掠夺。一转眼，时间来到了3天之后，上午9点，青云第一武院早已经是人山人海。对于在场的1万多名大一武修来说，今天可是一个大日子。因不可抗力，背景已经修改为大一，所有武修皆已成年。因为事关2个月后的圣宗试炼，圣宗试炼是龙国最顶尖的5大圣宗，为了选拔出全国最顶尖的武道天才进行的试炼。参加圣宗试炼的年龄限定18岁以上，20岁以下。届时，全国各地的大一武修、武道世家子弟、各大武馆的适龄学员都会参加这场举国瞩目的圣宗试炼。而每年圣宗试炼的前2个月，省冲刺营就会在全省市的各大武院选拔出武道成绩优异的武修，进行最后2个月冲刺特训。拿青云市来说，一共只有10个省冲刺营的名额，而整个青云市武院一共有32所。第一轮选拔测试要从青云市32所武院选出每个武院的前10名，接下来这320个来自青云市各大武院的优等生再一起去竞争那10个省冲刺营的名额，这其中的难度可想而知。此刻，青云第一武院的上万名武修目光炯炯地望着伫立在操场前方的一排武道测试器，马上要开始测试了。我靠，我紧张的有点想上厕所了。不是，你一个2品凝血，你紧张啥呀？跟你有个毛关系？万一我临场爆发呢？来，我尿黄，看我能不能自省你。哥们，你多冒昧啊！话说回来，你们觉得哪10个人能够通过初选？其他人不好说，刘子涵绝对是板上钉钉。废话，刘子涵不仅在1个月前就突破到了武者4品断骨，还是咱们武院唯一觉醒了武道天赋的天才。别说是初选了，省冲刺营也是闭着眼睛进。武道天赋顾名思义就是在武道上觉醒了某种特殊能力，比如觉醒了力量强化的武者，力量要远超同境界的武者；觉醒了钢筋铁骨的武者，在武者1、2品的时候，身体的结实程度就可以媲美4品断骨。正因为如此，武道天赋觉醒者不仅可以碾压同境界的武者，甚至可以越级战斗。武道天赋觉醒者也被看作是武道的天选之子。从概率上来说，平均10万个武者当中，只能出现1、2个武道天赋觉醒者。陈默气定神闲地听着四周的同学议论，此时的他已经突破到了武者4品断骨。陈默前世怎么说也是6境武皇强者，即便没有断骨草，突破到断骨也是手拿把掐。唯一可惜的是，陈默一个人无法修炼太虚阴阳诀，否则武道精进的速度比现在不知快多少倍。前世叶霓裳遇到陈默之前，是一个人修炼太虚阴阳诀，导致他修成了一个冰坨坨，每晚子夜都要承受冰魄寒毒之苦。陈默要是一个人修炼的话，
肯定要被赤炼阳毒折磨，每天烈焰焚身。我记得这一届的省冲刺营出了一位白毛美少女武道天才，在2个月后的圣宗试炼中，不仅考了省5魁，还杀入了圣宗试炼的前10名，而且他还拥有一中无一的 SSS 级武道天赋玄阴玲珑体，简直是太虚阴阳诀的绝佳双修对象。陈默心中暗道，所以省冲刺营非进不可。就在陈默沉吟之际，青云第一武院的校长陈清扬大步走到了操场前方的讲台之上。陈清扬的目光扫过全场，现场瞬间安静了下来。开始测试，没有一句废话，校长一声令下，选拔测试正式开始。按照顺序，一名排在最前面的同学有些紧张地走向了操场最左侧的2台武道测试器。这2台武道测试器分别是气血测试器和力量测试器。只见这名同学将手按在了第1台机器的圆球上，几秒钟之后，操场上空的巨型全息屏幕亮起，出现了几行大字：姓名张乔，气血值21，武道修为武者2品凝血。紧接着，张乔又走向了第2台力量测试器，一拳轰出，砰！力量2025公斤。张乔的这个成绩并不理想。接下来，一个接一个同学上前进行测试。操场上一共有10台气血测试器和10台力量测试器，全部连接着操场上空的巨型全息屏幕。所有午休的测试结果按照排名高低依次在巨型全息屏幕上排列了出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屏幕上出现了2名武者4品的名字，赫然排在前列。曹云气血值41，力量4120公斤，武者4品断骨；段延坤气血值40，力量4011公斤，武者4品断骨。直到2个小时后，操场上突然传来了一阵骚动，因为刘子涵登场了。刘子涵的登场瞬间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的注意力。毫无疑问，刘子涵绝对是青云第一武院最耀眼的存在，不仅长得漂亮，武道修为出类拔萃，而且还是青云第一武院唯一的武道觉醒者。只见刘子涵穿着一身天青色的裙子，脸上画着淡淡的妆容，显得十分精致。在万众瞩目之下，刘子涵走到了气血测试器的前方，缓缓伸出了白嫩的手掌，按在了气血测试器的圆球之上。几秒钟之后，他的测试结果出现在操场上空的巨型全息屏幕上。姓名刘子涵，气血值59，武道修为武者5品刃金。霎时间，操场上传来一片惊呼：卧槽！刘子涵竟然已经突破到武者5品了，而且气血值已经59了，距离武者6品铸臧也只有一步之遥啊！太强了，不愧是刘子涵。刘子涵的班导师也被刘子涵进步的速度吓了一跳。刘子涵上个月才突破到4品断骨，这才1个月时间，竟然已经快要突破到6品铸臧了，这修炼速度简直太快了。其他班级的武道老师震惊之余，也不由得露出了羡慕的神情，羡慕刘子涵的班导师有刘子涵天赋这么高的武道天才。校长陈清扬在看到刘子涵的测试成绩时，虽然表面依然镇定，但嘴角已经快压不住了。刘子涵这个成绩进入省冲刺营，那绝对是稳稳当当。再加上刘子涵还是一名武道觉醒者，哪怕放到天才如云的省冲刺营，应该也能排进前列。这一次，我青云第一武院要崛起了。陈清扬内心狂喜。刘子涵听到四周围传来的惊叹声，心中无比畅快。他至今所有的努力，为的就是这一刻。随即，刘子涵的目光瞥向了人群中的陈默，那眼神居高临下，仿佛在说：“看到了吗？这就是你我之间的差距。”望着春风得意的刘子涵，陈默露出了似笑非笑的神情。好戏即将开场。刘子涵瞥了一眼陈默，便冷漠地收回了目光。从今往后，他和陈默不会有任何交集了。刘子涵走向力量测试器，准备进行第2项力量测试。只见他催动体内的气血，沸腾的气血在他的四肢百骸奔涌，强大的气势让他的发丝飞舞。而在外人看不见的体内，雷霆之力在他皮肉之下的骨头中激发，正是他觉醒的武道天赋雷霆玉骨。刘子涵觉醒这项武道天赋的时间只有1个月，目前还达不到雷霆之力外放的程度，但在雷霆玉骨的加持之下，足以让他的攻击力暴增。刘子涵拼尽全力，一拳朝着力量测试器轰出，轰！空气中顿时传出了一声爆鸣，势若奔雷。与此同时，陈默在心中默念：系统强制偿还。刘子涵一拳还未落下，却突然惊骇地发现，他体内的气血、武道修为、武道天赋仿佛被某种神秘的存在瞬间吸走了，但他的拳头依然在强大的惯性作用之下轰了出去。砰！刘子涵的整条右臂瞬间炸开，骨头、肉块横飞，当场报废。武者每提升一个阶段，身体便会得到相应的淬炼增强。武者1品淬皮，皮似铁甲；武者2品凝血，气血如汞；武者3品炼肉，身如磐石；武者4品断骨，骨若金刚。而被吸干了武道修为的刘子涵，就连身体也瞬间退化，变得极其脆弱。他的右臂根本承受不住如此强大的反作用力，当场炸开。啊！刘子涵捂着只剩下一点碎肉碎骨牵连的右臂，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惨叫。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在场众人全部呆立，当场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谁也不清楚发生了什么。唰！一道人影从空中急速掠过，落在了刘子涵的身边，是校长陈清扬。陈清扬快速封住了刘子涵的几个穴位，先帮他止血。紧接着，
手指搭在刘子涵左手的脉搏上，探测刘子涵的身体情况。一探之下，陈清扬的表情瞬间僵住了。武道修为全无，怎么会这样？陈清扬失声道。此时，刘子涵的班导师还有武院的另外几名武道老师也全部围了上来。校长，发生什么事了？刘子涵的班导师焦急地问道。陈清扬呆立了几秒钟，眉头紧蹙道：“不知道刘子涵同学刚才运功出了什么岔子，他的武道修为尽废了。”什么？几名老师脸色骤变。几秒钟之前，所有人还在因为刘子涵高达武者5品的武道修为而震惊，可转眼间，刘子涵居然修为尽废，还失去了一条胳膊，人生大起大落的太快，实在太刺激了。原本已经重伤的刘子涵听到校长的话，再度气急攻心。噗！刘子涵猛地吐出一口鲜血，面如死灰，整个人仿佛失了魂。陈清扬忍不住长叹一声，当校长这么多年，他也是第一次遇到这么诡异的事件，竟然在武道测试的时候出了这么大的岔子，修为尽废。黄林老师，你先帮刘子涵同学进行治疗吧。陈清扬说道。黄林老师是青云第一武院的校医，医术了得。不过刘子涵右臂都已经碎成块了，他肯定是没办法复原了。随即，黄林老师把刘子涵抱到一旁，开始对刘子涵进行包扎治疗。校长陈清扬转过头，看向操场上的其他人，继续测试吧。他的语气意兴阑珊，心情也沉入了谷底。原本这一次省冲刺营，青云第一武院要大放异彩，结果青云第一武院最好的苗子，竟然就这么废了。大好的局面怎么会变成这样？陈清扬只能感叹造化弄人，对剩下的测试他已经不抱什么期望了。而就在这时，一名剑眉星目、长相俊逸的男生走向了气血测试器，将手按在了圆球之上。紧接着，几行醒目的大字出现在了操场上空的巨型全息屏幕上：姓名陈默，气血值69，武道修为武者6品铸脏。在场的众人先是愣了2秒，随即整个操场直接炸开了锅。注：武道天赋是杀手锏。刘子涵并没有告诉外人他觉醒了什么种类的武道天赋，加上目前刘子涵还做不到雷霆之力外放，其他人也看不穿他的武道天赋是什么。所以各位读者大佬不用担心，主角掠夺了刘子涵的武道天赋之后会被发现。卧槽，陈默突破到武者6品了，这怎么可能？我记得上个月的月考测试，陈默还只是武者3品吧，才短短1个月时间，竟然提升了这么多，这特么开挂了吧？望着全息屏幕上的测试结果，操场上一片哗然。刚才刘子涵武者5品的修为就已经让在场的众人惊讶不已，谁也没想到陈默的武道修为竟然比刘子涵还要高出1品。校长陈清扬瞳孔猛地一缩，他原本还在因为刘子涵修为全废而叹气，万万没想到陈默给了他这么大一个惊喜，来不及为刘子涵的陨落而哀悼。此刻登场的是万众瞩目的陈默，在众人难以置信的目光中，陈默来到力量测试器的面前。只见陈默猛然握拳，体内的气血翻涌。与此同时，陈默催动了刚刚从刘子涵那里掠夺过来的武道天赋雷霆玉骨，狂暴的雷霆之力在陈默皮肉下的骨头上如电蛇般流窜。陈默感受到一股强大的力量涌入了他的四肢百骸，这就是武道天赋觉醒者的力量吗？下一秒，陈默一拳轰出，砰！操场上传来一声巨响，紧接着，操场上空的巨型屏幕上显示出了陈默的测试结果，力量13850公斤。在场的众人倒吸一口凉气，脸上尽是不可思议的神情。这不对吧？一般来说，气血和力量的比值在1比100左右。陈默69的气血值，正常来说，力量大约在6900公斤上下，而陈默的力量测试结果却比6900公斤高出了1倍。陈默不是武者6品吗？力量怎么可能达到13000公斤啊？力量超过1万公斤，这足以和武士1品媲美了，太夸张了！不会是力量测试器出故障了吧？怎么可能出故障？前面大家测试的时候都好好的呀。而此时的校长陈清扬却是激动的胡子乱颤，因为他想到了一种可能。陈默，你最近这1个月是不是觉醒了武道天赋？校长陈清扬忍不住开口问道。只有这个猜测才能够解释陈默为什么在短短1个月的时间，实力发生了如此巨大的提升，而且力量还远超一般的武者6品。陈默表情一顿，随即点了点头。虽然过程有些出入，但结果跟校长猜测的一样。好，猜测得到证实，校长陈清扬忍不住开怀大笑，一扫刚才的阴霾。原本以为随着刘子涵的意外陨落，这一次省冲刺营的选拔，青云第一武院注定黯淡无光。没想到陈默的横空出世，瞬间扭转了局势。陈默不仅武道修为比刘子涵更高，而且同样觉醒了武道天赋。青云第一武院这是要起飞啊！而在场的其他人听闻陈默是武道天赋者，顿时恍然大悟。天呐，原来陈默也觉醒了武道天赋，怪不得陈默的武道修为突然提升了这么多，而且力量测试结果这么夸张。这个世界从来不缺少武道天赋觉醒、实力暴涨的故事。在场的学生们曾经也做过这样的美梦，但只有极少数武者能被上天眷顾，觉醒武道天赋。一时间，众人全都对陈默露出了羡慕的神情。而此时的陈默望着力量测试结果，也不禁感叹武道天赋的强大。武道觉醒者不愧被称为武道的天选之子。要知道，
陈默的雷霆玉骨武道天赋目前还仅仅只是初期阶段，激发之后就能够让他的力量翻倍。等陈默进一步开发雷霆玉骨，一旦雷霆之力外放，无论是力量还是攻击力，还将继续暴涨。到了后期，甚至可以掌控雷霆，引动天地之间的雷霆之力。这就是武道天赋觉醒者的恐怖之处。武道天赋最低D级，最高 SSS 级，而雷霆玉骨这项 S 级武道天赋后期还有进化的可能。上一世，刘子涵凭借着雷霆玉骨武道天赋，不仅在圣宗试炼上大放光彩，后期实力也一路飞涨。而现在，本该属于陈默的东西，也终于物归原主了。1个小时后，青云第一武院的武道测试落下帷幕。操场上空的全息屏幕上排列着武道测试的前10名。第1名陈默，气血值69，力量13850公斤，武者6品铸脏。第2名曹云，气血值41，力量4120公斤，武者4品断骨。第3名段延坤，气血值40，力量4011公斤，武者4品断骨。第4名王佳琪，气血值39，力量3933公斤，武者3品炼肉。陈默以武者6品铸脏的武道修为独占鳌头。校长陈清扬的目光从前10名的身上扫过，开口说道：“恭喜你们获得本次测试的前10名，接下来你们将代表青云第一武院跟青云市另外31所武院的前10名进行省冲刺营的选拔测试，争夺进入省冲刺营的10个名额。祝你们在选拔测试上取得好成绩。”校长陈清扬的目光在陈默的身上停顿了2秒，以陈默的实力拿下一个省冲刺营名额，如同探囊取物一般。陈清扬迫不及待想要看到其他武院的校长们到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而另一边，废了一条胳膊的刘子涵躺在操场边缘，在校医的治疗下缓缓醒了过来。他看了一眼空空如也的右臂，又抬起头望向了操场上空的全息屏幕。当他看到陈默赫然排在了第1名时，瞬间瞪大了眼睛，眼神中满是骇然。不可能！刘子涵的喉咙里发出沙哑的嘶吼，眼睛布满了血丝。他无法相信陈默竟然以武者6品的修为高居第1名。刘子涵的脑海中突然回想起3天前他对陈默说过的话：3天后我会顺利通过选拔测试，进入省冲刺营，而你没有了断骨草，注定落选，你我之间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报应，你等下辈子吧。此时再看陈默和刘子涵的处境，那句话已经彻底倒过来了，简直就是莫大的讽刺。恍惚间，刘子涵好像看到陈默的目光向他这边望了过来，那眼神不带任何感情色彩，仿佛在看路边的一条死鱼。刘子涵的左手死死地扣着操场的草皮，指甲划破，鲜血直流，心中情绪翻涌，不甘、绝望、后悔、嫉恨、愤怒、不解。为什么陈默明明已经是武者6品了，还要来找我还断骨草？他在故意耍我，就差一步了，就差一步！我不甘心！修为尽废，天赋全无，身受重伤，多重打击之下气急攻心，心如死灰。哦，刘子涵猛地吐出一口鲜血，这一次不仅是嘴巴，他的眼睛、鼻子、耳朵同样鲜血直流，七窍流血。刘子涵的手无力地垂了下去，生机一点点从他的体内消散。下午2点，青云市武道协会中心省冲刺营的选拔测试即将开始。来自青云市32所武院的320名优等生以及各个武院的校长、老师都已经抵达现场。武道协会中心是每个城市的中枢，这里既是权力和资源的中心，同时负责管理整个城市的安全、日常运转。3重飞檐主殿坐落于9丈白玉基台之上，以9宫八卦阵为基，表面镶嵌流动着武道真气的符文链，顶层悬浮着一颗天舞珠，昼夜释放淡金色光晕。12根盘龙柱环绕着武道协会中心宽阔无比的广场。每一年的省冲刺营选拔关系到每个城市2个月后圣宗试炼的成绩，各个城市的武道协会中心自然无比重视。每一年的省冲刺营选拔测试也都是在武道协会中心进行。此刻，广场上青云市32所武院的师生们正踌躇满志地期待着接下来的选拔测试。32所武院的320个优等生一起争夺10个省冲刺营的名额，这意味着至少有20多所武院连一个名额都捞不着，可想而知竞争有多么激烈。只有真正的武道天才才有资格进入省冲刺营。在青云市的众多武院之中，青云第一武院是青云市历史最悠久的武院。往前100年，青云市的武道天才90%都集中在青云第一武院，但江山代有才人出，最近这几10年，青云市其他武院纷纷崛起，再也不是当年青云第一武院一家独大的局面了。尤其是青云第3武院和青云第5武院，这2年的成绩尤为突出，在去年的省冲刺营选拔测试上都超过了青云第一武院。但此时，青云第一武院的校长陈清扬目光扫过在场的其他竞争对手，嘴角却有些压不住了。虽然选拔测试还未开始，但有一点陈清扬无比确信，最优秀的那一位武道天才已经被青云第一武院承包了。在座位的各位都是来争第2名的吧？陈清扬心里已经有点飘了。青云第3武院校长刘建峰跟陈清扬是老相识了，一见陈清扬这神态，就隐约猜到了什么，开口道：“陈校长满脸春风，
看来对本次的选拔测试很有信心啊。略有。陈清扬笑着捋了捋胡须。闻言，刘建峰挑了挑眉，心道：这老家伙一向低调，能让他憋不住笑。看来青云第一五院是真的出好苗子了。不过，我青云第三五院同样不缺好苗子，那就看鹿死谁手了。其他几个实力较强的五院，心里也都憋着一股劲，准备在接下来选拔测试中大展拳脚。就在这时，几名气势不凡的武道强者出现在了武道协会广场的前方。走最前面的2个人，其中一个人身穿制士军装，年纪大概在40岁，整个人如同一把出鞘的利剑。此人便是本次选拔测试的主考官张海上校，由南天省的军部委派过来的。而张海身边那名50多岁的男人，身上的气势更为强盛，乃是青云市武道协会的会长李云洲。张海和李云洲的身后还跟着几名青云市武道协会中心的成员。随着这些人的出现，原本还有几分嘈杂的广场瞬间安静了下来。这场选拔测试也终于拉开了序幕。张上校，请。李云洲伸手道。主考官张海对李云洲点头示意，随即走上前，目光扫过在场的众人，朗声说道：我是负责青云市选拔测试的主考官，接下来由我为大家介绍这一次选拔测试的规则。本次选拔测试320位选拔测试参赛者将一同进入灵书天眼的虚拟战场之中。在虚拟战场之中，你们将面对大量妖兽的攻击，根据你们在虚拟战场中击杀妖兽的数量、击杀妖兽的等级、存活的时间等指标进行综合评分。综合评分前10的参赛者将获得进入省冲刺营的名额。随着主考官张海的话音落下，现场顿时响起了一些惊呼，因为往年的省冲刺营选拔测试一般都是采取擂台战，320名参赛者捉对厮杀，层层筛选，最终角逐出前10名。而今年的选拔测试竟然是所有人同时进入灵书天眼的虚拟战场之中。灵书天眼是武道和虚拟现实科技完美结合的产物，也是武道世界最重要的发明之一。武者可以通过灵书舱、灵书头盔、灵书阵纹等链接方式进入灵书天眼的虚拟世界之中。没想到今年的选拔测试竟然是在灵书天眼里。相比往年的测试，今年的选拔测试无疑更加简单粗暴，而且非常节省时间。用擂台战的方式，快则1-2天，慢则3-4天才能角逐出前10名。而进入灵书天眼的虚拟战场，最多几个小时就足以完成这场选拔测试。开始吧！随着张海的这一声宣布，省冲刺营的选拔测试正式开始。咔嚓咔嚓，伴随着阵阵声响，武道协会中心广场如同巨型罗盘一样旋转起来。紧接着，320个刻画了灵书阵纹的石台从巨型罗盘下升了上来。陈默和来自青云市32所武院的优等生们，按照选拔测试的安排，坐在了石台之上。紧接着，石台上的灵书阵纹亮起一道光芒，众参赛者只觉得眼前一花。下一刻，他们的虚拟之身已经进入了灵书天眼的虚拟战场之中。出现在众人前方的是一望无际的沙漠，而320名参赛者的虚拟之身正处于一座断壁残垣的沙漠之城中。几行文字浮现在众参赛者的眼前：黄沙结界，沙城死守战。你现在是821年前边境沙城的一名守城士兵，沙漠妖兽群即将来袭，请拼尽全力击杀妖兽，守卫这座边境沙城。与此同时，环绕在武道协会中心广场周围的12根盘龙柱迸发出12道光柱，这些光柱在武道协会中心广场的上空汇聚，显示出灵书天眼中的全息影像。主考官张海、青云市武道协会会长李云洲以及各个武院的校长老师们都可以通过上空的全息影像观看所有参赛者在选拔测试中的表现。来了！陈默望着眼前熟悉的场景，嘴角浮现出一丝微笑。上一世的陈默在武道基础测试中同样进入了青云第一武院的前10名，不过因为没有突破到武者4品断骨，在这一次的选拔测试中早早的被淘汰出局。但此一时彼一时，如今的陈默相比前一世的武道修为可是足足高出了3个小境界。沙沙沙，城墙之下的沙漠里突然传来动静，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沙子底下蠕动。下一秒，一群黄褐色的噬铁鲨蚁破沙而出。这些噬铁鲨蚁体长1米左右，有着金属化甲鞘，尾部可以喷射腐蚀酸液。妖兽的等级和武者一样，分为9大级别，分别是普通级、精英级、将领级、领主级、王级、皇级、地级、圣级、神级，与人类武者的9大境界相互对应。噬铁鲨蚁普通一阶妖兽，单只噬铁鲨蚁的实力仅相当于人类武者1品，但是架不住他们数量多呀。只见上千只噬铁鲨蚁朝着断壁残垣的边境沙城蜂拥而至，站在城墙之上的一众参赛者们不由得脸色微变。绝大多数生活在象牙塔之中的学生，日常很少遇到妖兽，哪怕知道眼前的这一切只是灵书天眼之中的虚拟战场，但这种身临其境的真实感还是让不少新兵蛋子心惊肉跳。不过武者之中永远不缺勇猛之辈。杀！只见一名体型健硕、身高接近2米的学生抓起一杆长矛，猛地朝着城墙下蜂拥而来的噬铁鲨蚁掷去。嗖！长矛破空而去，在空气中发出一阵爆鸣，一头扎进了前方的噬铁鲨蚁群中。噬铁鲨蚁身上的铁甲
根本挡不住这一击。吃吃吃，6只是铁砂蚁被瞬间洞穿，直接变成了大型的烧烤签子。紧接着，这名身高2米的学生双手化为长矛发射器，一连抓起城墙上的长矛投掷出去，短短几秒钟的时间就洞穿了24只是铁砂蚁。与此同时，他的头顶也漂浮出一行文字：猛虎24分。附近的几名参赛者望着长得跟蛮牛一般的铁塔大汉，一脸诧异：不是哥们，你他妈18岁？另一边，正在武道协会中心广场上观战的青云第3武院校长刘建峰却忍不住发出一声赞叹：好样的！猛虎正是青云第3武院武道成绩最优异的学生，他的气血值高达48，是一名武者4品断骨。随着猛虎的率先出手，其余的参赛者们也纷纷发起了攻击。城墙之上摆放着各种武器，参赛者们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挑选趁手的兵器。一开始是铁砂蚁群还在城墙之下，参赛者们只能使用远程攻击，但随着是铁砂蚁的大军推进，很快就有许多是铁砂蚁爬上了城墙。不仅如此，这些是铁砂蚁还会从尾部喷射腐蚀酸液，将沙城的城墙一点点腐蚀。城墙之上，陈默手持一杆长枪，枪出如龙，每一次出枪，枪尖都干脆利落地洞穿是铁砂蚁的头颅。他的脚下已经堆满了是铁砂蚁的尸首。前世陈默一开始修的是剑法，主要是因为帅，没办法，谁能抵抗御剑飞行的诱惑力呢？在遇到叶霓裳之后，陈默才开始修炼枪法，因为叶霓裳手中有一门天阶枪法九霄龙鹰枪，自古枪兵幸运异，唯有子龙是挂壁，而这一门九霄龙鹰枪正是子龙7碳盘蛇枪的终极进阶版。作为天阶枪法，九霄龙鹰枪的威力极大，以陈默武者6品的修为施展，只出一招就足以抽干他体内所有的力气。要是用来对付是铁砂蚁这种战五渣，纯属于高射炮打蚊子。陈默仅凭刺、扎、劈、扫这几个基础枪法动作，就足以碾压是铁砂蚁群了。这些是铁砂蚁仅仅只是开胃菜，后面还有更强的妖兽来袭。呼！陈默手中的长枪横扫，半圆形的弧线如同撕裂空间，瞬间将7、8只是铁砂蚁一分为2。他头顶的分数也在飞速增加，66分，好扎实的枪法基本功。场外观战的陈清扬校长眼睛不由得一亮。虽然陈默施展的只是最基础的枪法招式，但一招一式尽显功底，如同已经练了10几年的枪术大师。这小子身上到底还有多少惊喜？陈清扬心中暗惊。同一时间，战场上的其他参赛者们也在各显本事，击杀妖兽。有资格参加选拔测试的人，武道修为最低都是武者3品，但在战场之中表现最为耀眼的几个参赛者都是4品之上的武者。城墙的正上方，一名刺猬头短发女生已经杀红了眼，她的手中没有任何武器，但造成的杀伤力却让人触目惊心。只见她随手一指，城墙底下的沙子瞬间凝聚出几根尖刺，将几只是铁砂蚁刺穿。紧接着，她的双手一握，沙子又变成触手，直接将几只是铁砂蚁束缚住，扯成了几节。似乎是嫌击杀速度太慢，她猛地抬起双手，下一秒凝聚出了10支沙箭，飞向了空中。咻咻咻，10支沙箭爆射而出，那些爬上城墙的是铁砂蚁群被沙箭纷纷射落。这正是他的 B 级武道天赋流沙掌控，是武道天赋觉醒者。武道协会中心广场上传来了一片惊呼，青云第5武院校长和老师们则是露出了欣慰的神情。这名刺猬头短发女生正是青云第5武院的学生黄风铃，气血值47，武者4品。这场选拔测试的虚拟战场是在边境沙城，而黄风铃的武道天赋又恰好是流沙控制，这无疑让他占据了地利。眼看是铁砂蚁群的数量在众多参赛者的攻击之下变得越来越少，远处那些残存的数百只是铁砂蚁群突然团团抱在一起，不断翻滚，咔咔咔，它们的甲壳严丝合缝地扣在一起，眨眼间就形成了一个直径超过10米的巨大铁甲球，朝着城墙快速滚了过来。轰隆隆，只听一声巨响，城墙被是铁砂蚁铁甲球撞裂，并且在撞击到城墙的那一刻轰然自爆，它们体内的腐蚀酸液如爆弹一般向四周飞溅，形成了可怕的冲击波。砰！城墙瞬间被炸出了一个大洞，离得最近的一些参赛者们根本来不及闪避，就被爆炸的冲击波和腐蚀酸液吞没，当场在虚拟战场之中当场阵亡，淘汰出局。处于爆炸中心的黄风铃却是毫发无伤。在是铁砂蚁群自爆的一瞬间，黄风铃就已经发动流沙掌控的武道天赋，在身体的表面凝聚出了一层厚厚的砂质铠甲，爆炸冲击波和漫天的腐蚀酸液全部被这一层砂质铠甲抵挡住了。轰隆隆，原本就有些破败的城墙在是铁砂蚁群的自爆之下形成了连锁反应，迅速坍塌。这也意味着挡在参赛者面前的防御被摧毁了。与此同时，前方的沙漠里出现了大片的鼓包，有什么东西要钻出来了。刷刷刷，一群体长超过2米的蝎子从沙子中蹦了出来。沙针毒蝎，普通3阶妖兽，实力相当于人类武者3品。数百只沙针毒蝎高举着2只大钳子，蝎尾倒竖，蝎尾的毒针在阳光的反射之下闪烁着寒光，渗人的气势跟刚才的是铁砂蚁群完全就不是一个级别。数百只沙针毒蝎迅速排成了鸡排，蝎尾高举着，瞄准了60米之外的参赛者们。咻咻，伴随着破空声，
密如雨点的毒针从杀针毒蝎的尾部射出，如箭矢一般射来。杀针毒蝎的尾针上面有剧毒，一旦被毒针刺中，4品之下的武者在1分钟之内就会完全失去战斗能力。小心！眼看铺天盖地的毒针袭来，众人纷纷挥舞手中的武器格挡，但依然有数十名参赛者被毒针射中，毒素迅速在他们的体内蔓延，身体开始麻痹，逐渐毒发全身。另一边，杀针毒蝎群的毒针发射却没有就此停止，咻咻咻，一波又一波的毒针袭来，压得许多参赛者不敢露头，只能找掩体躲避。沉默旋转着手中的长枪，身前形成了一个密不通风的圆，靠近的毒针纷纷被弹开。紧接着，沉默长枪一挑，锋利的枪尖扎入了附近一块1米半高的岩石之中。走你！长枪弯起如满弓，像投石机一般将岩石发射了出去。岩石飞过数十米的距离，一头撞进了杀针毒蝎群中。砰！一数排的杀针毒蝎被巨石瞬间轰成碎渣，杀针毒蝎的阵型被瞬间从中间撕开了一道大口子，就好像输了一个中分。附近的参赛者们目瞪口呆地望向沉默，这力量的多变态！哥们，你人形投石机啊！卧槽，兄弟牛逼！一声粗壮的嗓音响起，说这话的人正是青云第3武院的盲虎。盲虎对沉默咧嘴一笑，嘿嘿，还好我也不差。话音刚落，盲虎的口中突然发出一声野兽般的怒吼。盲虎原本就身高2米，体型健硕，伴随着这一声野兽般的怒吼，他浑身的肌肉鼓动，骨骼咯吱作响，整个人再度拔高了一截，身高从2米暴涨到了2米半。不仅如此，他的身体表面也长出了老虎一样的皮毛。盲虎的双眼变成了血红色，口中露出了长长的獠牙，仿佛一头择人而噬的妖兽。A 级武道天赋琥珀兽化。无论是参赛者还是广场上的观众，看到这一幕都不由得发出了惊呼。继刚才展示了流沙掌控的黄风铃之后，又一个武道天赋觉醒者出现了。此时盲虎背上扛着一把大砍刀，看起来就像是威风凌厉的虎先锋。我先上了。下一秒，盲虎单枪匹马朝着前方的杀针毒蝎群冲杀了过去。不愧是姓莽的，莽夫属性点满了。盲虎一刀劈出，最前面的一只杀针毒蝎直接被盲虎手中的大刀劈成了2半。盲虎本身就是气血值高达48的武者4品，当他施展出琥珀兽化的武道天赋之后，无论是力量、速度、防御力都暴涨了一截。单只杀针毒蝎根本不是盲虎的一合之敌，可如果盲虎落入杀针毒蝎群的围攻之中，结果肯定是凶多吉少。青云第3武院校长刘建峰看到这一幕，心里不由得急道：稳重，稳重点啊！盲虎不缺天赋和实力，唯一的问题是不喜欢动脑子，遇事莽自当先。好在战场之上并不只有盲虎一人，就在盲虎发起冲锋之时，其他的参赛者们也纷纷杀向了杀针毒蝎群。选拔测试的规则是击杀妖兽获取分数，排名前10者获得省冲刺营的名额。想要获得名额，就必须尽量多击杀妖兽，分数不够，即便能够苟活到最后，也一样白瞎。霎时间，参赛者们和杀针毒蝎群混战在了一起，杀！给我死！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参赛者被淘汰出局，而真正的尖子生也在众多参赛者中脱颖而出。武道协会中心的广场之上，青云市各大武院的校长和老师目光紧紧地盯着虚拟战场上的全息影像，在全息影像的右侧列出了一个实时排名榜单。沉默，青云第1武院969分，暂列第1；盲虎，青云第3武院455分，暂列第2；黄风铃，青云第5武院432分，暂列第3；焦俊，青云第8武院209分，暂列第4。青云第1武院的沉默居然这么猛，盲虎和黄风铃可都是武道天赋觉醒者呀，沉默的分数竟然是他们的2倍还要多。众人忍不住惊叹道。沉默使用的武器长枪号称是战场上的百兵之王，杀伤力确实惊人，而且沉默的枪法基础太精湛了，完全不逊色枪术大师，不敢相信这是18岁的学生。沉默施展的还只是基础枪法，要是让他修炼枪法武技，杀伤力只会更加恐怖。这根本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沉默一招一式之间，体内隐隐有筋骨齐鸣，脏腑中的气血如熔炉一般生生不息，这分明是武者6品铸脏的标志。什么？沉默竟然是武者6品？此言一出，现场顿时一片哗然。能够踏入武者4品，就已经是众多参赛者中的佼佼者。优秀如盲虎和黄风铃这样的武道天赋觉醒者，也没有突破到武者5品，而沉默却比其他人足足高出2个小境界。青云第3武院的校长刘建峰猛地转过头，看向不远处的陈清扬，只见陈清扬面带微笑，一副风轻云淡的模样。怪不得这老家伙一开始就胜券在握的样子，原来青云第1武院出了武者6品这样的武道天才。虚拟战场的边境沙城外，参赛者们和杀针毒蝎群的战斗已经逐步进入了尾声。边境沙城外的沙漠上躺着数百只杀针毒蝎的断肢残骸，而参赛者这边同样死伤惨重，人数从300多人骤降到了60多人。当最后一只杀针毒蝎被击杀，大多数参赛者已经是气喘吁吁，体力几乎耗尽。这群杀针毒蝎还真难杀啊！还有下一波怪吗？话音未落，2名参赛者脚下的沙面突然塌陷了下去，紧接着一张沾满恶心粘液的巨口将他们一口吞进了肚子里。啊！
伴随着2声凄惨的尖叫，这2名参赛者被淘汰出局。不等其他人反应过来，众人脚下的沙子便发生了连续塌陷，眨眼之间就有10几个参赛者被巨口吞了。快后退！众人惊叫着往后撤退。轰隆！下一秒便看到从塌陷的沙坑中钻出来10只体型超过3米的巨型蜘蛛，它们的6足退化如沙锥，腹部膨大如沙漏，体表覆盖拟态沙纹的硬化角质层，口器分裂为锯齿状的捕食钳，还可以喷射带有麻痹粘液的金化蛛丝，是沙线蜘蛛。沙线蜘蛛普通5阶妖兽，实力相当于人类的5者5品。而更让众人惊讶的还在后头，只见10只沙线蜘蛛的身后，一只体型超过5米的庞然大物破土而出。它的外形和沙线蜘蛛基本一致，但体型更为庞大，身体的颜色也更为深邃。身前2只巨大的螯肢进化成2柄锋利的大刀刃，额头上的8只眼睛闪烁着诡异的红光。沙线蛛母精英1阶妖兽，实力相当于人类的51品。一股可怕的气势从这头沙线蛛母的身上散发出来，压得在场众多参赛者脸色惨白，喘不过气来。卧槽 ，BOSS 居然是精英级妖兽！我尼玛，这还怎么打？在场的参赛者们，除了沉默的武道修为是5者6品之外，剩下武道修为最高的只是5者4品。而现在，他们不仅要面对10只实力相当于5者5品的沙线蜘蛛，更恐怖的是，还有1只精英级1阶的沙线蛛母。双方之间的实力差距大到令人绝望。实际上，《灵书天眼》中的这场黄沙劫境沙城死守战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战役。821年前，边境沙城突遭受潮袭击，当时守城的将领被派去增援其他城市，只剩下了300多名士兵留守沙城。他们当中实力最强的士兵队长不超过5者7品。最终300多名士兵被受潮屠戮殆尽。而这样惨烈的战役，在武道世界的历史长河中曾经发生过无数次，历史就是这么残酷。就当许多参赛者们胆寒之际，突然传来一声大喝：“怕个毛，干就完了！”化身虎先锋的猛虎手持大砍刀，整个人一跃而起，直接朝着最近的一只沙线蜘蛛劈砍下去。崩山连环斩，在武道天赋琥珀兽化的加持之下，猛虎这一刀的势若奔雷，对面的沙线蜘蛛立即举起坚硬如铁的螯肢挡在身前。枪！砍刀与沙线蜘蛛的螯肢相撞，迸发出火星，但猛虎的攻击并没有就此停止。人在空中，猛虎身体借势一拧，身体横着旋转了起来，紧接着手中的大砍刀再次劈向了那只沙线蜘蛛。枪枪枪！猛虎连续劈砍，一刀快过一刀，一刀中过一刀。5刀过后，只听咔嚓一声，沙线蜘蛛的螯肢应声而断。给我死！猛虎暴喝一声，第6刀朝着沙线蜘蛛的脑袋砍去。锋利的刀刃借着崩山连环斩蓄积的力量，将沙线蜘蛛的脑袋劈成了2半。猛虎从空中落下，手扶刀柄单膝跪地。他娘的，累死老子了！猛虎低声骂了一句。刚才的那一击崩山连环斩将他的力气消耗了大半。而就在猛虎动手之际，青云第5武院的黄风铃也跟着出手了。只见他双手插入沙面，沙子如流水般流动，嗖嗖嗖，突然窜出了8条沙之触手，将一只沙线蜘蛛的脚和身体牢牢缠住。紧接着又有几根沙刺从地面窜出，扎入沙线蜘蛛防御力最弱的腹部。沙线蜘蛛吃痛，发出一声嘶吼，身体拼命挣扎，3条沙之触手被瞬间崩断。强大的拉扯力让操控流沙的黄风铃身子出现了裂解，但黄风铃咬紧牙关，再度发动流沙掌控，地面又出现几条沙之触手，将这只沙线蜘蛛死死缠住。更多的沙刺扎入了它的腹部，拼命搅动它的内脏。终于，沙线蜘蛛哀嚎一声，轰然倒地，当场毙命。黄风铃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珠，将目光看向了下一只沙线蜘蛛。望着击杀了普通5阶沙线蜘蛛的猛虎和黄风铃，其他参赛者面露惊讶。越级击杀，这就是武道天赋觉醒者的实力吗？整个青云市32所武院加起来有30多万的学子，30多万的学生，一共只出现了沉默、猛虎、黄风铃3名武道天赋觉醒者，可想而知武道天赋觉醒者有多么稀少。拥有越级击杀的实力也是理所当然。杀！或许是受到了猛虎和黄风铃的鼓舞，剩下的参赛者们也纷纷朝着沙线蜘蛛发起了攻击。但很快他们就体会到了双方实力的差距。只见对面的8只沙线蜘蛛猛地调转身形，同时从尾部喷出了带有麻痹粘液的金化蛛丝，铺天盖地的金化蛛丝让参赛者们避无可避。啊呀呀！伴随着惨叫声，许多参赛者被沙线蜘蛛口中吐出金化蛛丝抓住，成了他们的口粮。战场上参赛者的数量迅速锐减到了10来个人。在此期间，猛虎、黄风铃又分别击杀了1只沙线蜘蛛，其他的参赛者们也合力击杀了2只沙线蜘蛛。战场上还剩下了4只沙线蜘蛛和1只精英1阶的沙线蛛母，但众人的体力槽基本上已经清空了，场面仿佛陷入了死局。就在这时，一道手持长枪的身影呈 Z 字形迅雷般从剩下的4只沙线蜘蛛身边掠过，刷刷刷刷，枪出如龙，电光石火，一瞬间4只沙线蜘蛛的身体轰然爆开，炸成一片血雾。不等众人反应过来，那道人影已经朝着后方的精英1阶沙线蛛母
杀了过去。望着突然爆开的4只沙线蜘蛛尸体，仅存的10来个参赛者以及场外正在观看的众人，全都露出了不可思议的神情。黄风铃望着沉默的身影，满脸惊诧。他几枪秒了4只沙线蜘蛛，哪怕他是武道天赋觉醒者，也几乎是榨干了所有的体力，才击杀了2只沙线蜘蛛。而沉默抬手之间就灭杀了4只沙线蜘蛛，由此可见他和沉默之间的实力差距有多大。盲虎眼神放光，好枪法，真他娘的帅啊！武道协会中心广场上，不少武院的校长和老师方才已经看出沉默的武道修为已经达到了武者6品铸臧，但此刻见到沉默眨眼间秒掉4只沙线蜘蛛，依然满脸震惊。4只沙线蜘蛛相当于4个人类武者5品，即便沉默是武者6品，瞬息秒掉4只沙线蜘蛛，这战斗力未免也有些夸张了。而更让人震惊的是，沉默在灭杀了4只沙线蜘蛛之后，没有任何停留，就直接杀向了后方的沙线蛛母。他难道想要单挑沙线蛛母？那可是精英一阶的妖兽，精英级妖兽和普通级妖兽差了一个大境界，实力不可同日而语。沉默区武者6品，想要单枪匹马击杀沙线蛛母，无异于天方夜谭。至少在其他人看来，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事。就连青云第一武院的校长陈清扬心中的弦也瞬间绷紧。哪怕陈清扬比在场的其他人多知道另一个信息，沉默不仅武道修为达到了武者6品，而且也是一名武道天赋觉醒者，在力量测试的时候还能打出1万多公斤的力量。单论力量而言，沉默已经足以媲美51品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沉默拥有了51品的实力。50相比武者，无论是爆发力、持久力、反应力、战斗经验、战斗技巧，掌握的武技数量都要全面碾压。更重要的是，50经过洗髓、通脉、脱胎的3个阶段之后，体内会催生出强大的内劲，内劲才是50最强的杀手锏。所以仅仅只是力量达到50的门槛，也无法跟真正的50相提并论。正因为如此，陈清扬才会担心沉默，但此时已经容不得其他人多想。沉默和沙线蛛母之间的距离顷刻间拉近，望着朝着自己冲过来的渺小人类，沙线蛛母突然张开血盆大口，一道白色的金锥如闪电般射出。蛛丝金锥，沙线蛛母不仅能从尾部吐出金化蛛丝，而且还能将金化蛛丝和口中的唾液进一步融合，变成杀伤力更强的蛛丝金锥，藏于他的口气之中，随时进行发射。嗖，蛛丝金锥破空而来，眼看就要将沉默洞穿。沉默身影突然一闪，蛛丝金锥擦着他的身体飞过，一击不中，接二连三的蛛丝金锥从沙线蛛母的口中射出。沉默的身影却如鬼魅一般一一闪过，但沉默身后正在观战的几名参赛者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蛛丝金锥划过50多米的距离，几名参赛者还没反应过来，就被瞬间洞穿，当场淘汰出局。这就是精英级妖兽的杀伤力，吓得剩下的几名参赛者立即寻找掩体，但这根本吓不到盲虎。早在沉默提枪冲向沙线蛛母时，盲虎愣了2秒之后就已经紧随其后了。我来助你！盲虎大喝一声，提着大砍刀跃至空中，再一次施展出了崩山连环斩。而这一次迎接他的是沙线蛛母身前2柄进化出的巨大鳌刀。巨大鳌刀十字交叉，猛地向前斩击，唰，锐利的破空声响起，十字刀影划过，盲虎手中的大砍刀连同他的身体直接被一同斩成了几段。武者4品对上精英1阶妖兽，哪怕是 A 级武道天赋觉醒者也是不堪一击。盲虎有勇气冲上去已经难能可贵了。虽然这里是林殊天眼的虚拟战场，但身体的疼痛和死亡的恐惧是真实存在的。枪枪枪，沉默手中的长枪和沙线蛛母的巨大鳌刀快速碰撞，火星四射。在 S 级武道天赋雷霆玉骨加持之下，雷霆之力在沉默的体内激发，涌向他的4肢百骸，身体迸发的力量竟然和精英1阶的沙线蛛母不相上下。望着和沙线蛛母缠斗在一起的沉默，众人有些目瞪口呆。当沉默冲上去的那一刻，他们还以为沉默会被当场秒杀，没想到沉默竟然跟沙线蛛母打得难解难分。当沉默手中的长枪与沙线蛛母的巨大鳌刀相撞，各自退出了7、8米的距离。以沉默目前的武道修为，想要凭借基础枪法击杀精英1阶的沙线蛛母还是有些困难，那就只能用这一枪送你上路了。沉默眼中闪过一丝光芒，下一秒沉默身形猛地向前冲出几步，脚步一踏跃至10米高空。这一刻，沉默全身的力量连同雷霆玉骨的雷霆之力都凝聚在他枪尖之上，人枪合一，融为一体。枪尖凝聚陨星之力俯冲而下，如流星一般从天而降，枪尖释放灼热的红光，撕裂了空气，引发连环空气爆鸣，枪势如陨星击碎苍穹。9霄龙鹰枪，第一式星云9霄落。此时的沉默体内还未开辟出9条龙脉，没有9龙拉脉，施展天阶枪法9霄龙鹰枪只能算是破产版的。再加上沉默武者6品的微末修为，连9霄龙鹰枪1/1000的威力都发挥不出来，但击杀一只精英1阶的沙线蛛母绰绰有余。轰隆，沙线蛛母根本来不及闪避，就被沉默这一枪瞬间贯穿，庞大的身躯从中间一分为2，尸骸被炙热的枪威灼烧殆尽，只留下了一具枯骨。孤枪贯日坠星陨，
九霄云碎万骨枯。卧槽！陈默把精英一阶妖兽杀线朱母击杀了。望着虚拟战场内被陈默一枪贯穿的杀线朱母，众人心中犹如掀起了惊涛骇浪。陈默一个武者6品，竟然越级击杀了实力相当于武士1品的杀线朱母。眼前发生的这一切实在是太过震撼。青云市32所武院的校长和老师们，以及被淘汰出局的参赛者们，一个个目瞪口呆。就连本次选拔测试的主考官张海和青云市武道协会的会长李云洲，也一改之前平静的神态，猛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恭喜李会长，青云市真是出了一个了不得的武道天才啊！主考官张海感叹道。陈默刚才所展现出的实力，哪怕放在整个南天省所有同龄人当中，也肯定是名列前茅。哈哈，我也没想到今年的选拔测试会给我这么大的惊喜。李云洲的脸上难掩喜色。陈默何止是了不得的武道天才，放在青云市可以算是百年不遇。青云市出了陈默这样的武道天才，李云洲身为武道协会的会长，自然也是脸上有光。主考官张海脑海中闪过陈默刚才经燕绝伦的一枪，好奇地问道：“只是不知道这位叫陈默的同学，刚才施展的那一招是什么枪法？杀伤力竟然如此之大。”李会长，你看出来了吗？这个我倒是没有看出来。李云洲微微摇头，心中同样十分诧异。张海和李云洲的本命武器都不是枪，一时间也看不出陈默施展的到底是何种枪法，但仅凭着恐怖的杀伤力，品阶绝对不低于地阶。小小年纪就有这样的枪法造诣，实属罕见。张海说道：“或许陈默同学的武道天赋跟枪有关。”李云洲猜测道：“龙国的第一枪神绝无极就拥有轮回不灭枪魄的 SSS 级武道天赋，这也使得枪神绝无极在枪法上的造诣无人能及。而纵观龙国历史上的许多枪术强者，大多都拥有和枪相关的武道天赋，这也是为什么李云洲会有这样的猜测。否则，李云洲实在想不通，陈默小小年纪为何能够施展出如此精湛的枪法。虚拟战场内，陈默收枪而立，心中暗暗摇头，一招破产版的九霄龙鹰枪就把我全身的体力榨干了，我现在的修为果然还是太低了。就在这时，陈默身处的虚拟战场中响起了一道机械声音：“成功击杀所有袭击边境沙城的妖兽群，守护了边境沙城的安全。黄沙捷径，沙城死守战顺利通关。省冲刺营选拔测试结束。”下一秒，陈默只觉得眼前的场景一变，他已经从林书天眼的虚拟战场退了出来。当他睁开眼睛的那一刻，青云市武道协会中心广场的上空出现了此次省冲刺营选拔测试的前10名。第一名陈默11669分，青云第一武院。第二名王虎2255分，青云第三武院。第三名黄风铃2032分，青云第五武院。第四名焦俊909分，青云第八武院。望着广场上空前10名的成绩，现场顿时一片哗然。卧槽，多少分？离了个大谱！陈默选拔测试的分数是第二名的5倍之多呀，简直太夸张了！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差距。别忘了陈默可是击杀了精英一阶妖兽，实力跟其他人根本就不是一个层面。遥遥领先，遥遥领先，遥遥领先。除了陈默在选拔测试中的成绩一骑绝尘之外，第4名和前3名的成绩相比，也出现了明显的断层。原因很简单，前3名都是武道天赋觉醒者，放在往年，3名武道天赋觉醒者都应该熠熠生辉，成为众人的热议对象。但今年在陈默的光芒之下，王虎和黄风铃显得有些黯淡无光，在场所有人的注意力几乎都被陈默一个人吸引走。青云市其他武院的校长们望着广场上的陈默，眼睛里一片火热。陈默这样优秀的武道天才，怎么就不是我们武院的呢？青云第三武院的校长刘建峰看向身边的陈清扬校长，羡慕地说道：“陈校长，我说您今天怎么一副老神在在的模样？原来青云第一武院藏着一条真龙啊！咱们这么多年的朋友，你的嘴是真严啊！事前竟然一点风声都没透露。”刘建峰的语气中除了羡慕之外，还带着一点点的酸。陈清扬瞥了一眼刘建峰，故作高深道：“老刘啊，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我也是今天才知道陈默同学的实力这么强，这完全是大实话。在今天上午的基础测试之前，陈清扬压根就不知道陈默的武道修为已经达到了武者6品铸臧，更加想不到陈默竟然拥有击杀精英一阶妖兽的实力。”闻言，刘建峰忍不住翻了个白眼，你糊弄鬼呢？糟老头子坏得很！看到刘建峰吃瘪的模样，陈清扬嘴巴都要笑裂了。青云第一武院最近这几年，无论是省冲刺营的选拔，还是在圣宗试炼中的成绩，都被青云第三武院和青云第五武院压了一头，早已经不复当年青云市龙头大哥的威风。这一刻，陈清扬校长终于有了扬眉吐气的感觉，而这一切都是因为陈默。此时，主考官张海也当场宣布了最终的结果：今年的省冲刺营选拔测试顺利结束，恭喜以上10位同学获得了进入省冲刺营的资格。明天一早，你们将坐上前往省冲刺营的专属列车，进行为期2个月的冲刺特训，祝你们在省冲刺营中学有所成。随着主考官张海的话音落下，青云市今年的省冲刺营选拔测试彻底落下了帷幕。不过，关于这一场选拔测试的讨论却并没有结束，而讨论的话题自然绕不开在选拔测试中大放异彩的陈默。
就连青云市武道协会会长李云洲都亲自来到了陈默的面前，对他进行了夸奖和鼓励。望着剑眉星目、风神俊逸的陈默，李云洲眼中尽是赞赏之色。陈默同学，恭喜你夺得选拔测试的第1名，果然是英雄出少年，希望你再接再厉，在省冲刺营中好好修炼，争取在2个月后的圣宗试炼中取得更加耀眼的成绩。南天省天蟒山脉，一座戒备森严的军事基地，这里驻扎着龙国最威名赫赫的3大军队之一血渊军、血渊军、荡摩斯、龙灵卫，并称龙国军队的3幻神，无论是地位和实力都远超普通军队。其中血渊军的主要职责是击杀妖兽、守卫城市、探寻遗迹秘境等；荡摩斯主要针对邪魔歪道、武道邪修，而龙灵卫是最为特殊神秘的存在，专门处理涉及国家安全的重大事件。血渊军在全国各地都有驻扎基地，而驻扎在南天省龙脊山脉的是血渊军第11军，主将范寒立，少将军衔，是一名武境巅峰武王。此刻范寒立少将的办公室里来了一位客人，此人乃南天省教育考试院的副院长裴天林。裴天林和范寒立当年一起同过窗，2人是几10年的老朋友。老范，咱俩要不是有这么多年的交情，我也不会跟你开这个口。裴天林叹了一口气，接着说道，咱们南天省在圣宗试炼的成绩是1年不如1年，今年要是再不出成绩，我这个副院长也当到头了。我也是实在没办法了，才来请你担任今年省冲刺营的总教官。范寒立闻言皱眉道，你说省冲刺营一届换了多少总教官了？改过不了？换汤不换药啊！我平常带的是什么队？我带的是血渊军啊！你这批人是什么人？一群新瓜蛋子你叫我带？裴天林道，就是因为这几年省冲刺营的特训成绩不理想，才来请你出马。老范，你如果愿意担任省冲刺营的总教官，我相信今年的圣宗试炼成绩一定会大幅度提升。见范寒立没有立马拒绝，裴天林言辞恳切道，老范，你也不希望看到咱们南天省在2个月后的圣宗试炼中垫底吧？范寒立目光微动，作为南天省的一份子，他自然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事发生。何况裴天林跟他是多年好友，都找上门求他帮忙了，范寒立也不好再推辞。范寒立顿了一下，开口道，我可以答应你，不过有件事我得提前跟你说好。裴天林面露喜色，什么事？范寒立道，如果请我来担任省冲刺营的总教官，我会用训练血渊军的方式来训练这群新瓜蛋子，强度可比普通的特训大多了，这其中的苦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闻言，裴天林点了点头，省冲刺营里的100多名成员是从全省几百万学子中优中选优出的武道天才，我相信他们能够经得起磨砺，在你的特训之下飞速进步。老范，今年的省冲刺营就拜托你了。第2天早上，一辆浑身漆黑的列车在轰鸣声中驶入了青云市的列车站，车头是青铜浇铸的饕餮吞天手，双目镶嵌离火晶，黑曜玄铁打造的车厢无比坚固，列车车身之上隐约可见雕刻着玄奥的正文，整辆列车仿佛一头活着的钢铁巨兽，压迫力十足。这辆漆黑列车正是通往省冲刺营的专属列车。咔嚓，列车车门开启，上车吧。昨天的主考官张海上校示意道。随后，青云市10名通过了选拔测试的成员依次登上了这辆专属列车。车厢里空荡荡的，陈默上车之后随便找了一个位置坐了下来。王虎、黄风林、焦俊等另外9个人也在车厢里四散坐开，因为都是来自不同武院，彼此之间并不熟悉。不过绝大多数人的目光还是下意识看向了车厢里的陈默。昨天陈默在选拔测试中的表现震惊了所有人，尤其是陈默最后一枪击杀精英、一接妖兽的画面，在众人的脑海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轰隆隆，片刻之后，列车启动，这头钢铁猛兽驶向了远方的目的地。陈默目光望着窗外飞速后退的风景，脑海中回想着这几天的经历。重生后获得有债必偿系统，并成功将刘子涵的武道修为和武道天赋雷霆玉骨吸干，顺利通过选拔测试，进入省冲刺营。和上一世相比，陈默的人生轨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当陈默思索着接下来的打算时，眼前的光线突然一黑，仿佛有一座小山压了过来。陈默抬头一看，只见身高2米、体型壮得跟头牛一样的猛虎正咧着嘴对他笑。陈默身高188，在男生当中算是比较高的。不过此时的陈默坐在座位上，身高2米的猛虎却是站着的，相比之下，体型差距显得更加明显。有事？陈默问道。猛虎咧嘴一笑，就是想过来跟你认识一下，我叫猛虎。陈默微微点头，沉默。哈哈，我知道，哥们，你太牛逼了，我这辈子没佩服过什么人，你是第一个。击杀沙县朱母的那一枪太他妈帅了。猛虎对陈默竖起了大拇指。你兽化的武道天赋也不错。陈默客气道。嘿嘿，些许蛮力罢了。猛虎说完还梆梆梆敲了自己肌肉几下，看起来不大聪明的样子。嗡嗖，开往省冲刺营的饕餮号列车在铁轨上疾驰而过，速度达到了惊人的900公里每小时。铁轨两旁的风景已经从高楼大厦变成了山脉和荒野。猛虎刚才过来打招呼之后，就在陈默对面的座位上坐了下来。此时猛虎望着窗外的山脉和荒野，
没头没脑的来了一句：“我以前看武道小说，主角出行必定遭受妖兽的攻击，咱们这辆列车不会也要遭受妖兽攻击吧？”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陈默笑着摇了摇头，调侃道：“你小说看多了，你现在的任务是先卸载他们。”随即目光扫过车厢，继续说道：“这辆列车可不是普通的列车，车身以黑曜玄铁打造而成，坚固无比，上面还雕刻了防御阵纹，领主级以下的妖兽撞之即死，而且车头还配备了强力杀伤武器，整辆列车相当于一件大型的法器，要是这点安全系数都没有，也不敢在荒野中行驶了。”原来如此，莫哥，你懂得真多。盲虎佩服道。事实证明，盲虎的担心确实是多余的。沿途的妖兽听到饕餮号列车呼啸而过的浩大声势，就远远的避开了。偶尔有一两只不开眼的妖兽，刚靠近就被撞得稀碎。2个小时后，饕餮号列车在龙脊山脉附近停了下来。下车，张海上校和几名军人走进车厢内，对众人说道。随后，陈默等人从开启的车门走了下去。四周是一片荒芜的山脉和密林。给我干哪儿来了？这还是南天省内吗？盲虎挠了挠头。众人目光扫过四周，有些迷茫。今年的省冲刺营在这。这时就听到张海上校开口道：“此地距离目的地还有30公里，跑步前进。”说完，张海上校和几名军人便向着山林的某处方向奔驰而去，速度奇快，其他人不敢怠慢，快步跟了上去。山路崎岖，除了陈默之外，其他人几乎是拼尽全力，才勉强跟上了前面的速度。翻山越岭之后，众人抵达了一处山谷之中。随后众人便发现，前方的山谷之中已经聚集了上百人，除了一些身穿军装的军人之外，剩下的都是面色稚嫩的年轻人。南天省一共有12个市，省冲刺营从每个市里选拔出10名优秀的武道天才进入省冲刺营，一共120名。前方的这些年轻人自然就是来自其他市的冲刺营成员。此时，其他市的武道天才们望着向他们走来的陈默等人，也在悄声议论：青云市的人到了。这样一来，12个市的人都来齐了。不对，还有人没来。一名长相清秀的男生突然说道：“哈，南天省不是总共才12个市吗？难不成还有第13个市？”那倒不是，不过据我所知，今年的省冲刺营还有8名特招生。那名男生继续说道：“特招生？”此言一出，来自各市的武道天才们都露出了惊讶的神色。陈默倒是显得十分平静，因为他早就知道，而且那个拥有玄阴玲珑体的白毛美少女就是8个特招生的其中之一。随后众人就听到那名知道内情的男生继续爆料，这8个特招生在1个月前就已经提前获得了省冲刺营的名额，不需要参加选拔测试。什么？闻言，顿时有人心里产生了不平衡。靠，我们累死累活参加选拔测试，才从几百万人当中脱颖而出，进入省冲刺营，他们凭什么啊？妈蛋，真是哪里都有走关系的特权狗！有人愤愤不平。这你们倒是误会了。爆料男生摇了摇头，这8个特招生不是凭关系进来的，完全是凭个人实力。据我所知，这8个特招生武道修为最低都是武者5品，而且至少觉醒了 A 级以上的武道天赋。卧槽！众人心中不由得一震。在场的众人只有极少数人的武道修为达到了武者5品，更不用说那8个特招生还觉醒了 A 级以上的武道天赋，怪不得他们能被省冲刺营特招。刚才还有些愤愤不平的人瞬间不吱声了。要是这8个特招生和其他人一起参加选拔测试，那在场必定有8个实力垫底的人被挤掉名额。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8个特招生不参加选拔测试，反而对某些人有利。这名爆料的男生名叫裴潇生，他爷爷就是南天省教育考试院的副院长裴天林。正因为如此，裴潇生才会知道这么多内幕消息，而且还有一些内幕消息裴潇生没说。那8个特招生不仅是武道天赋卓绝，还有几位出身更是不凡，有人来自传承1000年的武道世家，有人是全国著名武道馆的弟子，甚至有些人的背景连他爷爷都讳莫如深。就在众人因为这8个特招生的消息而惊讶之时，又有一行人向山谷这边走来，有男有女，气势不凡。众人转头望去，这几个人就是特招生吗？沉默的目光也在一瞬间落在了人群中一名白毛美少女的身上。这名白毛美少女正是觉醒了 SSS 级玄阴玲珑体的南宫丽，她可是我修炼太虚阴阳诀的关键啊！沉默挑了挑眉，而就在沉默的目光和南宫里接触的一瞬间，南宫里的表情突然一怔，紧接着南宫里居然径直朝沉默走了过来。她的五官精致，肌肤雪白如玉，琼鼻挺翘，小巧阴唇红润光泽，一双美眸水灵灵的，如同璀璨的明珠，一头齐腰的雪白长发随风而动，整个人仿佛从画里走出来的仙子一般。沉默低头望着近在眼前的南宫里，眼中不由得露出了惊艳之色。刘子涵号称青云第一武院的校花，但在南宫里面前根本不值一提。在沉默见过的众多女人之中，只有叶霓裳大美人的颜值能和南宫里一较高下，两者最大的差别是叶大美女是身高180的倾城御姐，而南宫里是160的萝莉身。但说她是萝莉身也不完全准确，因为南宫里细枝节硕果，有大地之姿。沉默望着南宫里近在咫尺的绝美脸庞，
正要开口说话，突然南宫里做了一个让他意想不到的举动。只见南宫里小心翼翼地凑上来，晶莹剔透的小琼鼻在沉默的身上嗅来嗅去，随即脸上露出了一丝陶醉之色，仿佛是小猫咪嗅到了猫薄荷一样，整个人几乎快要贴到沉默的身上。原本就璀璨如宝石的眼睛变得更加亮晶晶的。我喜欢你身上的味道。南宫里银铃般的声音响起。闻言，沉默的表情有些古怪。当年叶大美人也说过类似的话，我不会是什么先天魅魔圣体吧？不过貌似只对冰坨坨和南宫里有效。见南宫里和自己越贴越近，跟个可爱的白发小猫娘似的，沉默下意识伸出手揉了揉南宫里的小脑袋。南宫里顿时眯起了眼睛，一脸的享受，还用洁白如雪的长发蹭了蹭沉默的手掌心。沉默在进入省冲刺营之前设想过很多次要如何跟南宫里接近，但他怎么也想不到会是眼前这样的展开方式。而在场的其他人看到这一幕不由得满脸惊诧，他们原本还在因为几名特招生的出现充满了好奇，一转眼就看到其中最耀眼的白毛美少女亲昵地贴到了一名长相俊逸的男生怀里。这是什么情况？就在这时，一道火红的身影出现，一把将南宫里从沉默的怀里拉开。你们在干什么？突然出现在眼前的是一名穿着赤焰流黄裙的漂亮女生，她的身材高挑，有175左右，赤焰流黄裙下的体态婀娜，前凸后翘。赤焰流黄裙被设计成高开叉战裙，一双大长腿被火蚕丝质的连体丝袜紧致的包裹，虽然没有露出半点皮肤，却诱人无比。她的五官立体如古典美人，美眸中泛着一丝妖冶的红色，整个人英姿勃发。苏华儿把南宫里护至身后，一脸警惕地望着沉默。她刚才一个不留神，转头就看到好姐妹南宫里被一个男生抱在怀里揉脑袋，急忙跑过来把南宫里拉开。你对阿里做什么？苏华儿问道。沉默微微摊手，笑道：不关我事啊，他自己贴上来的。苏华儿此刻也意识到了不对劲，以南宫里的实力，要是有哪个不开眼的男生想要轻薄他，早就被冻成冰雕了。随即苏华儿用询问的目光看向了南宫里。阿里，你刚才怎么了？他身上好香呀。南宫里咬着自己的手指，眼神有些无辜。好香？苏华儿表情疑惑，下意识朝沉默凑近了一点，扇动了几下鼻翼。不过他什么也闻不出来。苏华儿和南宫里相识多年，好姐妹虽然有些天然呆，但平常可从来不会靠近任何男生，刚才居然会主动贴到一个男生怀里，简直跟中了邪一样。不对劲，太不对劲了。苏华儿的目光打量着沉默，心中有些警惕。这人长得倒是很帅，但是太邪门了，一不留神阿里差点就被拐跑了。阿里不谙世事，以后得离他远点。苏华儿把南宫里挡在身后，两人的个头差距比较大，看起来就像是一头保护幼崽的雌虎。沉默的脑海中突然闪过一句经典名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嘴角不由得露出了一丝笑容。你笑什么？苏华儿警觉道。我想起高兴的事情。沉默笑眯眯地说道。苏华儿柳眉微蹙，拉着南宫里就要离开。阿里，我们走，以后要离他远点，知道吗？苏华儿说道。为什么？南宫里眨巴着水灵灵的大眼睛。可是我喜欢他身上的味道耶，闻着很舒服，像飘起来了一样，我以后还想闻。你……苏华儿被噎了一下。沉默对南宫里笑了笑，没事，下次等他不在旁边，我再单独给你闻。南宫里眼睛一亮，你说话算话哦，拉钩。说着还朝着沉默伸出晶莹剔透小手指。苏华儿急忙一把愣住，直接把娇小的南宫里抱走了。望着两人离开的身影，沉默笑着挑了挑眉，有点意思。省冲刺营还没正式开始，就已经让他充满期待了。在场的其他人目光在沉默、南宫里、苏华儿的身上转了几圈，忍不住议论了起来。这男的谁啊？不知道，好像是来自青云市的。那两个女生太漂亮了，而且还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有谁知道她们什么来历吗？长得这么美，还有一头标志性的雪白长发。卧槽，我好像知道她是谁了。谁啊？他就是号称南天省近年来最强的武道天才南宫里。什么？他是南宫里？现场顿时有些哗然。关于南宫里，他们之前就听过一些传闻，传闻南宫里是南宫世家年轻一代武道天赋最卓绝的天才，而且还觉醒了 SSS 级武道天赋。只不过外界并不知道南宫里觉醒的究竟是什么武道天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南宫里绝对是其他武者高不可攀的存在。在得知了南宫里的身份之后，众人猛然反应过来刚才那一幕的含金量。南宫里竟然一见面就对那个男的投怀送抱了，我靠，那家伙真是艳福不浅，长得帅就可以为所欲为吗？他是真该死啊，我后槽牙都快咬碎了。此时剩下的几名特招生也在饶有兴趣地打量着沉默，其中一名男生浑身的肌肉奋起球结，就快拉丝了，他的头顶没有一根头发，光溜溜的。最为奇特的是，他的头顶尖尖的凸起了一个鼓包。在见到这名头尖男的瞬间，沉默的瞳孔猛然一缩，本能的想要一拳轰碎对方的头颅。但沉默很快反应过来，现在不是10年后的武道大灾变时代，如果是在武道大灾变时代，眼前这颗头顶尖尖的头颅会突然裂开成3瓣巨大的口气，变成一头吞噬一切生物的杀戮怪物。沉默前世不知道轰杀了多少头顶尖尖的武者，
身体才会出现刚才的应激反应。10年后的武道大灾变，罪魁祸首是一种名为弑神的基因药剂，而弑神基因药剂来源于国外一个名叫基因会的组织。基因会认为人类想要突破武道极限，仅凭人类自身的能力是不够的，必须融合各种妖兽、植物的基因，借此超越人类的极限，最终甚至可以拥有是杀武神的实力。而实际上，早在几百年前，人类武者就已经开始借助基因药剂进行修炼，只不过市面上的基因药剂不会融合妖兽的基因，药效相对温和，但基因会认为市面上的基因药剂太过保守了，药效远远不能让人满意。于是基因会私下里做了无数次基因融合的实验，加入了各种妖兽的基因，研发弑神基因药剂，并且偷偷找来了很多武者作为基因药剂的实验对象。一开始基因药剂实验还比较顺利，那些服用了基因药剂的武者实力在短时间内获得了巨大的提升，而副作用是这些武者开始脱发，并且头顶变得尖尖的，但这个副作用被基因会自动忽略了。原因很简单，之前市面上的基因药剂服用过量，头顶同样会慢慢变尖，这太正常了。但后来发生的事让基因会始料未及，这些服用了弑神基因药剂的武者头顶变得越来越尖，直到有一天，其中一名武者的头颅突然裂开了，变成了3瓣一形口气，把身边的一名实验人员一口吞了。一头不停吞噬血肉的武道怪物就此诞生了。由于注射了蕴含多重妖兽基因的弑神基因药剂，这些实验体的体内发生了难以想象的可怕变异，这些武道怪物彻底变成了基因的奴隶，只留下了不断吞噬、融合基因的本能，仿佛永远不知道满足的黑洞。无论是人类武者、妖兽、植物，一切生物都成了这些武道怪物的吞噬目标。随着武道怪物吞噬的生物越多，融合的基因越多，他们的实力也会变得更强。更可怕的是，这些武道怪物的体内催生出了具备传染性的基因病毒。正常的武者一旦被基因病毒感染，先是头顶变尖，然后头顶裂开成3瓣口气，最终也会变成一头被杀戮支配的武道怪物。被基因会一手缔造出的武道怪物和基因病毒开始席卷整个武道世界。最初没有人在意这一次事故，这不过是基因圈传来的一次噩耗，一群科老的暴毙，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一场灾难和每一个武者息息相关。武道世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劫难，短短几个月之内，全球数百亿武者的数量锐减了60%，整个武道世界一片狼藉，生灵涂炭，史称武道大灾变。而在这场武道大灾变中，头顶尖尖成为了判断武道怪物变异前的标志。但凡看到头顶尖尖的武者，为了安全起见，其他武者都是先给对方爆头，宁错杀不放过。这就是为什么陈默刚才看到那名头顶尖尖的特招生会产生应激反应，下意识想要给对方一拳爆头。好在陈默反应过来，现在还没到武道大灾变的时代。陈默目光打量着那名特招生，心中暗道：这家伙年纪这么小，头顶就已经这么尖了，看来基因药剂没少嗑啊。在弑神基因药剂出现之前，人类武者就已经有了几百年的嗑药史，而且基因药剂价值不菲，一般的武者还嗑不起。这名特招生能嗑这么多，要么家里有钱，要么有一定的背景。虽然此人现在不会变成武道怪物，但陈默还是稍微留了一个心眼。而那名特招生见陈默盯着他，不由得微微皱眉。此人名叫施诺，来自极道武馆。极道武馆是龙国实力最盛的4大武馆之一，全国各个省市都有极道武馆开设的分馆，而施诺本人是极道武馆南天省分馆的馆长之子。施诺瞪了陈默一眼就走开了，浑然不知他刚才已经在鬼门关外走了一圈，差点被爆头了。随着8名特招生出现，今年省冲刺营的128名成员终于全部到齐。众人目光看向四周，眼中带着些许疑惑，这里就是省冲刺营吗？怎么什么也没有啊？我哥去年参加了上一届的省冲刺营，来之前我还跟他打听了去年的情况，和今年好像完全不一样啊。裴潇生旁边的几个人下意识看向他，询问道：你连特招生的消息都知道，肯定也知道今年省冲刺营的一些内幕消息吧？跟大伙说说呗。裴潇生摇摇头，别急，快了。不一会就看到几名军官走到了山谷中的一处空地处，一番操作之后，山谷中的景象顿然开始出现光影变化，紧接着一座庞大的军事基地出现在了众人的眼前。我勒个豆！众人脸色一惊，这里竟然有一座军事基地，怎么凭空出现的？不是凭空出现的，应该是这座军事基地的外面设置了一道隐形的屏障，所以我们刚才看不见。有人反应了过来，事实也确实如此。眼前的这座军事基地外围的城墙足足有数10米之高，众人立在城墙之外，显得十分渺小。轰隆，军事基地的大门缓缓开启，一股壮阔肃然的气息扑面而来。进去吧，军官对众人说道。闻言，众人有些忐忑地走进了军事基地的大门。映入众人眼帘的是一座高科技和武道结合的军事化基地，陌生的军事建筑，各种玄奥的武器装备，让人应接不暇。军事基地中不时传来战士们热血澎湃的操练声。不一会，一队整装待发的战士从众人的身边经过，这些战士身上散发出的杀伐之气，远比他们在选拔测试时遇到的妖兽恐怖。
而这些战士胸前佩戴的徽章是一柄利剑，刺入一头张开血盆大口的妖兽头颅之中的图案。这是血渊军的徽章？难道这里是血渊军的军事基地？众人瞬间大惊失色。血渊军作为龙国最威名赫赫的3大军队之一，可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此刻，当众人意识到他们处于血渊军的军事基地时，顿时瞪大了眼珠。我的天，难道今年的省冲刺营是在血渊军的军事基地吗？有人失声道。他们从小听说了很多血渊军荡平妖兽、保卫城池的故事，对血渊军充满了憧憬。甚至省冲刺营的128位成员中，有一些人的梦想就是将来加入血渊军，猎杀妖兽，建功立业。所以当他们意识到他们此刻正处于血渊军的军事基地时，顿时露出了震惊、兴奋、激动的神情。陈默有些好奇地打量着基地四周，虽然他早就知道今年的省冲刺营是在血渊军的军事基地，但确确实实是第一次进来，眼前的一切对他来说也充满了新奇。这里是血渊军第11军几大军事基地中的一处。片刻之后，在几名军官的带领之下，众人穿过一层层的军事建筑，来到了一处空旷的练武场，并且在军官的指挥下排列成了16×8的整齐队伍，全体都有立正。话音刚落，就看到一道威严高大的身影向众人走来，身后还跟着几名随从。走在最前面这名威严高大的男子，年纪看上去50来岁，步伐沉稳，如龙行虎步，神采奕奕。即便他已经刻意收敛了身上的气势，但是数十年和妖兽厮杀凝练出的杀伐之气，还是让他整个人如同一把出鞘的利剑。霎时间，众人感受到了一股恐怖的威压，犹如实质一般朝他们压了过来。众人顿时屏住了呼吸，连大气都不敢喘。这气息应该到武境武王了。陈默目光一凝，这是陈默重生以来遇到的武道修为境界最高的强者。将军，在场的几名军官立即抬手敬礼，这个称呼更是让100多名省冲刺营的成员心头一震。出现在众人眼前的正是血渊军第11军的主将范寒立。范寒立的目光从眼前这128个稚嫩的脸庞扫过。所谓秘境，是武道世界里的一种奇特的亚空间。数千年来，武道世界出现的秘境多不胜数，这些秘境之中既有天才地宝，也有凶险无比的妖兽。而秘境中的妖兽一旦从秘境里冲出来，往往会对城市造成极大的破坏。因此，每当秘境出现时，首先要对秘境的等级进行评估，再派遣相应实力的血渊军进入秘境之中进行扫荡。由于秘境之中充满了许多未知的状况，强如血渊军也难免会出现伤亡。这就是为什么众人在听到半个月后要进入秘境中猎杀凶兽会有如此大的反应。这无异于让一群大学生去写博士毕业论文。那名军官显然知道众人在担心什么，补充道：到时候你们进入的秘境是等级最低的1级秘境，而且还有正规的血渊军同行。当然，秘境中危机莫测，即便有正规血渊军同行，也不代表绝对安全。所以，如果你们想要在秘境之中拥有自保之力，前半个月的时间就要竭尽全力提升自己的实力。冲刺营的128名成员显然也明白这个道理，在生死危机的鞭策之下，众人肯定会拼了命的进行特训，训练中流汗，肯定好过在秘境中流血丧命。接下来，几名军官先给省冲刺营的128名成员安排军事基地的宿舍。众人原本以为进入血渊军的军事基地之后要住集体宿舍，没想到基地给大家安排的都是单人间。宿舍的空间并不大，但功能一应俱全。最重要的是，单人间确保了修炼的私密性。正常情况下，结束了白天的训练之后，晚上回宿舍依然要进行自身的武道功法修炼。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基地才会安排单人间。等安排完宿舍之后，又给省冲刺营的128名成员发放了各自的身份卡。这张身份卡详细录入了你们每一个人的信息，也是你们在血渊军基地的通行证。无论是吃饭、训练，出入任何场地，都需要用到这张身份卡。现在是午餐时间，我先带你们去食堂用餐，下午再开始正式训练。随后，在军官的带领之下，众人来到了血渊军基地的食堂。当看到食堂里琳琅满目的食物时，众人顿时大开眼界，疯狂分泌口水。众人星号，妈呀，这也太丰盛了吧！不愧是血渊军的伙食，太馋人了。这些都是什么肉啊？仅仅只是散发的香气，竟然就让我体内的气血不自觉开始翻腾了，好像是妖兽肉，还有灵草药材的味道。一名鼻子很灵的成员说道：妖兽的血肉蕴含血煞之气，人类无法直接食用，但是只要辅以相应的灵草药材进行烹制，就能消除妖兽血肉中的血煞之气。武者食用之后，能够从中获得大量的能源。更高等级的妖兽血肉，甚至可以直接增强武者的气血，效果不亚于天才地宝。当然，等级越高的妖兽肉，不仅本身价值越发昂贵，烹制时也需要辅以更高级的灵草药材来消除它蕴含的血煞之气。因此，即便是在血渊军的食堂里，高等级的妖兽血肉也极其稀少，只有那些顶尖强者才有资格食用。而冲刺营成员们面前的这些食物都是低等级的妖兽肉。即便如此，在闻到这些食物的瞬间，他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依然产生了本能的渴望。在军官的示意下，众人纷纷领取了餐盘，一共有10几种不同的妖兽肉食物，
可供众人任意选择。不过，每一个人的食物分量并不是毫无限制的。妖兽肉中蕴含大量的能量，吃多了反而会对身体产生负荷。因此，根据每一个人的武道修为高低，设置了每一餐食物的上限。例如，武者4品，每一餐最多可以取4斤食物；武者5品，每一餐最多可以取5斤食物。以此类推，武道修为越高，可以吸收的能量越多，自然就能吃更多的食物。从另一方面来说，这样的规定也可以刺激每一位成员努力提升他们的武道修为。接下来，众人开始刷身份卡，领取各自的食物。冲刺营的128名成员瞬间提起了精神，因为每一位成员的身份卡上都记录了他们的武道修为，领取多少食物就能知晓对应的武道修为，正好可以趁着这个机会了解其他人的实力。尤其是那8个特招生，早就引起了其他人的关注，他们很想知道所谓的特招生实力究竟有多强。只见一道身高2米的壮硕身影迫不及待冲上前刷卡取餐，伴随着滴的一声，一行文字出现在刷卡机上：猛虎，武者4品，最多可领取4斤食物。猛虎在进入食堂后就被眼前的这些食物馋得肚子咕咕叫了，他现在没心思去管其他人什么武道修为，就想先吃爽了再说。拿到食物坐下来后，就开始埋头干饭。接下来，冲刺营的其他成员也开始陆续刷卡取餐，绝大多数人都是武者4品，武者5品暂时只出现了一个陪销生。直到一名头顶尖尖的男生取餐时，顿时引起了众人的注意。这个人好像是8个特招生之一，施诺，武者6品，最多可领取6斤食物。望着施诺的身份卡信息，不少人顿时一惊，我靠，武者6品，不愧是特招生啊，比我们大多数人高出了2个小境界。而陈默看到这一幕，反而有些失望，磕了这么多剂阴药，头顶都尖成这样了，才武者6品吗？有点拉呀。但很快，陈默的注意力就被2道亮丽的身影吸引，正是之前见过的南宫里和苏华。南宫里，武者8品，最多可领取8斤食物；苏华，武者7品，最多可领取7斤食物。其他人倒吸了一口凉气，卧槽，一个武者7品，一个武者8品，这也太夸张了吧。陈默目光微动，他虽然吸干了刘子涵的武道修为和武道天赋，但毕竟刚重生几天时间，武道修为跟南宫里这样的顶级武道天才相比，有差距也很正常。要知道，南宫里可是拥有 SSS 级武道天赋玄阴玲珑体，玄阴玲珑体是一种无一的先天修炼圣体，其他武者在突破武道境界时，或多或少都会遇到瓶颈，而玄阴玲珑体在7进5地之前没有任何瓶颈。换句话说，只要不出意外，南宫里未来的成就最低都是7进5地。哪怕南宫里现在是2进5师，陈默都不会觉得意外，更别说只是武者8品了。倒是南宫里身边的苏华，竟然是一名武者7品，让陈默有些意外。陈默对南宫里有些了解，但对苏黄而知之甚少。8名特招生中，除了南宫里、苏华儿高达武者8品和武者7品之外，还有3名武者6品，分别是头顶尖尖的施诺、留着道士发髻的楚昭然、圆脸寸、头落腮胡的川心如。剩下的3名特招生只是武者5品，暂时不配拥有姓名。而当其他人发现陈默竟然也是一名武者6品时，不由得再度一惊。这个叫陈默的家伙好像不是特招生吧，竟然也是武者6品。陈默的实力比好几个特招生都强了，长得帅就算了，实力还这么强，怪不得能引起南宫里的青睐。今年的省冲刺营真是卧虎藏龙啊。陈默端着餐盘，随意在食堂找了个空位坐了下来，一口妖兽肉下肚，美味在他的舌尖上绽放。武者6品的五脏六腑随着实力的精进，就像是生生不息的熔炉。食物进入胃肠之后，被迅速消化，化作一股精纯的能量，涌入了他的四肢百骸。血渊君的伙食确实不错，陈默心中暗道，这些妖兽肉和药材灵草放在外界肯定要花费一笔不小的费用，而在冲刺营里每一顿都可以免费吃到，而且后续武道修为提升之后还可以吃到更多甚至等级更高的妖兽肉。武道世界有一句名言，武者修炼7分吃3分练，剩下90分靠天赋。单论吃这一点，冲刺营里的成员就远远甩开其他学子了。一顿丰盛的午餐之后，冲刺营里的众成员露出了心满意足的笑容。记住他们现在的笑容，因为很快就会变成痛苦面具。冲刺营残酷的特训即将开始。下午1点，128名省冲刺营的成员在血渊军基地的训练场集合。一阵香风袭来，陈默转头一看，发现一头雪白长发的南宫里出现在他的身侧，一张美轮美奂的精致脸庞正仰头望着他。南宫里眨巴着水灵灵的眼眸，你叫陈默对吗？陈默笑了笑，点头道，没错，我叫南宫里，很高兴认识你。南宫里开心地说道。说完，南宫里晶莹剔透的琼鼻抽动了几下，再度露出了小猫娘闻猫薄荷的神情，闭着眼睛就往陈默的身上凑了过来。下一秒，一道高挑婀娜的身影出现，挡在了南宫里的身前。Duan， 南宫里的小脑袋撞到了一处柔弱的地方，被弹开了。南宫里睁开眼睛，神情有些迷茫。华儿，你挡着我做什么？闻言，苏华儿额头顿时冒出3条黑线。刚才在食堂的时候，南宫里就想端着餐盘往陈默那边凑，被苏华儿拦住了。结果到了训练场，
南宫里一溜烟就悄然跑到了陈默身边。苏华儿和南宫里认识这么多年，从来没见到南宫里和任何异性接近，但自从遇到陈默之后，就毫无矜持地往陈默的身上扑，简直跟着了魔一样。要不是苏华儿十分确定南宫里之前从来没见过陈默，苏华儿真怀疑南宫里是不是被下蛊了。苏华儿转过身看向陈默，目光中带着一丝警惕。他倒不是对陈默有什么敌意，只不过南宫里心思单纯，如同一张没有沾染过世俗的白纸。万一陈默对南宫里不怀好意，以南宫里现在对陈默这副白给的状态，分分钟被吃干抹净。至少要先了解陈默的人品如何，苏华儿才会放心让南宫里和陈默接触。苏华儿正要开口说话，就在这时，一男一女2名军官来到了在众人的面前。这2位军官是负责元素淬体训练的教官，男教官名叫袁选，是血渊军第11军赤霄师浴血团元素营5行连的连长，今年35岁；女教官名叫叶彩蝶，是5行连的副连长，今年33岁。袁选连长目光扫过在场的128个新瓜蛋子，开口说道：“今天下午，你们将进行元素淬体训练，现在跟我去元素淬体室。”随后，冲刺营的成员跟随袁选和叶彩蝶2名教官一起前往军事基地的元素淬体室。穿过基地的层层军事围墙，众人进入了一处庞大的建筑之中。在他们的眼前出现了时间修炼室，这些修炼室的大门上分别刻着火焰、雷电、狂风等图案。这些修炼室是做什么的？众人不由得有些好奇。叶彩蝶教官开口介绍道：“这里有时间元素淬体室，分别是金、木、水、火、土、风、雷、冰、暗、光。一会你们根据自身的5道天赋修炼的5道功法、武技等，选择对应的元素淬炼室，进入其中进行元素淬炼。元素淬炼室中蕴含狂暴的元素，会对你们的皮、血、肉、骨、5脏6腑、经脉进行全方位的淬炼。在元素淬炼的过程中，你们的身体会遭受痛苦和折磨，如果坚持不住，就出来休息一段时间，再重新进入元素淬炼室进行修炼。训练要求每个人的累计训练时长不得低于5个小时，未完成训练的人晚上睡也要睡在里面。”叶彩蝶教官话音刚落，时间元素淬炼室的大门纷纷开启，众人顿时感觉到10种狂暴的元素扑面而来，让人心惊不已。此刻，众人都面临一个问题：选择哪一间元素淬炼室进去修炼。陈默望着其中一间充斥着雷元素、电弧闪烁的元素淬炼室，眼睛微微发亮。陈默身负雷霆玉骨5道天赋，还没进入其中，身体内的每一根骨头就已经开始蠢蠢欲动了。没有任何犹豫，陈默直接走进了雷元素淬炼室。南宫里望着陈默的背影，似乎在考虑要不要跟着一起进去，但迟疑了几秒后，他还是选择踏入了冰元素淬炼室。苏华儿见状，稍微松了一口气，随后直接走进了火元素淬炼室。剩下的冲刺营成员们也纷纷走进了不同的元素淬炼室。眼看所有人都进入了室外的袁选和叶彩蝶对视一眼，只见袁选教官举起3根手指，3、2，还没倒数完，元素淬炼室里便传来了阵阵酸爽的嚎叫声。叶彩蝶教官笑了笑，说道：“这帮小家伙有苦头吃了，还早着呢。”袁选摇头。元素淬体作为血渊军最痛苦的日常训练之一，袁选和叶彩蝶教官可太清楚是什么滋味了。哪怕元素淬炼室目前开启的只是最低的强度，也足够让这群新瓜蛋子鬼哭狼嚎了。此刻，身处元素淬炼室之中的众人感受着狂暴的元素钻入他们的皮肤、血肉、5脏6腑，身体犹如针扎刀割一般。不少人面容扭曲，纷纷戴上了痛苦面具。不是，这玩意我要在里面坚持5个小时。时间元素淬炼室内，省冲刺营的128名成员分散其中，金、木、水、火、土是最为常见的5种基础元素。这5间元素淬炼室的人占据了总人数的80%，而风、雷、冰、光、暗是比较稀少的元素，每个元素淬炼室里只有寥寥几个人。众人咬牙抵挡着狂暴的元素，对身体一遍遍的对冲刷、洗涤、淬炼，不时发出几声痛苦的嚎叫。我靠，受不了了，我得先出去休息一会，不然我怕死在元素淬炼室里面。仅仅只是过了10几分钟，那些实力相对较低的人就扛不住元素淬体的痛苦，逃也似的冲出了门外。一帮人躺在地上喘着粗气。我滴个亲娘嘞，省冲刺营的特训也太变态了吧！5个小时的训练时长，这是人能完成的吗？一想到接下来还要在元素淬炼室里硬撑4个多小时，这些人的脸都绿了。如果嫌难，现在放弃退出冲刺营还来得及。袁选教官的声音传来，众人的脸色一变。退出？开什么玩笑！好不容易从全省几百万的竞争者中杀出重围，进入省冲刺营，怎么可能说退出就退出？我死也要死在省冲刺营里。休息了片刻之后，这些人又再度走进了元素淬炼室内。随着时间的推移，128名冲刺营成员的实力差距也逐渐显现出来。实力较低的武者4品，一般扛个10几分钟就要从元素淬炼室里出来休息几分钟，再重新进去。武者5品，一次能扛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至于6品以上的武者，从进入元素淬炼室之后，暂时还没有出来过。
甚至其中有几个人神情淡然，宁静无波，画风和其他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雷元素淬炼室内，沉默盘腿入定，四周充斥着狂暴的雷元素，电弧如细小的银蛇在空中流窜，从他的皮肤钻入，穿过他的血肉，在他的体内肆虐。雷元素进入沉默体内的瞬间，如同千万根针刺入，这种滋味并不好受。但紧接着，这些雷元素便被沉默的雷霆玉骨吸收，化为精纯的雷电之力。随即，这股雷电之力顺着沉默全身的骨头涌入他的四肢百骸，反哺沉默皮肤、血肉、五脏六腑，随之而来的是一种酣畅无比感觉。整个过程先苦后甜，被雷电之力滋养肉身的快感，很快就盖过了一开始的痛苦。而且，沉默能够明显感觉到他的雷霆玉骨在一点点变强，正好借着这个机会突破到武者7品吸髓。沉默心念一动，催动体内大部分的雷霆之力涌向他的五脏六腑。武者6品通过不断淬炼内脏，使得脏腑其中的气血像熔炉一般生生不息。沉默的气血值69，距离彻底完成铸脏只有一步之遥。随着雷霆玉骨激发的雷霆之力不断滋养淬炼他的五脏六腑，脏腑如同亮起的金炉。轰！某一刻，沉默的五脏六腑光芒大盛，彻底完成铸脏，一举踏入了武者7品吸髓。雷元素是天地间威力最凶猛狂暴的能量之一，无论是雷属性相关的武道天赋，还是雷属性的武道功法、武技都比较稀少。因此，整个雷元素淬炼室内，除了沉默之外，只有另外3个人在里面淬炼身体。这3个人原本还在全神贯注抵御着雷元素对他们身体的折磨，而沉默周身突然的气息变化，顿时引起了另外3个人的注意。这是突破了。对于沉默，冲刺营没有几个人不认识，主要是因为貌若天仙、武道天赋出众的南宫里，在第一天就主动对沉默投怀送抱，再加上沉默本身的武道修为也十分出众，自然会引起其他人的关注。沉默中午吃饭的时候还是武者6品，现在竟然突破到武者7品了。一名留着道士发髻男生心中惊道，此人名叫楚昭然，是冲刺营的8个特招生之一，武者6品。楚昭然修炼的武道功法是一门名为紫电雷元经的雷属性的接功法，在雷元素淬炼室中修炼这门功法极为契合。不过修炼紫电雷元经时，雷电入体的痛苦依然是免不了的。此刻，楚昭然望着刚刚突破的沉默，不由得有些震惊。沉默在雷元素淬炼室内修炼，脸上看不到半点痛苦，比我还要如鱼得水。他到底是什么来历？以他的天赋，为什么没有成为特招生？楚昭然心中不解。而此时的沉默正感受着突破到武者7品的畅快，五脏六腑已经化作生生不息的气血熔炉，可以开始吸髓了。沉默没有丝毫停歇，继续催动雷霆玉骨，吸收狂暴的雷元素，化作精纯的雷电之力，涌入了他全身的骨髓之中。在雷霆之力的洗涤之下，骨髓里的细小杂质被一点点排出，又被雷电之力化为尘埃消散。沉默体内的骨髓变得越发晶莹剔透，充满了生命力。与此同时，沉默的气血也在不断提升。与此同时，冰元素淬炼室内，南宫里的玄阴玲珑体自行运转，整个淬炼室里的冰元素疯狂朝南宫里奔涌而去，在他的周身形成了一个恐怖的漩涡。冰元素淬炼室里的其他人一开始还被酷寒的冰元素冻得身体僵硬，脸色惨白，眼看就快要撑不下去了，突然觉得那股刺骨的寒意逐渐消失了。很好，看来我的身体已经逐渐适应了冰元素的寒冷。但很快他们就意识到了不对劲，不是他们的身体适应了冰元素，而是周围的冰元素消失不见了。整个淬炼室的冰元素好像都被南宫里全部吸走了。好消息，5个小时的修炼时间可以轻松达标。坏消息，修炼时长不一定作数。几人面面相觑了几眼，有些懵逼。这是什么情况？我们还要继续修炼下去吗？我觉得还是出去跟教官反映一下情况吧。而在火元素淬炼室里，却完全又是另外一番风景。火元素淬炼室里差不多有20个人，人数在10个元素淬炼室中最多。只见苏华儿端坐在淬炼室的一处，他的四周却出现了一片真空地带，因为此刻苏华儿身上散发出的气息比淬炼室里的火元素还要炽热。火元素淬炼室里的其他人只能避之如虎。这是什么情况啊？为什么苏华儿的四周这么热啊？像个大火炉一样，感觉整个火元素淬炼室里的温度也跟着升高了。不行了，我顶不住了。炙热的温度对他们的身体进行炙烤，身体内的水分被迅速蒸发，嘴唇干裂，连呼吸都变得困难。很快，淬炼室里的武者4品们纷纷逃离了这里。又过了一会，就连2名武者5品也承受不住，离开了火元素淬炼室。最终，火元素淬炼室里除了苏华儿之外，就只剩下了头顶尖尖的施诺。我身为武者6品，又是极道武馆的弟子，如果连这点火元素都扛不住，我这一身修为不是白练了吗？施诺一边咬牙坚持，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支基因药剂，然后熟练地扎入了自己的大腿。随着基因药剂注入体内，施诺身上的青筋根根暴起，如同几只小老鼠在他的血管中流窜，最终在他的头顶汇聚，又散入他的周身。身体在基因药剂的加持之下，终于扛住了这股炙热的温度。只不过
他的头顶似乎又变尖了一点。此时，元素淬炼室之外，从冰元素和火元素2个淬炼室出来的众人，正在向袁选教官和叶彩蝶教官报告情况。教官，我们淬炼室里的冰元素好像全部被南宫里吸走了，里面感受不到冰元素的酷寒了。教官，火元素淬炼室里的温度有些异常，可能和苏华儿有关，您快进去看看吧。袁选和叶彩蝶闻言神色微变，随即分别进入了冰元素淬炼室和火元素淬炼室里查看情况。而当他们见到2间淬炼室里的状况之后，着实吓了一跳，仔细观察了片刻之后，才从里面退了出来。冰元素淬炼室和火元素淬炼室里的异常，应该跟南宫里、苏华儿他们的武道天赋有关。袁选分析道。叶彩蝶微微点头，也同意袁选的判断。连长，现在该怎么办？叶彩蝶问道。袁选沉吟了片刻，开口说道：情况特殊，只能重新再开启另外1间冰元素淬炼室和火元素淬炼室，让其他人修炼了。彩蝶，你去把这边的情况向上面汇报。是，连长。傍晚6点，冲刺营里的一众成员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走进了基地食堂。今天上午刚进入基地时，一个个意气风发，朝气蓬勃。而在经历过元素淬炼室几个小时的魔鬼训练后，绝大多数人已经神情萎靡，累得跟死狗一样，连吐槽训练强度的力气都没有了。直到他们看到食堂丰盛的晚餐，才两眼放光，饿狼扑食般冲了上去。食堂里没有任何说话的声音，只有一片疯狂进食的咀嚼声。烹制美味的妖兽肉和灵草药材吞入肚子，补充着他们消耗一空的体能。紧接着，众人便惊喜地发现，他们的血气值在缓慢地提升。当他们的体能被彻底榨干，在吃下妖兽肉和灵草药材后，便如同雨后的春笋，这可比他们以前修炼的速度快多了。察觉到这一点之后，众人的脸上顿时露出了振奋的神色。只要能够提升气血值，再辛苦的修炼也值得。哈哈，原来元素淬炼室修炼效果这么好，太他妈爽了！我还剩下2个小时的修炼时长没完成，一会吃完饭晚饭立马开干。没错，干就完了。众人瞬间劲头十足，又谈论起了下午的修炼。你们听说了吗？下午训练的时候，南宫里一个人把淬炼室里的冰元素全部吸收了。卧槽，真的假的？千真万确。教官还因为这件事单独开启了另一间冰元素淬炼室，太牛了！南宫里不愧是号称南宫世家百年不遇的武道天才啊！还有那个苏华儿，同样天赋异禀，修炼时周身散发的温度比火元素还要炙热，太恐怖了！别忘了，除了南宫里是武者8品之外，苏华儿是冲刺营里唯一达到武者7品的人。不对，苏华儿现在不是唯一的武者7品了。我亲眼看到陈默在雷元素淬炼室里也突破到了武者7品。什么？能够进入省冲刺营里的人，在他们各自的市里都可以称得上是武道天才。不过，等他们进了冲刺营之后，才发现什么叫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跟南宫里、苏华儿、陈默这样的妖孽相比，其他人顿时感受到了差距。晚饭过后，陈默再度回到了雷元素淬炼室修炼。其实，陈默下午已经完成了5个小时的修炼时长，绝大多数成员淬炼5个小时就已经是身体承受的极限了。不过，陈默拥有雷霆玉骨，可以直接吸收雷元素，转化成雷电之力，这使得他的身体可以承受更长时间的淬炼。5个小时的修炼，陈默不仅突破到了武者7品，气血值也从69提升到了71，修炼速度已经非常惊人了。但陈默却并不满意，还是太慢了。因为陈默很清楚，距离武道大灾变只剩下10年时间，但基因汇兑是神基因药剂的开发，可能早就已经开始了。陈默如果想要阻止这场灾难，必须尽快提升实力。即便最后无法阻止这场灾难，那也至少要拥有在这场灾难之下生存的实力。10年之内，我必须从1进武者突破到武道巅峰，9进武神。陈默心中暗道，在整个武道世界的历史长河之中，曾经出现过许多耀眼的武道天才，但从来没有哪一位武道天才能在10年之内完成从1进武者到9进武神的突破，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好在陈默获得了重生福利有债必偿系统，陈默已经见识过系统的强大，我需要好好计划一下如何利用系统开挂式的提升武道修为。想要运用系统，首先要成为其他人的债主，就像之前刘子涵找我借段古草那样。陈默心中暗道。不过陈默现在只是一名实力低微的1进武者，手里既没有钱财，也没有天才地宝，别人就算想找陈默借，陈默也拿不出来，那就只能从人情债这方面来入手了。按照系统的规定，除了金钱财物、天才地宝这些，人情债也可以算作是债务。陈默的脑海中瞬间想到了几种常见的人情债，例如救命之恩、授业之恩、帮助、庇护，本质上就是对他人伸出了援助之手，使他人获得了利益好处。说的直白点，就是要帮助他人。决定了，从今天开始，日行一善，甭管是大善还是小善，总之先让别人欠他的人情，就是不知道到时候会产生多少的利息。陈默有些好奇，当初刘子涵故意欠债不还，被系统判定强制征收100,000,000的利息。不过后来陈默仔细研究过系统，并不是所有的债务都会产生这么高的利息。如果债务人正常偿还的话，利息不会这么高。按照这个逻辑，如果人情债想要产生高利息，
那对方必须得是个忘恩负义的人，然后系统就会进行正义的裁决，强制增加高倍利息。陈默分析道：哈基系，你这家伙还是个正义判官啊，具体什么情况，到时候试试就知道了。紧接着，陈默又想到了太虚阴阳诀。太虚阴阳诀是陈默目前所掌握的等级最高的武道功法，天阶上品，即便放在整个武道世界，也是最顶级地功法之一。唯一的问题是，太虚阴阳诀，陈默一个人没办法修炼。孤阴不生，孤阳不长，阴阳互济，万化太虚。陈默的脑海中不由得浮现出叶霓裳和南宫里的身影。叶大美人的冰魄琉璃身和南宫里的玄阴玲珑体都是一中无一的先天武道圣体，而且陈默和南宫里两个人现在的武道修为相近，是一起修炼太虚阴阳诀的最佳时期。一旦他们俩一起修炼，绝对会一同起飞。各种意义上的，南宫里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天然对他比较亲近，这对陈默来说无疑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只可惜南宫里身边的苏华生怕好姐妹被拐跑了，对陈默十分提防。不过对陈默来说问题不大，陈默能让七境女武帝冰坨坨坚冰融化，心湖乱颤，攻略2个18岁的小丫头不在话下。不用1星期3天，好攻略，太好攻略了，为什么不攻略？爷们要脸。确定了接下来的计划，陈默抛开心中的杂念，雷霆玉骨继续吸收淬炼室里的雷元素，转化成雷电之力，不断淬炼他的骨髓，将骨髓里的杂质排出，提升武道修为。与此同时，军事基地的一处房间内，范寒立将军正在查阅着资料，这些资料详细的记录了省冲刺营里128名成员的信息，包含了他们的姓名、年龄、出生地、武道基础测试成绩、武道天赋、选拔测试中的表现等等。虽然范寒立将军本人并不直接对冲刺营里的128名成员进行训练，不过毕竟答应了好朋友裴天林负责今年的省冲刺营，而且这2个月的特训也关系到南天省在圣宗试炼中的成绩。范寒立既然接下了这份差事，他自然要尽职尽责。这不仅关系到整个南天省的脸面，也关系到血渊军的名誉。要是2个月后南天省的圣宗试炼成绩不行，范寒立自己都觉得丢人。此时范寒立将军眼前的全息屏幕上显示的正是南宫里的信息：姓名南宫里，年龄18岁零1个月，武道修为武者8品，武道天赋暂时未知。详细介绍出生于拥有1000年武道传承的南宫世家。在看完所有的资料之后，范寒立将军的目光落在了武道天赋那一行。未知吗？看来南宫世家暂时不想将南宫里的武道天赋向外界公布啊。范寒立将军沉吟道：有传闻说南宫里觉醒的武道天赋是 SSS 级，也难怪南宫世家会如此谨慎。武道世界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对外公开自己的武道天赋，与人对阵时，隐藏的武道天赋会成为绝地翻盘的杀手锏。只不过一般的武者都无法隐藏他们的武道天赋，比如猛虎这种武道天赋，一旦受化，别人立马就知道了。范寒立将军关掉南宫里的全息资料，又打开了下一个成员的全息资料：姓名苏华，年龄18岁零3个月，武道修为武者7品，武道天赋暂时未知。详细介绍智妍女皇月红莲的亲传弟子。当看到最后一行文字时，范寒立将军心头猛然一震。赤焰女皇的名号，范寒立将军早有耳闻。月红莲乃是一名威名赫赫的6境武皇，实力比范寒立将军还要高出一个大境界，但年纪却比范寒立将军要年轻得多。苏华儿竟然是赤焰女皇月红莲的亲传弟子。既然如此，赤焰女皇为何不把苏华儿留在身边亲自教导？范寒立将军脑海中闪过一丝疑惑，但没有人能够给他答案。范寒立将军摇了摇头，继续查看其他人的资料。很快他就看完了另外6个特招生的资料。相比南宫里和苏华，剩下6个特招生就显得逊色不少了。范寒立将军没有过多停留，一个接一个冲刺营成员的资料在他的眼前闪过。而当范寒立将军看到陈默的全息资料时，表情突然一顿。在陈默的资料里记录了这么一句话：陈默在选拔测试中以武者6品的武道修为，一枪击杀了精英1阶妖兽杀现朱母，是全省所有选拔测试中唯一通关选拔测试的人。范寒立将军目光一凝，随即点开了下方的全息战斗视频。画面中，一道挺拔的身影高高跃起，手持一杆长枪俯冲而下，枪尖凝聚陨星之力，如流星一般从天而降。剧烈的空气摩擦让枪尖释放灼热的红光，引发连环的空气爆鸣，枪势如陨星击碎苍穹。下一秒，沙漠中的一只精英级1阶妖兽杀现朱母被这一枪瞬间贯穿，庞大的身躯从中间一分为2，尸骸被炙热的枪威灼烧殆尽，只留下了一具枯骨。全息影像播放的正是陈默在选拔测试时施展九霄龙鹰枪第一式星云九霄落击杀杀现朱母的场景。看到这一幕，范寒立将军猛然瞪大了双眼，这是何等惊艳的一枪！范寒立将军自己的本命武器就是一杆气血鸣枪，他从19岁进入血渊军就开始修炼枪法武技，数十年来，范寒立手中的长枪击杀了无数妖兽，立下许多赫赫战功，从血渊军一个新兵一步步做到了血渊军第11军的主将。范寒立将军的枪法已经步入了真入化境的境界。
但陈默这一枪蕴含的枪法奥义，让身为武境巅峰武王的范寒利将军都叹为观止。这个叫陈默的学生，小小年纪，在枪法上竟然有如此高的造诣。范寒利惊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陈默给他的震撼，甚至比南宫里和苏华还要大。南宫里和苏华纯粹是因为武道天赋和背景强大，但陈默在枪法上的造诣，远远超过了他18岁的年纪。俗话说，月棍年刀，一辈子枪。枪法想要练好，不仅需要日积月累的修炼，还需要一场场战斗的历练。就算这小子打娘胎里开始练枪，枪法的造诣也属实有些匪夷所思。或许陈默觉醒了某种和枪法相关的武道天赋。范寒利心中猜测道，要是让范寒利将军知道陈默在选拔测试中施展出的九霄龙鹰枪还只是破产版，不知会有何感想。无论如何，陈默已经给范寒利将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今年的省冲刺营还真是让人惊喜连连。范寒利将军眼中闪过一道金光，只要好生培养，这几个人绝对能在2个月后的圣宗试炼一鸣惊人，一改南天省这么多年的颓势。时间一转，来到了第2天早上6点，128名冲刺营的成员已经在训练场集结完毕。经历了昨天5个小时的元素淬炼魔鬼修炼，众人的脸上还带着疲惫之色。一些实力比较低的成员，一直到深夜才终于完成5个小时的修炼。天还蒙蒙亮，就被一阵急促的哨声惊醒，着急忙慌地来到训练场集合，强撑着腰酸背痛，尽量让身体站直。血渊军的军事基地非常庞大，而冲刺营所在的训练区域只不过是从军事基地里划分出的一小片地方。这时，众人突然听到一阵齐刷刷的杀战破战吼声，响彻整个军事基地，如同千军万马呼啸而过，气势磅礴，杀声震天。原本精神还有一些萎靡的人，瞬间被这阵阵战吼声震得气血翻涌，连天灵盖都通透了。站在冲刺营众成员面前的依然是昨天的袁选教官。袁选教官目光扫过众人，开口问道：“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声音吗？”众人摇头。这是血渊军每天早操时修炼铁血战破功时激发的战士。袁选教官说道：“你们虽然还是学生，但从你们第1天进入血渊军第11军开始，你们也暂时成为了血渊军的一份子。所以从今天开始，你们每天的早操时间也需要跟着血渊军一起修炼1个小时的铁血战破功。现在我来教你们铁血战破功。”袁选教官话音刚落，现场顿时响起了几声惊呼。听说铁血战破功是血渊军的专属炼体功法啊，我们竟然可以学吗？一想到可以学习血渊军的专属炼体功法，众人顿时满脸振奋。袁选教官继续说道：“铁血战破功一共有2部分组成，分别是战姿9桩和战体8式。其中战姿9桩包括飞山桩、丹月桩、旱地桩、望月桩。站桩时需配合特定节奏的战吼，不仅可以震荡气血，强健你们的体魄，还能修复身体的疲惫，治愈暗伤。而战体8式包括铁臂崩锤、钢膝破城、鞭腿断水、铁背靠山、血战连环。这8个战体动作能够充分激发身体每个部位的潜能，将它们淬炼到极致，能够成为血渊军的专属炼体功法。铁血战破功自然不是凡品，铁血战破功是初代血渊军首领所创，并且经过一代代的改良，最终演化成了如今的模样。铁血战破功除了强大的炼体效果之外，还有运养体魄的功效，做到了炼和养的完美结合。最重要的是，它的适用性极广，无论是武道天才还是普通的武者，都能够快速上手，容易掌握。一般来说，武道功法的品阶越高，就越难以入门，而铁血战破功却打破了这个规则。血渊军能够成为龙国军队的3幻神之一，铁血战破功也有不小的功劳。片刻之后，袁选教官完整的将铁血战破功的站姿9桩和战体8式施展了一遍。在场的128名成员是从全省几百万学子当中选拔出来的佼佼者，再加上铁血战破功本身就极易上手，因此大多数人在看完袁选教官施展了一遍之后，就已经将站姿9桩和战体8式记住了。就连猛虎这种不怎么喜欢动脑子的，在跟着其他人练了2遍之后，也全都记下来了。很快，训练场上就响起了众人修炼铁血战破功时整齐划一的战吼声：杀破！随即，众人便感受到了铁血战破功的神奇效果。昨天的元素淬炼修炼，差点要了我半条命。结果修炼了几遍铁血战破功后，腰不酸了，腿不疼了，浑身都有劲了。一边淬体，一边养肾，这感觉太爽了。1个小时后，早操训练结束，在修炼了铁血战破功之后，冲刺营里的众成员反而变得比早操之前更加生龙活虎。早操结束之后，众人来到基地食堂享用早餐。早餐同样是用各种妖兽肉和药材灵草烹制而成的食物。因为上午还要进行大量的训练，众人大快朵颐，为接下来的训练提前储存能量。上午8点，128名成员再度在训练场上集结。此时，训练场的边上摆放了一排武器架，上面摆放着上百柄刀、剑、枪，并且众人见到了3位新教官。最中间的那名教官年纪看上去40岁上下，身材笔挺如一杆长枪。此人名叫七武，
是血渊军第11军赤霄师浴血团枪魂营的副营长。下一秒，七武中气十足的声音传遍整个训练场。接下来的半个月时间，每天上午的4个小时，将对你们进行兵器武技教学。七教官指了指训练场外的武器架，继续说道：刀、剑、枪是最常见的3种兵器。刀乃百兵之胆，刚猛霸道，以力破巧；剑乃百兵之君，轻灵飘逸，以巧破力；枪乃百兵之王，长兵之首，一寸长一寸强。接下来，我跟另外2位教官将各自演练一门兵器武技，你们可根据自身的武道天赋或者惯用的兵器，选择学习任意一门武技。说罢，七武教官一招手，嗖，一杆3米多的长枪瞬间从10几米之外的武器架上飞出，吸入了他的手中。一枪在手，七武教官整个人的气势顿时攀升至顶点。只见七武教官枪尖一抖，枪出如电，枪影如灵蛇盘绕星辰，连绵不绝，一枪快似一枪，枪影重重叠叠。紧接着，枪招一变，枪身高速旋转，画出大圆，如星旋运转，密不透风。枪随一转，圆融无碍。很快，就连周天之气也被引动，一股浩瀚的能量在整个训练场如洪流奔涌，仿佛随时要将一切撕碎。众人脸色骇然，只感到一股可怕的枪威从4面8方袭来，被压得透不过气来。在这恐怖的枪势之下，只觉得自己比蝼蚁还要渺小。就在许多人脸色惨白，额头冒汗，即将支撑不住时，七武教官突然收枪而立，方才的天地异象陡然消失，但众人依然沉浸在那惊涛骇浪般的枪法之中，难以自拔。这是什么枪法？威力太恐怖了吧？有人喃喃说道。七武教官目光扫过众人，开口说道：我刚才演练的这套枪法是地阶中品枪法武技陆河魂天枪。此言一出，人群中顿时传来了几声惊呼。天呐，竟然是地阶中品武技，怪不得威力这么恐怖。我们可以跟着教官学习地阶中品武技吗？卧槽，这也太屌了吧！要知道，地阶中品武技放在外界可是会被无数武者抢破头的高阶武技，一般的武者能够学到玄阶武技就不错了，更多的武者只能修炼黄阶武技。而众人在进入冲刺营的第2天，居然就能学到地阶中品武技，幸福来得太突然了。但七武教官只是摇了摇头，开口说道：一门地阶中品武技而已，没什么可惊讶的。别忘了，你们可是从全省数百万学子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而你们在圣宗试炼中的竞争者是来自全国各地最顶尖的武道天才。这些全国各地的顶尖武道天才，别说是地阶武技了，甚至有极少数人修炼过天阶武技。你们若是只修炼黄阶、玄阶武技，拿什么跟他们竞争？闻言，众人也反应过来，七武教官确实说的没错。从他们进入冲刺营的那一刻开始，他们就注定不再是普通的武者，修炼的武技自然也不能是低等的武技。七武教官说完，旁边另一位名叫森坤的刀法教官也开口说道：既然你们能进入血渊军基地修炼地阶以下的武技，我们怎么好意思拿出手，让隔壁省的冲刺营知道，还以为我们交不起呢。我再给你们演练一门地阶中品刀法。又指了指旁边的剑法教官，一人一门。接下来，另外2名教官又分别演练了一门地阶中品刀法和地阶中品剑法，八荒镇月刀和千痕剑影，威力都不逊色七武教官刚才演练的陆河魂天枪。每一门武技都让冲刺营里的成员们叹为观止。3门不同的枪法、刀法、剑法都已经演练完了，现在你们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想要修炼的武技。其实绝大多数人在进入省冲刺营之前就已经有了自己惯用的武器，在3位教官演练完之后，基本上就已经确定想要学习哪一门武技了。很快，冲刺营的128名成员就分成了3队阵营。陈默没有任何犹豫，直接选择了陆河魂天枪。陈默虽然掌握着更高阶的天阶上品的枪法九霄龙鹰枪，但九霄龙鹰枪的七式枪法全部都是顶级大杀招，以陈默现在的修为，施展一招基本就被榨干了。因此，九霄龙鹰枪暂时只能用作杀手锏，陈默必须再修炼一门其他的枪法。地阶中品的陆河魂天枪无疑是很好的选择，而且陈默修炼陆河魂天枪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由于修炼过九霄龙鹰枪，陈默在枪法上有着极高的造诣。正所谓一法通万法通，陈默连天阶上品枪法都能掌握，现在再让陈默去修炼地阶中品枪法，就相当于是高中生去做小学生的题目。实际上，就在七武教官演练陆河魂天枪的时候，陈默就已经领悟了不少。陈默确信他可以很快掌握陆河魂天枪，之后陈默就可以帮忙指导其他人修炼这门枪法了，而帮忙指导就能顺利的让其他人欠陈默的人情债，系统就可以发挥作用了。片刻之后，冲刺营的128名成员各自选择了想要修炼的兵器武技，选择刀、剑、枪的人数相差不大，分成了3个阵营，每个阵营40人上下。备受关注的南宫里选择了修炼剑法，陈默和苏华选择了修炼枪法。此外，另外3名武者6品的特招生中，楚昭然选择修炼枪法，施诺和川心如都选择了刀法。基地的训练场足够大，直接分成了左、中、右3个教学区域，想要修炼陆河魂天枪的跟我来这边。
七武教官说道。闻言，包括陈默、苏黄儿、楚昭然在内的40几名冲刺营成员一起来到了训练场的最右侧。刚才七武教官在众人面前演练了一遍陆河混天枪，现在开始正式教大家修炼。七武教官手持长枪，浑厚的声音传遍全场。所谓陆河，是指外3合手，眼、心；内3合意、气、力。陆河共鸣，则枪出如龙。一般来说，武技的修炼境界大体分为4个阶段：出窥门境、登堂入室、炉火纯青、真入化境。修炼陆河混天枪亦是如此。七武教官长枪一抖，尽力透枪而出。当你们能够做到外3合，手与眼合，眼与心合，心与手合，长枪为肢体延伸，尽力透感如臂食指，就意味着你们达到了第1重境界，出窥门境。说话间，七武教官挥舞手中的长枪，心随意动，枪势变幻莫测。当你们能够做到内3合，意与气合，气与力合，力与意合，枪随意转，圆融无碍，攻守循环，刚柔并济，就意味着你们达到了第2重境界，登堂入室。说到这里，七武教官就不再继续谈境界，而是话锋一转，陆河混天枪总共有60枪法。报告！楚昭然突然举手，七武教官转头看向他，何事？教官，您刚才不是说有4重境界吗？后2重境界怎么没说？其他人也一脸好奇地望着七武教官，显然也很想知道。七武教官轻笑一声，我知道你们都是天赋出类拔萃的佼佼者，但陆河混天枪毕竟是地阶中品枪法，你们若能在2个月之内修炼到前2重境界，那绝对是凤毛麟角。大多数人也就是第1重境界，后2重境界对你们来说太遥远了。我苦修陆河混天枪10年时间，目前也只达到了第3重境界炉火纯青啊！人群中传来几声惊呼。刚才教官施展的陆河混天枪威压这么恐怖，原来只是第3重境界吗？那第4重境界岂不是更加夸张？七武教官视线扫过众人，不过既然你们对后2重境界这么感兴趣，告诉你们也无妨。陆河混天枪的第3重境界陆河共鸣，能够引动周天之气，浩瀚能量洪流奔涌，枪势携天地之威，威压如渊似玉。至于修炼到第4重境界，一朝一夕之间，以星辰运转为势，以陆河混沌为境，枪路如天体运行，尽力似日月影潮，枪出如星河倾泻。七武教官目光中带着一丝神往。第4重境界的陆河混天枪，他曾经有幸亲眼见到范寒力将军施展出，那风采让他终身难忘。听完七武教官的描述，众人的脸上不由得露出了震撼的神情，眼睛也在放光。好了，你们每个人去拿一支长枪，接下来我来教你们陆河混天枪的心法和招式。闻言，众人立即去武器架上各取了一支制式的血渊军玄铁长枪。血渊军的玄铁长枪由玄铁锻造，长2.6米，重达108斤。对于4品以上的武者来说，这个重量倒是不算重。待到所有人拿好枪后，七武教官便开始详细的教导众人修炼陆河混天枪。陆河混天枪一共有60枪法，招式虽然不多，但只要将这60枪法融会贯通，施展起来就能千变万化，延绵不绝。第1是灵蛇盘星，第2是周天玄机，第3是逆鳞回马，第4是长虹贯日，第5是陆河破穹，第6是奥义星河倒卷。七武教官给众人细致的演练了几遍陆河混天枪的一招一式，并且在演练的过程中，把自己10年的修炼心得体会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众人。其他人手里拿着玄铁长枪，跟着比划。不知不觉，时间就已经过去了2个小时。接下来的时间，你们按照我刚才教导的，依次上来演练枪法。我会在一旁对你们进行实时指导，其他人也要认真看、认真听，对你们同样有帮助。七武教官说着，指向第1排的楚昭然：“你先来。”楚昭然闻言，手持玄铁长枪，大步走到了众人的前方，随后开始一板一眼的演练陆河混天枪的招式。七武教官一边观看，一边给出指点。想到达到外3合，首先就要明白一点，你手中的长枪不仅仅是武器，更是你身体的一部分。灵蛇盘星的要义在于快，枪影要像灵蛇盘绕星辰那样连绵不绝，一枪快似一枪。周天玄机是攻守兼备的招式，枪身一定要高速旋转，密不通风。逆鳞回马是逆转生死的一击，绝境中的杀手锏。精髓是头未回，枪先至。一连上去了10几个人演练陆河混天枪，七武教官全都耐心地进行了指点。随后，一道身穿赤焰硫磺裙的身影出现在了众人的眼前，正是苏华儿。175的高挑身高，身材凹凸有致，精致而立体的五官，美眸中泛着一丝妖冶的红色，单手持枪而立，长发随风而动，整个人英姿勃发。下一秒，苏华儿手中的长枪挥舞，足尖点地，身体仿佛被无形之力牵引，沉重的枪杆在他手中翻腾，招式大开大合，气势磅礴。一杆长枪竟然在一名女生的手中挥舞的虎虎生威，配合苏华儿曼妙的身姿，一套枪法兼具美感和力量，让人赏心悦目。七武教官脸色一变，苏华儿手中的长枪尽力透干，如臂食指，手与眼合，眼与心合，心与手合，分明已经达到了第1重境界，出窥门境。好，七武教官的眼中带着赞许之色，他着实没想到
竟然有人在修炼陆河混天枪，第一天就达到第1重境界出窥门境。而且从苏华儿的一招一式来看，苏华儿本身就有着非常扎实的枪术基础。台下的众人看到这一幕，则是一个个目瞪口呆。不是吧，我招式都还没记全呢，苏华儿竟然已经修炼到第1重境界了，这天赋未免太过夸张了吧？不愧是特招生啊，不服不行。也不是所有的特招生都这么离谱啊。楚昭然刚才上去演练枪法时，也没有比我们其他人强多少。楚昭然，你礼貌吗？冒昧的家伙。此时陈默望着苏华儿时，露出了若有所思的神色。他倒不是震惊苏华儿的枪术天赋，而是另外一件事。以苏华儿展现出的天赋和实力，至少能在省冲刺营里面排进前3。但陈默记得很清楚，前世圣宗试炼南天省的前3名里根本就没有苏华儿的名字，别说是前3名了，前10名里都没有苏华儿，这就有些奇怪了。难道苏华儿圣宗试炼的时候发挥失常了？又或者是因为其他的什么原因？陈默有些不解，直觉告诉他，这里面肯定隐藏着什么秘密。等苏华儿演练完毕下场时，周围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苏华儿平静如水，没有任何表情。接下来其他人陆续登场，本来大家的水平都差不太多，但有了苏华儿这个珠玉在前，就显得其他人有点呆了。又过了片刻，一道挺拔的身姿走上前去，陈默上场了。众人不由得露出了一丝期待的神色。陈默虽然不是特招生，但是因为进冲刺营的第1天就被南宫里投怀送抱，而且又在当天下午在元素淬炼室修炼的时候直接突破到了武者7品。毫无疑问，陈默和南宫里、苏华儿已经成为了冲刺营最受关注的3个人。只见陈默单手持枪，气势为之一变，整个人锋芒毕露。75教官瞳孔一缩，对于多年练枪的人来说，单凭一个简单的持枪姿态就能感受到陈默的与众不同。下一秒，陈默枪出如电，霎时间枪影连绵不绝，1分2， 2分4， 4分8，一枪更比一枪快，漫天枪影重重叠叠。这正是陆河混天枪的第1式灵蛇盘星。出手的瞬间就让75教官心中一惊，第1重境界？不对。紧接着陈默手中的枪身高速旋转，完美的衔接到了陆河混天枪的第2式周天旋击。随着陈默不断施展出后续的枪式，他的枪法境界竟然还在不断提升。当他施展到陆河混天枪的第4式时候，已经是枪随意转，圆融无碍。75教官心中猛然一震，惊道：这是第2重境界。陈默不仅做到了手与眼合，眼与心合，心与手合，而且还做到了意与气合，气与力合，力与意合，分明已经达到了陆河混天枪的第2重境界。这怎么可能？75教官瞪大了眼睛。刚才苏华儿在这么短的时间达到了第1重境界，就已经让75教官惊讶不已，但跟陈默一比，瞬间就黯淡无光了。表面看两人只差了1重境界，但1重境界1重天，登堂入室和出窥门境根本就不是一个概念。当年75教官修炼陆河混天枪时，用了1个月的时间达到了第1重境界，之后又用了半年多的时间才突破到了第2重境界，2重境界时间差了6倍之多，可想而知出窥门境和登堂入室的差距有多大。至于后面的第3重境界和第4重境界，更是天差地别。这是哪里来的妖孽？他真的是第1次修炼陆河混天枪吗？75教官心中惊道。刷刷刷，沉默不语，只是一味的舞枪。当最后一招枪法演练完，沉默收枪而立，训练场里寂静无声，众人的表情下划线。几秒过后，楚昭然咽了咽口水，忍不住开口说道：教官刚才不是说2个月能够修炼到第2重境界登堂入室就已经是凤毛麟角吗？那沉默这样的算什么？其他人也是满脸的不可思议。不是哥们，你开挂了吧？就连一直面无表情的苏华此刻也是目不转睛地盯着沉默，美眸中闪动着惊讶和好奇。他实在难以相信，竟然有人比他的枪术天赋高出这么多。这时又有人猜测到，有没有可能沉默以前就修炼过陆河混天枪？对啊，要是沉默以前修炼过陆河混天枪，那就能解释得通了。这个猜测迅速获得了不少人的认可。75教官目光微动，开口问道：沉默，你以前修炼过陆河混天枪？没有。沉默摇头，顿了一下，又补充了一句：我以前修炼过别的枪法，我的枪法天赋还行。还行？你管这叫还行？75教官张了张嘴，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要说点什么。血渊军中从来不缺武道天才，但75教官在血渊军中多年，从来没见过沉默这样逆天的枪术天才。除了震撼之外，75教官心中不由得涌现出些许挫败感。他苦修陆河混天枪10年，直到第6年才突破到了第3重境界炉火纯青，之后又修炼了4年时间，依然没有摸到第4重境界真入化境的门槛。和沉默这样的妖孽天才相比，确实备受打击。但下一秒，75教官的心中便涌起一股澎湃的豪气。少年强则国强，正是因为像沉默这样的武道天才不断涌现，龙国才会变得越来越强大。能够亲眼见证一名天才的崛起，对他来说同样是一件幸事。75教官拍了拍沉默的肩膀，满怀希冀地说道：好好努力，以你的天赋，说不定能在2个月内修炼到陆河混天枪的第3重境界。教官，
我会努力的。陈默点头道。在众人惊叹的目光中，陈默走下场来，目的已经达到了，接下来实施计划就方便了。陈默嘴角露出一抹笑意。陈默下场之后，最后剩下的几个人也依次上场演练陆和魂天枪。实际上，绝大多数人能够从头到尾演练一遍，就已经非常不错了。像苏华和陈默这种天赋异禀的，完完全全属于异类。待到所有人演练完毕之后，七武教官开口说道：“师傅领进门，修行看个人。以后每天上午这4个小时，你们自行修炼陆和魂天枪。每隔几天时间，我会过来检查一次你们的修炼进度。”七武教官身为枪魂营的副营长，身负扫荡妖兽的艰巨任务，自然不可能每天都过来陪着这群新兵担子修炼。另外，记得多和其他人进行对战练习，相互喂招，模拟实战训练，可以快速提高你们的攻防意识、反应能力和战斗经验，对提升陆和魂天枪的修炼境界大有裨益。我还有任务要去执行，接下来你们好好修炼吧。说完这句话之后，七武教官就离开了训练场。临走前，七武教官又看了一眼苏华和陈默，心中对他们俩寄予厚望。七武教官离开后，众人开始了自由练习，大部分人还在进一步熟练陆和魂天枪的招式，而少部分人已经开始找同伴进行对战练习了。正如七武教官所说，对战练习能够更快速地提升修炼进度，而且过程中还可以相互交流经验，比自己闷头练习更好。众人的目光有意无意地看向了场中的陈默和苏华。毫无疑问，陈默和苏华是修炼陆和魂天枪境界最高的2个人。若是能够找陈默和苏华一起对战练习，再顺便讨教一番，肯定会有很大的提升。就在众人还在犹豫之时，有人已经开始行动了。只见楚昭然大步朝着陈默走了过去。你好，陈默，我叫楚昭然，昨天在雷元素淬炼室我们见过。楚昭然开口说道。陈默对楚昭然有印象，毕竟在雷元素淬炼室修炼的人总共就那么几个，更何况楚昭然还是8个特招生之一，而且陈默拥有雷霆玉骨，对雷元素感应极为灵敏。昨天在雷元素淬炼室修炼的时候，陈默能够感知到楚昭然吸收雷元素的速度相当快，即便跟他相比也没有逊色多少。陈默猜测楚昭然可能也觉醒了和雷属性相关的武道天赋，又或者修炼了可以引雷入体的武道功法。脑海中闪过这些信息，陈默不动声色对楚昭然点了点头。你找我有事？陈默问道。我想跟你进行对战练习陆和魂天枪，不知道可不可以？楚昭然心里其实完全没底。来之前，楚昭然已经做好了被拒绝的心理准备，毕竟他和陈默在陆和魂天枪的修炼境界上相差巨大。陈默都已经登堂入室了，楚昭然连出窥门镜都没达到。如果站在陈默的角度跟楚昭然对战练习，基本没有任何用处，无异于浪费时间。旁边的人看到这一幕，也在心里悄悄吐槽：不是，楚昭然哪来这么大的脸去找陈默对战练习啊？人家陈默都已经第2重境界了，跟你一个没入门的对战练习能学到什么？实力相当才叫对战练习，境界差距这么大，那不是单方面指导吗？陈默应该不可能答应吧？但陈默的回答瞬间让周围人的表情凝固了。当然没问题。陈默露出一个和善的笑容。你答应了？楚昭然表情一愣，没想到陈默答应的这么爽快。旁边的人也有些懵逼。啊，这也行？靠，早知道陈默这么好说话，我就先上去问了。果然，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啊。接下来，陈默和楚昭然找了一块空地，开始进行对战练习。说是对战练习，场面上就是陈默对楚昭然进行1对1的指点。陈默的指点甚至比七武教官还要细致入微。楚昭然明显感觉到他的陆和魂天枪在陈默的指点之下突飞猛进，按照这个修炼速度，不出几天他就能达到第1重境界。旁边的人看到这一幕，简直羡慕坏了，上哪去找陈默这么好的老师啊？心里也后悔的拍大腿，要是刚才早点上去找陈默，现在突飞猛进的人就是我呀。一直到中午12点，陈默和楚昭然才停止了对战练习。此时的楚昭然早已经对陈默佩服的五体投地，他万万没想到陈默不仅答应跟他实战练习，而且在对战练习的过程中竟然还主动对他进行细致的指点，完全没有把他当成是冲刺营的竞争对手，简直太无私了。而且陈默对陆和魂天枪的理解远超楚昭然的想象，往往3言2语能让楚昭然醍醐灌顶，茅塞顿开。楚昭然甚至觉得陈默比他亲爹教导他的时候都要更有耐心，差点感动的就要喊陈默义父了。陈默，感谢你指点我修炼陆和魂天枪，以后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尽管开口。哦对了，要不我把我姐介绍给你，你当我姐夫吧，我姐很漂亮的。楚昭然说道。姐夫就不当了吧？陈默笑着摇头。哎，那太可惜了。楚昭然语气中带着遗憾。不管怎么说，我欠了你一个大人情。就在这时，陈默的耳边响起了系统的提示音，宿主对楚昭然细心指导，帮助他快速修炼陆和魂天枪，楚昭然欠下宿主人情债，宿主可以从债务人楚昭然那里选择相应的报酬偿还人情债。紧接着，
陈默的眼前便出现了楚昭然的债务人信息。债务人楚昭然，武道修为武者6品铸藏，武道天赋刹那永恒 S 级，修炼功法紫电雷元晶地阶上品，修炼武技陆河混天枪地阶中品，奔雷手玄阶上品。当陈默看到楚昭然修炼地功法时，顿时眼前一亮，紫电雷元晶地阶上品武道功法，好东西啊！而且跟我的雷霆玉骨简直是绝配。楚昭然出身南天省紫霄山的雷鸣关，雷鸣关是南天省根基最为庞大的道教门派，而雷鸣关能够在南天省屹立800年，凭借的就是它的核心武道功法紫电雷元晶。紫电雷元晶不仅是极其稀少的雷属性武道功法，而且品级还高达地阶上品，绝对是天阶武道功法之下最强的几门武道功法之一。因此陈默在看到楚昭然修炼的是紫电雷元晶时才会眼前一亮。最重要的是，紫电雷元晶对拥有雷霆玉骨的陈默来说简直如虎添翼。系统，我可以拿楚昭然修炼的武道功法用于人情债的偿还吧？陈默心中问道。可以，系统回答道。按照系统的规定，可以从债务人那里偿还的东西包括但不限于金钱、天才地宝、武道修为、武道天赋、武道气运、修炼的武道功法、武技等等。陈默教导楚昭然修炼陆河混天枪，然后从楚昭然拿紫电雷元晶进行抵债，很合理。宿主，债务人楚昭然目前所欠的人情债还不足以让宿主获得完整的紫电雷元晶，只能获得前面的部分。系统提醒道。楚昭然并不是忘恩负义之人，无法对他征收100,000%的利息，问题不大。只要继续对楚昭然教导陆河混天枪，不断增加人情债，迟早能得到完整的紫电雷元晶。陈默心中暗道，那就先获得紫电雷元晶，前面的部分先修炼着试试，偿还。下一秒，陈默就感觉到自己的脑海中涌入了一段修炼心法，正是紫电雷元晶第1层的修炼心法。陈默原本以为获得了紫电雷元晶的第1层修炼心法之后，他还要自己进行修炼，但没想到的是，陈默在获得紫电雷元晶第1层修炼心法的那一刻，就瞬间掌握了第1层，相当于直接共享了楚昭然的修炼技艺，或者说修炼经验值。卧槽，系统牛逼啊，这也太省事了！陈默惊喜道。而且因为是共享了楚昭然的修炼技艺，楚昭然本人并不会失去紫电雷元晶，就跟陈默教导了楚昭然修炼陆河混天枪，但他自己并不会失去枪法，是一个道理。等下午到雷元素淬炼室再试试紫电雷元晶的效果。陈默有些期待。随着上午的武技修炼结束，饥肠辘辘的众人迫不及待地走向了基地食堂。一路上，3个不同兵器阵营里的成员相互交流着修炼武技时发生的事。你们知道吗？南宫里只修炼了1个上午，就把千痕剑影修炼到第1重境界，出窥门径了。剑道天赋太恐怖了。南宫里确实很厉害，但陈默更夸张，他已经把陆河混天枪修炼到第2重境界，登堂入室了。卧槽，真的假的？这陈默到底是什么来路啊？怎么感觉比南宫里还要牛逼？我听青云市的人说过，陈默在选拔测试的时候就以武者6品的修为，一枪把精英1阶的沙县朱母轰杀了，枪法相当逆天。我勒个豆，陈默他枪神转世啊！一时间，众人都被陈默的枪法天赋所震惊。陈默来到食堂后，端着一盘满满的食物，找了个桌子坐了下来，正准备开吃，就听到一道银铃般动听的声音传来：“陈默，我能坐下来跟你一起吃吗？”陈默抬头一看，仙姿玉肌的南宫里正笑盈盈地望着他，手里还端着一个餐盘。好啊，陈默笑着点头。嘻嘻，南宫里立马放下餐盘，开心地在陈默的身边坐了下来。坐下后还扭了扭屁股，刻意往陈默的身上贴了贴。因为靠得太近，南宫里裙子下柔软圆润的腿跟陈默的腿贴在一起，陈默顿时感觉到一股冰凉舒爽的气息从他和南宫里接触的地方传来，神清气爽沁人心脾，比大热天里吹空调还要舒畅。而这一幕恰好被苏华儿看在了眼里，他刚才在取餐，一转眼的功夫，南宫里就已经跑到陈默那里去了。好姐妹像是被勾走了魂一样，对此苏华儿也倍感无奈。苏华儿转头看向陈默，实在不清楚这个男生身上有什么魔力，不过一想到陈默在枪法上的恐怖天赋，苏华儿也不得不承认陈默确实不同寻常。苏华儿一向对自己的枪法天赋十分自信，但和陈默相比，瞬间就相形见绌了。此刻他也不由得产生了一些好奇。随即苏华儿端着餐盘向南宫里和陈默那边走去。华儿，快过来坐！南宫里立即朝苏华儿招手。苏华儿迈着大长腿在南宫里和陈默的对面坐了下来。南宫里转头看向陈默，惊叹道：“我听华儿说，你的陆河混天枪已经修炼到第2重境界了，真厉害！你的剑道也很棒。”陈默笑着说道：“哪有，比你的枪法还差得远呢。”南宫里摇了摇小脑袋，听着陈默和南宫里商业互吹，苏黄儿眼波微动，随即好奇地开口问道：“陈默，你练枪几年了？”3年。陈默回答道。苏黄儿微微颔首，以为陈默跟他一样是从15岁练到18岁，但实际上陈默是从25岁练到28岁。
我也差不多练了3年枪。苏华儿说道。枪法天赋绝伦的武者，身上都有一股舍我其谁，永不服输的气势。想要跟枪法更精湛的人战斗，战胜更强者，几乎是本能。此刻，苏华儿望着陈默，眼中也不由得露出了些许的战意。有机会切磋一下枪法。苏华儿说道。陈默微微挑眉，心想终于上钩了。而且苏华儿绝对是比楚昭然更大的鱼，只要让苏华儿欠下他的人情债，绝对会有更大的收获。可以啊，明天上午找个时间，我们切磋一下。陈默说道。好，就这么说定了。苏华儿目光灼灼。片刻之后，陈默和南宫里、苏华儿结束了用餐。临分别的时候，南宫里还亲昵地扯了扯陈默的衣角，说道：“陈默，以后你跟华儿一样，叫我阿里就行。”陈默笑着揉了揉南宫里的头发，好啊，阿里。南宫里顿时像小猫咪一样，享受地眯起了眼睛。看到这一幕，苏华儿轻启红唇，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无奈地叹了口气。照目前这个情况，他想要阻止南宫里靠近陈默，几乎是不可能的。好在陈默看起来不像是坏人，这让苏华儿稍微放心了一点，不然他真怕好姐妹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同一时间，范寒立将军的办公室里，上午，范寒立将军虽然没有亲临现场，但训练场上发生的事已经被清晰地记录下来。此刻，办公室的全息屏幕上正在播放着陈默演练陆河混天枪的画面。仅仅1个上午的时间，就把陆河混天枪修炼到第2重境界了。这小子果然在枪法上有着其他人无法企及的天赋。范寒立将军震惊地说道。他很清楚修炼陆河混天枪的难度。范寒立本人在枪法上的天赋绝对称得上是出类拔萃，已经将陆河混天枪修炼到了第4重境界，真入化境。而他当年足足用了3个月的时间，才将陆河混天枪修炼到第2重境界，跟陈默相比，可谓是天差地别。冲刺营才刚刚开始，陈默就已经给了范寒立将军巨大的惊喜，甚至于连南宫里和苏华儿的光芒都暂时被陈默盖过去了。午餐结束后，冲刺营的128位成员们休息了一段时间。按照这半个月的训练计划，每天下午到晚上这段时间，众人至少要在元素淬炼室里修炼5个小时。下午1点，众人便进入了元素淬炼室进行淬体修炼。雷元素淬炼室内，陈默盘膝而坐，4周的雷元素不断涌入他的体内，适时的接上品武道功法紫电雷元经的效果。陈默心念一动，运转刚刚从楚昭然那里获得的紫电雷元经，引雷入体。霎时间，周围的雷元素朝着陈默奔涌而去，逐渐在陈默的周身形成了一个小漩涡。这功法跟我的雷霆玉骨果然十分契合，我的修炼速度至少比之前快了1倍。陈默心中一喜。咦，但很快陈默就意识到有些不对劲。按照紫电雷元经的修炼心法，第1阶段便是引雷入体，淬炼雷极之躯。正常情况下，雷元素进入陈默的体内之后，便会直接淬炼他的皮、肉、筋、骨、内脏、经脉。但是因为陈默身负武道天赋雷霆玉骨，这些进入陈默体内的雷元素首先被雷霆玉骨吸收，转化成更为精纯凝练的雷电之力，然后这些雷电之力再去反哺陈默的肉身百骸。而正是因为这一变化，直接让紫电雷元经的效果拔高了1个层次。陈默感觉到体内的雷电之力仿佛化作了一头小雷龙，在他的体内奔涌腾飞。这明显和原本的紫电雷元经不同。难道紫电雷元经跟我的雷霆玉骨结合之后产生了功法境界？陈默心中不由得产生了猜测。陈默毕竟拥有6境5皇的眼界，随着他仔细感悟着紫电雷元经的变化，终于确定了一个事实：雷霆玉骨的存在改变了紫电雷元经的修炼路径，使得功法产生了进阶。陈默嘴角不由得露出一丝笑容，没想到还有这样的意外之喜。眼下这门雷属性武道功法已经发生了质的改变，不同于原来的紫电雷元经。既然如此，那就重新起个新的名字吧，就叫你紫雷镇玉经。轰隆隆，陈默体内的气血运行如闷雷滚动，甚至发出低沉的雷音。而这一动静自然引起了雷元素淬炼室其他几个人的注意，尤其是距离不远的楚昭然，更是被惊得瞳孔一缩。陈默修炼的动静怎么跟我的紫电雷元经有些相似？不对，但很快楚昭然就察觉到了两者的异常。陈默修炼的武道功法看起来比我们雷鸣关的紫电雷元经还要高深，难道是天阶武道功法？楚昭然心中猛然一震，地阶上品的紫电雷元经就让雷鸣关在南天省屹立数百年，要是陈默修炼的是天阶武道，哪怕只是天阶下品，都足以说明陈默的背景极为恐怖。再联想到陈默那惊为天人的枪法天赋，一时间楚昭然心中思绪万千，对陈默背景来历产生了强烈的好奇。他当然不可能知道陈默现在修炼地功法是从他的紫电雷元经进阶而来的。几个小时的元素淬炼时间一晃而过，当陈默从雷元素淬炼室出来时，他的气血值已经从71暴涨到了75，骨髓中的杂质进一步被雷电之力淬炼出体外。按照现在这个修炼进度，再有2-3天时间，他就能突破武者7品洗髓，迈入武者8品通脉。修炼速度恐怖如斯。
而一旦迈入武者八品通脉，陈默就可以着手准备开辟体内的9条龙脉。正常的武者体内有20条经脉，12正经，外加7经8脉，只要将这20条经脉拓宽通透，就可以突破武者8品通脉，达到武者9品脱胎。而在9霄龙音枪中记载了开辟另外9条龙脉的办法，从而实现9龙拉脉。每开辟出一条龙脉，陈默身体的潜能便会提升一个台阶。等到9条龙脉全部开启，陈默经脉内的气血转运便如同大江大河一样奔流不息。到那时，陈默在施展9霄龙音枪的时候，就不会被一招榨干全身的体力了。不过，龙脉的开启的方式极为困难。前世陈默是在4境5尊的时候，才彻底将9条龙脉全部开辟完成。这一世肯定要想办法尽早开辟完成。注：9条龙脉独立于体内正常的20条经脉，只要正常的20条经脉通透，就可以突破武者8品通脉，达到武者9品。而龙脉在2境5师、3境5宗等后续境界时，依然可以继续开辟。第二天早晨6点，冲刺营的成员们准时在训练场集合，修炼铁血战破功的站姿、酒庄和战体80。1个小时后，早操结束，众人去基地食堂吃早饭。上午8点，又到了每天兵器武技的修炼时间。今天上午，器武教官和另外2名教剑法和刀法的教官都没有到场。接下来的4个小时，众人自行修炼。楚昭然一上来就找到了陈默，发出了对战练习的邀请。对此，陈默当然没有拒绝。陈默需要继续教导楚昭然，让楚昭然欠他的人情，再通过系统获得完整的紫电雷元经修炼心法，而且还能直接共享楚昭然的修炼经验值。接下来，陈默和楚昭然对战练习了1个小时的陆和混天枪，期间陈默依然尽心尽力的教导，让楚昭然获益匪浅。默哥，今天的对战练习就到这吧，我再自行感悟一下，把你刚才教我的东西好好消化。楚昭然说道。好。陈默点头。眼看陈默尽心教导，而且丝毫不提任何回报，这让楚昭然心里愈发过意不去。默哥，你真的不考虑做我姐夫吗？陈默笑了笑，你姐要是知道你偷偷把他卖了，不会把你打死吗？楚昭然表情一怔，这才想起他姐姐可是个暴脾气，从小到大没少揍过他。行了，陈默摇了摇头，你自己练吧。见陈默和楚昭然结束了对战练习，旁边有几个人立即走过去，准备向陈默发出对战邀请。他们见到楚昭然进步飞速，也想接受陈默的指点。不过就在这时，一道火红高挑的身影来到了陈默的面前，是苏华儿。昨天吃饭的时候，苏华儿就和陈默约好了，今天要一起对战练习，来一场。苏华儿目光看向陈默，眼中迸发出战意。好啊！陈默长枪一抖，2个人都摆出了战斗的姿态。陈默和苏华儿要对战了。旁边几个人见状，连忙往后退了几步，给陈默和苏华儿让出空间。训练场上的其他人也下意识停下了手中的动作，将目光看向了这边。毕竟陈默和苏华儿是冲刺营关注度最高的3个人之2。只见苏华儿傲然立于场中，单手持握沉重乌亮的玄铁长枪，枪尖直指地面。赤焰硫磺裙紧裹他曼妙的身躯，发髻高挽，显露出修长景象，身形挺拔如松柏。下一秒，苏华儿动了，重达108斤的玄铁长枪被他单臂擎起，竟如臂食指般轻盈灵动，枪身在空中划出一道乌沉沉的弧光，锐利破风之声撕开训练场的沉寂，仿佛一道无声的惊雷骤然炸响。霎时间，漫天的枪影如灵蛇盘绕星辰，直取陈默。正是陆和混天枪的第一式灵蛇盘星。好快的枪！一旁观战的人不由得发出一声惊呼。但陈默的速度更快，同样施展出一招灵蛇盘星，铺天盖地的枪影精准地封住苏华儿的所有枪路。同样的招式，陈默速度更快，力量更强，气势更迅猛。仅仅只是一招，苏华儿便已经落入下风。但处于下风中的苏华儿眼中却丝毫看不到任何惊慌，战意反而愈加浓烈。真正的强者敢于向更强者发起挑战，这正是苏华儿一直渴望的战斗。只有在这样的战斗中，他的潜力才会被不断压榨出来，变得更强。当当当，枪尖枪杆的激烈碰撞，迸发出阵阵火星。陆和混天枪的6式在陈默和苏华儿的手中被一一施展出来，浑圆流畅。无论苏华儿使出什么枪式，陈默都以同样的招式对他进行全面的压制。2人交战的恐怖气势在训练场上刮起了一阵狂风，围观的众人不得不持续后退，避免被这可怕的枪势波及到。而更让众人震惊的是，在如此激烈的战斗中，陈默竟然还游刃有余，一心二用对苏华儿进行指点。想要达到内3合，关键在于意念、气息、尽力与外在的身体动作、枪的运动高度协调统一。心想到啊，意就到哪，气就灌注到哪，力就发到哪。枪是轻易不能用喽，要懂得借力打力，4两拨千斤。陈默的声音不断响起，周围的人看到这一幕，差点惊掉了下巴。太离谱了！在如此狂风暴雨的攻势之下，陈默竟然还能奋出心指点苏华儿，这家伙还是人吗？简直是妖孽啊！此时的苏华儿同样震惊无比，他屏气凝神，将陈默说的每一个字刻在心里，并且尝试融会贯通。苏华儿在枪法上确实天赋异禀，
往往能够一点就通。不知不觉，陈默和苏华儿的这场对战又变成了陈默单方面的教学。许久之后，陈默和苏华儿终于停止了对战。苏华儿的身上已经是香汗淋漓，但他眼中光芒却比之前还要明亮，看向陈默的眼神也多了一丝异样。方才在对战中，他全程被陈默压制，这是他第一次在和同龄人对战中毫无还手之力，就连之前和好姐妹南宫里切磋的时候都没有这种感觉。更让苏华儿意想不到的是，陈默竟然能够全程一心二用，在对战过程中进行指点，帮助他不断提升枪法。此时的苏华儿对陆河魂天枪的第二重境界已经有了更深的理解，假以时日，必定能突破。多谢指点，苏华儿感激道。举手之劳。陈默笑着说道。话音刚落，陈默的耳边响起了系统的提示音：宿主细心指导苏华儿修炼陆河魂天枪，苏华儿欠下宿主人情债，成为宿主的债务人。下一秒，陈默的眼前出现了苏华儿的债务人信息：债务人苏华儿，武道修为武者7品稀碎，武道天赋涅槃凤焰 SSS 级，修炼功法涅槃九重天天阶中品，修炼武技陆河魂天枪地阶中品，流水花落枪地阶下品。当陈默看到苏华儿的武道天赋时，心中顿时一惊。SSS 级天赋涅槃凤焰，原来是他。陈默终于想起苏华儿是谁了。陈默第一次听说涅槃凤焰这个 SSS 级武道天赋，是在武道大灾变发生后不久，凤焰城遭到一群变异的武道怪物围攻，爆发了一场大战。其中一位年轻的女武皇在战斗的过程中，体内的 SSS 级武道天赋涅槃凤焰失控了，最终失控的涅槃凤焰将所有的武道怪物连同那名女武皇自己焚烧成了灰烬，并且整座凤焰城也被波及，焚天烈火足足烧了1个多月都没有熄灭。后来陈默得知，原来那位女武皇一直无法掌控她体内的涅槃凤焰，并不是每一位武者都能够驾驭自身的武道天赋，尤其是像涅槃凤焰这种拥有毁天灭地之能的 SSS 武道天赋，不但难以掌控，甚至有可能反噬其身。这样看来，那名在凤焰城失控的女武皇应该就是苏华儿了。陈默心中暗道。之前陈默听到冲刺营里的人说起过，苏华儿在火元素淬炼时修炼时，周身散发出炽热的温度，导致其他人根本无法跟他待在同一个火元素淬炼室。如果苏华儿能够彻底掌控他体内的涅槃凤焰，收发自如，肯定不会让热量外泄出去。这意味着目前已经有失控的表现了。陈默之前一直很奇怪，以苏华儿天赋和实力，在前世的圣宗试炼中，至少在整个南天省应该是名列前茅，但是陈默却没有见到过苏华儿的排名。直到此时，陈默终于猜到了原因，很可能是因为苏华儿的武道天赋涅槃凤焰出了岔子，导致他根本没有参加今年的圣宗试炼。要真是这样的话，一切就说得通了。陈默暗自点头，随即再度看向了苏华儿的债务人信息系统的这个功能，效果相当于探测之眼了。只要成为陈默的债务人，陈默就能看到债务人的一切信息，所有底牌无所遁形。这个功能加以利用，将来肯定大有用处。陈默眼睛越来越亮，他突然想到了一个绝佳办法，不仅能帮助苏华儿解决涅槃凤焰失控的问题，甚至陈默自己也能获得 SSS 武道天赋涅槃凤焰。苏华儿，有件事我想问你。陈默突然开口说道。什么事？苏华儿问道。陈默目光扫了一眼四周，刚才他和苏华儿的对战吸引了在场许多人的围观，此刻还有不少人正看着他们。我们找个清静的地方聊一聊吧。陈默说道。见陈默如此郑重其事，苏华儿表情愣了一下，沉吟了2秒钟后点头道好。随即陈默和苏华儿来到了偏僻的一角，确保其他人听不到他们的谈话后，陈默开口说道。我刚才跟你对战的时候，发现你体内有一股炙热的能量外泄，你的身体是不是出了什么状况？闻言，苏华儿心中一惊，脸上却尽量保持平静的神色。你看错了吧，我的身体没什么问题。苏华儿摇头道。陈默能够理解苏华儿为何这么警惕，毕竟这件事涉及到苏华儿最大的秘密，换作是陈默，也绝不会把自己最大的弱点暴露给外人。陈默笑了笑，直接把问题挑明了。你的武道天赋是涅槃凤焰，而且你有点控制不住它，对吗？此言一出，苏华儿再也无法保持平静的神情。你怎么知道？苏华儿惊道。苏华儿很少对外展示自己的武道天赋，除了他的师父岳红莲和好姐妹南宫里之外，没人知道他的武道天赋是什么。包括刚才和陈默对战的时候，苏华儿从头到尾也没有使用过涅槃凤焰。他实在不明白陈默为何能一下看透他最大的秘密。陈默没有解释原因，而是继续给苏华儿扔下一颗重磅炸弹。如果说我有办法帮你解决你无法控制涅槃凤焰的问题，你信吗？苏华儿美眸一颤，略带红色的妖冶瞳孔闪过难以置信的神色。理智告诉他，陈默不可能有这样的能力。自从苏华儿觉醒了涅槃凤焰的武道天赋之后，他就一直无法完全掌控，而且随着涅槃凤焰的不断成长变强，这种失控感变得愈发明显。苏华儿的师父岳红莲为了帮助苏华儿解决这个问题，尝试了很多办法，但无一例外全都失败了。包括苏华儿身上穿着的赤焰硫磺裙，也是他师父炼制的一件法器，
可以暂时性的压制他体内的涅槃凤焰。前不久，苏华儿的师傅岳红莲说要出一趟远门，去寻找新的办法，争取在圣宗试炼之前帮苏华儿解决控制涅槃凤焰的问题。他的师傅岳红莲身为一位6境武皇强者，暂时都解决不了这个难题，而陈默区区1境武者竟然说有能力帮他控制涅槃凤焰，也难怪苏华儿会觉得难以置信。但一想到陈默能够一眼看穿他的秘密，肯定有什么过人之处。你真的能帮我？苏华儿的心中忽然燃起了一丝希望。陈默耸了耸肩，骗你对我又没有任何好处，至于能不能成功，试一试就知道了，反正对你没什么坏处。苏华儿轻咬红唇，目光紧紧地盯着陈默，你为什么要帮我？你想听真话还是假话？陈默忽然反问道。假话是什么？苏华儿问道。陈默，看在你长得这么漂亮，又是阿里好朋友的份上，帮你这个忙，那真话呢？苏华儿又问。陈默露出一个人畜无害的笑容，我这人没别的爱好，就是喜欢乐于助人。苏华儿美眸闪动，一时间竟分不清陈默哪句话是真，哪句话是假，但最终苏华儿还是选择相信了陈默。你打算怎么帮我？苏华儿问道。今天晚上9点，我去宿舍找你，到时候再细说。陈默说道。基地宿舍并不禁止串门，只要在晚上11点之前回到各自的宿舍即可。苏华儿听到陈默要到他的宿舍，神色变得有些不自然，但转而一想，基地里除了宿舍也没有其他隐蔽的地方了，总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进行。好，苏华儿点了点头。夜幕降临，冲刺营的一部分成员还继续留在元素淬炼室里，完成5个小时的修炼时长，而另一部分成员拖着疲惫的身体返回了宿舍。冲刺营的128名成员被安排在同一栋宿舍里，男生住在1、2层，女生住在3、4层。晚上9点，陈默按照和苏华儿约定好的时间，来到了4层的一间宿舍外。咚咚咚，陈默敲门的瞬间，苏华儿立即从里面拉开了房门。快进来，苏华儿说道。等到陈默进去之后，苏华儿快速把门关上，生怕被别人看到。这种做贼心虚的感觉是怎么回事？苏华儿心里有些异样，从小到大，这是他第一次让异性进入自己的房间。陈默看了一眼面前的苏华儿，他的身上散发着淡淡的幽香，应该是刚洗过澡了，换下了他平常穿的赤焰硫磺裙，取而代之的是一件相对宽松的衣服，但宽松的衣服依然掩盖不住苏华儿高挑婀娜、凹凸有致的身材。相比南宫里的细枝节硕果，苏华儿的冲击力无疑更加直接，配合她精致立体、国色天香的俏脸，有种惊为天人的美感。陈默不由得多看了2眼。此时的苏华儿一心想着涅槃凤焰的事，并没有注意到陈默的目光。你准备怎么帮我解决涅槃凤焰失控的问题呢？苏华儿开口问道。陈默解释道，你体内的涅槃凤焰之所以会失控，那是因为凤焰是这个世界上最炙热、最为狂暴的一种神火。随着涅槃凤焰的日益增长，你的身体逐渐难以承受这股能量，甚至有被涅槃凤焰完全吞噬的风险。而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有2个思路。第一种办法，快速提升你的境界实力，只要你的境界实力足够强，就能压制住体内的涅槃凤焰。但这很难做到，因为你的境界一旦提升，立即就会加速涅槃凤焰的增长，最后你会发现你始终慢他一步。确实是这样。苏华儿微微颔首，陈默说的这些跟他遇到的情况一点不差，所以只能用第2种思路，那就是想办法把你体内过剩的涅槃凤焰导出来。陈默说道。苏华儿柳眉微蹙，师傅也跟我说过同样的话，但涅槃凤焰是世间神火，而且跟我一体相连，根本导不出来。陈默笑着打了个响指，放心，我有办法。眼见陈默如此自信，苏华儿虽然觉得不可思议，但心里已经有些相信陈默了。毕竟经过刚才的交谈，至少证明陈默是有真才实学，不是随便胡说。那你准备怎么做？苏华儿开口问道。我们先找个地方坐下来，剩下的交给我就行。陈默说道。哦。苏黄儿目光扫过房间，基地宿舍里的陈设很简单，只有1张桌子、1张椅子、1个柜子、1张床，能够让他和陈默一起坐下来的地方，好像就只剩下床了。不过大晚上孤男寡女坐在1张床上，多少有些暧昧。就在苏华儿犹豫之时，就听到陈默开口说道：“直接坐地上吧，没那么多讲究。”对陈默来说，坐哪里都无所谓，纯粹只是装个样子。闻言，苏华儿顿时松了一口气，他还挺善解人意的。苏华儿心想。随后，陈默和苏黄儿面对面，盘腿而坐。一会我们掌心相对，你放开心神，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要惊慌，也不要乱动，明白了吗？陈默说道。好。在这个过程，苏华儿又再度欠下了陈默新的人情，然后陈默又可以利用新的人情债，继续吸收苏华儿的涅槃凤焰，如此往复，完美的卡上 bug。当然，这个 bug 是有尽头的。等陈默吸收到一定程度后，苏华儿体内的涅槃凤焰就能够完全控制了。到那时，陈默在吸收他体内的涅槃凤焰，就不是帮助他，而是变成单方面的掠夺了。我开始了。话音刚落，陈默直接运用系统开始吸收苏华儿的涅槃凤焰。苏华儿顿时感觉到他体内压制不住的狂暴凤焰被一丝丝导出了体外，他真的能做到。苏华儿心中一喜，但下一秒，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涅槃凤焰这样的神火，
拥有一些自主意识。当他察觉到他似乎正在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抽离出主人的体外时，本能的产生了抗拒。疼！一股炙热的凤焰从苏华儿的体内不受控制的透体而出。苏华儿瞬间察觉到不对劲，担心凤焰伤到沉默，急忙将凤焰收回体内，但还是迟了一步，只是一刹那就直接把苏华儿和沉默身上的衣服全部烧成了灰烬。沉默表情一滞，眼前的美景让他不由自主地瞪大了眼睛。由于苏华儿现在是盘腿而坐的姿势，全身上下一览无余，肉眼可见。沉默，下划线。苏华儿下意识想用手捂住，但又想起沉默刚才叮嘱过他，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要乱动。苏华儿担心把手掌突然撤走会发生什么意外，于是整个人僵在原地。苏华儿的俏脸迅速染上了红晕。不要看！苏华儿撇开脸说道。沉默，下划线，集中精神，不要分心。沉默说道。苏华儿漂亮的脸蛋红得发烫，但此时沉默正在为他解决涅槃凤焰失控的难题，他只能强忍着心中的羞意，压制住动荡的心湖。苏华儿闭上眼睛，调整自己的呼吸，将所有的注意力放在了体内的涅槃凤焰上。涅槃凤焰经历过刚才本能的抗拒之后，此刻在苏华儿的控制下已经平复下来。苏华儿能够清晰地感知到体内的涅槃凤焰正在被一点点的抽离出去。随着涅槃凤焰的减少，苏华儿对涅槃凤焰的掌控力随之变强。沉默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苏华儿心中再度震惊。涅槃凤焰是他的武道天赋，跟他一体相连，就连他的师傅六境武皇强者都无法将他体内的涅槃凤焰抽离出去，但偏偏沉默一个一境武者做到了。想到这里，苏华儿下意识睁开眼睛，看向了对面的沉默。此时的沉默跟苏华儿一样，身上的衣服都已经被凤焰烧没了。苏华儿一睁开眼，就看到了沉默结实匀称的身材，充满美感和力量的肌肉线条。苏华儿哪里见过这种场面，吓得赶紧闭上了眼睛，心脏砰砰乱跳。沉默，下划线。不得不说，眼前的风景实在太美了，是个男人都会忍不住多看两眼。随着时间的推移，苏华儿体内的涅槃凤焰被一点点抽离，进入了沉默的体内。1个小时后，涅槃凤焰被一分为二，苏华儿和沉默各占一半。表面上看，苏华儿的 SSS 级武道天赋好像是损失了一半，但实则不然，因为之前的苏华儿控制不住体内的涅槃凤焰，根本不敢发挥 SSS 级武道天赋的真正威力，甚至苏华儿平常还必须分出一部分的心神，时刻防止体内的涅槃凤焰暴走。而现在体内的涅槃凤焰减少了一半，他终于可以随心所欲地控制它，也终于可以发挥出涅槃凤焰真正的威力。因此苏华儿的实力不减反增。最重要的是，从今以后苏华儿再也不用担心被涅槃凤焰反噬了，解决了后顾之忧。反观沉默，那更是赚大了，直接获得了 SSS 级武道天赋涅槃凤焰，原地起飞。好了，沉默话音刚落，两人同时睁开了眼睛，四目相对的瞬间，沉默和苏华儿的表情都有些异样。随即苏华儿急忙撤回手掌，遮挡住了他的身子，脸上好不容易消退的红晕又再度滚烫了起来。你先转过去。苏黄儿红着脸说道。闻言，沉默刚要转身，门外突然响起了敲门声。华儿，我来了，开门呀。门外传来了南宫里灵动的声音。沉默和苏华儿脸色顿时一变，尤其是苏华儿简直慌的一批，要是让南宫里看到他和沉默现在的样子，那真是怎么洗也洗不清了。眼看苏华儿紧张的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沉默急忙竖起手指，压低声音说道：别慌，先把阿里支开。其实要是沉默身上的衣服没有被烧掉，直接打开门稍微解释一下就行了，但他们俩现在这个状态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开门的。苏华儿深吸一口气，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平静下来。阿里，我睡下了，有事吗？苏华儿对门外说道。啊，今天怎么睡这么早呀？华儿，我有很重要的事要跟你说。南宫里说道。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我今天有点累了。苏华儿说道。但门外的南宫里却听出苏华儿的声音状态有点不对劲。华儿，你的身体是不是又出状况了？快开门，我来帮你。南宫里担心地说道。南宫里曾经亲眼见到过苏华儿被涅槃凤焰折磨的惨状，而他的玄阴玲珑体能够稍微缓解一下苏华儿的痛苦。我没事，不用了。苏华儿急的声音开始抖了。你骗人，你的声音都抖了，我直接进来了呀。情急之下，南宫里准备直接进来查看宿舍的门锁，可挡不住南宫里。等一下，苏华儿汗都快出来了，急忙转头看向沉默，小声道：沉默，你先藏起来。这也没地方藏啊。沉默无奈道。苏华儿目光快速扫过宿舍，宿舍就那么点空间，床底的缝太小，根本藏不进去。随即苏华儿指着衣柜说道：你先藏在这里。说完，苏华儿突然意识到自己还没有穿衣服，又急忙打开衣柜，随便拿了一件衣服套上。你快躲进去。苏华儿催促道。沉默有些无语，这场景怎么像是在捉奸？明明他和苏华儿啥事也没发生啊。无奈之下，沉默也只能暂时躲进了衣柜里。苏华儿快速关上衣柜的门，又整理了一下身上的衣服，这才去给南宫里开了门。南宫里快步走进来，关心地打量着苏华儿。华儿，你还好吧？我真的没事。
苏华儿先把门关上，你额头都出汗了，还说没事。南宫里担心的用手摸了摸苏华儿的脸颊，脸也好烫，是不是体内的凤焰又失控了？南宫里问道。没有。苏华儿摇头，正要找个借口支走南宫里，突然南宫里鼻翼扇动了几下，似乎是发现了什么。不对，你房间里怎么有沉默的味道？南宫里疑惑道。苏华儿脸色一白，否认道：阿里，你胡说时，这里怎么会有沉默的味道？我没胡说，不会错的，肯定是沉默的味道。南宫里对沉默的味道可太熟悉了。随即南宫里闭着眼睛，用鼻子嗅了嗅，在这里。下一秒，南宫里一个箭步就已经冲到了衣柜前。等等，苏华儿想要阻止，已经来不及了。吱呀，南宫里一把拉开了衣柜的门，映入眼帘的是没穿衣服的沉默。南宫里震惊到石化，沉默无奈地叹了口气，这叫什么事啊？南宫里呆立在原地，不敢相信眼前所看到的画面。华儿，怪不得你刚才不开门，原来里面偷偷藏着沉默。南宫里喃喃说道。阿里，不是你想的那样。苏华儿急忙摆手。南宫里下划线，哼，还想骗我？我可不是什么都不懂的小孩子。沉默现在衣服都没有穿呢。南宫里双手叉腰，粉嫩的嘴唇气嘟嘟的。华儿，你太狡猾了，你之前拦着我接近沉默，原来是想背着我偷吃，我生气了。说着，南宫里的眼眶里已经泛起了泪珠，心里莫名的委屈，有种被好姐妹背刺的感觉。不是的，阿里，你听我解释。苏华儿急忙上前抓住南宫里的肩膀。沉默今晚来这里是为了帮我解决涅槃凤焰失控的问题，刚才出了点意外，我们身上的衣服被烧掉了。苏华儿把刚才发生的事快速解释了一遍。此时的沉默也已经走了出来，他本想找一件衣物遮挡，但衣柜里都是苏华儿的衣服，宁愿社死也绝不可能女装。下一秒，沉默突然想到了什么，心念一动，疼！炙热的火焰从他的体内冒出，将关键的部位全部遮挡住了，而且还不会烧到自己。正是涅槃凤焰。突如其来的火焰把旁边的南宫里和苏华儿吓了一跳。苏华儿表情一怔，惊道：你怎么会施展涅槃凤焰？沉默道：这些涅槃凤焰是从你体内抽离出来的，你之所以控制不住，就是因为体内的涅槃凤焰太过庞大。我帮你抽离了一半之后，你以后就可以随心所欲的控制了。苏华儿微微颔首，他之前还有些疑惑，他体内的被抽离的涅槃凤焰去哪了？原来直接进入沉默的体内了。你是怎么做到的？苏华儿忍不住好奇地问道。跟我的武道天赋有关。沉默随口说道，没有过多解释。而南宫里看到这一幕，也明白刚才是自己误会了。沉默，原来你是来帮华儿控制涅槃凤焰的呀。随即南宫里又高兴地拉住苏华儿的手，说道：太好了，华儿，以后你再也不会被折磨得那么痛苦了。此刻的苏华儿只感觉前所未有的轻松。以前的他心里总是绷着一根弦，生怕涅槃凤焰暴走，偶尔还会因为涅槃凤焰在他的体内肆虐，痛苦不已。看似觉醒了顶级的 SSS 级武道天赋，但对苏华而言却是祸大于福。现如今，这个难题终于被彻底解决了。沉默，谢谢你帮我。苏华转头看向沉默，感激地说道：问题解决了就好。沉默笑道：对于沉默来说，他已经获得了丰厚的报酬。此刻的沉默不仅拥有 S 级雷霆玉骨武道天赋，而且还获得了 SSS 级涅槃凤焰武道天赋，成为了双武道天赋觉醒者。在整个武道世界上万年的历史长河中，双武道天赋觉醒者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更恐怖的是，沉默以后还可以利用系统获得更多的武道天赋。时间不早了，我该回去了。沉默低头看了一眼，他要是像这样胯下燃着火焰走出去，被人看到后，整个冲刺营都要炸锅了。我现在这样不好出去，你们帮我去我宿舍拿一套衣服上来吧。沉默苦笑道。见状，苏华有些尴尬地转过头，脸上再度泛起了红晕。今天晚上脸红的次数比他前面18年加起来都要多。南宫里却好像根本不知道害羞，美眸一眨不眨地盯着沉默，眼睛亮晶晶的。你的宿舍是哪间？我帮你去拿。苏华说道。1层106，门没锁。沉默说道。好，我现在过去。苏华说道。临走前又看向南宫里，阿里，你跟我一起去吗？不了，我留在这里陪沉默。南宫里摇头。苏华刚想说沉默现在这个样子，你一个女孩子不适合和他单独待在一起，但转而一想，自己刚才孤男孤女和沉默待了1个小时，而且2个人身上的衣服都全烧没了，情况比这严重多了。苏华瞬间没有立场说南宫里了。稍等一会，我马上回来。说完，苏华快步离开了宿舍。苏华走后，南宫里笑盈盈地望着沉默。沉默，谢谢你帮华，你真厉害。南宫里语气中既有感谢，还流出一丝惊讶和崇拜。其实南宫里以前也曾经试过去帮苏华，不过南宫里的玄阴玲珑体最多只能在苏华被凤焰折磨的时候帮苏华减轻痛苦，无法从根本解决问题。而现在好了，以后南宫里再也不用担心好姐妹发生意外了。没过一会，苏华就回来了，手里还拿着一套沉默的衣服。把衣服递给沉默之后，苏华急忙转身，想了想，又把南宫里拉过去，捂住了南宫里的眼睛。华儿，别捂着我的眼睛，我想看
南宫里挣扎道：“人家穿衣服，你看什么？没羞没臊。”苏华儿嗔道：“沉默。”很快，沉默穿好了衣服，总算不要用火焰挡着了。那我先回去了。沉默说道。好。苏华儿点头，随即又再次向沉默表达了感谢。拜拜，沉默，明天见。南宫里笑着挥了挥手，拜拜。就在沉默打开苏华儿的房门离开时，迎面走来2个神情略显疲惫的女生，看情形应该是刚从元素淬炼室修炼完回来。2名女生见到沉默的那一刻，表情不由得愣了一下。4层全部都是女生宿舍，怎么突然冒出来一个男生？那不是沉默吗？沉默怎么在这里？他刚才好像是从苏华儿的宿舍出来的。2名女生对视一眼，八卦之魂瞬间燃烧了起来。大晚上的，沉默怎么会进苏华儿的宿舍？是啊，而且沉默不是和南宫里的关系很好吗？现在怎么又扯上苏华儿了？一瞬间，他们的脑海中已经脑补出了一场精彩的3角大戏。爱吃瓜是人类的本质。当沉默从苏华儿宿舍里出来的画面被那2个女生看见时，就意味着这件事会很快在整个冲刺营里传开。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你千万别跟别人说啊！我刚刚看到沉默从苏华儿的房间里出来。哇，真的假的？包真的。沉默不是和南宫里是一对吗？他怎么会从苏华儿的房间里出来？是啊，我也觉得纳闷。我猜是沉默背着南宫里偷偷和苏华儿在宿舍里约会。天呐，太劲爆了！很快传言便像风一样传开了，而且越传越离谱。你们听说了吗？沉默和苏华儿偷偷在宿舍里约会，被南宫里抓包了。卧槽，这么炸裂吗？沉默2女通吃啊！于是第2天早操开始前，众人一到训练场就开始八卦了起来。女生主要是吃瓜，但男生可就羡慕坏了。沉默竟然同时和南宫里和苏华儿有暧昧关系，真尼玛让人羡慕啊！无论南宫里还是苏华儿都是最顶级的美女，而且她们的武道天赋更是出类拔萃，能跟其中一个关系亲密就烧高香了。沉默竟然2女通吃，这还有天理吗？沉默一天把陆河魂天枪修炼到第2重境界，我没嫉妒，但现在我是真嫉妒了。畜生的，太畜生了！大家冷静点吧，大概率只是谣言，别被人带节奏了。楚昭然劝说道。一小部分保持理智的人也赞同地说道：是啊，你们不会真的相信南宫里和苏华这样的天之娇女会一起跟沉默好吧？别太离谱。但这句话刚说完，紧接着众人就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只见不远处的沉默正在向训练场这边走来。就在这时，背后一个娇小的身影快速朝他扑了过去。沉默，南宫里嬉笑一声，直接蹦到了沉默的背上，双手搂住沉默的脖子，趴在他的耳边狠狠地吸了几口。粉雕玉琢的脸蛋上露出了一丝陶醉的神情。阿莲，你快下来，女孩子家成何体统？苏华儿追上来说道。华儿，你还好意思说我？你昨天晚上可比我过分多了。哼哼，南宫里嘟着粉唇说道。苏华儿表情一僵，自从昨天晚上和沉默坦诚相见之后，他好像就没有底气再说南宫里了。嘻嘻，见苏华儿不说话，南宫里开心笑了笑，细枝节硕果的身子还得意的在沉默背后扭了扭，这可就让沉默舒爽了。众人眼看沉默背上挂着南宫里，身边跟着苏华儿，3个人一起踏入训练场，表情直接凝固了。刚才还有一些人不相信，这下好像真的实锤了。苍天啊，竟然是真的！一时间，众人看向沉默的眼神变得极其复杂，震惊、羡慕、嫉妒、佩服。接下来的几天时间，冲刺营的成员们每天按部就班的进行修炼。一转眼，已经是冲刺营的第5天了。这5天时间，众人的实力都有了不小的进步，尤其是沉默，最近这几天可谓是收获巨大。通过系统，不仅从楚昭然那里获得了地阶上品紫电雷元晶，还因为武道天赋雷霆玉骨，使得功法进阶成为了紫雷震玉晶，修炼速度暴涨。而且沉默还从苏华儿那里获得了 SSS 级武道天赋涅槃凤焰。在得到涅槃凤焰的第2天，沉默就完成了洗髓，突破到了8品通脉。现如今，沉默体内的12正经已经全部完成了通脉，只要将剩下的奇经8脉完成通脉，就能突破到武者9品脱胎。而更让沉默开心的是，他可以直接使用涅槃凤焰开辟体内的9条龙脉。由于龙脉的特殊性，普通的通脉方式根本行不通，而涅槃凤焰是世间最强神火之一，用于开辟龙脉再适合不过。甚至沉默有信心，运用涅槃凤焰开辟出的龙脉比前世更加坚韧宽阔。另一边，苏华儿自从被沉默吸走了一半的涅槃凤焰之后，由于不需要分出心神压制体内的凤焰，苏华儿的修炼速度不降反增。如今，苏华儿跟沉默一样，也顺利突破到了武者8品。同时，陆河魂天枪也在和沉默的对战训练中进步神速，已经快达到第2重境界，登堂入室了。至于南宫里，修炼速度更是不必多说，拥有玄阴玲珑体的他，在7境5地之前没有任何修炼瓶颈。南宫里已经成功突破到了武者9品脱胎，准备冲击2境5师了。除了沉默、苏华儿、南宫里之外，还有一些冲刺营的成员也有了境界的突破，比如和沉默一样来自青云市的芒虎，之前就是血气值48的武者4品，现如今也突破到了武者5品。楚昭然、施诺、川心如等几个特招生实力也有不小的进步。期间还发生了一件比较有趣的冲突，
施诺和川心如两个人修炼的都是八荒镇月刀。昨天川心如向施诺发出了对战练习的邀请，施诺同意了。同为特招生，两个人都有些心高气傲。对战练习的过程中，打着打着，逐渐就打出了火气。川心如率先破防，骂头顶尖尖的施诺是颗要死肌肉。施诺大怒，骂圆脸平头络腮胡的川心如是娘炮。然后这场对战切磋直接变成了实战搏杀，两个人实力相近，谁也没有占到便宜，身上都受了点伤。最后在裴萧生和其他人一声声算鸟算鸟的劝架声中，暂时把他们拉开了。但两个人的梁子就此结下了。上午8点，又来到了每天的兵器武技的训练时间。时隔几日，七武教官和另外2位教剑法和刀法的教官终于再度出现。3位教官身上的血煞之气比初次见面的时候浓郁了不少，这是因为这几天他们在秘境中猎杀了许多妖兽而导致的。3位教官今天过来，自然要检验众人这几天武技修炼的成果。时隔几日，想必你们的陆河魂天枪有了一些进步，接下来逐个上来演练一遍。你先来。跟上次一样，七武教官第一个点中了楚昭然。楚昭然手握玄铁长枪，信心满满的走上前，开始演练枪法。只是看了2眼，七武教官心中就不由得一惊，这小子的陆河魂天枪竟然也修炼到了第1重境界了。七武教官记得很清楚，楚昭然第一天演练枪法的时候，并没有展现出超然的天赋。这才过去几天时间，楚昭然的枪法怎么会有如此大的进步？莫非第一天我看走眼了？等到楚昭然将一套陆河魂天枪演练完，七武教官微微点头，赞许地说道：“不错，短短几天时间就有如此巨大的进步，看来最近这几天你确实下了狠功夫。”闻言，楚昭然却是转头看向了台下的陈默，对七武教官说道：“教官，我能这么快修炼到第1重境界，主要还要多亏和莫哥的对战练习，再加上他的细心教导，单凭我自己不可能有这么快的修炼速度。”哦，七武教官顿时露出了意外的神色，原来是因为陈默的教导吗？陈默修炼陆河魂天枪的第1天就直接达到了第2重境界，要是有陈默的细心教导，那楚昭然能有这么大的进步，倒是可以理解。好，继续努力，先下去吧。七武教官说道。随后其他人也依次走上前，在七武教官的面前演练陆河魂天枪。而七武教官很快就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现象，有不少人的修炼进度都超过了七武教官的预期，比他预想中的要进步太多。而当七武教官询问他们的原因时，这些人都给出了同样的回答：多亏了陈默的教导。原来最近这几天，虽然陈默大部分时间是在和苏华、楚昭然对战练习，对他们进行教导，不过如果有其他人跑过来请教陈默陆河魂天枪，陈默也不会拒绝，都会给予指点。毕竟能够让更多的人欠下他的人情债，何乐而不为呢？但落在其他人的眼中，却完全是另外一层含义。一般来说，越是天赋绝伦的武道天才，内心越是孤傲，对比他们天赋实力低的武者，心中或多或少会有些不屑。就拿冲刺营里的成员们来说，他们以前在各自的学校都是最顶尖的武道天才，平常班上的同学要是向他们请教修炼方面的问题，很多时候他们都是不耐烦，或者是不予理会，因为他们的修炼时间太宝贵了，怎么可能愿意在比他们低一等的人身上浪费时间？然而陈默竟然愿意浪费大量时间去教导其他人，这种乐于助人的高尚品德，在武道世界实在太少见了。受到陈默指点的冲刺营成员们，心里自然对他充满了感激和敬佩。短短几天时间，陈默在冲刺营里的声望迅速提升，甚至于很多人都已经不再嫉妒陈默能够同时跟南宫里、苏华儿这2个貌若天仙的美女关系暧昧了，打心底里觉得像陈默这么优秀的人就应该享受其人之福。而七武教官得知有这么多人接受过陈默的指点之后，心里同样非常震惊。他也是头一次见到武道天赋这么出类拔萃，还愿意花费大量时间去指点其他人的武道天才。而且七武教官能够明显感觉到，其他人在谈到陈默的时候，语气中充满了敬意。短短几天时间就能拥有这么高的威望，哪怕放在血渊军中，也是难得一见的将帅之才啊！七武教官心中惊叹。而接下来，苏华儿和陈默上前演练陆河魂天枪时，又给了七武教官更大的惊喜。苏华儿第1天演练枪法就达到了第1重境界出窥门境，短短几天时间，苏华儿枪法进步迅速，眼下距离第2重境界只有1步之遥了。只要再给苏华儿2天时间，肯定能够达到登堂入室的境界。这个修炼速度远超七武教官的想象。毫无疑问，苏华儿同样也接受了陈默的指点。而等到陈默上去演练的时候，七武教官更是惊到差点失去表情管理，因为陈默的陆河魂天枪已经隐隐可以引动周天之气，这意味着陈默已经摸到第3重境界炉火纯青的门槛了。照这个修炼速度，用不了1周时间，陈默就能突破到第3重境界。要知道，从第2重境界突破到第3重境界，跟从第1重境界突破到第2重境界，难度天差地别。这什么逆天的修炼速度？陈默不是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去指导其他人修炼枪法吗？为何他破境的速度还这么快？七武教官十分不解。虽然指点他人的时候确实有利于巩固加深对枪法的理解，
但是会浪费自己大量的修炼参悟的时间。比如你花时间指点别人时，经验值可以增加50点，但花同样的时间自己修炼参悟，经验值可以增加100点，甚至更多，本质上是亏的。而陈默之所以在短短几天之内进步神速，一方面是因为陈默本身在枪法上天赋绝伦，而且前世修炼过天阶上品枪法九霄龙鹰枪；另一方面是因为陈默发现了系统的妙用。这几天陈默通过系统获得了苏华儿的 SSS 武道天赋涅槃凤焰，以及楚昭然修炼的武道功法紫电雷元晶。至于其他人的武道功法、武道天赋，陈默都看不上眼。于是陈默选择了他们修炼陆河魂天枪的经验值作为偿还目标，也就是说，陈默教导其他人修炼陆河魂天枪，让他们欠下人情债，然后又从这些债务人的身上获取陆河魂天枪的经验值作为偿还。如果把陆河魂天枪的修炼境界当成是一根经验条，在这个过程，陈默的经验条不断增加，经验值加5，经验值加10，经验值加20。于是在众多债务人经验值的加持之下，陈默修炼陆河魂天枪的境界飞涨。待到所有人将陆河魂天枪演练了一遍之后，七武教官满意的点了点头。众人的修炼进度远超出了七武教官的预料，而很大一部分原因要归功于陈默的无私教导。七武教官实在没想到，陈默不仅自身枪法进步神速，而且还有时间精力去教导其他人，心中对陈默的评价又再度拔高了一个台阶。随即七武教官目光扫过众人，开口说道：经过这几天的修炼，你们境界虽然有差异，但都已经完全熟练了陆河魂天枪的招式。今天我再教你们一套配套的地阶中品身法武技，名为陆河游罡步。陆河魂天枪配合陆河游罡步，可以发挥出更强的威力。闻言，众人的脸上顿时露出了期待神情。太好了，又可以学到新的身法武技了，而且还是地阶中品的身法武技。众人屏气凝神，认真聆听七武教官的教学。踏陆河如御风，转阴阳似游龙，3步纳一气，7步入缸中。这是陆河游罡步的修炼核心。陆河游罡步的陆河与陆河魂天枪的陆河虽然名字相同，但含义却并不相同。身法中的陆河代表的是东南西北天地6合方位。陆河游罡步融会6合方位之变，步法如罡风席卷，刚柔并济，动静相生。接下来的2个小时，七武教官将陆河游罡步所有的基础步伐图谱仔细教导了一遍。陆河游罡步同样分为4重境界。七武教官说道：第一重境界出窥门境，呼吸与步法配合协调，掌握基础步法基本的方位转换，能按固定路线施展步法。第2重境界登堂入室，步伐流畅自然，方位转换圆融自如，而且步法开始引动周身气流，形成罡风雏形。第3重境界炉火纯青，陆河游罡步融入本能，身法如鬼魅，步踏罡斗，方位变化随心所欲，罡气内蕴外放，步法具攻防之能。第4重境界真入化境，达到无不无我，万化随心之境，一念动，身形已至，步法蕴含空间玄奥，几近神通。待到七武教官将4重境界讲完，众人心中无限向往，恨不得立即达到最高境界。想要快速修炼陆河游罡步，普通的修炼方式远远不够用。现在我带你们去身法重力隧道进行修炼。说罢，七武教官带着众人朝着军事基地的后方走去。另一边，刀法教官和剑法教官也已经教导了八荒镇月刀和千痕剑影配套的身法武技，并且带领着2个阵营里的成员们一起朝着军事基地的后方走去。片刻之后，特训营的128名成员一起来到了军事基地的后方。出现在众人眼前的是一条直径50米、长2000米的隧道。众人好奇地打量着眼前的隧道，幽深的隧道中散发着不同寻常的气息。陈默趁着大家被隧道吸引，南宫里悄悄溜到了陈默的身边，扯了扯陈默的衣角。陈默低头一看，就看到仙姿玉肌的白发美少女正仰着头，笑盈盈地望着他。怎么了，阿脸？陈默顺手抚了抚南宫里的头发。没事呀。南宫里只是单纯过来和陈默贴贴。经过这几天的相处，2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愈发熟络。一旁的苏华儿静静地看着这一幕，显然已经习惯了陈默和南宫里之间亲昵的举动。与此同时，七武教官的声音传来：这里就是身法重力隧道，里面布置了许多机关陷阱，包括箭矢、地刺钢锥、激光阵列、喷火枪等等。除了机关陷阱之外，每前进200米，隧道里面的重力就会增加1倍，隧道最后的200米重力高达10倍。嘶！众人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这条身法重力隧道比他们预想的还要凶险。还有10天时间，你们就要跟随血渊君一起进入秘境猎杀妖兽。七武教官继续说道：在此之前，你们需要尽可能提升你们的武道修为、武技、身法，以此提高你们在秘境中的生存能力。身法重力隧道不仅能够帮助你们快速修炼身法，还可以帮助你们修炼枪法、刀法、剑法。接下来的10天时间，你们要熟练运用你们的所学，穿过身法重力隧道中的重重机关陷阱，
尽可能在这条隧道中走得更远。森坤教官补充道：“隧道里设置的这些机关陷阱，虽然不致命，但受伤是不可避免的。不过你们不必担心，血渊军基地里有最好的医疗设备，你们可以放心大胆往前冲。”这番话非但没有起到安慰作用，反而好像让人更加担心了。不过七武教官接下来的话又再度让众人振奋了起来。身法重力隧道的修炼难度不低，为了鼓励大家努力修炼，基地设置了一些奖励。10天之内，第一个抵达身法重力隧道尽头的人，可以在基地武器库中任意挑选一件地阶上品武器；第二个和第三个抵达身法重力隧道尽头的人，可以在基地武器库中任意挑选一件地阶中品武器；第4个到第8个抵达身法重力隧道尽头的人，可以在基地武器库中任意挑选一件地阶下品武器。此言一出，众人顿时眼睛放光。现在大家手里拿的武器都是血渊军的制式武器，由于是大批量锻造的制式武器，武器的品级当然不会太高，只有玄阶下品。这个品级其实已经比普通军队的制式武器强多了。众所周知，武器的品级越高，威力越强，而只要成功穿过身法重力隧道的前8名，都可以获得地阶武器，尤其是第1名可以获得地阶上品武器，那还不得爽飞喽！开始吧，七武教官说道。身法重力隧道直径50米，长2000米，空间足够大，可以同时容纳多人进入其中。七武教官话音刚落，身高2米的盲虎就已经扛着玄铁大斩刀朝隧道里冲了进去。开干！盲虎的字典里就没有畏惧这2个字，更何况如果能够在前8名抵达身法重力隧道的尽头，就可以获得地阶武器。盲虎脚掌往地面猛然一踏，身形就已经冲出去5-6米。下一秒，咻咻咻的破风声袭来，10几支箭矢从不同的方位射向了盲虎。箭矢的箭头经过处理之后，无法形成致命的贯穿伤，但若是被射中，青一块紫一块是免不了的。盲虎立即施展出八荒阵月刀的招式，将10几支箭矢击飞。却在这时，脚下又突然冒出地刺钢锥，在脚掌即将要被刺中的瞬间，盲虎施展身法，完美闪避开。眼见盲虎已经冲进去了，其他人当然也不甘落后，头顶尖尖的施诺紧随其后。在踏入身法重力隧道之前，还挑衅地看了一眼后方的穿心如。娘炮，有种跟我比比吗？看谁进得更深。穿心如瞬间炸毛，立马跟着冲了出去。死秃子，老娘老子一定比你深！随即其他人也接二连三地冲进了身法重力隧道。很快众人就领略到了身法重力隧道的难度。隧道的前200米重力正常，虽然里面布满了机关陷阱，但冲刺营里的成员们都不是泛泛之辈，前200米对他们而言难度不算大。可一旦穿过前200米，难度顿时直线上升，不仅重力增加了1倍，机关陷阱的数量也随之增加。除了箭矢、地刺钢锥之外，还出现了激光阵列，交叉的激光射线毫无征兆地从隧道壁射出，让人防不胜防。最难受的是，随着重力倍数的增加，众人的每一个动作都变得比之前更加凝滞。很快就有人被激光射中，他们的皮肤被灼伤出一个红点伤口，传出了烧焦的味道。幸好激光的强度不高，否则就不是红点那么简单了。随着身上被激光灼烧的伤口越来越多，有人疼得受不了了，不得不暂时退回到了隧道前200米。我靠，撑不住了，先在隧道前200米苟一苟，等把身法和武技提升上去，再去闯下一个阶段。绝大多数人正在2倍重力隧道区域中艰难前行，但最前面的11个人却已经穿过了隧道的前400米，进入了3倍重力的隧道区域。除了那8个特招生之外，陈默、裴潇生、盲虎也赫然在列。陈默自然不用多说，裴潇生是南天省教育考试院的副院长裴天林的孙子，本来凭他的天赋和实力，直接可以成为特招生，但为了避嫌，怕被人说成是关系户，选择正常参加了选拔测试。而且进入冲刺营之后，裴潇生的武道修为已经突破到了武者6品。至于盲虎，实力目前在前11个人当中算是最弱的那一个，而他之所以能够冲得这么前，凭借的就是他一往无前的莽夫属性，外加他琥珀兽化之后坚韧结实的肉身，硬顶着激光射击冲进了3倍重力隧道区域。但这几乎已经是盲虎目前的极限了，至于最终能闯多远，就要看他接下来10天的进步了。3倍重力就已经这么吃力了，不敢想象最后的10倍重力难度会有多么恐怖。盲虎一双兽化后的虎目死死地盯着隧道的尽头，心中暗暗盘算，只有前8个抵达隧道尽头的人才可以获得地阶武器。前8名，莫哥肯定会占据一个名额。我如果想要进入前8名，至少要超过2个特招生才行。虽然有难度，但也不是没机会，冲就完了。就在冲刺营里的128名成员拼尽全力往身法重力隧道里冲时，七武教官、森坤教官以及教导剑法的莫少秋教官正饶有兴趣地看着这一幕。别说，这帮新瓜蛋子还挺有冲劲的。森坤教官笑着说道，随即又看向一旁的七武教官和莫剑秋教官，你们觉得第一个抵达身法重力隧道尽头的人需要花几天时间？莫少秋教官沉吟道，他们修炼兵器武技才几天时间，加上今天才开始修炼身法，我觉得至少也得1周时间，才有人能够抵达隧道尽头。七武教官的目光注视着隧道里的沉默，下意识摇了摇头，我觉得要不了1周。一旁的森坤教官笑了笑，
说道：“戚营长，我听说你那边有个叫陈默的，枪法天赋逆天，第一天就已经将陆河混天枪修炼到第2境界。戚营长是认为陈默能在1周之内就抵达隧道尽头？”“没错，陈默确实不能以常人的眼光看待，他总是能创造奇迹。”七武教官点头道。这时莫少秋教官开口道：“我今天注意到南宫里也已经将千痕剑影修炼到第2重境界了，这样的剑道天才我也是头一次见到。”闻言，森坤教官有些郁闷，和陈默、南宫里相比，跟他修炼刀法的那些冲刺营成员就显得有些黯然失色了。2个特招生施诺和川心如目前还没有将八荒镇月刀修炼到第1重境界，不过那个叫猛虎的大高个不服就是干的个性，倒是跟八荒镇月刀出奇的契合，修炼速度竟然比施诺和川心如还要略快一些。你们有没有兴趣打个赌？森坤教官突然说道。什么赌？七武教官和莫少秋教官问道。就赌陈默和南宫里需要几天时间才能抵达身法重力隧道的尽头。森坤教官看热闹不嫌事大。好啊，七武教官和莫少秋教官也来了兴趣。我赌南宫里5天之内就能抵达隧道尽头。莫少秋教官率先说道。3天。七武教官缓缓伸出3根手指头。我赌陈默3天就能完成。3天。森坤教官和莫少秋教官表情一正。戚营长，你对陈默未免太有信心了吧？几位教官很清楚身法重力隧道难度，当年他们可是在里面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尤其是最后200米，重力达到10倍之后，不仅身体要承受巨大的压力，体内的气血也仿佛凝住了，运转不畅，身体的每一个动作都仿佛被套上了无形的枷锁。更何况最后200米的机关陷阱几乎达到了变态的地步，箭矢、地刺、激光、火焰、冰结箭雨轮番轰炸，稍有不慎就是遍体鳞伤的下场。七武教官的眼神中闪动着奇异的光芒。要是陈默3天之内不能通关身法重力隧道，我把我珍藏的那瓶10年份的朱果琼浆分给你们。七武教官说道。果真吗？听到朱果琼浆这几个字，森坤教官和莫少秋教官顿时口水直流。有一种名叫玉瓮鸮的将领级猿猴妖兽，喜欢用朱果酿造琼浆玉液，而他酿造出的东西就叫做朱果琼浆，不仅味道纯美，而且其中蕴含大量精纯的能量，可以直接提升5道气血。七武教官的朱果琼浆是当年他在一个2级秘境中找到的，喝了2瓶，剩下1瓶一直没舍得喝，可把森坤教官和莫少秋教官馋坏了。果真。七武教官点头。不过若是你们输了，也得拿出相同价值的天才地宝给我。必须的。一言为定。森坤教官和莫少秋教官忙不迭地答应。七武教官主动给他们送福利，没道理不要啊。就在3位教官打赌之时，身法重力隧道却又是另外一番场景。冲刺营一众成员竭尽全力往隧道的深处前进。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人已经达到了他们目前的极限，几个实力较低的成员还在前200米里挣扎，绝大多数人正处在200米至400米的2倍重力隧道区域，而3倍重力隧道区域就只有猛虎，外加那3个至今没有姓名的特招生楚昭然、施诺、川心如、裴萧生，目前正处于4倍重力隧道区域。至于陈默、南宫里、苏华，他们3个人已经来到5倍重力隧道区域，迎着5倍重力和各种机关陷阱继续前进。除此之外，还有10来个人在隧道里被机关陷阱击伤了，暂时从隧道里退了出来，有流血，有灼伤，也有轻微骨折，伤势都不算太重。莫少秋指了指旁边的一栋建筑，开口道：“医疗室里面有医疗舱，你们身上的这点伤，躺进去后半个小时就能痊愈，去吧。”闻言，那些受伤的成员们立即走向旁边的医疗室进行治疗，一会等伤势好了之后，再回到身法重力隧道继续修炼。森坤教官目光看向隧道深处，开口说道：“陈默、南宫里、苏华都已经来到5倍重力隧道区域了，第1天就能够抵达这个位置，确实厉害。”莫少秋教官说道。而且从他们目前的状况来看，完全没有到他们的极限。七武教官话音刚落，只见陈默高速旋转手中的玄铁长枪，使出一招周天玄机，挡下了漫天的箭矢。紧接着陈默施展陆河游钢步，连续变换几个方位，精准地避开了脚下的地刺钢锥以及从隧道壁射出的激光，一举踏入了6倍重力隧道区域。看到这一幕，七武教官不由得瞳孔一缩，陈默刚才施展的陆河游钢步分明已经达到了第1重境界，这么短的时间就已经出窥门径了。七武教官惊道。但转而一想，陆河游钢步原本就是陆河混天枪的配套身法，陈默修炼陆河混天枪，天赋绝伦，身法这么快达到第1重境界，倒也不算稀奇。没过多久，南宫里的剑影迷踪步以及苏华儿的陆河游钢步也相继达到了第1重境界。陈默、南宫里、苏华儿不愧是冲刺赢天赋最好的3个人，天赋太妖孽了。莫少秋感叹道。是啊，森坤深以为然的点头。而在身法达到第1重境界之后，陈默、南宫里、苏华儿只觉得身体一轻，速度不减反增，仅仅只用了5分钟时间，他们就穿过了6倍重力隧道区域的重重机关陷阱。而陈默抵达7倍重力隧道区域之后，却一反常态，将手中的长枪收起，
他不再施展枪法去击飞向他射过来的重重机关，即便再凶险，也只会选择施展陆河由罡步去躲避。一时间，陈默的处境变得险象环生。七武教官仅只是看了2秒，就明白了陈默的用意。陈默打算用这种办法强行逼自己修炼陆河由罡步，这小子胆子真大，竟然主动让自己陷入绝境。在绝境的压力之下，陈默对陆河由罡步的领悟果然飞速上涨，但想要短时间内突破到第2重境界，显然还不够。陈默目光一动，心中已经有了计划。这些天，陈默发挥乐于助人的精神，对所有向他请教枪法的人细心指点，让很多人欠下了他的人情债。这些人情债，陈默并没有全部收回来，而是积攒了一些，以备不时之需。眼下正是收债和利息的时候。下一秒，陈默直接选择了陆河由罡步的经验值作为偿还债务的目标。刹那间，四面八方的经验值向陈默涌来，经验值加10，经验值加20，经验值加50。陈默的陆河由罡步经验值暴涨，陆河由罡步的境界也随之提升，他的身法动作变得越来越流畅自然，方位转换圆融自如，对四周环境的感知不断提升，所有攻向他的机关陷阱都尽收眼底。某一刻，他的步伐开始引动周身气流，而他的脚下也形成了罡风雏形。陈默脚踩罡风，整个人化作残影，穿过了7倍重力隧道区域。他的陆河由罡步达到第2重境界了。正在关注着陈默的3位教官看到这一幕，顿时面露诧异。陈默的身法突破到登堂入室的境界了。七武教官惊道：先前陈默只用了1天时间就将陆河混天枪修炼到第2重境界，而今天又只用了1天时间再次将陆河由罡步修炼到第2重境界，简直离大谱。或许是被陈默震惊了太多次，七武教官都有点麻木了。而森坤教官和莫少秋教官则是用看怪物一样的眼神望着陈默。只见陈默脚踩罡风，随便一步就能窜出7、8米远，身法转化圆润自如，整个人如同一条游龙，硬顶着8倍重力，在身法重力隧道中穿行。机关陷阱在他的面前如同摆设，不消片刻，陈默就已经穿越了8倍重力隧道区域，进入了下一个隧道区域，重力增加到了9倍，机关陷阱的数量也随之增多，并且这个区域的机关陷阱是360度全方位无死角的攻击。陈默想要无伤穿过这片区域，仅凭身法是不够的。陈默再度挥舞手中的玄铁长枪，施展出陆河混天枪。当当当，一枪在手，激弩矢、飞梭、冰结剑雨全部被陈默一一挡下。又过了几分钟，陈默成功穿过9倍重力隧道区域，进入了身法重力隧道的最后200米。难道陈默今天就能穿过10倍重力隧道区域？3位教官瞪大了眼珠。俗话说行百里者半90，别看陈默已经穿过了9%的重力隧道，但实际只相当于穿过了一半，因为最后200米的难度比前面1800米加起来还要难得多，再加上陈默连续闯关，体能精力消耗巨大，此消彼长之下，10倍重力隧道区域的难度会呈几何上升。但陈默的眼神坚毅，没有丝毫的动摇。陈默一步踏出，整个人仿佛和手中的长枪融为一体，人枪合一。在10倍重力的重压之下，陈默的身上如同背负了一座小山，体内的气血都有些凝滞。下一秒，陈默直接将体内的雷霆玉骨彻底激发。在进入冲刺营之前，雷霆玉骨激发而出的雷电之力只能在陈默的体内流转，无法做到透体而出。而经过雷元素淬炼师的几天淬炼，再加上修炼了进阶的紫雷镇玉经之后，陈默已经可以做到将雷霆玉骨激发的雷电之力透体而出。呲啦，狂暴的雷电之力附着在陈默的体表，整个人仿佛沐浴在雷电之中。一瞬间，陈默的气势再度暴涨，就连陈默的身法也变得更快了。雷电以狂暴迅猛著称，在雷电的加持之下，陈默的动作变得犹如迅雷一般凶猛。陈默的身影拖曳着雷电，划过一道 Z 字形的闪电，躲过激光列阵，眨眼间就已经冲出了10多米。前方激弩矢连射，漫天的箭雨袭来。陈默使出一招灵蛇盘星，枪影重重，仿佛比天上的箭雨还要多。激弩矢被他精准的击落。轰！就在这时，炙热的火焰从四面八方袭来，仿佛要将陈默吞没。但这一次，陈默却是不闪不避，眼看火焰就要烧到陈默，诡异的事情发生了。就在火焰接触陈默的一瞬间，陈默一把抓住，顷刻炼化。陈默体内的涅槃凤焰乃是世间最强的神火之一，普通火焰遇到凤焰，那就是小巫见大巫，刹那间就被涅槃凤焰吞了个一干二净，成为了养料。隧道外的3位教官望着沐浴在雷电之中的陈默，脸色骇然无比。尤其是刚才陈默吞噬火焰的一幕，更是有些超出了他们的认知。直到这一刻，他们才意识到，陈默在进入最后200米之前根本没有使出全力。这就是陈默真正的实力吗？森坤教官怔怔地说道。七武教官下意识摇头，看不透，根本看不透。谁也不知道陈默是不是还藏着什么底牌。在3位教官不可思议的目光之中，陈默携雷霆之势不断向着隧道尽头前进。无论是10倍重力还是机关陷阱，
都无法阻碍陈默前进的脚步，直至抵达隧道尽头。下一刻，身法重力隧道里突然响起了嘟的一声响，紧接着隧道里的所有机关陷阱都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就连高倍重力也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是身法重力隧道事先设定好的程序，一旦有人抵达隧道的尽头，所有的机关陷阱就会暂时停止运行。发生什么事了？面对突然暂停的一切，其他人有些茫然。他们刚才疲于应对重机关，根本无暇顾及外界发生了什么。但很快，所有人看向了身法重力隧道的尽头，只见一道挺拔笔直的身影伫立在那里，身上还隐隐看到雷电闪动。那是陈默。陈默抵达隧道尽头了。卧槽！在片刻的愣神之后，众人终于明白发生了什么，顿时一片哗然。我还在2倍重力隧道区域挣扎呢，陈默这就抵达尽头了。大哥，你要不要这么猛啊？众人下意识看了看其他人所处的位置，除了陈默一骑绝尘之外，南宫里和苏华也已经抵达了8倍重力隧道区域，而剩下的人差距就和前面3位比较大了。位置排在第4的楚昭然处在5倍重力隧道区域，抵达4倍重力隧道区域和3倍重力隧道区域的人加起来也就10来个，而绝大多数人还在2倍重力隧道区域。众人震惊之余，心中不由得涌现出巨大的挫败感。同样是来自各个市的武道天才，差距竟然会这么大。跟陈默这些妖孽相比，我算什么武道天才？与此同时，3位教官的心中也犹如翻江倒海。75教官之前打赌陈默能够在3天之内抵达身法重力隧道的尽头，已经算是对陈默相当有信心了。万万没想到，陈默竟然在第1天就做到了。在众人惊诧的目光中，陈默手持长枪一步步往回走。经过南宫里身边时，南宫里对陈默嫣然一笑，比了个粉嫩的大拇指。陈默，你好厉害啊！苏华儿一双美眸也怔怔地注视着陈默。刚才他在身法重力隧道中顶着高倍重力穿过重机关陷阱时，余光其实一直在关注陈默。陈默全身沐浴雷电，以迅猛之势穿过10倍重力隧道区域的画面，在苏华儿的心里留下了巨大的震撼。之前和陈默进行枪法对战练习的时候，苏华儿就觉得陈默太过轻松写意，游刃有余，给他一种深不可测的感觉。此刻，苏华儿再次肯定陈默的实力比他预想的还要强。虽然苏华儿和陈默对战的时候，也仅仅只是施展了陆河混天枪，并没有动用 SSS 级武道天赋涅槃凤焰和其他的底牌，但陈默未动用的底牌绝对比他更多。更何况，陈默现在跟他一样，同样拥有了涅槃凤焰。直觉告诉苏华儿，陈默身上应该还隐藏着更大的秘密。不一会，陈默走出身法重力隧道，回到了最初的起点。3位教官望着陈默，眼中充满了赞赏之色。陈默，恭喜你第1个抵达身法重力隧道尽头。按照约定，你可以在血渊军基地的武器库中挑选一件地阶上品武器。75教官说道。那就麻烦教官带我去武器库了。陈默笑着说道。一件趁手的兵器，重要程度不言而喻。如果能够获得一杆地阶上品的长枪，陈默以后无论是施展陆河混天枪，还是九霄龙鹰枪，威力又将提升一截。玄铁长枪这种制式武器，用来施展的阶重品枪法，陆河混天枪勉强够用，但是如果拿来施展天阶上品枪法，九霄龙鹰枪用不了几次就会报废。75教官看了一眼另外2位教官，笑着说道：我先带陈默去挑选奖励了，你们别忘了准备好刚才打赌输给我的东西，我一会过来找你们拿。森坤教官和莫少秋教官苦笑了一下，原本以为稳赢的，结果直接翻车了，感觉被做局了呀。但没办法，谁让他们碰到陈默这样的妖孽，只能愿赌服输。片刻之后，75教官带着陈默来到了军事基地里一座庞大的建筑前，这里就是基地的武器库。75教官说着，拿出了自己的身份卡在武器库门口刷了一下，武器库大门缓缓开启，随即75教官带着陈默一起走进了武器库。放眼望去，武器库里刀、剑、枪、戟、斧、锤、弓18般武器应有尽有。除了这些常规的武器之外，还有一些机械武器、防御装备等等。武器库的第1层，武器的最高品阶只有玄阶上品，地阶武器放置在武器库的第2层。跟我来，75教官对陈默说道。随后75教官来到了去往上1层的电梯，再次刷了身份卡之后，和陈默坐上电梯，抵达了上1层。武器库的第2层，武器数量只有第1层的1/10不到，毕竟地阶武器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锻造出来的。75教官领着陈默来到了第2层最里面的那一排武器架前，这一排武器架上全部都是地阶上品的武器，你可以从里面任意挑选一件，不用急，慢慢挑选，要是有什么不了解的也可以问我。好的教官。陈默缓缓踱步，目光扫过武器架上的这些武器，除了刀、剑、枪这些神兵利器之外，还有天蚕宝衣、幽炎炉鼎、精神念师使用的念力飞梭、液态变形经等等。看了一圈之后，陈默的目光最终落在了一杆长枪之上。这杆长枪名为陨星碎尘枪，武器架上有它的详细介绍。枪身的主体由深邃如夜空的玄钢星辰铁打造，它的重量更是达到了惊人的980斤。枪身上布满了天然形成的星辰纹路，触手冰凉沉重。枪身并非纯黑，
在光线下透出点点幽蓝色的星芒，如同将一片微缩的夜空握在手中。沿着枪杆至枪尖缠绕着数道粗犷，仿佛熔岩凝固般的暗红色纹路，如同龙筋血管。枪尖长约1尺半，棱线锋锐无匹，闪烁着致命的寒光。当陈默伸手将其握住的那一刻，陨星碎尘枪的枪身竟开始微微颤动，好似跟陈默心意相通，遥相呼应，仿佛握着的不是死物，而是一头被禁锢的远古凶兽。就他了。陈默瞬间就做出了决定。说起来，这杆陨星碎尘枪也算是跟陈默有缘。陈默修炼的陆河混天枪，如果达到最后一层境界，以星辰运转为势，以陆河混沌为境，枪出如星河倾泻。而九霄龙鹰枪的第一式名为星云九霄落，都和星辰有关。这杆陨星碎尘枪注定要成为陈默的武器。陨星碎尘枪足以用到我突破5境5王了。陈默心中暗道，除非陈默之后又获得了更高品阶的神枪。七武教官见陈默选择了陨星碎尘枪，眼中不由得露出了一丝羡慕的神情。要知道，七武教官身为枪魂营的副营长，都没有地阶上品的武器。基地为了今年的冲刺营拿出这么珍贵的奖品，是真的下了血本。当然，七武教官也不得不承认，陈默逆天的枪法天赋完全配得上这杆陨星碎尘枪，甚至可以说，陨星碎尘枪能够跟陈默这样的主人是他的幸运。既然你已经选好了，那我们就走吧。七武教官说道。随后，陈默跟七武教官一同离开了武器库。走在路上，陈默欣赏了一下手中的长枪。陨星碎尘枪什么都好，唯一的问题就是以后出行不方便携带，要是有空间戒指就好了。陈默心中暗道。此时的陈默还不知道，他很快就会从南宫里那里获得一枚戒指。当陈默手持陨星碎尘枪重新出现在身法重力隧道时，众人顿时对他投来羡慕的目光。这可是地阶上品武器啊！陨星碎尘枪身上散发的气息比制式武器强悍太多了。七武教官看了一眼时间，已经快中午12点了。今天上午的修炼就先到这里，下午照常进行元素淬体修炼。七武教官开口说道。此外，为了让你们更好地了解秘境中妖兽的种类和特性，从今天晚上开始增加妖兽解剖构造课。课堂上会对秘境中的妖兽进行细致的解剖讲解，帮助你们了解妖兽的身体结构、身体弱点，从而可以更有效率地击杀妖兽。显然，妖兽解剖构造课是为了10天后冲刺营的众人进入秘境猎杀妖兽做的准备。从身法重力隧道离开后，众人前往基地食堂吃午餐。陈默手里拿着一杆长枪，在食堂里显得十分扎眼。倒不是陈默故意显摆，确实是没地方放。一想到以后无论去哪都得带着重980斤的陨星碎尘枪，陈默也有点幸福的小烦恼。陈默，你没有空间戒指吗？南宫里歪着小脑袋问道。没有。陈默摇了摇头。我有。嘻嘻。南宫里笑盈盈的从怀里拿出一枚戒指。喏，给你。望着南宫里掌心里的戒指，陈默表情愣了一下。给我的？陈默问道。啊。南宫里对陈默眨了眨眼，露出一副你快夸我的表情。陈默迟疑一下，这么贵重的物品给我，你自己呢？我自己也有，你看。说着，南宫里又拿出了相同款式但小1号的空间戒指，戴在了他葱郁般的白嫩手指上。空间戒指作为空间类的器物，十分珍贵。南宫里竟然随身携带了2枚，不愧出生在拥有1000年武道历史的南宫世家，十足的小富婆呀！陈默心中感叹。陈默本来不想吃南宫里的软饭，奈何软饭是真香啊！而且他现在确实需要一个空间戒指，不仅可以用来放陨星碎尘枪，还可以放置其他随身物品，出行更加方便。行，那我暂时先用着，等以后有了自己的空间戒指再还给你。陈默笑着说道。南宫里摇了摇头，不用还，这是我送给你的。说着还拉过陈默的手，把那枚空间戒指戴在了陈默的手上，和自己的手放在一起。你看，这2个空间戒指是一对哦。南宫里开心地说道。陈默笑了笑，缓缓和南宫里十指交叉扣在一起，感受到自己的小手被陈默一整个握住。南宫里粉雕玉琢的小脸变得红红的，煞是好看。随后的几天，冲刺营的128名成员每天按部就班地进行修炼。早晨修炼1个小时血渊君的专属炼体功法铁血战破功。上午在身法重力隧道修炼4个小时兵器武技和身法。下午在元素淬炼室淬炼5个小时肉身百骸。晚上上秘境妖兽解剖构造课，学习如何更有效地击杀秘境妖兽。日复一日的修炼，众人的实力飞速提升。南宫里在第2天上午就成功抵达身法重力隧道的尽头，苏华儿也紧随其后，在第3天上午抵达了身法重力隧道的尽头。按照奖励的规定，南宫里和苏华儿各自获得了一件地阶中品武器。南宫里选择了一柄名为北冥冰魄剑的冰属性宝剑，由玄冥冰魄玉混合北冥寒铁锻造而成，通体呈现出一种深邃仿佛万载玄冰般的幽蓝色。苏华儿选择了一杆名为赤炼流火枪的火属性长枪，以地火熔星岩为基，融入赤炼火铜锻造，枪杆内部仿佛有熔岩在缓缓流动，透过裂纹散发出灼热的金红色光芒。这2把武器跟南宫里和苏华儿自身的武道天赋十分契合，
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武器的威力。而直到第9天，楚昭然才成为第4个抵达身法重力隧道尽头的人。这还是多亏了陈默这段时间的细心指点，使得楚昭然的陆河混天枪和陆河游罡步获得了巨大的提升，并且在机关重重的隧道中找到了一条难度最低的通关路线，楚昭然才得以抵达身法重力隧道的尽头。除了陈默、南宫里、苏黄儿、楚昭然之外，其他人都未能在10天之内抵达身法重力隧道的尽头。施诺、川心如、裴萧生、芒虎都止步在了8倍重力隧道区域，难度远比想象的要大。最终只有4个人获得了地阶武器的奖励。10天的时间一晃而过，陈默的实力再度发生了巨大的提升，体内的12正经和奇经8脉已经全部完成了通脉，一举突破武者8品通脉，正式迈入了武者9品脱胎。陈默目前的气血值已经达到了98，距离突破到2进50只有1步之遥。不仅如此，陈默还使用涅槃凤焰在体内开辟出了2条龙脉，使得他身体的潜能、爆发力、持久力全部提升了一个台阶。此外，陈默这段时间对楚昭然的教导也获得了相应的回报。陈默已经从楚昭然那里获得了紫电雷元经完整的修炼心法，并且在武道天赋雷霆玉骨的加持之下，将其进阶成了更强的紫雷镇玉经。陈默不仅完成了引雷入体、淬炼雷极之躯，达到了紫雷镇玉经的第1层，而且还在子府深处凝聚压缩精纯的雷源，转变成更强的紫色雷电，形成了紫雷漩涡，达到了紫雷镇玉经的第2层。陈默的综合实力和进入冲刺营之前有了脱胎换骨般的增长，而南宫里的实力同样有了不小的增加，目前已经突破到了51品。SSS 武道天赋玄阴玲珑体，修炼速度确实太逆天了。苏华儿自从被陈默解决了涅槃凤焰失控的问题之后，不需要分心压制，修炼速度也随之增长，目前也突破到了武者9品，气血值达到了95，比陈默略低。至于冲刺营里的其他成员，实力也同样获得了飞速的进步，武道修为最低都达到了武者5品。而接下来众人即将面对真正的考验，从今天开始，他们要跟随血渊君一起进入秘境猎杀妖兽。 PS 马上要收南宫里了，感谢各位读者大佬的支持和喜欢，麻烦给个5星好评哦，拜谢。训练场上，冲刺营的128名成员严阵以待。时隔半个月，范寒立将军再一次出现在众人的面前。范寒立将军的目光从128名成员的脸上扫过，跟半个月前相比，众人无论实力还是身上散发出的气息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刚进冲刺营时，他们看上去就是稚嫩的新瓜蛋子，而此时此刻，众人身上散发的气息已经隐隐有血渊君的味道了。这半个月时间，范寒立将军虽然没有亲自对众人训练，但所有的训练计划都是范寒立将军亲自拟定的，并且对冲刺营所有人在冲刺营中的表现都了然于心。这其中表现最为亮眼的3个人，无疑就是陈默、南宫里和苏华，尤其是陈默的逆天表现，一次又一次给了范寒立将军震撼。从今天开始，你们就要跟随血渊君一起进入秘境猎杀凶兽。范寒立将军洪钟一样的声音传来。和平常的训练修行不同，这一次是真正的生死实战。秘境中凶险无比，而且充满了未知数，即便是最低级的1级秘境，你们也可能会遭遇受伤，甚至是死亡。范寒立将军的话让不少人心中一寒。最近这10天时间，每天晚上他们都要上妖兽解剖构造课，期间教官也会跟他们介绍秘境中的凶险。即便是强大的血渊君，每次进入秘境中的伤亡都是不可避免的。现在我给你们最后一次选择的机会，如果担心自己在秘境中遭遇不测，可以选择从今天开始退出冲刺营，离开血渊君基地。范寒立将军此言一出，在场有一些人的脸色都变了变，他们的眼神露出了挣扎之色，显然在做着艰难的抉择。这个世界上并非所有人都是不怕死的。几秒钟过后，一名武道修为只有武者5品的成员缓缓举起了手，我退出。有了第1人开头，接下来又有4个人选择了退出冲刺营。没有人去嘲笑这5个临场退缩的人，其实很多人都明白一个道理，只要不出意外，他们就是全省的前128名，在1个多月后的圣宗试炼肯定能有不错的成绩。虽然继续留在冲刺营里修炼，实力确实可以飞速提升，但如果死在秘境里，那可就什么都没有了。上个冲刺营而已，我的目标又不是去争圣宗试炼状元呢，玩什么命啊！在进入冲刺营之前，他们都是各个势力的天之骄子，但自从进入冲刺营之后，见识到陈默、南宫里、苏华儿这些妖孽之后，他们认清了一个事实，天才和天才之间亦有差距。他们的心高气傲早就被磨平了，认清现实的残酷，并选择知难而退，也不失为一种智慧。至少这半个月，他们已经在冲刺营里修炼到了血渊君的专属功法铁血战破功，以及地阶中品的兵器、武技和身法，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是血赚了。对此，范寒立将军也没有发表任何看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武道，有人选择向死而生，在绝境中不断突破极限，追求世间最强，也有人选择慎重为上，稳中求进，苟到最后未必不能成为强者。随着5个成员退出，
冲刺营里只剩下了123名成员。而在进入秘境猎杀妖兽之前，还有一项重要的事要做，那就是组队。按照规定，冲刺营的每3个成员为一组，然后再和3个血渊军的老兵组成一个6人小队，总体采取3老带3新的模式，最大限度的保证3个新兵蛋子的安全。123名成员，3人自由组队，可以分成41队。陈默理所当然的和南宫里、苏黄儿组成了一队，而剩下的人也开始各自寻找自己的队友。10分钟后，41个队伍分组完成，队伍的实力强弱自然有差异。那些只有3个武者5品的队伍，不由得有些担心他们在秘境中的生存能力，但很快这个顾虑就被打消了，因为真正决定队伍在秘境中生存能力的是跟他们组队的3个血渊军老兵。3个血渊军老兵包括1个队长、1个副队长，外加1个医疗兵，其中队长和副队长的实力全部都是2进50。原来队长和副队长都是2进50啊，这下放心多了，不少人心里都松了一口气。其实一开始范寒立将军只给每个队伍配备了1个2进50，但保险起见又多安排了1个2进50。毕竟范寒立将军答应过老友裴天灵，要尽量保证这些省冲刺营成员的安全。片刻之后，陈默、南宫里、苏华也见到了他们队的3个血渊军老兵。我是你们的队长林战飞。队长林战飞看上去比较和善，体型健硕，皮肤黝黑，笑起来的时候露出一口大白牙，手里拿着一杆玄铁长枪，是血渊军的一名枪兵战士。副队长名叫冷风，看起来酷酷的，脸上没什么表情，几乎不说话，背上背着一把弓箭，是擅长远程作战的工兵。最后一个是名叫苗宁的短发女生，应该就是队伍里的医疗兵了。3个老兵的年纪都是20几岁，看上去成熟干练，至少已经在血渊军中待了2年。双方见面之后，简单的介绍了一遍。队长林战飞看向陈默、南宫里、苏华儿的目光中闪过一丝好奇。林战飞是枪魂营里面的一个排长，就在刚才，副营长75直接找到他，叮嘱了一番，跟你组队的这3个人是省冲刺营里武道天赋最好的3个武道天才，进入秘境之后，多给他们猎杀妖兽、历练提升的机会，但如果遇到危险，务必保证他们的安全。主将对他们非常重视。得知眼前的这3个武道天才，就连范寒立将军都非常重视后，林战飞自然十分吃惊，怪不得上面会安排我、冷风、苗宁跟他们3个组队。林战飞心中暗道，他们这3个老兵加在一起，绝对算是高配置了。队长林战飞的武道修为高达59品，副队长冷风55品的武道修为，放在其他6人小队可以当队长了。苗宁的武道修为虽然只有武者9品，但拥有治疗类的 S 级武道天赋超速恢复，这样的队伍配置在1级秘境中自保基本没什么问题。轰隆，血渊军基地的大门缓缓开启，一共41支3老带3星的6人小队全部集结完毕，整装待发。他们将一同进入1级秘境，进行为期15天的实战特训。出发！浩浩荡荡的队伍离开了血渊军基地，他们的目的地是距离此处80公里之外的1级秘境幽暗沼林。一路上，老兵们给队伍里的冲刺营成员普及幽暗沼林的相关情况。幽暗沼林秘境是距今10年前出现的亚空间秘境，经过先遣部队的探查之后，发现幽暗沼林里面的妖兽只有普通级和精英级的妖兽，未出现将领级妖兽，最终确定为等级最低的1级秘境。原本像这样的1级秘境探索价值并不大，但后来血渊军在幽暗沼林中意外发现了一条珍贵的阴阳鱼。阴阳鱼不是妖兽，而是灵兽，它没有任何攻击性，而且体内蕴含阴阳之力，价值连城。之后血渊军动用了大量的兵力，企图在幽暗沼林中寻找更多的阴阳鱼。不过可惜的是，阴阳鱼可遇不可求，10年来一共就发现了3条阴阳鱼。渐渐的，血渊军减少了探索幽暗沼林的兵力和频率，只是不定期的派出血渊军进入幽暗沼林之中碰碰运气。阴阳鱼吗？陈默的眼中闪过一道异色。阴阳鱼体内蕴含的阴阳之力，对修炼太虚阴阳诀也大有裨益。说起来，经过这半个月的相处，陈默和南宫里的关系变得愈发亲密，时机差不多成熟了。等进入秘境之后，找个合适的契机，跟阿里一起修炼太虚阴阳诀。陈默心中暗道。上午10点，大部队终于抵达了幽暗沼林秘境的附近。秘境的入口被血渊军设置了禁制，既能防止秘境里的妖兽跑出来祸害人类城市，也能防止其他武者误入其中。一番操作之后，秘境外的禁制被开启，众人的眼前出现了一道通往秘境的空间之门。进41支6人小队在队长的带领之下，纷纷踏入了幽暗沼林秘境之中。在穿过空间之门的那一刻，南宫里一只手拉住陈默，另一只手拉住苏华。唰，下一秒，陈默只觉得眼前的场景一变，他们已经置身于一处光线幽暗的亚空间秘境。秘境中的空间非常广阔，一眼望不到头。这里就是幽暗沼林吗？第一次进入秘境的冲刺营成员们好奇地打量着四周，而各个队伍的队长们显然都不是第一次来幽暗沼林了。很快就开始了行动，取出事先规划好的探索路线，准备分头对秘境进行探索。血渊军进入幽暗沼林，除了带新人历练之外，还有他们自身的任务，探寻阴阳鱼的踪迹，收集秘境里的修炼资源等等。开始行动吧！15天之后，
重新回到出口这里集合。随即，41支6人小队在幽暗沼林四散分开，进行各自的历练与探索。亚空间秘境中，普通的通话设备无法使用，但每一支小队都携带了次声波发射器以及超远距离信号弹，万一遇到应付不了的危险，可以发射求救信号。附近的小队收到后，会尽快赶过去进行支援。半个小时后，陈默、南宫里、苏华儿所在的6人小队出现在了一片巨大的沼泽地面前。林战飞在最前面探路，副队长冷风落在队伍的最后面，避免后方被偷袭。这片沼泽底下藏着许多妖兽，大家小心点。队长林战飞提醒道。话音刚落，就听到哗啦一声，一条体长超过5米、浑身碧绿、碗口粗的大蛇从沼泽地里冒了出来。碧泽蛇普通8阶妖兽，实力相当于人类武者8品。碧泽蛇是蛇类妖兽中比较少见的群居蛇妖，几乎就在这条碧泽蛇出现的同时，又有另外5条碧泽蛇跟着冒了出来。6双绿油油的道术瞳孔死死地盯着陈默他们。这几条碧泽蛇，你们3个人能应付吧？队长林战飞问道。历练的宗旨是在尽量保证生命安全的情况下，多给新人和妖兽战斗搏杀的机会。而且林战飞也想亲眼看看，能够让范寒立将军如此重视的武道天才，实力究竟有多强。下一秒，一道挺拔的身影已经像闪电般冲了出去，好快的速度！无论是队长林战飞还是副队长冷风，都被陈默的速度吓了一跳。更让他们惊讶的还在后面。只见陈默枪出如龙，一招灵蛇盘星，漫天枪影闪过，砰砰砰，6条碧泽蛇的头颅瞬间炸开，爆成了一片血雾。仅仅出了一招，就灭掉了6条普通8阶的碧泽蛇。这一幕直接让队长林战飞、副队长冷风、苗宁愣在当场。陈默的战斗力未免有些太夸张了。不等他们说话，沼泽之下突然传来更加剧烈的动静。轰隆！一头体型超过9米的庞然大物破开沼泽的淤泥冲了出来，张开血盆大嘴，一口就将一条碧泽蛇的尸体给吞了。咔嚓咔嚓，血液碎肉从它锋利的牙齿间飞溅而出。那是一条浑身披着铁甲鳞片的巨鳄，长长的尾巴上布满了铁刺，一双血红色的眼睛散发着渗人的光芒。铁尾灵鳄精英5阶妖兽，相当于人类55品，是精英级5阶妖兽。先退回来！队长林战飞喝道。副队长冷风立即张弓搭箭，瞄准了那条铁尾灵鳄眼睛，准备发射。但陈默的速度比他更快，手中的长枪携雷霆之势刺出，正是陆河混天枪的第5式陆河破穹。一瞬间，陆河共鸣，引动周天之气，枪势携天地之威。轰！锋利的枪尖裹挟着破碎一切的威能，摧枯拉朽地将铁尾灵鳄坚硬如铁的头颅摧毁，连带着铁尾灵鳄超过9米的身躯也被轰碎了半边。队长林战飞和副队长冷风瞬间呆立当场。卧槽，这尼玛是新人！望着收枪而立的陈默，又看了看倒在沼泽里身躯几乎被摧毁了一半的铁尾灵鳄尸骸，林战飞和冷风的大脑出现了短暂的宕机。精英5阶的铁尾灵鳄竟然被陈默秒了，这可是实力相当于人类55品的妖兽啊！难道陈默的武道修为已经超越55品了？这个念头刚升起，队长林战飞就立马否定了。突破50的重要标志是身体经过了洗髓、通脉、脱胎之后，体内催生出强大的内劲。而陈默刚才的攻击一招一式没有蕴含任何内劲，说明陈默肯定还没有突破到50。也就是说，陈默是以1境武者的修为轰杀了实力媲美55品的妖兽。这是什么逆天的武道天才？直到这一刻，林战飞才终于明白，为什么副营长75告诉他，就连范寒立将军都对陈默他们这3个新人极其重视。完成越级击杀妖兽的陈默脸上并没有什么表情。当初他还是武者6品的时候，就能一枪轰杀精英1阶的沙县朱母，而现在陈默不仅武道修为突破到了武者9品，并且获得了 SSS 级涅槃凤焰，成为了双武道天赋觉醒者，又通过修炼紫雷镇域经淬炼出了雷级之躯，在紫府中凝聚出了紫雷漩涡，同时运用涅槃凤焰在体内开辟出了2条龙脉，更是将陆河混天枪修炼到了第3重境界炉火纯青，枪法达到了陆河共鸣，引动周天之气，体内浩瀚能量洪流奔涌，枪势携天地之威，威压如渊似雨。陈默的实力和半个月前相比，可谓是天差地别。越级击杀精英5阶的铁尾灵鳄，对一般的武者9品来说是天方夜谭，但对陈默来说完全是理所当然。不仅是陈默，拥有 SSS 级武道天赋的南宫里和苏华也同样拥有越级击杀妖兽的实力，否则也不配称之为武道天才了。陈默，你刚才的那一枪好帅啊！南宫里走上前，满眼小星星地望着陈默，随后借机趴在陈默的身上用力闻了闻。沼泽里都是腐烂的水草和妖兽的尸骸，味道并不好闻，只有靠近陈默的时候，南宫里鼻子里充满陈默身上的味道，才可以把周围的气味盖过去。要不是情况不允许，南宫里恨不得整个人埋进陈默的胸膛里面。另一边，队长林战飞他们也已经从刚才的震惊中回过神，纷纷走上前。陈默，你刚才施展的枪法是地阶中品枪法陆河混天枪吧？听说你们一进冲刺营就开始修炼了？队长林战飞开口问道。没错，陈默点头。闻言，队长林战飞的脸上不由得露出了羡慕的神情，
并不是所有枪魂营的战士都有资格修炼地阶中品陆河混天枪。正常情况下，需要积累足够的战功才可以兑换高阶武技修炼。用战功兑换资源的模式是军队中常见的奖赏规则，可以很好的激发战士们的积极性。要知道，光是血渊军第11军，所有战士加起来就有数万人之多。这么多的战士们，武道天赋有高有低，修炼地功法武技自然也是有高有低。武道天赋不足，强行修炼高阶武技不但难以掌握，而且还会浪费武道资源，反而去学习低一等的武技，能在更短的时间里提升更高的战斗力。这也是为什么不能一股脑让所有的血渊军战士们去学习高阶武技。军功兑换武道资源，不仅能够激发战士们的积极性，同时也是为了筛选出更优秀的战士，让更优秀的战士修炼更高阶地功法武技。比如副营长75教官就是在10年前攒够了军功，才兑换到陆河混天枪开始修炼的。而冲刺营的100多名成员，一进入军事基地就能修炼到地阶中品武技，是因为他们是从数百万学子中选拔出来的佼佼者，武道天赋摆在这里。再加上冲刺营的成员们要在圣宗试炼中跟其他各省的武道天才进行竞争，代表的是南天省的荣誉，必须修炼高阶武技才有一较高下的资本。队长林战飞自然也明白这个道理，因此他心里除了羡慕之外，并不会产生不平衡。等这次秘境探索结束之后，我也能攒到足够多的军功，兑换陆河混天枪修炼了。林战飞心中期待不已。随即林战飞好奇地开口问道：陈默，你的陆河混天枪修炼到什么境界了？陈默刚才那一枪的威力给了众人非常震撼的视觉冲击，但林战飞毕竟没有学过，因此看不出境界。第3重境界炉火纯青。陈默说道：什么？那岂不是和七营长一个境界了？林战飞惊道：七营长可是修炼了陆河混天枪10年，而陈默只修炼了半个月而已。林战飞瞬间失去了表情管理，一旁的冷风和苗宁也像看怪物一样望着陈默。就在这时，陈默突然转头看向沼泽的前方，刚才的战斗惊动了藏在这片沼泽里的妖兽们。此刻大片的妖兽冒了出来，虎视眈眈地盯着陈默一行人。放眼望去，估摸有10来头精英级妖兽，普通级妖兽就更多了。先过了这片沼泽再说。陈默说道。队长林战飞肃然点头。本以为前方这么多的妖兽需要他们几个老兵来出手解决，但很快就发现他们的想法是多余的。不仅陈默的战斗力惊人，南宫里和苏华同样展现出了超凡的实力。南宫里一招一式蕴含内劲，分明已经达到50境界，手持幽蓝色的北冥冰魄剑，施展出千痕剑影，招式灵动而飘逸，仿佛在花间飞舞的蝴蝶，美丽让人窒息。美丽身影所过之处，大片的妖兽轰然倒下。苏华的陆河混天枪在陈默的指点之下，已经突破到了第2重境界。手中的赤焰流火枪在攻击时能释放出炙热的火焰，杀伤力极其恐怖。10几分钟后，这场沼泽大战落下帷幕。陈默一共斩杀了一条精英5阶的铁尾灵鳄，外加2头精英4阶和1头精英6阶妖兽。南宫里斩杀了1头精英5阶妖兽，外加3头精英3阶妖兽。苏华击杀了2头精英4阶妖兽，外加2头精英2阶妖兽。至于普通级妖兽，那就更多了。队长林战飞、副队长冷风、医疗兵苗宁怔怔地望着沼泽地里的妖兽尸骸，从一开始的震惊逐渐到了最后的麻木。副队长冷风的脑海中不由得闪过一个疑问：如果我跟他们3个当中的任意一个单挑，我能赢吗？冷风5师5品的实力放在其他的6人小队里面，差不多有队长的实力，但此时此刻冷风竟然没有把握战胜陈默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人。远距离我的赢面大一些，如果是近战，我大概率会输。冷风心想，毕竟他最擅长的是远程攻击的弓箭。队长林战飞也不得不感叹，太不可思议了，这实力乃像是新人，根本就是3个小队队长级别的战力。随着战斗结束，接下来就是打扫战场了。一般来说，等级越高的妖兽价值越高，普通级妖兽几乎没什么价值，精英级妖兽的某些特殊部位具有一定的价值。被陈默他们击杀的这10来头精英级妖兽身上有价值的部位极少。简单的收集了一下，陈默他们一行6人继续向幽暗沼泽秘境的深处前进。一路上又遇到了好几波妖兽，不出意外被陈默、南宫里、苏华摧枯拉朽的平推了。这期间陈默不仅表现出强大的战斗力，更惊人的是陈默敏锐的洞察力以及对局势精准的判断，不仅能够准确地避开秘境中的危机，在遇到妖兽袭击时也常常能够洞悉全局，并指挥南宫里和苏华并肩作战。一路走来畅行无阻，完全不需要队长林战飞和副队长冷风出手帮忙，甚至陈默他们身上连一点轻微的擦伤都没有，医疗兵苗宁也完全派不上用场。整个过程甚至比6个老兵的探索小队还要轻松。陈默探索秘境的经验看起来比10年血渊军老兵还要老练。队长林战飞心中震惊无比，这一度让林战飞产生了错觉，他仿佛回到了当年刚加入血渊军，跟着老队长一起探索秘境的场景。在陈默面前，3个老兵反而嫩得像是新兵蛋子，简直离大谱。实力强可以用武道天赋逆天来解释，但老练的经验难道也是与生俱来的吗？
还是说陈默以前就探索过秘境？一时间，队长林战飞和副队长冷风对陈默充满了疑惑。天快黑了，得先找个安全的地方落脚。陈默抬头看了一眼秘境的天空，幽暗沼泽秘境，光线比外面的世界昏暗。傍晚6点不到，天已经开始黑了。队长林战飞点头道：“夜晚的幽暗沼林可见度低，危险程度会成倍提升。前面不远处有个洞窟，今晚我们先在那里歇歇。”夜晚，洞窟外燃起了篝火，陈默他们的6人小队围在篝火旁。晚上的食物是高能量压缩棒以及在秘境中采摘的灵果。至于为什么不在秘境中猎杀妖兽肉吃，那是因为妖兽肉处理起来非常麻烦，需要用特殊的药材灵草去除其中的血煞之气，难以烹制。而高能量压缩棒体积小，能量高，方便携带，一根高能量压缩棒就能顶1天。在秘境里待半个月，每人携带15根高能量压缩棒就足够了。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有空间戒指这种高等储物装备，可以存放大量的物品。但队长林战飞他们却惊讶地发现，陈默、南宫里、苏华竟然都有空间戒指。空间戒指这么宝贵的东西，可不是一般武者能够拥有的。由此可见，陈默他们3个人肯定是背景不凡。队长林战飞心中暗道。当然，队长并不知道陈默的空间戒指是南宫里送的。队长，我们此次探测秘境的目的地在哪？陈默开口问道。闻言，林战飞抬起左手，在手表装置上按了几下，紧接着一张全息投影地图凭空出现在众人的面前。血渊军探索幽暗沼林10年，几乎已经把整个秘境的空间探索了个遍，并且绘制了详细的地图。眼前的这张全息投影地图就是幽暗沼林秘境的缩略图。陈默目光一扫，发现全息地图上有几十个位置被星号标注了出来。队长林战飞解释道，那些标注出来的位置就是幽暗沼林秘境中的资源点，包括各种矿石、灵草、灵泉等等，我们血渊军会不定期进入其中进行采集。随即林战飞又指3个被重点标注出来的位置，这3个地方是这10年来发现阴阳鱼的3处位置。我们小队的目的地就是第一次发现阴阳鱼的位置幽冥潭。林战飞指着秘境北面的一处寒潭说道。闻言，陈默不由得眼睛一亮。整个幽暗沼林秘境唯一让他感兴趣的就是阴阳鱼，因为阴阳鱼体内蕴含的阴阳之力十分珍贵稀少。队长，按照现在的推进速度，大概多久能到幽冥潭？陈默问道。我原本预计要7天左右，不过现在的推进速度比预计的快了很多，估计4、5天就能抵达。陈默点点头，又看了看时间，这才晚上8点，距离休息的时间还早。陈默将目光看向苏华，苏华立即会意，枪法对战练习的时间到了。在基地的时候，陈默每天都要和苏华进行枪法对战练习，即便现在进入了秘境，也要继续保持这个习惯。也正是因为陈默的指点，苏华的陆河混天枪才会进步神速，这么快达到了第2重境界。而对陈默来说，指导苏华也是获益匪浅。苏华的身上不仅仅有 SSS 级武道天赋涅槃凤焰，苏华修炼的武道功法涅槃9重天也是极其珍贵的天阶功法。天阶功法有多么珍贵，自然不必多说。虽然从品阶上来看，天阶中品的涅槃9重天比不上天阶上品的太虚阴阳诀，但是修炼涅槃9重天能够更好地发挥出涅槃凤焰的威力。而且据传闻，涅槃9重天配合涅槃凤焰，最终能够修炼到涅槃重生、不死不灭的境界，绝对不容错过。因此，陈默打算通过不断指点苏华，让他欠下人情债，从而获得涅槃9重天的修炼功法。洞窟外的空地上，陈默和苏华一边对战陆河混天枪，一边对他的枪法招式进行细致的指点。陈默的每一次点拨都让苏华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心里也对陈默愈发的佩服。篝火旁的队长林战飞、副队长冷风、医疗兵苗宁望着对战中的2个人，眼中充满了不可思议。精妙绝伦的枪法，大开大合的气势，简直让人叹为观止。要不是亲眼所见，他们真的不敢相信2个新人竟然能够将地阶中品枪法陆河混天枪修炼到这种地步。一转眼，时间来到了晚上11点，时间不早了，大家准备休息吧，晚上我们老兵轮流守夜。队长林战飞说道。幽暗沼林秘境中的夜晚比白天更加危险，为了安全起见，林战飞安排了他、冷风、苗宁3个人轮流守夜，防止发生意外。一般情况下，血渊军守夜的工作都会交给老兵，主要是新人夜晚面对突发状况时可能会反应不及时。虽然陈默的表现完全跟新人不沾边，不过队长林战飞还是按照惯例安排了，你们白天和妖兽厮杀了一天，今晚好好休息吧。林战飞说道。陈默微微点头，随即和南宫里、苏华一起走进了洞窟。他们睡觉的位置安排在了洞窟的最里侧。洞窟外的篝火噼啪作响，洞窟里面的光线有些昏暗。西西，今天晚上我们3个人可以一起睡了。南宫里一只手抱着陈默的胳膊，另一只手抱着苏华儿的胳膊。富有歧义的话让苏华儿的脸上闪过一丝尴尬，南宫里却完全不在意，从空间戒指里取出了干净的垫子，铺在了洞窟的最里面。我们睡觉吧，这垫子足够躺下南宫里、陈默、苏华儿他们3个人。阿里你睡吧，我打坐休息就可以了。
苏华儿摇头道：“和异性躺在同一张垫子上睡觉，对苏华儿来说还是有些羞于接受，哪怕他已经和陈默坦诚相见过了。”南宫里可不管这么多，一把拉住苏华儿就躺了下去。苏华儿猝不及防，被南宫里拉着倒在了垫子上。阿烈，你……南宫里嘻嘻一笑，打坐哪有躺着睡舒服？没关系的，都穿着衣服呢。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苏华儿又想起了那天晚上他和陈默的衣服被烧光的场景，俏脸不由得浮现出淡淡的红晕。虽然他和陈默之后再也没有提过这件事，但每次接触到陈默的目光时，苏华儿都有一种好像又被看光了的错觉，心脏就开始砰砰乱跳。华儿，你睡右边，我睡中间，陈默睡左边，这样总可以了吧？南宫里问道。苏华儿目光微动，有阿里在中间隔着，他也不好再说什么了。见状，南宫里立马开心地朝陈默招了招手。陈默，你快来啊！陈默微微一笑，有这种美事，他当然不会装什么正人君子，随即便在南宫里的左侧躺了下来。南宫里看了看右侧的苏华儿，又看了看左侧的陈默，莫名有些开心。睡吧。苏华儿闭上眼睛，尽量不去多想。南宫里侧过身，面朝陈默，闻着陈默身上的味道，下意识往陈默的怀里靠近了一些，像小猫娘闻猫薄荷一样，小脑袋在陈默的身上蹭了蹭。见南宫里越贴越近，陈默笑了笑，干脆将南宫里一整个抱进了怀里。南宫里怔怔地仰着头，一双灵动的美眸直勾勾地看着陈默的眼睛，天真纯洁，还带着一丝诱人。南宫里之前说过，陈默的身上有一个特别的香味，让他……南宫里像是受惊的小白兔，吓得缩在了陈默的怀里，一动不敢动。陈默笑着抚了抚南宫里雪白的头发，安抚着他，没有再继续刚才的事。毕竟苏华儿还躺在旁边呢。如果只有陈默和南宫里两个人，陈默肯定拉着南宫里一起修炼太虚阴阳诀了。睡吧。陈默在南宫里耳边轻声说道。南宫里粉雕玉琢的小脸蛋透着淡淡的粉色。刚才发生的事是他人生第一次经历，他只觉得心里暖暖的，甜甜的，十分欢喜。下次还想和陈默这样。南宫里被自己内心的想法吓了一跳，赶紧把发烫的脸颊埋进了陈默的怀里。过了好一会，南宫里心头砰砰乱跳的小鹿才终于平复了下来。闻着陈默身上的味道，南宫里只觉得莫名的安心，不知不觉就陷入了沉睡。陈默低头看了一眼怀里的南宫里，笑了笑，随后也闭上了眼睛。第二天一早，陈默一行6人继续朝秘境的幽冥潭前进。一路上遇到了许多妖兽，都变成了打怪的经验值，没有对陈默他们造成任何威胁。然而并不是所有的队伍都有陈默他们这么强的实力。实际上从昨天到今天，秘境里已经有不少队伍陷入了苦战，甚至个别队伍遭遇了伤亡。距离陈默他们几十公里之外，此时有一支6人队伍正在经历一场血战，有3头精英级妖兽外加10几头普通级妖兽正在围攻这支队伍。圆脸络腮胡的穿心如赫然就在这支6人队伍当中。咔！一只普通9阶的妖兽张开血盆大口，猛然朝着穿心如咬下。穿心如险之又险的避开，差点惊出了一身冷汗。前辈，救我！穿心如在心里呐喊，脸上露出了一丝恐惧。下一秒，他的脑海中响起了一道略显不耐烦的老者声音：放心，死不了，将神魂放开，我来接管你的身体。随着穿心如放开神魂，他的身体瞬间被某个存在接管，刀法变得更加凌厉，很快就将那头普通9阶的妖兽斩杀了。没错，其实穿心如的体内寄宿着另一个灵魂，这件事还要从2个多月前说起。2个多月前，穿心如练功的时候突然晕倒，醒来之后，脑海里就响起了一道神秘老者的声音。神秘老者声称他是川家族上的故人，可以帮助穿心如变强。那一刻，穿心如想到了他平常爱看的武道小说，主角遇到随身老爷爷，一路开挂升级，成为世间强者。穿心如欣喜若狂，太好了，大运终于撞到我头上了。而接下来的发展也跟穿心如预想的一样，他在短短1个多月之内，从一个武者2品废材突破到了武者6品，并且成为了省冲刺营的一名特招生。穿心如幻想着在随身老爷爷的帮助下，在今年的圣宗试炼上脚踩全国武道天才，一飞冲天。但穿心如并不知道的是，寄生在他体内的可不是什么随身老爷爷，而是恶名昭著的邪道魔修千面心魔厉影。厉影修炼了一门极其邪恶的魔功，无形无香，可生化恶魂，寄生在他人的体内。100多年来，厉影不知道寄生在多少人身上，吸干了这些人的魂魄，残害了无数生灵。受害者中甚至包括了几名武境武王。正因为如此，厉影才能位列10大邪魔的第10位，被称为千面心魔。从几十年前开始，荡摩斯就一直在追查厉影的踪迹，企图消灭作恶多端的千面心魔，期间也围剿了厉影数次。但厉影实在太狡猾了，再加上他修炼的魔功可以随时金蝉脱壳，从一个人身上寄生到另一个人身上，因此数次围剿都被厉影脱逃了，太他妈难杀了。直到2个多月前，荡摩斯发现了厉影的踪迹，10几位强者再次对他进行围剿，大战了3天3夜，厉影的魂魄被灭魂阵法困住，魂魄被阵法轰得4分5裂，眼看就要神魂俱灭。
但千面心魔太会蛊惑人心了，他蛊惑了其中一名强者，使得灭魂战法出现了一丝破绽。最终在即将被消灭之际，丽影的一缕残魂金蝉脱壳，逃出升天。神魂大残的丽影一路逃出了数百里之外，在神魂彻底消散之前，遇到了穿心如，寄生在了他体内。这2个多月，丽影一直蛰伏在穿心如的体内，慢慢恢复。这也是丽影第一次寄生在这么弱的武者身上。不过当时的丽影别无选择，而且当时他的一缕残魂太弱了，高境界的强者寄生不了，只能寄生在一境武者身上。随着这2个多月的恢复，丽影的魂魄重新壮大了一些，但与此同时，丽影对穿心如这个寄生宿主变得愈发不满。实力弱就算了，资质、心性没一个点能让丽影看得上眼。原本丽影打算继续在穿心如体内寄生几个月，等到神魂再恢复一些，就去换一副更好的躯体。但是自从丽影在冲刺营见到了陈默这样逆天的武道天才之后，当即就开始蠢蠢欲动了。丽影对陈默的这副躯体简直太满意了，不仅拥有顶级的武道天赋，外形、颜值同样是人中之龙。这颜值，我巅峰时期都要退避3舍，全方位吊打现在寄生的穿心如。最重要的是，寄生在陈默这种武道天才身上，丽影神魂恢复的速度会更快。唯一的问题是，以丽影目前神魂的恢复情况，发动夺魂大法可能会寄生失败，因此丽影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机会。在血渊军基地的时候，有5境巅峰武王范韩立坐镇，丽影不敢轻举妄动。但是进入幽暗爪灵秘境之后，这里最高只有2境武师，在秘境这半个月，我需要好好谋划，创造一个绝佳的寄生机会。丽影已然做出了决定，因为一旦离开秘境，她想要再寄生到陈默这副优秀的躯体上，机会就渺茫了。时间一转，已经是4天之后，唰，陈默一枪刺出，蕴含磅礴内劲的枪法直接将一头精英6阶的妖兽轰杀。经过秘境这几天和妖兽的厮杀，陈默已经成功突破到了51品。陈默虽然不像南宫里拥有玄阴玲珑体，在7境武帝之前没有任何突破瓶颈，但他上辈子好歹是6境武皇强者，突破区2境武师自然是水到渠成，没什么难度。迈入武师境界之后，陈默体内催生出强大的内劲，实力再度提升了一大截。刚才一枪就轻松秒杀了精英6阶妖兽。队长林战飞、副队长冷风经过这几天的所见所闻，已经习惯了陈默越级击杀妖兽的恐怖战力。打扫完战场之后，陈默他们一行6人穿过了这片妖兽横行的密林，前方的视野顿时一片开阔，前方就是幽冥潭了。队长林战飞指着前面说道。经过几天的跋涉，陈默他们一行人终于来到了此行的目的地。一汪幽深的寒潭出现在了陈默他们的前方，一靠近就能感受到潭水散发着冰冷的寒气。这里就是第一次发现阴阳鱼的地方。队长林战飞说道。可惜之后血渊军多次进来探索，都是一无所获。陈默目光盯着深不见底的潭水，问道：幽冥潭的底部探查了吗？探查过很多次了。队长林战飞点头。潭底最深51米，这是之前绘制的潭底地形图。说着，队长点开了全息投影，一张潭底的地形图出现在众人眼前。陈默仔细看了一遍，又蹲下深处碰了一下冰冷的潭水。因为前世修炼过太虚阴阳诀，他对阴阳之力极为敏锐。此时站在幽冥潭边上，陈默感知不到任何阴阳之力。队长，我想潜入幽冥潭里查看一下。陈默说道。林战飞微微点头，我和冷风也准备下去看看，我们3个一起吧。陈默、南宫里有些担心地拉了拉陈默的手。没事，阿里你在上面等着我，我很快回来。陈默笑着抚了抚南宫里的头发，注意安全。一旁的苏华儿也跟着说道。好。陈默点头。稍作准备之后，陈默、林战飞、冷风便一起潜入了寒潭。南宫里、苏华儿、苗宁3位女生留在了幽冥潭边上，警戒四周。在潜入幽冥潭的瞬间，一股寒意便袭入了3人的体内。陈默体内有涅槃凤焰，这点寒意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队长林战飞和副队长冷风分别有着59品和55品的修为，抵御这点寒意对他们来说自然不在话下。武师气血旺盛，在水下憋个半个小时完全不是问题。陈默他们3人一路下潜，很快就抵达了幽冥潭的最深处。林战飞对陈默和冷风做了2个手势，示意开始探查。幽冥潭底下的空间并不算特别大，半个小时，陈默几乎将潭底的每一个角落都搜遍了，连阴阳鱼的影子都没有看到。不过在潭底的一个角落，陈默感受到了一丝非常微弱、几乎不可察觉的空间扭曲之感。幽冥潭的底下难道还隐藏着另一片特殊空间？但陈默细细探查一番之后，那股空间扭曲之感又莫名消失了，仿佛只是错觉。这时不远处的队长林战飞对陈默伸手指了指上方。潜水的时间已经超过半个小时了，差不多该上去了。陈默又感知了一会，知道一时半会查不出什么，于是便和林战飞、冷风一起浮了上去。哗啦，陈默上岸之后，南宫里和苏华立即迎了上来。没事吧？南宫里关心地问道。陈默笑着摇头，催动体内的涅槃凤焰，瞬间就把湿漉漉的衣服全部蒸干了。另一边，林战飞和冷风也用内劲震荡，将衣服上的水分震落。队长，有收获吗？苗宁问道。
队长林战飞笑了笑，运气不错，采集到了4块幽冥石，也算不虚此行了。幽冥坛底产一种名叫幽冥石的矿石，可以用来锻造高阶武器，价值不菲。虽然没有发现阴阳鱼，但能够找到幽冥石，也算是赚大了。太好了，苗宁开心地说道。此时的陈默却在思索着刚刚在坛底探测到的细微的空间扭曲，直觉告诉陈默，坛底下方的那片扭曲空间可能就是阴阳鱼的源头。但空间规则这玩意不是谁都敢碰，万一这下面是空间之力错乱的混沌空间，以陈默现在的实力，一个不小心卷入其中，那就是尸骨无存的下场。阴阳鱼确实非常珍贵，但对陈默来说并不是非要不可。就算没有阴阳鱼，他一样可以和南宫里修炼太虚阴阳诀。保险起见，还是等实力变强之后再来探测一番。正当陈默思索之时，突然远处一道红色的信号弹拖着燕尾升空，在天空中炸开，是求救信号。队长林战飞惊道。进入秘境之后，每一支小队都随身携带了超远距离信号弹，最远的可见距离是80公里，发射求救信号的位置距离我们大概50公里。副队长冷风判断道。陈默目光微动，这个方向和距离好像是发现阴阳鱼的另一个位置灵泉溶洞。那天看秘境地图的时候，陈默重点关注了3处发现阴阳鱼的位置，从这个距离和方向来看，发射求救信号弹的位置应该就在灵泉溶洞的附近。确实是灵泉溶洞附近。队长林战飞点头，同时惊讶于陈默的精准判断。我们现在立即赶去支援。林战飞说道。遇到同伴的求救信号，血渊军会第一时间赶赴救援，这是血渊军的优良传统。队长林战飞带领众人急速赶往求救信号弹的位置。10分钟前，川心如所在的6人小队抵达了灵泉溶洞附近。他们此次的目的是探寻灵泉溶洞，看是否能够发现阴阳鱼的踪迹，并采集溶洞里的灵泉。而当他们来到灵泉溶洞附近时，却惊讶地发现灵泉溶洞的周围聚集了许多妖兽，并且附近还有不少妖兽正在朝这边赶来。队长罗辉立即意识到灵泉溶洞里肯定发生了什么变故，不过单凭罗辉目前这一支6人小队，面对这么多的妖兽，没办法强行进入灵泉溶洞里探查。出于安全考虑，罗辉准备先撤退，出去集结附近的几个队伍，再一起想办法进入其中探索。然而在撤退的途中却发生了意外，川心如不小心惊扰了灵泉溶洞4周的妖兽群，随即双方爆发了战斗。而这一切其实是寄生在川心如体内的千面星魔丽影一手造就的。在看到灵泉溶洞附近的异象时，丽影就萌生了一个计划，他要在此处制造混乱和杀戮，布下血魂阵，再把附近其他的队伍全部引过来。如果能把陈默引过来，那自然是最好的局面。届时他将趁机发动夺魂大法，寄生到陈默身上。即便陈默没有出现，他也能用血魂阵恢复一定的实力。等恢复一些实力之后，再去秘境里寻找陈默寄生也不迟。杀！川心如所在的队伍此时已经陷入了苦战，除了川心如之外的2名冲刺营成员，外加1名血渊军老兵，已经死在了妖兽的血盆大口之下。队长，快发射求救信号弹！川心如催促道。队长罗辉扣动扳机，红色的信号弹迅速升空，在天空炸开一朵绚烂的焰火。求救信号已经发射，现在他们只能拼死抵挡妖兽群的攻击，尽量撑到附近的其他队伍赶来支援。川心如为求活命，已经将身体的控制权完全交给了千面星魔丽影。丽影控制着川心如的身体，看似狼狈地躲避着妖兽群的攻击，暗地里却在悄无声息地利用死去妖兽和武者的血液，在凌乱的尸骸中间绘制血魂阵。一头无形的邪魔缓缓张开了深渊巨口，等待猎物入内。片刻之后，距离灵泉溶洞最近的2支队伍率先赶来支援，其中一支队伍中楚昭然、裴萧生、芒虎赫然在列。丽影见来的2支队伍里没有陈默的身影，不由得有些失望。不过即便陈默最后没出现，也不耽误丽影计划的实施。随着2支救援队伍抵达，原本已经陷入死战的罗辉等人终于燃起了希望。但诡异的是，灵泉溶洞4周的妖兽还在增加，众人拼尽全力依然无法杀出重围，反而伤亡变得更多了。该死的，这些妖兽为什么发了疯的往这边冲？众人大骂道。好像是灵泉溶洞里发生了什么异变。罗辉说道。操，再这么下去我们都得死在这里。罗辉的眼中闪过愧疚之色，要是因为他的求救信号连累了另外2支队伍的人也全部死在这里，那他就是最大的罪人啊！罗辉暴喝一声，全身的青筋暴起，头发倒竖，眼睛一片血红。他正在以生命为代价燃烧全身气血，以换取更强大的战力。56品的罗辉在这一刻爆发出将近58品的实力。跟我杀出去！罗辉冲在最前面，手中的2把大斩刀砍出了残影，浑身染血。另外2名队长紧跟罗辉身后，一起奋力厮杀，企图带领其他人冲破妖兽群的包围圈，杀出重围。但是面对发了疯的妖兽群，显得有些捉襟见肘。很快又有队员倒在了血泊之中，一股绝望的情绪逐渐在众人的心中蔓延。楚昭然、裴萧生、芒虎身上都已经负伤，眼看就要死在妖兽的血盆大口之下。恰在此时，嗖，一杆枪身散发着幽蓝色星芒的长枪从远处破空而来，
如长虹贯日，划破天际。吃吃吃！寒光凌厉的锋利枪尖带着无坚不摧的破坏力，瞬间将2头精英4阶妖兽贯穿，并将第3头精英5阶的妖兽钉死在地上。这一枪正是陆河混天枪的第4式长虹贯日。众人转头望去，只见一道挺拔的身影出现在数十米之外，在他的身后还跟着另外5道身影。是墨哥！盲虎惊道。紧接着，那几道身影急速向这边奔来。陈默一马当先，飞身掠过，脚步猛地往一头精英2阶的妖兽头颅一踏，砰！那只妖兽的头颅瞬间炸开，借着这股力道，陈默窜出10几米，一把抓住了陨星碎尘枪的枪钻。拔出枪身的瞬间，陈默身体猛然往后，使出一招逆鳞回马，头未回，枪先至，背身反刺，将后方一头精英4阶妖兽击杀。陈默出场的短短几秒钟时间，就已经击杀了5头精英级妖兽。这恐怖的战斗力让另外3支队伍的人呆立当场。卧槽，莫哥的实力竟然强到这种地步了！盲虎和楚昭然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此刻众人身处危险之中，来不及思考为何陈默的实力如此惊人。嗖嗖嗖！陈默枪出如龙，凌厉的枪法如狂风扫落叶，裹挟恐怖的威能，所过之处倒下了大片的妖兽尸骸。南宫里、苏华儿紧随其后加入了战斗之中。他们的杀伤力虽不似陈默这般迅猛，但斩杀的妖兽数量同样不少。队长林战飞也不断挥舞长枪，疯狂击杀妖兽。副队长冷风立在山坡之上，张弓搭箭，一次至少射出3支箭矢，箭无虚发。随着陈默他们的加入，局势被迅速扭转，妖兽的数量越来越少。不远处的丽影见到陈默出现的那一刻，眼中闪过一丝异色，同时也被陈默不同寻常的战斗力吓了一跳。好，这小子的武道天赋果然逆天，这么短的时间就已经突破到武师了，而且战斗力远超同境界的武师。倘若能够寄生到他的体内，我几年之内就能恢复到巅峰实力，甚至突破到更高的境界。丽影的眼中闪过贪婪之色。此刻地面的血魂阵已经绘制完成了，几乎覆盖了整个灵泉溶洞周围，并且血魂阵里布满了大量的妖兽和武者的尸骸、血液，一旦发动，威力会进一步放大。这时，陈默突然将目光看向了灵泉溶洞的方向。阴阳之力！陈默心中一惊，他敏锐地感知到灵泉溶洞里有阴阳之力溢出。阴阳之力乃是天地本源，混沌初开之时就已存在，对万物生灵有着致命的吸引力。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妖兽会发了疯地往灵泉溶洞冲过来。发现问题所在之后，陈默正准备开口，蓦地异象突生，诡异的血光突然从众人的脚下升起，并且将灵泉溶洞的4周全部笼罩了起来。更恐怖的是，红色血光出现之后，地面上妖兽和武者的尸骸迅速化作了一滩血水，血水按照某种奇特的轨迹在地面上迅速流动，霎时间血光大盛，连这小片天空都遮蔽了。这一刻，众人只觉得他们的灵魂像是被什么东西攥住了。怎么回事？众人脸色大变，这什么鬼东西？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在场所有人心神大惊。南宫里和苏华下意识都退回到了陈默的身边。陈默，这是什么？南宫里问道。南宫里只是单纯好奇地问一下，并不期待陈默能够给出答案。但此时的陈默却是表情肃然，显然是想到了什么。似乎是血魂阵。陈默低声说道。苏华儿表情一怔，血魂阵是什么？陈默的脑海中不由得闪过一个邪道魔修的名号——千面星魔。前世陈默第一次听说千面星魔和血魂阵，是从冰坨坨叶霓裳的口中。千面星魔位列10大邪魔，是最难杀的邪道魔修之一。荡摩斯围剿千面星魔多年，都没能成功将其击杀，直到武道大灾变爆发，千面星魔依然没有死。而且在武道末世之中，千面星魔反而更加如鱼得水，因为千面星魔无形无相，没有实体，不会感染武道病毒，变成武道怪物。一旦他寄生的宿主变成武道怪物，他就会立即换一个人寄生。再加上武道大灾变，所有人都自顾不暇，连荡摩斯都没空去围剿千面星魔了。千面星魔变得更加肆无忌惮，四处吞噬强者的魂魄，实力飞涨。前世陈默只听说过千面星魔，但并没有跟对方打过交道，没有人知道千面星魔的真实模样，因为千面星魔一直不停寄生在其他人体内。陈默给了南宫里和苏华儿一个眼神，示意他们暂时不要声张，免得引起恐慌。随即目光不动声色地扫过全场的众人，千面星魔应该就隐藏在众人之中。陈默心中暗道。陈默试图通过观察众人的神态举动来找出千面星魔所在，但是并没有从其他人的神态举动上发现任何异常。换成是一般的邪道魔修，此时可能已经桀桀地大笑，站出来发表反派宣言了。但千面星魔之所以能够屡次逃脱荡摩斯的围剿，就是因为他一直奉行老阴逼的行事风格。此时丽影寄生在川心如的身上，和其他人一样表现出迷茫恐惧的模样。陈默没能找出千面星魔的踪迹，心里暗暗皱眉，这老东西果然狡猾。不过从血魂阵的强度来看，千面星魔可能是受了伤，目前的实力距离全盛时期差得很远。要是千面星魔全盛时期布置的血魂阵，顷刻之间就已经把所有人炼化了。
大家先别慌。林战飞主动站出来稳住场面，随即又叫上另外几位队长一起发动攻击，尝试破开血魂阵。但很快就发现，他们所有的攻击都好像是石沉大海，对阵法没有任何作用，所有人都被禁锢在里面了。更让众人恐惧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体内的血气在不断流逝，好像是被血魂阵吸走了，魂魄也仿佛被无形的大手捏住了。那些实力较弱的武者已经快要扛不住了。寄生在穿心如体内的厉影悄无声息地观察着这一切，他现在并不着急行动，只等血魂阵将里面的人慢慢炼化。待到沉默虚弱之时，我再发动夺魂大法，一举寄生在他的体内。厉影暗自盘算，然而当他的余光扫过沉默那边时，却不由得一愣。只见此时沉默浑身沐浴在紫色的雷电之中，雷电在他的体表飞速流窜，血魂阵中的血光之气接触到紫雷的瞬间，顿时避之如虎。在沉默的四周出现了一片血光无法侵蚀的真空地带。雷法是邪祟的克星，而沉默修炼的紫雷镇狱经融合了他的雷霆玉骨之后，超越了地阶上品紫电雷元经，拥有了天阶下品功法的威力。此时的沉默早已练就了百邪不侵的雷击之躯，紫府之中也凝聚出雷源不断压缩的紫雷漩涡。紫雷镇狱经修炼到最高境界，可以化作至尊至强的9天紫霄神雷，镇压一切邪魔。沉默体内的紫雷目前还达不到9天紫霄神雷的威力，但是对于血魂阵里的血光之气依然有着强大的克制效果。既然暂时找不到千面星魔，那就先想办法破开这道血魂阵。沉默心中暗道，否则所有人都可能会死在里面。只见沉默一抬手，紫色的雷电蔓延至陨星碎尘枪的枪身，下一秒沉默直接施展出陆河混天枪的第5式陆河破穹。陆河共鸣，引动周天之气，枪势携天地之威。陨星碎尘枪裹挟着狂暴的紫色雷霆，以破碎苍穹之势轰向了血魂阵的边缘。咔嚓，整片空间传来剧烈的震荡，血魂阵的一角出现了裂痕，果然有效。紧接着沉默狂风暴雨般的雷霆攻击轰向了血魂阵的边缘，轰轰轰！在场的众人怔怔地望着这一幕。这一刻，沉默整个人仿若执掌雷法的神明，厉影心神大骇，万万没想到沉默区2进5师竟然有办法破除他的血魂阵。不行，再这样下去，血魂阵就要被这小子破了。一旦被沉默破开血魂阵，那就彻底功亏一篑了。厉影意识到不能再等下去了，当机立断采取了行动，藏在袖子里的手迅速掐了一个诡异的法诀。下一刻，血魂阵里的血光以及四周刚刚死去的武者魂魄疯狂朝厉影涌去。厉影寄生的穿心如身上的气势以恐怖的速度暴涨，这一变故顿时让周围的人猛然一惊。穿心如，你……队长罗辉话还没有说完，一只利爪从他胸膛穿过，血红的心脏落入了穿心如的手中。砰！心脏被捏爆，罗辉的身体轰然到地，死不瞑目。穿心如深吸一口气，罗辉刚刚死去的灵魂在血魂阵的加持之下被他吸入了体内。武者死去的魂魄对厉影的残魂来说是真正的大补之物。56品罗辉的魂魄再加上之前死在妖兽手里的那些武者，加起来足足有8个。此刻在血魂阵的加持之下，这些魂魄已经全部被厉影吞噬。厉影的残魂迅速壮大，境界直逼3进5宗。眼看穿心如突然捏爆罗辉的心脏，所有人都露出了惊骇之色，就算再蠢的人也看出穿心如不对劲了。所有人迅速退后，满脸戒备地望着穿心如，你到底是谁？林战飞举枪喝道。厉影没有回答，甚至连看都没看林战飞一眼，他的视线看向了浑身沐浴着雷电的沉默，却没想到沉默直接点破了他的身份。千面星魔，你终于现身了。沉默冷然说道。厉影眼睛一眯，你居然认得我？众人听到千面星魔这个名字，表情依然有些茫然，但林战飞似乎想起了什么可怕的事，骇然大叫道，大家小心，这家伙是10大邪魔之一。10大邪魔这4个字一出，所有人脸色巨变。嗖，下一秒厉影的身影陡然从原地消失，速度之快只能看到残影。当他再一次出现时，已经来到了一名武师6品的队长身后。厉影随手一挥，一颗头颅冲天而起，血液如喷泉般从断掉的脖子上喷出，随即厉影张嘴一吸，便再度将刚刚死去的魂魄吞噬。在血魂阵中，众人的血气魂魄受到压制，实力不足平常的1/3。反观厉影，在血魂阵的加持之下，实力愈发强大，更何况此时厉影的境界已经恢复到了3进5宗，在场的绝大多数人根本不是他的一合之敌。短短几秒钟的时间，厉影就已经击杀了2名队长。巨大的恐惧瞬间笼罩在所有人的头顶。厉影舔了舔嘴唇，感受到自己的残魂在一点点壮大，嘴角不由得浮现出瘆人的笑容。看众人的目光就像是在看一群被圈养待宰的牲口。沉默心底一沉，在血魂阵中和千面星魔交战没有任何优势，当务之急必须先摧毁血魂阵。没有任何迟疑，沉默瞬间将体内的雷霆玉骨彻底激发，身上的紫色雷电大作，紧接着便使出了陆河混天枪第6式奥义星河倒卷。磅礴周天之气如百川归海，疯狂汇聚于枪锋之上，奔涌而出。陨星碎尘枪光芒大盛，
璀璨如浓缩星河，枪芒所及，空间扭曲，如同将9天银河扯落凡间。轰！一声巨响，原本已经出现裂痕的血魂阵，在沉默的全力一击之下，彻底摧毁。弥漫在四周的血光顿时消失不见，众人顿时感觉到被压制的感觉消失了。恢复实力的林战飞第一时间举枪杀向了厉影。林战飞59品的修为，是在场除了厉影之外境界最高的人，但仅只是交手了不到10招，林战飞就感到他的神魂被突然攻击，传来一阵剧痛。一个分神的功夫，厉影手中的大斩刀撕裂空间，劈砍而至，咔嚓！林战飞手中的玄铁长枪应声而断，整个人倒飞出去10几米，重重的摔在了地上。要不是他在最后关头将玄铁长枪横在身前，身体恐怕已经被斩成2截了。即便如此，胸口也被刀芒撕开了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鲜血直流。恰在此时，一道身影杀出，裹挟着紫色雷霆的陨星碎尘枪悍然朝厉影砸下，枪芒所及，如同将9天银河扯落凡间。又是一记奥义，星河倒卷，厉影举刀便挡住。轰！刀枪相撞，下方的地面轰然裂开，巨大的冲击波以沉默和厉影为中心向四周荡开，掀起一股猛烈的狂风。感受到刀柄上传来的恐怖力量，厉影眼中闪过惊讶之色。沉默区2进5师竟然能够连续2次施展出威力如此强大的招式。然而更让厉影震惊的还在后面。只见沉默低喝一声，心中念道：龙脉开！体内2条龙形的龙脉瞬间亮起赤金色光芒，沉默身上的气势顿时暴涨了一大截。陨星碎尘枪光芒大盛，沉默举枪再砸。陨星碎尘枪是地阶上品武器，而厉影手中的玄铁大斩刀只是玄阶下品武器，品阶差距巨大。咔嚓！下一秒，厉影手中的玄铁大斩刀直接崩裂，整个人倒飞了出去。倒在地上的林战飞以及在场的其他人全都露出了不可思议的神色。沉默的战斗力竟然比59品的林战飞还要强。被击飞的厉影不怒反笑，眼中迸发出愈发贪婪的光芒。太赞了！厉影从来没有如此渴望寄生到一个人的体内。沉默的这副顶级躯体，他要定了。下一刻，诡异的黑雾从厉影的身上升起，将他整个人包裹住，只能看到一双猩红色的眼睛。唰！厉影的速度暴涨了数倍，瞬间出现在沉默的头顶上方，随手一挥，5道巨大的黑影利爪仿佛撕裂了空间，直击沉默。沉默以攻代防，一招陆河破穹，枪势携天地之威，将5道黑影利爪搅碎。不等沉默喘息，厉影的攻击接踵而至，轰轰轰！眨眼之间便爆发出最激烈的战斗。嗖！一道黑影闪过，10几米之外，一名副队长身体突然被斩成了2截，仅只是被黑影利爪的余威波及到，就身首异处。众人吓得立即退出去100米之外。这场战斗根本就不是他们能插手的。沉默的战斗力远超同境界武师，但厉影的5道修为却比沉默高出整整一个大境界。沉默连番使出大招，即便有2条龙脉加持，消耗也是极大。这场战斗拖得越久，对沉默越不利。厉影显然也明白这一点，丝毫不着急强攻。他就像一头正在蛰伏捕猎的猛兽，寻找着对猎物一击必杀的机会。一旦厉影抓到一丝破绽，就会立即发动夺魂大法，寄生到沉默的身上。3进5宗对战2进5师，竟然还如此小心谨慎，千面心魔不愧是老阴逼。轰！又是一击大招对拼，掀起狂暴能量气浪，地面被炸出一个深坑。沉默和厉影的身影各自后退7、8米，厉影的身躯被雷电击中，散发出烧焦的味道，而沉默的手臂上也被黑影利爪抓出一道伤口，两人都受伤了。厉影的眼中闪过一丝难以置信，他竟然真的被一个2进5师伤到了。突然，厉影察觉到一股凛冽刺骨的寒意袭来，唰！一道2丈的剑芒划破空间，转瞬即至。厉影身影急忙向后一闪，锋利无比的剑芒将厉影刚才所站的地面斩出一道长达数丈的剑痕。还有高手！厉影转头望去，只见南宫里冷冷地盯着厉影，粉雕玉琢的俏脸寒若冰霜。你敢伤沉默，我打死你！南宫里的声音灵动悦耳，语气却是奶凶的。望着沉默手臂上的伤口，南宫里自出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强烈的怒火。南宫里翩然而至，身形飘逸灵动，如天仙下凡，手中的北冥冰魄剑散发着千年寒冰般的冷冽寒气。进入秘境的这几天，南宫里凭借着玄阴玲珑体逆天的修炼速度，5道修为已经突破到了52品，比沉默还要高出一个小境界。抛开南宫里一中无一的玄阴玲珑体不谈，他的背后是拥有千年5道历史的南宫世家，有着常人无法想象的深厚5道底蕴。从小到大，南宫世家倾注在南宫里身上的修炼资源更是数不胜数。南宫里自小修炼的是南宫世家历代家主才有资格修炼的5道功法，天阶中品太阴玄刹功。一直以来，南宫里从未真正施展过全力战斗，但此时见到千面心魔伤到了他喜欢的沉默，南宫里生气了。下一刻，南宫里修炼的太阴玄刹功在体内飞速运转，雪白的长发飞舞。与此同时，南宫里娇小的身躯竟然在快速长大，眨眼之间就从160的萝莉身长到了175的御姐身，直接从大地之姿变成了一表人才。而她身上穿的裙子也随之放大，
因为这是一件地阶上品法衣，玲珑流仙裙。南宫里身上气势在一瞬间攀升至顶点，望着突然变大的南宫里，就连陈默也露出了震惊之色。陈默，我来帮你。南宫里对陈默展颜一笑，说罢，南宫里手中的北冥冰魄剑已刺出上百道剑影，铺天盖地般杀向丽影。千痕剑影，第3重境界。丽影瞳孔一缩，单凭这恐怖的剑影就能判断南宫里的战斗力和陈默相比也并不逊色多少。丽影身影一闪，避开漫天剑影，但下一刻，陈默裹挟着雷霆之怒的陨星碎尘枪朝着丽影悍然砸下。陈默和南宫里虽然是第一次共同对敌，却仿佛心有灵犀，配合得无比默契。大开大合，迅猛无比的陆河混天枪，配合灵动轻巧、变化莫测的千痕剑影，直接对千面星魔丽影来了一套夫妻混合双打。轰轰轰！在陈默和南宫里狂风暴雨般的攻击之下，丽影被打得节节败退，身上的伤口越来越多。不过，对千面星魔丽影而言，寄生宿主的身体受伤对他的神魂没有任何影响，随时可以舍弃，换一个人寄生就好了。数十年来，丽影被荡摩斯四处围剿，数次经历过九死一生，遭遇过的境地比现在凶险百倍。对面2个小年轻再逆天，也不过是2进5失，而他却是3进5宗，优势在我。丽影只需要抓到一丝破绽，发动夺魂大法，就能寄生到陈默的体内，彻底扭转局势。苏华儿远远地望着，好姐妹南宫里和陈默一起共同对敌。眼下苏华儿的武道修为只有武者9品，不突破到2进5失，他冲上去反而是帮倒忙。事到如今，他必须突破。下一秒，苏华儿疯狂运转功法，涅槃9重天，体内的涅槃凤焰似乎是感受到了主人的决心，炙热地燃烧起来。腾，赤焰硫磺裙上燃起了熊熊凤焰，苏华儿眼眸中的赤色变得更加妖冶，就连她漆黑的长发也逐渐染上了红色。连续在秘境猎杀了几天的妖兽，苏华儿早就已经来到了突破的临界点。轰！终于，苏华儿一举踏入了51品，强大的内劲顷刻之间涌入他的四肢百骸。2进5失果然比武者9品强了很多。苏华儿心中暗道，涅槃凤焰释放着恐怖的高温，他脚下的地面直接被融化。下一刻，苏华儿的身影如同流星划破天际，轰然杀向了丽影。什么？又来一个？望着战斗力突然暴涨的苏华儿，丽影终于有点不淡定了。哪来这么多逆天的武道妖孽？要知道，圣宗试炼每年有将近1亿的考生，但 SSS 武道天赋觉醒者的数量不超过10个，但丽影却一下遇到了3个 SSS 武道天赋觉醒者，妥妥的撞大运了。随着苏华儿的加入，直接从夫妻混合双打变成了夫妻闺蜜混合3打。堂堂千面星魔丽影竟然被3个小辈压着暴打，但丽影的眼中依然不见惊慌之色，她的目光扫过场外那些正在观战的10来个人。下一秒，丽影的身影突然如鬼魅一样从原地消失，一边躲避着陈默他们的攻击，一边双手结印，掐了一个诡异的法诀。紧接着猛然抬起双手，半截手指从侧面插入自己的头颅，口中念念有词，一段诡谲的音符如同魔音贯耳，瞬间传出方圆100米之外，钻入众人的脑海之中。蛊惑魔音啊！100米之外的众人痛苦地抱着脑袋，口中发出了哀嚎。除了修为最高的林战飞还能苦苦支撑之外，剩下的人直接被蛊惑人心的邪魔咒语所操控，失去了自身的意识。紧接着，这些人在丽影的操控之下发了狂地冲过来，朝陈默、南宫里、苏华儿发起了攻击。陈默他们3人一边抵御着蛊惑魔音，一边躲避着失控队友的疯狂攻击。面对被控制的队友，陈默他们无法下死手，变得束手束脚。砰砰砰！陈默身影一闪，将楚昭然、芒虎、裴萧生3人打晕，并且封住了他们全身的经脉，免得再被控制。紧接着，直接将3个人扔向了远处的林战飞。队长，带他们先走，越远越好。陈默大喝道。随即，陈默冲向冷风和另一位副队长，准备依法炮制，将他们打晕扔出去。见状，丽影的嘴角浮现出一丝诡异的笑容。爆！丽影话音刚落，陈默身前的那2个人身体轰然爆开。轰！2名武师境界的副队长被血爆之术炸成血雾，如同2颗威力巨大的炸弹，恐怖的威力将离得最近的陈默炸飞出去。噗！陈默吐出一口鲜血，眼睛看向丽影，尽是杀意。相处了几天的副队长冷风，就这么被丽影当成炸弹爆成了血雾。陈默、南宫里和苏华儿见陈默口吐鲜血，同时发出担心的惊呼。就在这时，灵泉溶洞异变再生，轰隆！霎时间，地动山摇，大地崩裂，一道巨大的裂缝从灵泉溶洞迅速蔓延至众人的脚下。与此同时，大量的阴阳之力从裂缝之中喷涌而出。陈默之前就察觉到灵泉溶洞下方有阴阳之力外泄，只是还没来得及探查原因，千面星魔力影布置的血魂阵就发动了。其实，灵泉溶洞之所以会出现阴阳之力外泄，是因为灵泉溶洞下方存在着另一个混沌空间。之前千面星魔在此处布下血魂阵，意图将所有人困死在里面，抽取他们的血气和精魂。这一举动让下方的混沌空间变得更加不稳。而此时，陈默、南宫里、苏华儿和丽影的大战，加速了灵泉溶洞下方空间的崩坏。
轰隆隆，随着地面裂开一条巨大的缝隙，露出了下方一片混沌空间。大量的碎石被吸干血液的妖兽骸骨落入其中，瞬间被吞噬，消失得无影无踪。沉默目光一凝，立即想起了幽冥潭的潭底，似乎也存在一片扭曲的空间，但此时已经来不及探索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了。一旦被卷入下方的混沌空间，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先离开这里。沉默对南宫里和苏华说道。此时此刻已经顾不得再和丽影缠斗了，但丽影可不打算就这么放任沉默离开。此时大地崩裂，空间暴动，正是趁乱攻击的好时候。丽影直接操控最后几名被他操控的人一起冲向沉默。南宫里、苏华同时发动血爆之术，轰隆轰隆，沉默抓住南宫里和苏华，用力一甩，扔到了几十米之外的安全位置。剧烈的爆炸让原本裂开的大地更加地动山摇。沉默一边躲避着血爆之术的爆炸冲击，一边还要注意脚下，谨防掉入下方的混沌空间。却在这时，一道黑影穿过爆开的血雾，丽影闪电般杀向沉默门面。唰，沉默一枪刺出，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丽影竟然不闪不避，任凭沉默手中的长枪洞穿了他的身体。而丽影的嘴角却浮现出诡异的笑容，终于上当了。刚才那几个人的血爆之术，包括丽影冲向沉默，都只是佯攻，真正的杀招直到此刻才终于出现。此时丽影的腹部被长枪贯穿，几乎跟沉默就是脸贴脸的距离。这么近的距离发动夺魂大法，成功率几乎是10拿9稳。但为了多一重保险，丽影又做出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举动。爆！一瞬间，穿心如的身体轰然炸开，丽影自爆了。之前在血魂阵的加持之下，丽影和寄生宿主穿心如吸取了大量的血气和魂魄，突破到了3境5宗。3境5宗的血爆之术威力比之前那些武士的爆炸强了数倍。轰隆，恐怖的冲击波瞬间将沉默吞没。其实沉默在长枪洞穿丽影的那一刻就察觉到了不对劲，立即施展陆河游罡步，飞速后退，但是没能避开近在咫尺血爆之术。沉默整个人倒飞出去，被炸成了重伤。而在穿心如身体爆开的那一刻，丽影的神魂就已经离开了穿心如的身体，紧接着以闪电般的速度射向重伤的沉默，瞬间钻入了沉默的大脑。丽影早就料到，以沉默身体的强悍程度，即便是正面硬抗血爆之术，也肯定死不了，最多就是重伤。而丽影要的就是沉默重伤，因为重伤虚弱的沉默肯定无法抵挡他的夺魂大法，只有这样，丽影才有100%的把握寄生到沉默的体内。他太谨慎了，哈哈，夺魂大法终于成功了。丽影的声音在沉默的脑海中狂笑，谋划了这么多，丽影终于得到了他这辈子最满意的躯体。但下一秒，沉默的声音突然响起：“你确定成功了吗？”听到沉默的声音，丽影的神魂猛然一怔，似乎是看到了什么恐怖的存在。丽影的神魂露出了难以置信的惊恐之色，没有任何犹豫，丽影的神魂转身便逃，想要逃离沉默的识海。想跑，迟了！沉默冷冽的声音传来。沉默以前从叶霓裳的口中听说过千面心魔的夺魂大法，同时也明白一件事：丽影寄生的躯体受再重的伤，对丽影的神魂并没有多大的影响。想要彻底消灭丽影，必须摧毁丽影的神魂才行。因此，从丽影现身的那一刻，沉默就一直在暗中提防。在和丽影对战的过程中，沉默从始至终都没有施展 SSS 武道天赋涅槃凤焰，而留下这张底牌，就是为了应付千面心魔的夺魂大法。此刻，在沉默的识海中出现了一座由紫色雷电和凤焰神火构成的监狱牢笼。雷电专克阴魂邪祟，尤其是紫雷镇狱经，凝练的紫雷威力更胜一筹。而凤焰是世间最强神火之一，可以焚烧一切，让邪祟魂飞魄散。两者的结合，就是丽影神魂的终极克星。丽影的神魂刚想逃走，就被罩在了紫色雷电和凤焰神火构成的监狱牢笼之中。啊！丽影神魂顿时发出凄厉的惨叫，那是痛彻灵魂的折磨。这是我专门为你准备的凤焰雷狱，满意吗？沉默笑着问道。你算计我？丽影又惊又怒，他的神魂下意识想要冲出去，但刚接触到凤焰雷狱，他的神魂就差点魂飞魄散。他被困死了，死亡的恐惧瞬间将丽影笼罩。这么多年，当摩斯派出众多武境武王围剿他，都被他逃出升天。丽影万万没想到，竟然会阴沟翻船，即将死在一个2境武师的小屁孩手里。生死存亡之际，丽影急忙开始求饶，发出蛊惑的魔音：“先别杀我，我的巅峰实力是武王9品，我能让你变得更强，相信我，我能让你一飞冲天。”沉默置若罔闻。下一刻，凤焰雷狱瞬间收缩。啊！一声凄厉的惨叫，作恶多端的10大邪魔之1000面心魔直接魂飞魄散，彻底从这个世界消失了。沉默缓缓吐出一口气，正欲离开不断崩裂的大地，突然感到一阵天旋地转。刚才硬抗一击血爆之术已经让沉默身受重伤，再加上在识海中发动紫雷凤焰牢狱，对沉默的神魂消耗极大。此刻沉默终于撑不住了，意识有些模糊。咔嚓，脚下的大地突然裂开，沉默一头朝下方的混沌空间栽去。沉默，南宫里和苏华儿飞身而至，一人抓住了沉默的一只手，试图将沉默拉上来。然而
却被一股巨大的吸扯之力一起拽入了下方充满阴阳之力的混沌空间。三人的身影瞬间消失不见。陈默再次醒来时，感觉自己的后脑陷入了一片柔软之中。陈默，你醒了！耳边响起南宫里欣喜的声音。陈默缓缓睁开双眼，南宫丽粉雕玉琢的俏脸映入眼帘，一双水灵灵的美眸关切地看着他，眼角还带着泪痕。一旁的苏华儿同样一脸关心地望着他。此时的陈默身体躺在地上，头枕在南宫里的腿上。陈默刚想起身，就被南宫里的滑嫩细腻的小手按住了肩膀。陈默，你受了伤，先躺着休息吧。没事，我感觉好多了。陈默笑着说道。随即南宫里小心翼翼地扶着陈默坐了起来。陈默低头一看，他之前穿的衣服在血爆之术的爆炸之下早就已经碎成了布片，身上布满了伤痕。但此时蓝缕的衣服已经不见了，身上伤口也被包扎好了。阿里，是你帮我包扎的吗？陈默问道。我和华儿一起帮你包扎的，南宫里说道。闻言，苏黄儿微微偏过头，表情略微有些不自然。包扎伤口的时候自然要触碰到陈默的身体，这是苏黄儿第一次触碰到异性的身体，心中难免有些羞涩。谢谢你们。陈默抚了抚南宫里的头发，又转头看向了苏黄儿。苏黄儿微微摇头，你谢阿里吧，我只是帮了点小忙。阿里给你喂了一颗生生造化丹。闻言，陈默表情一怔，生生造化丹那可是价值连城的疗伤圣药，无论多重的伤都能濒死续命，甚至还可以断肢重生，怪不得我的伤势恢复的这么快，原来是吃了生生造化丹。陈默心道。陈默之前的伤势算不上致命伤，吃生生造化丹其实有点浪费了。阿里，你怎么把这么宝贵的疗伤圣药给我吃了？这颗生生造化丹是南宫世家特意为南宫里准备的保命圣药，可以说有生生造化丹在，就相当于多了一条命。南宫里却毫不犹豫地拿出来喂给了陈默，丝毫不觉得心疼。只要你没事就好。南宫里笑着说道。闻言，陈默感动不已，将南宫里娇小的身躯一整个抱进了怀里。此时的南宫里已经从175的御姐身变回了160的萝莉身。南宫里趴在陈默的怀里，笑得很开心。片刻之后，陈默松开南宫里，开始打量四周的环境。陈默发现他们此时正处在一个形似天坑的洞穴空间之中。天坑里的空间不小，里面布满了倒悬的钟乳石和波浪状的半透明石幔。陈默他们的旁边是一汪灵泉，距离他们头顶10几米的位置有一个直径超过5米的洞口，而洞口之外是一片充满了阴阳之力的混沌空间。我们从上面掉下来之后就落到这里了。南宫丽对陈默说道。一旁的苏华儿补充道，在你昏迷的时候我探查了一遍，出去的路只有头顶上的洞口，不过外面是一片混沌空间，我不敢轻举妄动。陈默微微点头，混沌空间变化莫测，我们能掉落在这里已经是万幸了，不轻举妄动是对的。随即陈默起身看向旁边的灵泉，只见6条体长半米，身上有着黑白两色，浑身散发着灵光的鱼儿在灵泉里面游动。阴阳鱼。陈默眼中闪过一丝惊喜，没想到在秘境里找了这么久的阴阳鱼，这里一下出现了6条。不过眼下的第一要务是想办法离开这里。陈默，我们要怎么出去啊？南宫里抱着陈默的胳膊问道。苏华儿也将目光看向陈默。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以及跟千面心魔的那场大战，他们已经不知不觉把陈默当成了主心骨。陈默抬起头，目光看向洞口外的那片混沌空间，想要从这里出去只有一个办法。陈默沉吟道。什么办法？南宫里和苏华儿忙问道。陈默开口道，外面这片混沌空间充满了阴阳之力，只要我们能够掌控阴阳之法，就能安然无恙地穿过这片混沌空间。南宫里和苏华儿表情一怔，阴阳之法乃是天地本源的法则，哪有这么容易掌握？陈默笑了笑说道，我有一门天阶上品武道功法，名为太虚阴阳诀，修炼之后掌控阴阳之法不是问题。听到天阶上品这几个字，就连出身不凡的南宫里和苏华儿都大吃一惊。凡是天阶功法皆是世间最珍惜之物，更何况是最顶级的天阶上品。哪怕是拥有上千年武道历史底蕴的南宫世家，最高武道功法太阴玄刹功也只是天阶中品，而陈默竟然拥有天阶上品武道功法，南宫里和苏华儿怎能不惊讶？惊讶过后便是欣喜。修炼太虚阴阳诀就能出去吗？那我们快点修炼吧。南宫里雀跃地说道。陈默眨了眨眼，太虚阴阳诀是双修功法。闻言，南宫里和苏华儿心头一颤，倾国倾城的俏脸上不由得泛起了红晕。他们都已经成年了，当然明白双修功法是什么意思。要双修啊？南宫里磕磕巴巴说道。对啊，我一个人修炼不了。阿里，你愿意跟我一起修炼吗？陈默微笑地望着南宫里，接触到陈默的目光，南宫里小心脏顿时砰砰乱跳，连晶莹剔透的耳垂都红了。从见陈默的第一眼开始，南宫里就对他产生了天然的好感，不受控制地被陈默身上的气味吸引。接下来的日子，南宫里情不自禁地去亲近陈默，两人变得愈发亲密。在进入秘境的第一天晚上，南宫里和陈默有了第一次亲吻。此后的几天晚上，南宫里都要和陈默偷偷亲亲之后才能安然入睡。南宫里的这一颗心早就已经系在陈默的身上了。南宫里抿了抿粉唇，
看向沉默的眼神充满了少女的羞涩和情意。我愿意，南宫里轻声说道。说完这句话，南宫里有些不好意思的把脸埋进了沉默的怀里。闻言，苏华儿红唇轻启，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还是停了下来。想要离开这片空间，目前就只有沉默这一个办法。更何况阿里和沉默郎情妾意，一起练双修功法有什么不对？不让阿里和沉默修炼，难道让我去吗？可不知道为什么，苏华儿心里莫名有些酸楚和失落。你们修炼吧，我先走了。说罢，苏华儿转身快步离开，躲到了10几米之外的巨型钟乳石后面。苏华儿一走，灵泉旁边就只剩下沉默和南宫里，四目相对，一股别样的情愫在两人心中流淌开来。阿里，我先把太虚阴阳诀的修炼心法传给你。沉默笑着说道。南宫里点头。太虚阴阳诀的修炼核心是演太虚之真意和阴阳之大道，破混沌而生造化，阴阳互济，万化太虚。太虚阴阳诀一共有10重天，我们先修炼第1重，阴阳交融，灵桥通幽，需要引导我体内的阳气本源和你体内的阴气本源相互交融。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的上和下都要形成闭合的循环通道，也就是所谓的男女阴阳交融。南宫里似懂非懂的点点头。我不知道怎么做。南宫里红着脸嗫嚅道。没关系，阿里，我来教你。下一秒，沉默低头吻住了他粉嫩的唇瓣。南宫里身上的玲珑流仙裙滑落，洁白如玉肌肤将整个洞穴都照亮了几分。我们开始吧。苏华儿一个人躲在钟乳石的后面，听着好姐妹南宫里婉转的声音在洞穴里回响，只觉得心跳加速，脸红得像天边的晚霞。随即，苏华儿双手捂住自己的耳朵，深吸一口气，想要摒除心中的所有杂念，但是他的思绪却不受控制地回想起一些画面。苏华儿想起了第一次和沉默见面时的场景，当时好姐妹南宫里像是失了魂，像小猫一样趴在沉默的身上闻来闻去。当苏华儿看到沉默在揉南宫里的头发时，还以为沉默在欺负南宫里，赶紧上前将南宫里从沉默的怀里拉走。但随着之后的接触，苏华儿知道沉默并不是心怀不轨的人，相反，沉默还是一位举世无双的武道天才。苏华儿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的枪法天赋像沉默这般出色，在沉默的指点之下，苏华儿的枪法进步神速。苏华儿内心深处其实很佩服沉默，甚至有一丝崇拜，毕竟武道世界强者为尊，慕强是人的本性。更让苏华儿惊讶的还在后面，沉默不仅看出他体内的涅槃凤焰有些失控，并且还想办法帮他解决了连他师傅都无法解决的难题，让苏华儿从此以后再也不用担心涅槃凤焰暴走，没有了性命之忧。而那天晚上发生的意外，更是让他和沉默坦诚相见。他的身子被沉默看光了。苏华儿的骨子里非常保守，他的身子只有他的未来夫君才能看，可现在却被沉默看去了。从那天之后，苏华儿的心里就滋生出了莫名的情愫。他经常会想起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有时也会装作不经意的悄悄看沉默。如果不小心和沉默对视，心跳还会猛然加速。进入秘境后，沉默一路猎杀妖兽，展现出远超同境界武者的战斗力。而就在不久之前，众人落入千面心魔布置的陷阱之中，沉默以一己之力破开了血魂阵，然后和千面心魔爆发了一场大战。沉默被千面心魔伤到时，不仅南宫里生气了，苏华儿的心也仿佛被什么东西呲了一下。而当看到沉默重伤昏迷，即将坠入混沌空间之时，苏华儿没有任何犹豫，冲过去拉住了沉默的手，然后一起坠入了混沌空间。随着这些画面在苏华儿的脑海中闪过，苏华儿才猛然发觉，原来沉默早就已经映入了他的心底。而他刚才听到沉默要和好姐妹南宫里一起去双修的时候，心中涌现出莫名的酸楚和失落，是因为他吃醋了。原来我和阿里一样，也喜欢沉默吗？一时间，苏黄儿心如鹿撞，心绪纷乱。苏黄儿缓缓蹲下身，双手抱住了他的膝盖，思绪不知飘向何方。几个小时后，洞穴里让人脸红心跳的声音才停了下来。双修结束了吗？苏黄儿侧耳倾听了一会，确定没什么动静了后，才小心翼翼地从钟乳石的后面走了出来，心里有点担心看到什么劲爆的画面，又有些好奇，说不清到底是什么感觉。此时的南宫里正一脸幸福靠在沉默的怀里，粉雕玉琢的俏脸上散发着一层柔光。苏华儿和南宫里认识了10多年，第一次在南宫里的脸上见到这么动人的神采。见到苏华儿出现，南宫里的眼中闪过一抹羞涩。华儿，南宫里小声叫道。苏华儿尽量让自己看起来神色如常。你们修炼完了，现在可以穿过上面的混沌空间离开这里了吗？苏华儿问道。哪有这么快？沉默摇了摇头，至少要将太虚阴阳诀的10重天境界修炼到3重天，初步掌握阴阳之法，才能穿过上面的这片阴阳混沌空间。怀里的南宫里仰头望着沉默，修炼到3重天需要多久呀？差不多要2个月吧。沉默沉吟道。2个月将天阶上品武道功法修炼到3重天，已经算是神速了。那还是因为沉默前世修炼过太虚阴阳诀的缘故啊。那我们岂不是要错过圣宗试炼了？眼下距离圣宗试炼只剩下了40来天，如果修炼2个月才能离开这里，等他们出去的时候，
圣宗试炼早就结束了，有什么办法可以加快修炼吗？苏华儿问道。陈默看了看南宫里，又看了看苏华儿，办法倒是有一个。什么办法？陈默犹豫了一下，正欲开口，南宫里灵光一闪，举起小手说道：我知道了，你跟我修炼太虚阴阳诀，需要2个月突破到3重天。那如果再和华儿修炼太虚阴阳诀，是不是就可以在40天之内突破了？陈默表情一顿，没想到南宫里竟然一下就说对了，确实是这样。陈默点头，而一旁的苏华儿闻言已经愣在了当场。我也要和陈默一起修炼太虚阴阳诀。苏华儿满脸不可置信，但惊讶之余，心底却又泛起了莫名的欣喜。眼看苏华儿表情愕然，像是被吓到了。南宫里摇了摇头，不行，华儿肯定不会同意的，这种事只能相互喜欢的人才能一起做啊。陈默微微点头，我再想想其他的办法。然而就在这时，苏华儿的声音传来，我也没说不同意啊。陈默和南宫里齐刷刷转头，一脸惊讶地望着苏华儿。苏华儿不敢接触陈默和南宫里的目光，撇过脸道：你们别多想，我只是为了大家能快点出去参加圣宗试炼。一直以来，苏华儿给陈默的感觉就是酷酷的，英姿飒爽，但此刻他好像从苏华儿的脸上看到了傲娇的属性。南宫里呆呆地望着自己的好姐妹，不敢相信苏华儿会答应。随即他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华儿，其实你也喜欢陈默，对不对？南宫里忽然开口问道。阿里，我……苏华儿一下被问得手足无措，哼哼，我就知道。南宫里双手叉腰，露出洞察一切的智慧表情。以他对好姐妹的了解，苏华儿不可能为了圣宗试炼答应和陈默双修，那真相只有一个，苏华儿也喜欢陈默。苏华儿被南宫里一下戳破心事，一时间愣在原地面红耳赤。南宫里的美眸中却闪动着异样的神采，随即附在陈默的耳边悄声说道：默哥哥，我先跟华儿去说会悄悄话。经过几个小时的水乳交融之后，南宫里对陈默的称呼变得更亲密了。南宫里刚想起身，却脚下一软，一个趔趄，差点栽倒在地上。陈默眼疾手快，急忙扶住了南宫里。没事吧，阿里？陈默问道。还不是因为刚才默哥哥……哼，不跟你说了。南宫里娇嗔道，眉宇间多了一丝媚态。华儿，我们走。南宫里拉着苏华儿的手，在苏华儿懵逼的状态下，把她拉到了钟乳石的后面。陈默也不知道南宫里要和苏华儿说什么悄悄话，随即起身走到了灵泉旁边。灵泉里有6条阴阳鱼，体内蕴含阴阳之力，这可是大补之物。经过刚才几个小时的辛苦修炼，肚子早就有点饿了。陈默从灵泉中抓起一条阴阳鱼，直接催动体内的涅槃凤焰，开始烤鱼。另一边，南宫里拉着苏华儿来到了钟乳石的后方。华儿，你是喜欢陈默对吧？南宫里笑着问道。苏华儿神情中带着一丝愧疚，对不起阿里，南宫里笑着摇了摇头，干嘛跟我道歉呀？喜欢上陈默又不是你的错，都怪我的默哥哥太优秀了，嘻嘻。苏华儿表情一怔，阿里，你不生气吗？生气做什么？我们不是10几年的好姐妹吗？南宫里歪着小脑袋说道，看上去萌萌的。在南宫里看来，苏华儿是他这辈子最好的朋友，他们从小一起长大，彼此之间亲密无间，无话不谈，亲如家人。在很小的时候，南宫里就和苏华儿说过，他们要做一辈子最好的朋友，永远在一起。得知苏华儿也喜欢陈默，南宫里一开始确实很吃惊，但惊讶过后，心里反而涌起莫名的喜悦。要是华儿喜欢上别的男生，那我们以后不是得分开了吗？现在好了，你也喜欢默哥哥，那以后我们3个人就可以永远在一起了呀。南宫里开心地说道。苏华儿美眸瞪大，被南宫里新奇的脑回路惊呆了，非但不生气，竟然还鼓励他和陈默也在一起。阿里，你说的是真的？苏华儿有些难以置信。当然是真的啊。南宫里点头。要是我不准你喜欢默哥哥，你肯定会很伤心吧？我才不要看到你难过呢，我希望我们一辈子都能开开心心的。苏华儿怔怔地看着南宫里，心里大为感动，一时间竟不知道说什么。南宫里笑了笑，接着说道，而且我们现在被困在这片阴阳混沌空间，只有和默哥哥一起修炼太虚阴阳诀，才能尽快离开这里。华儿，你也不想等圣宗试炼结束之后我们再出去吧？所以你要是真的喜欢默哥哥，就和默哥哥一起修炼太虚阴阳诀吧。苏华儿抿了抿唇，他确实喜欢陈默，也愿意跟陈默一起修炼太虚阴阳诀。不过苏华儿的心中还有个顾虑，阿里，你觉得陈默他喜欢我吗？苏华儿问道。当然呀，华儿你这么漂亮，身材又这么好，怎么会有人不喜欢你呢？我敢保证，默哥哥肯定也喜欢你，你就放心吧。南宫里笑着说道。华儿，待会我给你们创造机会，我们见机行事，嘻嘻。随即南宫里便拉着苏华儿走了回去。刚从钟乳石后面出来，立即就闻到了一股让人垂涎欲滴的香气。南宫里眼睛一亮，快步走到了陈默身边。哇，好香呀！默哥哥，你在烤什么？灵泉里的阴阳鱼快烤好了，你先尝尝看。说着，陈默撕下一小块烤鱼递到了南宫里的嘴边。南宫里张开粉唇咬下，鲜美的鱼肉顿时在舌尖上绽放。哇，这个鱼好好吃！南宫里一脸享受，紧接着便感到一股天地本源的阴阳之力涌入了他的全身。默哥哥，
鱼肉里还蕴含阴阳之力耶？南宫里惊呼道。陈默笑着点头，随即又撕下一块鱼肉递给了苏华儿。苏华儿小心翼翼地接过，不好意思和陈默对视。待到吃下阴阳鱼之后，也被阴阳鱼这样的绝世珍馐所惊讶。接下来，陈默、南宫里、苏华儿把一整条阴阳鱼都吃完了，就连阴阳鱼的骨头也是酥脆爽口，十分美味，全部进了陈默他们的肚子。好饱呀！南宫里摸了摸自己的小肚子，阴阳鱼中蕴含大量的能量，今晚的这一顿鱼起码可以顶好几天。南宫里半躺在陈默的怀里，粉雕玉琢的俏脸上尽是满足的神色。如此休息了半个小时，洞穴里的光线逐渐暗了下来，但神奇的是，他们身后的灵泉中散发着仿佛月光一样的柔和光芒，水面上还升起了袅袅雾气，洞穴里美得犹如仙境。南宫里看了一眼有些心不在焉的苏华，随即在陈默的耳边悄声说道：“默哥哥，我刚刚和华儿聊过了，华儿也很喜欢你哦。默哥哥，你喜欢华儿吗？”南宫里又问。闻言，陈默怔了怔，这个问题换其他女生来问，绝对是个大坑。不过陈默从南宫里的眼神中看不到任何试探，扪心自问，像苏华儿这样倾国倾城的美女，怎么可能不让人心动？更何况陈默还曾经一览无余地看过苏华儿绝美的身子，要说不喜欢，那肯定是骗人的。陈默点头，原以为阿里会吃醋生气，却不想南宫里只是捂嘴轻笑，嘻嘻，我就知道，默哥哥，那今晚你和华儿一起修炼太虚阴阳诀吧。不等陈默说什么，南宫里突然起身打了一个哈欠，好困呀，我先去睡觉了。南宫里一个人离开，留给陈默和苏华儿单独相处的空间。临走前还偷偷对苏华儿眨了眨眼，做了一个加油的手势。苏华儿顿时心跳如雷，陈默万万没想到南宫里竟然会主动给他和苏华儿创造单独在一起的机会，还让他今晚和苏华儿一起修炼太虚阴阳诀，这是什么神仙女友？此刻灵泉旁边就只剩下了陈默和苏华儿两个人。苏华儿微微低着头，根本不敢看陈默这边，一想到接下来可能要发生的事，苏华儿的心跳的快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了，俏脸止不住的发烫。陈默微微一笑，事到如今，他要是还待在原地无动于衷，那真就是不解风情的大猪蹄子了。陈默起身走到苏华儿身边，挨着苏华儿坐了下来，察觉到陈默的靠近，苏华儿的身子微微一颤。华儿，陈默开口道。苏黄儿只觉得心口一荡，这是陈默第一次这么亲昵的称呼他。你还记得我帮你吸取叶盘凤燕的那天晚上发生的事吗？苏华儿没想到陈默会主动提起这件事。苏华儿点了点头，一想到那天晚上他们的衣服被烧光，不得不坦诚相对，他又开始心跳加速了。陈默笑了笑，继续说道：“其实有件事我骗了你。”苏华儿抬头望着陈默，下意识问道：“什么事？”那天晚上你让我闭上眼睛，我一开始照做了，但是后来我又偷偷睁开了。你……苏华儿羞涩不已，连耳垂都开始红了，因为当时的你太美了，我没忍住。陈默真诚地说道。听到陈默毫不掩饰的夸奖，苏华儿的心里不由得一甜，欣喜的情绪甚至冲淡了羞涩。陈默伸出手，轻轻握住了苏华儿的手。苏华儿的手颤了一下，却没有挣开，任由陈默的大手将她握住。陈默注视着苏华儿眼睛：“华儿，你喜欢我吗？”苏华儿一开始眼神有些闪动，但很快就决定直面本心，眼神变得十分坚定：“喜欢。”苏华儿点头道：“我也喜欢你。”陈默笑着说道。苏华儿美眸一正，满脸惊喜地望着陈默：“太好了，原来陈默也喜欢他。”四目相对，爱恋的情愫在空气中蔓延。陈默望着苏华儿国色天香的动人面容，缓缓俯下身，吻住了苏华儿的红唇。这一瞬，苏黄儿只觉得大脑一片空白。在苏华儿的身体软倒之前，陈默将她婀娜有致的娇躯拥入了怀中。苏黄儿只觉得整个人被一股幸福的眩晕感包裹，一股暖流涌入了她的全身。许久之后，两人才缓缓分开。华儿，我们一起修炼太虚阴阳诀吧。陈默说道。苏华儿羞涩的点头，随即陈默褪去了苏华儿身上的赤焰硫磺裙，在灵泉散发的月华之下，苏华儿美得像是世间最珍贵的艺术品。陈默，这一次陈默不用像上次那样偷偷的看了，而是光明正大的尽情欣赏。片刻之后，洞穴里响起了婉转动听的声音。躺在钟乳石后面的南宫里悄悄侧耳倾听，我之前也发出过这样的声音吗？好羞人。陈默一天之内先后和南宫里、苏黄儿完成了双修，为了能够尽快将太虚阴阳诀修炼到3重天，初步掌控阴阳之法，离开这片混沌空间。接下来这段时间，陈默在混沌空间之下的洞穴里过上了神仙一样逍遥快活的日子。而与此同时，血渊军基地冲刺营那边却是天塌了。在和千面星魔力影那一战中，力影设下血魂阵，将4支队伍围困其中。虽然被陈默破开了血魂阵，但最终那一场大战，只有陈默、南宫里、苏华、林战飞、楚昭然、王虎、裴萧生7个人活了下来，一共死了17个人，可谓是死伤惨重，并且陈默和南宫里、苏华还坠入了混沌空间之中，生死不知。事发之后，林战飞立即带着楚昭然、王虎、裴萧生一起离开了秘境，
将这件事上报了血渊军基地。范寒立将军得知此事，震怒不已。谁能想到，恶名昭著的10大邪魔之一千面星魔力影，竟然寄生在一名冲刺营成员的体内，并且还在幽暗爪灵秘境之中设下了杀局。虽然千面星魔最终被沉默击杀，可是秘境突然出现空间塌陷，导致沉默他们坠入其中。范寒立将军当即下令，派出血渊军最精锐的部队进入幽暗爪灵秘境，寻找沉默他们的踪迹。甚至就连范寒立将军也亲自出马了。沉默这样的武道天才，整个南天省数百年甚至是上千年都不一定能出一个。沉默刚刚踏入2境武师，就灭了10大邪魔之一的千面星魔，由此可见沉默的武道天赋和实力有多么的逆天。沉默若是死了，对南天省乃至整个龙国都是巨大的损失。为此，范寒立将军亲自率领血渊军的精锐部队进入幽暗爪灵秘境，寻找沉默他们的踪迹。然而当他们进入秘境，来到沉默他们坠落的灵泉溶洞时，才发现事情比想象的还要严重。只见灵泉溶洞附近的大地已经全部崩裂塌陷，并且不断朝着四面八方蔓延，大地不断陷落。而在崩裂的大地之下，是一片充满了空间乱流的混沌空间。看到这一幕，范寒立将军的心底顿时一沉，就像是一片落叶坠入了河流之中。等过段时间再从相同的位置下河去找的时候，落叶早就已经不知道飘向何处了。同理，此时范寒立将军从同样的位置跳下去，也别想找到沉默他们，因为沉默他们早就在这片空间乱流之中，不知道飘向何处了。更何况混沌空间下面的空间乱流比河流复杂了1000万倍，河流始终保持从高处流向低处，而空间乱流却没有任何规律可言。范寒立将军数次带人下去寻找，皆是一无所获，还差点折损了几名血渊军的精锐。毕竟混沌空间中充满了未知，即便是5境武王进入其中，也无法保证绝对的安全。与此同时，还有一件事让范寒立将军非常头疼，除了沉默之外，南宫里和苏华儿也落入了混沌空间之中。要知道，南宫里是南宫世家最杰出的武道天才，被整个南宫世家视为掌上明珠，而苏华儿的师傅是赤炎女皇月红莲。一旦被南宫世家和月红莲知道南宫里和苏华儿在秘境里出了事，后果非常严重。范寒立将军考虑再三之后，还是决定将南宫里和苏华儿坠入混沌空间的事通知南宫世家和赤炎女皇月红莲。要是隐瞒不报，事后南宫世家和赤炎女皇得知南宫里和苏华儿出事了，后果更加严重。哪怕范寒立身为血渊军第11军的主将，面对南宫世家和赤炎女皇的同时发难，恐怕也不好招架。而且范寒立将军选择告知，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可以借助南宫世家和赤炎女皇的力量来寻找沉默、南宫里、苏华儿他们。南宫世家得知此事之后，大惊失色。南宫世家的现任家主南宫里的奶奶南宫月立即带领南宫世家的诸多强者，第一时间赶往了幽暗爪灵秘境。而苏华儿的师父赤炎女皇目前已经离开了南天省，去帮苏华儿寻找解决涅槃凤燕失控的办法，不知去往了何处，暂时联系不上。幽暗爪灵秘境之外，范寒立将军与南宫月带领的一众族人碰面。南宫家主范寒立将军上前打招呼。站在范寒立面前的女人面容冰冷如玉，看上去只有30-40岁，比范寒立将军还要年轻，但她的实际年龄远比她表面要大得多。她便是南宫世家的现任家主南宫里的奶奶南宫月。由于南宫世家最强的武道功法是太阴玄刹功，只适合女子修炼，因此南宫世家的世代家主只能由女子担任。此时南宫月的脸色稍显不悦，毕竟孙女是在血渊军特训才出的事，但眼下不是发火的时候，最重要的是先把南宫里他们救出来。范将军，你把事情发生的经过详细跟我说一遍。南宫月开口道。等范寒立将军说完，南宫月不由得皱了皱眉。千面星魔、秘境坍塌，两个这么小概率的事件竟然撞到了一起。真要说起来，这件事似乎也怪不到范寒立将军的头上，谁能事先料到竟然会发生这么离奇的事？立即进入秘境去找阿烈。南宫月正欲踏入幽暗爪灵秘境，突然又停下了脚步，眉头微蹙，因为他感知到眼前的幽暗爪灵秘境目前已经处于崩塌的边缘，空间非常不稳定。这个秘境目前的状态最高只能容纳5境武王进入其中，6境以上的强者一旦进入，可能会直接引起秘境彻底坍塌。南宫月沉声说道，一旦秘境彻底坍塌，眼前的这片空间就会彻底消失，到那时恐怕再也无法把沉默、南宫里、苏华儿他们找回来了。闻言，一名身穿蓝色流仙裙、身材婀娜高挑、面容精致的女子走上前，红唇轻启，娘，你留在秘境之外吧，我带人进去找阿里。这名貌若天仙的女子便是南宫里的姑姑南宫若水。南宫月微微颔首，目光看向南宫若水，叮嘱道，若水一定要把阿里带回来。南宫里不仅是她的孙女，更是南宫世家有史以来最杰出的武道天才，若南宫里真的出了什么意外，对南宫世家绝对是最沉重的打击。放心吧娘，我会的。南宫若水点头答应。对了若水，你把阿里的命牌带上。说着，南宫月从怀里拿出了一个洁白如玉、中间带着一丝血线的命牌。
每一位南宫世家的族人出生之时，便用以脐带血石斩术法融入一块命牌之中。命牌代表着一个人的性命状态。目前南宫里的命牌没碎，说明目前并没有性命之忧，至少南宫里现在是安全的。这让南宫月和南宫若水心中稍安。随即，南宫若水带领南宫世家的一众族人和范寒立将军一同进入了幽暗沼林秘境之中。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南宫若水带着南宫世家的一众族人和范寒立将军继续寻找陈默、南宫里、苏华儿他们的踪迹。只可惜他们尝试过许多办法，始终一无所获。想要从空间乱流的混沌空间之中将南宫里他们找出来，难度如同大海捞针。不掌握阴阳之法，武进武王进入阴阳混沌空间也是枉然。时间一天天过去，范寒立将军的心几乎已经沉入了谷底。最近这段时间，他时常反省自己以前的理念是不是错误。范寒立将军以前总认为武道天才必须经历生死磨练才能彻底成长起来，温室里的花朵无法抗住外界的狂风暴雨。可是当陈默他们发生意外之后，范寒立将军对自己以往贯彻的理念产生了怀疑。或许像陈默这样的武道天才，即便不经历残酷的生死磨练，未来也能成长到难以想象的高度。可若是陈默就此陨落了，对龙国武道将是多大的损失？难道我真的错了吗？范寒立将军心中暗道。南宫若水心中同样焦急，唯一让他欣慰的是南宫里的命牌始终安然无恙，说明南宫里不仅还活着，而且连一点伤都没有。阿烈，你到底在哪？就在南宫世家和范寒立将军没日没夜地寻找陈默他们，担心他们的性命之忧时，此时的陈默却是在享受着帝王般的日子，每天从早到晚和南宫里、苏黄儿轮流修炼太虚阴阳诀，三人的修为突飞猛进。提问：如果有一个可以随意变大变小的女朋友，是一种什么顶级享受？这件事没有人比陈默更有发言权了。由于南宫里修炼了太阴玄刹功，加上他拥有 SSS 级武道天赋玄阴玲珑体，因此南宫里可以随时从160的萝莉身变成175的御姐身，那滋味简直是顶中顶。更何况除了南宫里，还有一个国色天香、身材好到爆的苏华。陈默每天的修炼不知道要羡煞多少人。谁说修炼苦啊？这修炼可太爽了。陈默、南宫里、苏黄儿三个人甚至已经忘记在混沌空间下的洞穴里待了多久。太虚阴阳诀的10重天境界相继突破了1重天、2重天，又继续朝着3重天前进。而陈默他们的武道修为更是一路飙升，52品、53品、55品、58品。时间一天天过去，陈默、南宫里、苏华儿始终不见踪迹，而2个月的冲刺营却已经进入了尾声。今天，血渊军第11军基地来了一群来自苍兰省的人。苍兰省是南天省的隔壁省，按照惯例，每年冲刺营快结束前，南天省和苍兰省2个冲刺营之间都要进行一番切磋较量。南天省和苍兰省的竞争由来已久，这么多年谁也不服谁。去年的这个时候，南天省的冲刺营带人去到了苍兰省冲刺营的地盘进行切磋较量，而今年是苍兰省的冲刺营带人来南天省冲刺营的地盘。此刻训练场上，南天省冲刺营的101名冲刺营成员严阵以待。之所以只剩下了101位，是因为其他人已经在秘境中折损了。踏踏踏，一阵脚步声传来，众人转头望去，只见一群人大步向训练场这边走来，步伐稳健，气势不凡。为首的几人身穿玄青墨色的贴身劲装，银线勾勒出简洁有力的云雷纹路，胸前一枚银光暗晕的荡魔令徽记，令牌轮廓内交叉的荡魔茧下是闪耀的北斗七星，周围环绕着象征进化的烈焰纹。在他们的身后还跟着10个年轻男女，而这10个年轻男女便是苍兰省本届冲刺营实力排名前10的武道天才。楚昭然、裴萧生等人目光落在为首几人胸前的荡魔令上，目光不由得一怔，那不是荡魔司的徽记吗？裴萧生惊道。今年的南天省请了龙国军队3幻神之一的血渊军进行特训，而苍兰省同样不甘落后，请了龙国军队3幻神之一的荡魔司进行特训。这几位带领苍兰省冲刺营前来南天省冲刺营的人，正是荡魔司的人。为首的那名50多岁的男子，乃是荡魔司在苍兰省的总指挥使熊霸天，而负责接待熊霸天一行人的是范寒立将军的副官李云雷少将。熊指挥使，范将军有要事缠身，不能亲自接待，还请见谅。李云雷说道。闻言，熊霸天目光微动。熊霸天身为苍兰省荡魔司的总指挥使，到访血渊军基地，主将范寒立却不亲自接见，多少有些怠慢。但对方说范寒立将军有要事缠身，熊霸天自然也不好说什么。无妨。熊霸天微微摇头。熊指挥使远道而来，我先带您去歇息片刻。李云雷说道。不必麻烦了。熊霸天摆了摆手，今日到此是为了苍兰省和南天省冲刺营之间的切磋较量，直接进入正题吧，早点结束，还能在天黑之前赶回苍兰省。闻言，李云雷也就不再客套。熊指挥使，这边请。李云雷伸手示意道，随即便领着熊霸天等人来到了事先准备好的座位。待到落座之后，熊霸天微微抬手，立即有人将3个盒子摆在了桌前。这是我们苍兰省冲刺营
今年准备的3件彩头。每年2省的冲刺营切磋，双方各拿出3件天才地宝作为彩头，赢得一方就可以拿走对方的3件天才地宝。最终，这些天才地宝再奖励给赢得那一方的5道天才。只见3个盒子里分别装着3件品阶不凡的天才地宝，赤炎金魄和金刚菩提果皆是地阶上品的天才地宝，最后一件天眼剑丸是天阶下品。雄霸天淡淡的开口，李云雷心中一惊，往年的彩头一般都是3件地阶上品，今年苍蓝省竟然拿出了1件天阶下品，看来今年苍蓝省对他们的实力很有信心，否则也不会拿出品阶这么高的天才地宝作为彩头。双方拿出的彩头品阶必须是对等，换句话说，南天省也必须拿出2件地阶上品，外加1件天阶下品。当然，如果其中一方对彩头有异议，认为彩头太贵重，也可以提出反对意见。但血渊军作为军队3幻神之一，不至于连天阶下品的天才地宝都拿不出来。只可惜陈默、南宫里、苏黄儿发生了意外，今年的切磋较量，南天省怕是悬了。李云雷心中长叹一声。很快，李云雷就派人从血渊军基地的资源库中取来了3件同品阶的天才地宝，分别是地阶上品的玄冰玉髓和通明道心莲，以及天阶下品的虚空藤。既然双方彩头都已经准备好了，那事不宜迟，立即开始吧。雄霸天说道。好。李云雷微微点头。按照规定，2省冲刺营之间的较量采用的是车轮战模式，双方各派出10个实力最强的选手进行1对1的擂台战，输的人下去，赢的人留在擂台上继续挑战下一位选手，直到其中一方的10个选手全部败下阵，即可分出胜负。这种车轮战模式相比5局3胜之类的模式更能展现双方的绝对实力，因为没办法用田忌赛马的战术。片刻之后，南天省和苍蓝省冲刺营双方实力前10的选手分别站在了训练场擂台的2侧。此时，苍蓝省这边的选手们目光看向了其中一名留着飘逸长发的男生。叶哥，我们派谁第一个上？从众人的态度来看，这名长发男生显然就是他们的主心骨。此人名叫叶清晨，是今年苍蓝省冲刺营实力最强之人。就在众人商量上场顺序之时，另一名皮肤黑中带红的男生不耐烦地说道：叽里咕噜说啥呢？我看对面南天省冲刺营那10个人都是垃圾，我一个人上去打穿他们。说话的人名叫秦烈，在苍蓝省冲刺营实力排名第2，仅次于叶清晨。不等其他人反应过来，秦烈就直接踏上了训练场擂台。只见秦烈手中的长枪一指，对准了南天省冲刺营的众人。你们南天省冲刺营谁最能打？上来跟我一战！此言一出，南天省冲刺营众人的脑海中顿时响起了陈默的身影。可惜陈默此时并不在这里。眼看秦烈极具挑衅的动作，盲虎第一个坐不住，我上去干他！说罢，盲虎提着刀就冲了上去。在冲刺营2个月的刻苦修炼，如今盲虎的武道修为已经踏入了51品。盲虎直接施展琥珀兽化，化身虎先锋冲了上去。然而不到1分钟时间，盲虎就飞出了擂台。下一个！秦烈扬起了下巴，傲然说道。眼看秦烈以摧枯拉朽之势击败盲虎，南天省冲刺营的众成员心底不由得一沉。对面的家伙这么猛吗？盲虎可是51品啊，竟然这么快败下阵来。楚昭然目光落在秦烈身上，眼中闪过一丝忌惮。从刚才战斗来看，此人的武道修为很可能在53品之上。楚昭然分析的没错，身为苍蓝省冲刺营实力排名第2的武道天才，秦烈的武道修为高达54品，比盲虎足足高了3个小境界。而反观南天省冲刺营这边，目前武道修为最高的人是楚昭然，但也只是53品。再往下，施诺和裴潇生是52品，盲虎和另外2个特招生是51品，而剩下的人武道修为最高只有武者9品。没人敢应战了吗？面对秦烈再次发起的挑衅，头顶尖尖的施诺瓮声说道：狂妄的家伙，我去会会他。但仅仅只是过了不到1分钟，施诺就飞出了擂台。和盲虎一样的结果。虽然施诺的武道修为比盲虎要高出1个小境界，但主要是靠着武道天赋超强耐药、注射基因药物提升上去的，实战未必比盲虎强多少。秦烈连续击败南天省冲刺营2名选手，目光中反而露出了失望的神色。他们南天省冲刺营一个能打的也没有吗？太让我失望了。秦烈来这里期待挑战强者，对手太弱，对他来说并没有任何成就感。秦烈的这句话落在南天省冲刺营这边，显得极为刺耳。我来吧，楚昭然冷然说道。下一秒，楚昭然持枪踏上了擂台。秦烈目光看向楚昭然，嘴角微微勾起，终于来了个像样点的。楚昭然二话不说，直接施展陆河混天枪杀向秦烈。他的枪法赫然已经达到了第2重境界。这1个多月以来，楚昭然心中谨记陈默的教导，拼命地练习枪法。每想到陈默在秘境之中大战千面心魔救下他们的场景，楚昭然都会心潮澎湃，以此不断鞭策自己进步。终于在3天之前，楚昭然成功将陆河混天枪突破到了第2重境界。好枪法！秦烈眼睛一亮。下一刻，秦烈手中的长枪一抖，烈火瞬间缠绕枪尖，而他身上的气势也随之暴涨了1截。直到此时，南天省冲刺营的众人才意识到，原来秦烈刚才的2战根本没有施展全力。
当当当，长枪相击，火星四溅，狂暴的能量冲击波在擂台上轰然炸开。楚昭然和秦烈的战斗瞬间达到了白热化。楚昭然施展的陆河混天枪是地阶中品，而秦烈所施展的暴雨梨花枪同样是地阶中品。毕竟是荡魔私教的，品阶自然不会低。楚昭然出身道教雷鸣关，修炼了地阶上品紫电雷元晶，而且还拥有 S 级武道天赋刹那永恒，类似子弹时间的超强反应力。无论是武道修为、武道天赋、武道功法，都要胜过猛虎和施诺一大截。但秦烈同样出身不凡，苍兰省的秦家是传承了数百年的武道世家，而秦烈本人同样拥有 S 级武道天赋纯阳烈火。更重要的是，秦烈的武道境界比楚昭然还高出一个小境界。起初楚昭然和秦烈的战斗还是旗鼓相当，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楚昭然逐渐显出颓势，最终楚昭然还是不敌秦烈，败下阵来。你比前面两个强，可惜还是不够让我尽兴。秦烈淡淡的说道。反而南天省冲刺营的众成员已经是面如土色，连续上场的3人都被秦烈击败，甚至连实力最强的楚昭然都输了，剩下的人拿头去打。秦烈一看对面南天省冲刺营那几个人的表情，就知道这些人的实力更不行，瞬间提不起任何兴趣。秦烈转头看向自己的队友，不玩了，剩下的这些弱鸡交给你们收拾吧。南天省冲刺营这一届的水平太次了，这句话简直是杀人诛心。泥人还有3分火气，更何况被这样贴脸羞辱。南天省冲刺营的一众成员顿时气得咬牙切齿，操，太他妈欺人太甚了！要是陈默还在，轮得到这个逼这么猖狂？陈默不把他屎打出来，算他拉得干净。闻言，秦烈挑了挑眉，看向南天省冲刺营的方向，饶有兴趣地问道：你们说的那个陈默很厉害？猛虎对秦烈冷哼一声，就你这点实力，莫哥一只手就能吊打你，是吗？那他在哪呢？我倒想见识一下。秦烈扬了扬下巴，众人神情一暗，楚昭然、裴萧生、猛虎瞬间想起了那段痛苦的回忆。猛虎捏紧了的拳头，眼眶泛红道：1个多月前，我们在秘境中遭遇了10大邪魔之一的千面星魔，莫哥为了救大家，击杀了千面星魔，最后坠入了混沌空间。你说什么？10大邪魔？此言一出，秦烈和苍兰省冲刺营的武道天才们顿时瞪大了眼睛。秦烈惊讶过后，却忍不住嗤笑一声：你要不要听听你自己在说什么？击杀10大邪魔，吹牛逼也要带点脑子行吗？而此时，端坐在上方观战的雄霸天听到千面星魔的名字，同样脸色一变。没有人比荡魔司更了解千面星魔，毕竟荡魔司围剿了千面星魔这么多年，最近一次对千面星魔的围剿还是在3个多月前，当时雄霸天也参与了，可惜最后还是功亏一篑，被千面星魔的一缕残魂金蝉脱壳，逃出升天。此时再次听到千面星魔的消息，雄霸天立即将询问的目光看向身边的李云雷，开口问道：李将军，他刚才说的可是真的？李云雷点头，千真万确。实不相瞒，范将军今天之所以没来亲自接待熊指挥使，就是因为范将军目前正在秘境中寻找陈默的踪迹。这雄霸天瞳孔一缩，露出难以置信的神情。荡魔司围剿了这么多年的千面星魔，竟然被南天省冲刺营的一个年轻人灭了，这怎么可能？就在这时，一道熟悉的嗓音远远的传来，我刚才好像听到有人在叫默哥，陈默回来了。一瞬间，整个训练场上炸开了锅。几个小时前，混沌空间下未知的洞穴里，陈默和南宫里、苏华结束了漫长的修炼，太虚阴阳诀终于修炼到3重天了。陈默笑着说道：第1重天阴阳交融，灵桥通幽；第2重天两仪出眼，气海生莲；第3重天气贯太虚，引气入微。当太虚阴阳诀修炼到3重天，便能感悟阴阳之法的玄妙，初步掌握阴阳之法。太好了，默哥哥，我们终于可以出去了。南宫里欣喜地说道。不过当他的目光看向四周，又露出了一丝不舍。南宫里和陈默、苏华在这个洞穴里待了将近40天，每天和喜欢的人在一起没羞没臊的修炼，洞穴里的每一处都留下了他们的痕迹。对3人来说，这里无异于一处世外桃源。一想到马上就要离开这里，突然有点舍不得了。南宫里轻声说道：是啊。苏华儿微微点头，和南宫里也是一样的心情。这里发生的一切简直就像是一场荒唐、香艳又幸福的美梦。陈默笑了笑，一左一右搂住南宫里和苏华儿的腰肢，说道：这里虽然很好，但我们终究还是要出去，而且出去之后我们依然会在一起，和这里其实并没有什么区别。莫哥哥说的对，无论在哪我们3人都会永远在一起。西西南宫里踮起脚，在陈默的脸上亲了一口。苏华儿也将头靠在了陈默的肩膀上。如此温存了片刻，陈默和南宫里、苏华儿一起抬头望向他们头顶10几米的洞口。是时候出去了，抓紧我的手。陈默伸出双手。南宫里和苏华儿分别抓住了陈默的一只手，3人纵身一跃，跃至头顶的洞口，紧接着一头撞进了外面的混沌空间之中。正常来说，武道修为达到4境5尊才可以御风飞行，陈默他们自然还没有突破到4境5尊。不过混沌空间之中充满了阴阳之力，凭借着对阴阳之法的初步掌控，
沉默他们可以借助阴阳之力，在混沌空间的空间乱流之中穿行，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就这样，沉默带着南宫里、苏华在空间乱流中穿行了2个多小时，前方逐渐出现了亮光。与此同时，崩塌的幽暗爪灵秘境中，南宫若水带领南宫世家的族人和范寒力将军率领的血渊军精锐，依然还在没日没夜地寻找着沉默、南宫里、苏华儿的踪迹。望着秘境中不断崩塌的大地，南宫若水柳眉紧蹙。按照秘境崩塌的速度，再过3天时间，这个秘境就会彻底坍塌。到那时，想要再找到阿里，希望就更加渺茫了。南宫若水低头看了一眼手中的命牌，这么多天过去，南宫里的命牌依旧完好无损，但是南宫里却始终不见踪影。就在这时，远处突然传来一片惊呼声，那是什么？只见远处的混沌空间之中，突然出现了一个阴阳图的漩涡。南宫若水见状，立即飞身前去查看。唰，下一秒，3道身影直接从阴阳图漩涡之中穿了出来。当看清那3道身影的样子时，南宫若水绝美的脸庞顿时露出喜色。阿里！南宫里听到熟悉的声音，转头一看，一个身穿蓝色流仙裙、貌若天仙的女子映入眼帘。姑姑！南宫里惊喜地叫道。南宫若水飞身掠过，直接带着南宫里他们3个人降落到了地上，随即一把将南宫里抱进怀里。阿里，你总算回来了！南宫若水长舒一口气，内心充满了喜悦。南宫里从饱满的柔软中抬起头，姑姑，我没事，嘻嘻。若水姨，一旁的苏华儿叫道。南宫若水转头看向苏华儿，轻笑道：“华儿，你们没事就好。”随即又将目光看向旁边那位剑眉星目、风神俊逸的男生。南宫里立即走过去，拉住了沉默的手，亲昵地介绍道：“姑姑，这是沉默，莫哥哥，这是我姑姑。”南宫若水的神情不由得一怔，从小到大，他还是第一次见到南宫里对一个男生如此亲密，竟然还叫莫哥哥。沉默转头看向南宫里的姑姑，他并不清楚南宫若水的真实年龄，外表看上去也就20多岁，但叫姐姐肯定不合适，叫阿姨就更不合适了。还在迟疑，南宫里却是摇了摇他的手：“莫哥哥，你跟我一样叫姑姑呀？”“姑姑好。”沉默叫道。南宫若水目光落在沉默身上，正欲开口，一道身影从远处划破长空而来，正是闻讯赶来的范寒力将军。见到沉默、南宫里、苏华儿3人平安无事，范寒力将军大喜过望。太好了，你们是怎么出来的？范寒力将军问道。这个问题也是南宫若水好奇的。南宫里和苏华儿下意识看了沉默一眼，没有说话。南宫里虽然有些不谙世事，但可一点都不傻，他当然不可能告诉姑姑是靠着和沉默双修，他们才从混沌空间里出来的。这时沉默主动开口说道：“我修炼的5道功法略通阴阳之法，下方的混沌空间中充满了阴阳之气，我们借此才脱离了混沌空间。”沉默说的是真话，只是略去了大量的细节。闻言，南宫若水和范寒力将军都面露惊讶。阴阳之法这么高深的法则，他们身为武境武王都没能掌握，沉默竟然略通。5道功法涉及最重要的修炼隐私，他们也不好再继续追问。无论如何，你们能平安无事就是万幸。这处秘境空间还在持续塌陷，此地不宜久留，我们先离开这里。”范寒力将军说道。随即范寒力将军通知秘境各处还在寻找的人，一起撤离了幽暗爪灵秘境。离开秘境之后，南宫若水本想带着南宫里直接返回南宫世家，但南宫里却不想就这么跟沉默分开。范寒力将军见状，开口道：“今天是冲刺营的最后一天，若是不着急的话，等今天过后再返回南宫世家也不迟。”“对啊，姑姑，反正最后一天了，有始有终嘛。”南宫里撒娇道。南宫若水沉吟2秒，最终还是点头答应了。于是一行人便一起返回血渊军基地。而就在苍兰省冲刺营的秦烈击败楚昭然之时，沉默他们恰好回到了基地之中。望着突然出现的沉默，南天省冲刺营的众人先是震惊，然后就是狂喜。王虎、楚昭然、裴萧生第一时间朝着沉默冲了过去。“莫哥，太好了，莫哥，你总算回来了！”楚昭然振奋道。“我就知道莫哥肯定会平安无事。”王虎激动得2眼通红。王虎、楚昭然、裴萧生3个人的命都是沉默救的，要是没有沉默，他们1个多月前在秘境中都不知道被千面心魔弄死多少回了。这段时间他们一直在祈祷沉默平安归来，现在愿望实现，王虎、楚昭然、裴萧生自然欣喜不已。实际上由于他们3个人的命都是沉默救的，欠下了沉默天大的人情。沉默只要愿意，他可以直接运用系统吸干楚昭然他们的5道修为和5道天赋作为偿还。当然沉默并不会这么做，沉默的原则是对待敌人绝对不会手下留情，比如刘子涵说吸干就吸干，而对待朋友，沉默可以利己但不损人。沉默可以拿他们的5道功法、武技、修炼经验值或者其他的东西进行偿还，但不会吸干他们的5道天赋和5道修为。要是沉默不分好坏，直接吸干别人的5道修为，那跟千面心魔这样的邪道魔修也没什么区别了。沉默目光看向苍兰省冲刺营的方向，开口问道：“那是什么人？”“苍兰省冲刺营的人。”随即楚昭然把刚才发生的事快速跟沉默说了一遍。
听到苍兰省冲刺营的人如此看不起南天省冲刺营，陈默也不由得微微皱眉。好好好，趁我不在的时候装逼是吧？现在莫哥回来了，这帮人就等着被收拾吧。盲虎兴奋地说道。擂台上的秦烈望着被众人拥簇的陈默，眼中闪过一道金光。你就是陈默，听说你很厉害，上来切磋一下。秦烈用枪指着陈默，战意沸腾。刚才的那些弱鸡他提不起任何兴趣，但秦烈从陈默的身上感受到了强者的气息，只有这样的强者才配得上他的挑战。眼看秦烈主动发起挑战，陈默笑了笑，好啊。说罢，陈默在所有人的注视之下走向了擂台。和陈默一同归来的南宫里和苏华面带微笑地望着陈默的身影。另一边，范寒立将军已经走向了观战区的熊霸天。熊指挥使别来无恙。范寒立将军笑着开口道。范将军。熊霸天点头打招呼，随即熊霸天将目光看向了走上擂台的陈默，他就是击杀了千面心魔的陈默。熊霸天显然还是有些怀疑。范寒立将军笑了笑，熊指挥使若是不信，等比试结束后亲自去问问陈默便知。此时此刻，在场所有南天省冲刺营以及苍兰省冲刺营的人全部屏气凝神，将目光看向了擂台上的陈默和秦烈。秦烈望着双手空空的陈默，开口问道：你不使用武器？不需要。陈默微微摇头。秦烈哈哈一笑，想不到你比我还狂。好，让我来看看你有几斤几两。说罢，秦烈将 S 级武道天赋纯阳烈火彻底激发，双手连同整个枪身都燃烧起了熊熊火焰，紧接着直接使出了暴雨梨花枪最强的杀招万劫暴雨梨花技。漫天的枪影如同暴雨倾盆而下，将陈默彻底笼罩。然而下一刻，陈默的身影陡然从原地消失，当他再次出现时，已经穿过了漫天的枪影，陡然出现在秦烈的身前。秦烈神色骇然巨变，眼中满是不可思议。下一秒，只见陈默抬手对着秦烈双手握住的枪身屈指一弹，砰！空气中传来一声炸响，可怕的气浪轰然爆开。秦烈如遭重锤，像是一颗被轰飞的炮弹，连人带枪倒飞出去数十米，重重地摔在了擂台之外。四周一片死寂，所有人不可思议地望着这一幕。一指之威，恐怖如斯。陈默竟然只是屈指一弹，就把秦烈轰飞出擂台。盲虎之前说陈默一只手就能吊打秦烈，但他这话显然低估陈默了。陈默一根手指就能吊打秦烈，现场足足寂静了3秒钟，才猛然爆发出一片哗然。我了个大槽，默哥的实力已经强到这种地步了。盲虎和楚昭然他们目瞪口呆。秦烈狼狈地爬起身，满脸惊骇地望着擂台上的陈默，这是他第一次败得如此惨烈，这根本就不是较量，而是彻头彻尾的碾压。就连熊霸天看到这一幕也是猛然一惊。秦烈武师4品的武道修为，在陈默的面前竟然如此不堪一击。这时陈默转头看向苍兰省冲刺营的方向，开口道：你们一起上吧，节省时间。苍兰省冲刺营的众人此刻还没有从陈默刚才一击带来的震惊中回过神，听到陈默想要一条酒，心里不免涌起一股被轻视的愤怒。反而南天省冲刺营这边却是既激动又兴奋。卧槽，默哥太霸气了！盲虎双手握拳，哈哈，苍兰省冲刺营刚才不是很狂吗？怎么现在不狂了？是不喜欢吗？众人只觉得刚才被秦烈嘲讽的郁闷瞬间一扫而空。此刻苍兰省冲刺营的众人都将目光看向了叶清晨。叶清晨是苍兰省冲刺营实力排名第1的武道天才，拥有 SS 级武道天赋，武道修为更是达到了56品。在苍兰省冲刺营中，无人是他的对手，也从来没人见过叶清晨施展过全力。在苍兰省冲刺营众人的眼中，叶清晨就是无敌的存在。那个陈默实力虽然很强，但未必能胜过叶哥吧？一名女生不忿地说道。叶清晨眼神微动，他同样可以一招击败秦烈，但无法像陈默这般轻松。我若跟他单打独斗，胜负大概3-7开。叶清晨开口说道。太好了，不愧是叶哥，竟然有7成胜率。众人惊喜道。叶清晨7成是人家的。叶清晨清了清嗓子，是关苍兰省的胜负，既然他想一条酒，那就成全他。一会上去之后听我指挥，让他见识一下天罡杀阵的威力。在叶清晨的带领之下，苍兰省冲刺营的9个人一同登上了擂台，瞬间就形成了陈默1对9的局面。见此情形，一些南天省冲刺营的成员不由得有些担心，苍兰省冲刺营还真一起上了呀，陈默1对9岂不是很吃亏？放心吧，相信默哥就完事了。楚昭然、盲虎等人的脸上看不到半点担心。1个多月之前，他们就亲眼见到陈默大战3境5宗的千面心魔，如今1个多月过去了，陈默的实力只会更强。而深知陈默实力的南宫里和苏华则是面色轻松地望着这一切。9个臭鱼烂虾也想挑战默哥哥？南宫里撅了撅粉嘟嘟的小嘴。在所有人的注视之下，这场1对9的对战开始了。天罡杀阵。叶清晨一声下令，9个人立即手持兵器，按照北斗9星的站位组成了天罡杀阵。所谓北斗9星，是由北斗7星和左辅星、右弼星构成。天罡杀阵是叶清晨他们在荡摩斯里学到的组合杀阵，暗合9天星辰之力，化星辰杀伐之气为实质攻击，9人一体，
攻防转换圆融无间，困敌、消磨、绝杀一气呵成，战法运转间暗合天道杀机，威力随布阵者的实力与默契倍增。以叶清晨56品的境界，再配合剩下8人布置的天罡杀阵，3进5宗之下难有敌手。此时陈默面对9个人布下的天罡杀阵，依然没有拿出武器，任由天罡杀阵的杀伐之气催动到极致，直到铺天盖地的杀伐之气朝他席卷而时，陈默终于动了。只见陈默抬手朝着前方轰出了一拳，看似平平无奇的一拳，却仿佛搅动了整个擂台，拳风掀起恐怖气浪，狂泻而出。下一刻，携天罡杀阵冲向陈默的9个人，就像是几片落叶撞进了狂风之中。轰！天罡杀阵瞬间溃散，9个人齐齐抛飞出去，手中的兵器掉落了一地。哐当当，所有人横七竖八地躺在了擂台之上，四周再度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叶清晨艰难地抬起头，不可思议地望着陈默的身影。擂台外的秦烈目瞪口呆地望着这一幕。刚才陈默只用了一根手指就把他轰出了擂台，而现在陈默只出了一拳就把包括叶清晨在内的9个人轰飞，那可是苍兰省冲刺营最强的叶清晨啊！秦烈在苍兰省冲刺营2个月，始终无法追上叶清晨的脚步。他眼中不可战胜的叶清晨，却敌不过陈默的随手一拳。这家伙是怪物吗？与此同时，观战台的范寒立将军和熊霸天看到这一幕，猛然站了起来。这是先天罡元，2进5师体内会催生出强大的内劲，而踏入3进5宗之后，精神、肉身以及内劲3者混元合一，凝练出更加强大的先天罡元。先天罡元便是踏入3进5宗的标志，而陈默能够施展出先天罡元，说明他已经突破到了3进5宗。熊霸天倒吸一口凉气，这可是18岁的3进5宗，就连站在南宫里身边的南宫若水，美眸中也闪过一丝惊诧。他也没料到这个被侄女称呼莫哥哥的男生，竟然是一名3进5宗。南宫若水还是第一次亲眼见到天赋如此出众的武道天才。擂台上的叶清晨从地上爬了起来。我输了，叶清晨颓然说道，心中不免有些自嘲。他刚才看到陈默击败秦烈时，还认为自己的实力能和陈默3七开，此刻终于明白是3秒钟被爆杀7次，他和陈默的实力差距犹如天堑。叶清晨也是终于体会到什么叫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南天省冲刺营这边此刻已经是一片欢腾，赢了，默哥牛逼！卧槽，1打9还能秒啊，太他妈强了！熊霸天盯着陈默看了一会，才缓缓收回了目光，对范寒立将军说道：“恭喜范将军，南天省今年的圣宗试炼恐怕要出一条真龙了。”范寒立将军心中同样欣喜若狂，强压嘴角说道：“借熊指挥使吉言。”熊霸天接着说道：“此次比试是我们苍兰省冲刺营输了，按照约定，这3件天才地宝归你们南天省冲刺营所有。”说完，心中不由得一叹，苍兰省冲刺营这一次主动把其中的一件彩头提高到了天阶下品，就是因为苍兰省冲刺营今年非常有信心。56品的叶清晨是苍兰省冲刺营近10年来武道修为最高的天才，放在往年可以随便碾压南天省冲刺营，可万万没想到南天省竟然出了一个18岁的3进5宗，结果就是偷鸡不成蚀把米。范寒立将军望着3个盒子里装着的赤炎精魄、金刚菩提果和天眼剑丸，眼中带着笑意，承让了。随即范寒立将军把陈默、南宫里、苏华一起叫了过来。陈默，你帮南天省冲刺营赢得了对决，这6件天才地宝算作是你的奖励，你自行分配吧。范寒立将军对陈默笑着说道。除了苍兰省输的那3件天才地宝之外，还有南天省冲刺营准备的玄冰玉髓、通明道心莲和虚空藤。多谢。陈默谢道。这6件天才地宝都不是凡品，十分珍贵，而且其中有几样天才地宝对他和南宫里、苏华非常有用。这时陈默突然察觉到有一道强大的神识从他身上扫过，转头望去，只见熊霸天正盯着他。陈默，你真的击杀了千面星魔吗？熊霸天开口问道。对于这件事，熊霸天始终难以置信。千面星魔有多难杀，熊霸天再清楚不过了。而熊霸天更担心的是，千面星魔其实根本就没有死，而是寄生在陈默身上。好在他刚才用武道天赋破妄之瞳仔细探查了一番，确定陈默身上没有被千面星魔寄生，他才放心下来。但熊霸天很好奇，陈默是如何灭杀千面星魔的，又或者其实千面星魔又逃走了。千面星魔的确已经魂飞魄散了。陈默说道。你是如何击杀他的？熊霸天忍不住好奇地问道。虽然陈默年纪轻轻就已经突破到了3进5宗，但熊霸天还是难以相信陈默有何种手段可以让千面星魔魂飞魄散。毕竟千面星魔能够在众多5进5王的围剿之下数次逃出升天。实际上不仅是熊霸天，就连范寒立将军和南宫若水也十分好奇。只见陈默一抬手，下一秒一座由紫色雷电和凤焰神火构成的监狱牢笼凭空出现在陈默的掌心，这正是陈默为灭杀千面星魔所创造的凤焰雷狱。在见到凤焰雷狱的瞬间，无论是熊霸天、范寒立将军还是南宫若水都露出了震惊之色。身为5进5王强者，他们一眼就感受到
沉默手中的凤焰雷玉蕴含着多么可怕的威力，尤其是对神魂邪祟，更是拥有摧枯拉朽的毁灭力。直到这一刻，雄霸天终于确信，沉默确实拥有让千面心魔魂飞魄散的能力。这是什么神通？雄霸天忍不住开口问道。算是我自创的吧，沉默随口说道。沉默轻飘飘的一句话，落在雄霸天和范寒立将军的耳中，却不亚于一颗炸雷。年纪轻轻，竟然就能自创出如此恐怖神通，那狂暴紫色雷电和仿佛能够焚烧一切的火焰，一看就不是凡物。这一刻，雄霸天猛然意识到，眼前的这个18岁的少年，不仅仅是三境武宗那么简单，隐藏在三境武宗之下，是难以想象的武道天赋和底牌。而沉默在刚才的对决中所展现出的实力，恐怕只是冰山一角。如此妖孽的武道天才，南天省今年恐怕真的要出真龙了。雄霸天心中暗道。雄霸天无比肯定，沉默绝对能够在今年的圣宗试炼中掀起惊涛骇浪。范将军，提前恭喜你们南天省了！以沉默的武道天赋和实力，今年圣宗试炼杀入全国前10是板上钉钉，甚至有实力争夺魁首。雄霸天羡慕地说道。范寒立将军眼中难掩激动之色，嘴上却谦虚地说道：“熊指挥使过奖了，想要夺得魁首可不是那么容易。你我都知道帝都有多少武道妖孽，不过以沉默的实力，确实可以竞争全国前3甲。帝都作为龙国的首都，掌握着全国大半的武道资源，拥有远超其他省份的深厚武道底蕴。帝都有着传承数千年甚至上万年，屹立在世间顶端的武道世家，全国实力最强的4大武馆，其中有3大武馆的总部都设立在帝都。龙国1半以上的8境武圣和9境武神都集中在帝都，而最近100年，每一年的全国武道魁首都出自帝都。沉默想要夺得圣宗试炼魁首，意味着需要击败那些8境武圣、9境武神的后裔，战胜那些从小用各种珍贵武道资源培养出的妖孽们，其中的难度可想而知。可即便知道难度很大，范寒立将军的心中依然涌现出无限的遐想。毕竟沉默创造过太多的奇迹，此时沉默的眼中也闪过一丝炙热的光芒。前世沉默连进入南天省冲刺营的资格都没有，更别说跟那些全国顶尖的武道天才竞争了。而这一世，他总算拥有了同样顶尖的天赋和实力。一想到能够在圣宗试炼中将这些顶尖的武道天才一一击败，沉默心中便涌现出了无限的战意。我相信莫哥哥一定能拿下圣宗试炼魁首。南宫里对沉默绝对是盲目信任。苏华儿虽然没有说话，但他看向沉默的眼神已经表达了一切。南宫若水看了一眼沉默，又看了看身边的侄女南宫里，美眸中若有所思。随着南天省冲刺营和苍兰省冲刺营切磋结束，为期2个月的冲刺营特训也即将迎来落幕。不久之前，雄霸天已经带着苍兰省冲刺营的众人离开了血渊军基地，而南天省冲刺营里，范寒立将军也在进行临别时的讲话。2天后就是圣宗试炼，这是你们从大学跨入圣宗的机会，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能在圣宗试炼中取得好成绩，获得5大圣宗的青睐。在离开血渊军基地之前，你们再去资源库里每人领取1件修炼资源。谢谢教官！冲刺营的众人大声喊道。这2个月，他们在冲刺营经历了艰苦的特训，获得了各种修炼资源，也经历过生死的考验。相比2个月之前，众人的实力都有了巨大的进步，身上的气息更是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离开冲刺营之前，血渊军基地给每一位冲刺营成员按照实力的高低奖励了品级不同的修炼资源。至于沉默、南宫里、苏华儿他们，之前已经获得了6件品级更高的天才地宝。轰隆！血渊军基地的大门开启，冲刺营的众成员走出了基地大门，即将返回他们各自的城市。众人一一道别。莫哥，感谢你在秘境中救我一命，以后莫哥如果有任何吩咐，我都愿意赴汤蹈火。楚昭然感激道。裴萧升上前说道，我虽然实力低微，但如果今后有用的这个地方，莫哥随时吩咐一声，我绝不推辞。猛虎、达恩也一样。除了他们之外，冲刺营里还有很多人都接受过沉默的指点，也都纷纷上前跟沉默致谢道别。待到所有人离开之后，也到了沉默和南宫里、苏华儿分开的时候了。在混沌空间下的洞穴时，3人亲密的如同连体婴一般，但眼下只能各奔东西。莫哥哥，我不想跟你分开。南宫里双手搂住沉默，小脑袋埋进了沉默的怀里。南宫若水见侄女和异性举止如此亲密，本想开口阻止，但最终还是没有说什么。沉默揉了揉南宫里的头发，笑着说道，阿里，这只是短暂的分别而已，我们很快就会见面的。等圣宗试炼结束后，我再来找莫哥哥。南宫里扬起粉雕玉琢的俏脸，水灵灵地注视着沉默。好。沉默笑着点头。此时的苏黄儿眼神同样不舍地望着沉默，也想像阿里一样被沉默抱在怀里，但是因为长辈南宫若水在一旁看着，要是苏华儿和南宫里一起扑到沉默的怀里，可就彻底解释不清了。麻烦各位读者大佬给个5星好评，评分要是能上9分，以后经常加更，请大家给作者一点写作的动力，拜谢了。临别前，沉默将之前获得的6件奖品从空间戒指中拿了出来。阿里，玄冰玉髓和天眼剑丸，这2样天才地宝很适合你。说着，沉默
将这2种天才地宝一起交给了南宫里。玄冰玉髓的品级是地阶上品，外表看起来像是一个精巧的玉如意，通体剔透，散发出彻骨寒气，生长于极寒绝地，蕴含极致精纯的冰寒能量与天地灵气，能够大幅提升修炼冰系、玄阴系功法的速度与威力，同时具有静心凝神、抵御心魔、滋养神魂的奇效。南宫里身负玄阴玲珑体，又修炼了太阴玄刹功，玄冰玉髓无疑最适合他。另一件天眼剑丸，品阶更是高达天阶下品。天眼剑丸非实体剑，而是由纯粹剑意凝聚成的剑道种子，炼化入体之后，可极大提升剑道悟性，自动推演，完善剑招，使剑法真挚化境，心念一动即是杀招。南宫里在剑法上有着极高的造诣，天眼剑丸自然非他莫属。谢谢莫哥的南宫里说道。南宫若水眼看沉默直接将如此贵重的2样天才地宝送给了阿里，心中不由得一惊，侄女和沉默关系的亲密程度显然比他想象的还要深。随即沉默又拿出赤炎精魄和通明道心莲交到了苏华儿的手上。赤炎精魄是一块拳头大小，散发出灼热高温的赤红色晶体，是地心深处万年火脉精华凝聚而成，蕴含极其精纯庞大的火属性能量，对修炼火系的武者有神效，甚至可以从中领悟一丝火焰法则真意。苏华儿身负涅槃凤焰5道天赋，赤炎精魄给他再合适不过，吸收之后可以提升涅槃凤焰的强度。而通明道心莲是生长于地底灵泉下的火莲，和赤炎精魄相辅相成，并且能够洗涤心灵，大幅提升灵觉、悟性和对危险的预知能力。服用后思维极度清晰，料敌先机，看破虚妄，对修炼有巨大注意。沉默将他们一并交给了苏华。至于沉默自己，则留下了金刚菩提果和天阶下品的虚空藤。金刚菩提果乃是佛门圣树所结，蕴含至刚至阳的磅礴生机，服用后肉身如同金刚琉璃，百毒不侵，万邪辟易，自愈能力极强，并能被动抵御精神侵蚀，稳固心神。而天阶下品的虚空藤更是难得一见的空间细致宝，它的外表看上去如同纯净紫水晶雕琢而成，内部有星光闪烁的藤蔓，生长于空间裂缝边缘，极其罕见。虚空藤中蕴含一丝空间法则，有助于领悟空间之力。由于涉及神秘的空间力量，潜力无穷，价值难以估量，并且具备成长性。有了这些天才地宝，沉默、南宫里、苏华儿在圣宗试炼之前还能再度提升实力。将6件天才地宝分配完之后，也终于到了离别的时候。莫哥哥，再见，我会想你的。南宫里挥了挥手，再见。南宫若水对沉默微微点头示意，随即便打算带着南宫里和苏华儿离开。趁着南宫里和南宫若水转身的机会，沉默悄悄在苏华儿赤焰流黄裙下缘滚滚的满月上轻轻捏了一下。苏华儿身子一颤，转头看了沉默一眼，似嗔似羞，美眸中却露出了喜悦和爱意。沉默能感受到苏华儿在离开前也想和南宫里一样跟他亲近，只是碍于南宫若水在一旁，他们不好做出亲亲抱抱的举动，于是沉默才会故意在离开前捏一下苏华儿，让苏华儿不至于那么失落。事实证明，沉默这样做果然是对的，因为苏华儿的脸上露出笑容了。唰，下一刻，南宫若水带着南宫里和苏华儿飞上了天空，而沉默也在不久之后坐上了返回青云市的饕餮号列车。天空之上，3道绝美的身影急速飞行，踏入4境武尊之后，便拥有了御风飞行的能力。南宫若水身为5境武王，同时携带南宫里和苏华儿飞行，自然毫不费力，而且还能在急速飞行中隔绝狂风，避免被吹得脸部变形，发丝狂舞。南宫若水转头看向一旁的南宫里，刚才当着沉默的面，有些话南宫若水不方便问，此时忍不住开口问道：“阿里，你是不是喜欢沉默？”“对啊，姑姑，我最喜欢莫哥哥了。”南宫里毫不犹豫地说道。听到南宫里如此肯定的回答，南宫若水略微有些惊讶。南宫若水一直以为南宫里有些不谙世事，更不知晓男女之情，没想到仅仅只是出门2个月，竟然就已经有喜欢的男生了。像南宫世家这种传承1000年的武道世家，族人的婚姻都需要慎重考虑，尤其是南宫里是南宫世家数百年来最出色的武道天才，被南宫世家视为掌上明珠。南宫里未来的婚姻甚至关乎整个南宫世家的兴衰。沉默年纪轻轻就已经突破到了3境武宗，武道天赋惊人，称得上人中之龙，而且长得丰神俊逸，仪表堂堂，倒是和南宫里极为般配。南宫若水的脑海中闪过这些念头，但转而一想，沉默和南宫里的年纪都还小，现在谈婚姻倒是有些为时尚早了。南宫若水哪里知道，侄女早就已经被沉默吃干抹净了。如此飞行了1个多小时，前方出现了一片巍峨山脉，山脉如同一道天然的屏障，隔绝了外界的纷扰。而在山脉之间，有一个巨大的被云雾半遮掩的天然山谷，隐隐可以看到云雾下的诸多恢宏建筑，这里便是南宫世家。唰，南宫若水带着南宫里和苏华穿过护山大阵，落入了其中一栋古香古色的院子里。奶奶这段时间一直在担心你，先去给奶奶报个平安。南宫若水说道。好。南宫里正准备动身，
突然，一道火红的身影如流星般从天边划过，同样落在了这栋院子之中。那是一名面容绝美的女子，一头火红长发，如燃烧的火焰，身形高挑修长，高贵的华服之下难掩凹凸有致的身材，腰间挂着一个赤金色的酒葫芦。她的五官立体而大气，眼尾一抹朱砂晕染似灼灼火痕，如同绽放的盛世美颜，眼眸如远山秋水，慵懒中又带着一丝洒脱不羁的神韵。师傅！苏华儿惊喜地叫道。突然出现在院子里的绝世美人，正是苏华儿的师傅，赤颜女皇岳红莲。见到苏华儿，岳红莲脸上顿时绽放出笑容。乖徒儿，师傅，你回来了。苏华儿笑着说道。岳姨，南宫里乖巧地叫道。岳姐姐，南宫若水叫道。阿里，若水。岳红莲面带微笑的点头。从他们之间的称呼来看，显然相识已久，而且关系匪浅。实际上，岳红莲和南宫世家确实渊源颇深。岳红莲和南宫里的母亲是关系要好的闺蜜，当年一起闯荡武道世界。只不过南宫里的母亲生下南宫里之后，就突然神秘失踪了。南宫里年幼失去母亲，岳红莲作为南宫丽母亲的好友，从小对南宫丽照顾有加。至于苏华儿，岳红莲当年在一片火焰废墟之中发现了哇哇大哭的苏华儿。当时的苏华儿只有2、3岁，身上除了一块刻有苏华儿生辰八字的玉佩之外，再无他物。岳红莲不忍苏华儿被遗弃在火焰废墟之中，便将苏华儿收为了徒弟。此后，岳红莲经常带着苏华儿来南宫家找南宫里玩耍。南宫里和苏华儿可以说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亲如姐妹。这些年，岳红莲和南宫世家来往密切，也正因为如此，岳红莲才能随意出入南宫世家的护山大阵。此时，岳红莲将目光看向苏华儿，眼中闪过一丝歉意。乖徒儿，师傅出去2个月，还是没能找到帮你控制涅槃凤焰的办法，师傅真没用。岳红莲开口说道。2个月前，岳红莲离开南天省，去帮苏华儿寻求解决涅槃凤焰失控的办法。可惜岳红莲跑遍了大江南北，依然没能找到解决的办法。岳红莲又想起了那个气质如万年寒冰的道姑仙子，心中有些不忿。我都这么低声下气的求她了，还是不肯帮忙。冰驼子，你是真记仇啊！不过当年也确实是我不对。哎，就在岳红莲有些懊悔之时，就听到苏华儿开口说道：“师傅，涅槃凤焰失控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什么？岳红莲表情一滞，随后立即抓住苏华儿的手腕，探查了片刻，果然发现之前苏华儿体内一直处于暴走边缘的涅槃凤焰，此时正安安静静的蛰伏着，看不到任何狂暴的迹象。华儿，你是怎么做到的？岳红莲惊道。苏华儿脑海中浮现出沉默的身影，嘴角也不由得露出了微笑。是沉默帮我解决的。苏华儿说道。沉默是谁？岳红莲疑惑道。一旁的南宫若水闻言，却不由得心中一惊。南宫若水很早之前就知道苏华儿被涅槃凤焰失控的问题困扰，就连6进5皇的岳姐姐也一直没能找到解决的办法。没想到这个难题竟然被沉默解决了。沉默身上到底还隐藏着多少惊喜？南宫若水心中暗道。面对师傅的疑惑，苏华儿将在冲刺营中遇到沉默，并且沉默帮他吸走涅槃凤焰的过程说了出来，当然并没有讲他和沉默的衣服被一起烧光的那段意外。听苏华儿讲完，岳红莲美眸中闪过难以置信的神色。他竟然能吸走你的涅槃凤焰？涅槃凤焰是世间神火，而且跟苏华儿一体相连，沉默却能从苏华儿的体内吸走，简直太过匪夷所思了。下次有机会，为师要亲眼见一见你口中说的沉默。岳红莲饶有兴趣地说道。苏华儿微微点头，一想到和自己有过肌肤之亲的沉默要跟师傅见面，心里莫名一紧。这可是见家长啊！岳红莲见乖徒儿突然有点紧张，有些会错了意。放心吧，乖徒儿，沉默帮了你这么大的忙，为师感谢他还来不及呢，又不会吃了他。岳红莲笑着说道。苏华儿抿了抿嘴，没有再说话。前世苏华儿没有遇到沉默，岳红莲也没能在圣宗试炼之前帮苏华儿找到控制涅槃凤焰的方法。最终苏华儿在圣宗试炼的前夕，体内的涅槃凤焰出现暴走，岳红莲费了好大的功夫才让苏华儿脱离了危险，但苏华儿也因此错过了圣宗试炼。而这一世苏华儿遇到沉默之后，涅槃凤焰失控的问题已经被解决，苏华儿也能顺利参加圣宗试炼了。对了，华儿，你突破到3进5宗了吧？岳红莲问道。刚才他探查苏华儿体内情况的时候，分明感知到了先天罡元。是的，师傅，我现在是5宗1品。苏华儿说道。得到苏华儿肯定的回答，岳红莲心中再度一惊。要知道2个月前苏华儿还只是1进5者，而现在竟然已经突破到了3进5宗了，这修炼速度堪称神速。岳姨，我也突破到3进5宗了哦。南宫里也笑着说道。不仅是苏华儿，南宫里也突破到了5宗1品。至于沉默，已经突破到了5宗2品，比南宫里和苏华儿还要高出一个小境界。太虚阴阳诀的修炼核心是阴阳互济，2女1男，沉默受到的滋养更多，因此提升也稍微大一些。但沉默他们3个人的境界差距始终不会太大，因为只要其中一个人的境界稍高，就会反过来滋养其他人，实现共同进步。听闻南宫里
也突破到了3进5宗。岳红莲心中的惊讶更甚，南天省的冲刺营有这么厉害吗？这么短的时间，竟然教出了2个3进5宗。岳红莲扪心自问，就算他亲自教导，也无法在2个月内让苏华儿和南宫里突破到3进5宗。闻言，南宫里和苏华儿对视一眼，眼中闪过一丝异色。他们心里非常清楚，境界之所以有如此大的提升，跟南天省冲刺营没什么关系，主要是因为他们和陈默在混沌空间之下一起修炼太虚阴阳诀，才会有如此恐怖的进步。但这件事显然还不能直接告诉岳红莲和南宫若水。3更奉上，求5星好评，拜托各位读者大佬了。确定苏华儿涅槃凤焰失控的问题已经解决，并且还突破到了3进5宗，岳红莲心中的一块大石终于落地了。阿里，若水，我先带华儿回吃燕峰了。岳红莲开口说道。距离圣宗试炼还剩最后2天，岳红莲打算这2天再传授徒儿一些东西，让苏华儿的实力更进一步。岳姨，华儿，你们路上小心哦。南宫里说道。再见。双方告别之后，岳红莲带着苏华儿飞离了南宫世家，前往赤炎女皇的居住地赤焰峰。待到他们离开，南宫里和南宫若水一起去见南宫世家的家主南宫月。一进南宫世家的主殿，南宫里便开心地叫道：“奶奶，我回来了！”大殿里的南宫月听到孙女的声音，顿时欣喜地抬起头。下一刻，一个娇小的身影扑进了南宫月的怀里。阿里，你总算平安回来了。南宫里失踪的这1个月多，南宫月可谓是寝食难安。此刻见到孙女平安归来，南宫月终于长舒了一口气。阿里，你跟奶奶说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南宫月关心地问道。是这样的，奶奶。随即，南宫里将他和苏华、陈默一起坠入混沌空间，又如何从里面离开的经过，简单地复述了一遍。当然，洞穴里发生的那些羞人的情节一点没有泄露，只说最后是陈默带他和苏华一起逃离了混沌空间。这么说，这个叫陈默的救了你？南宫月说道。对啊，奶奶，默哥哥可是我的救命恩人，下次默哥哥过来，奶奶可要好好奖励他哦。南宫里笑着说道。南宫月的目光一动，听出了孙女对陈默非同寻常的亲昵。这时，一旁的南宫若水开口说道：“娘，阿里他突破到3进5宗了，真的吗？”南宫月眼睛一亮，南宫里笑着点头。得知孙女这么快突破到3进5宗，南宫月又惊又喜。对了，奶奶，这是默哥哥送给我的。说罢，南宫里从空间戒指中拿出了之前陈默交给他的玄冰玉髓和天眼剑丸。无论是玄冰玉髓还是天眼剑丸，都是价值不菲的天才地宝，尤其是天阶下品的天眼剑丸，更是难得一见的至宝。这些都是陈默送给你的。南宫月有些惊讶。南宫里点头。南宫里打定主意，要在奶奶面前多说默哥哥的好话，这样等默哥哥下次过来的时候，奶奶就能给默哥哥更多的奖励了。而南宫月得知陈默不仅救了乖孙女，而且还送了孙女这么珍贵的天才地宝之后，确实对素昧蒙面的陈默产生了好感。好，南宫月揉了揉南宫里的小脑袋，等你下次把陈默带回家，奶奶一定好好奖励他。嘻嘻，南宫里顿时开心地笑了。南宫月将目光看向了天眼剑丸，开口说道：“阿里，天眼剑丸是由纯粹剑意凝聚成的剑道种子，炼化入体之后，可极大提升你的剑道悟性，也可成为攻击的杀手锏。不过，炼化的过程不易，一会你先把玄冰玉髓吸收了，奶奶再帮你将天眼剑丸炼化入体。如果让南宫里自行炼化，恐怕需要1周的时间，而有南宫月帮忙的话，1-2天之内就能炼化。好的，谢谢奶奶。”另一边，岳红莲带着苏华一路飞向了赤焰峰。时隔2个月没见面，他觉得乖徒儿看上去好像有点不一样了。原本英姿飒爽、面容清冷的徒儿，眉宇间似乎多了一丝女人的魅意。怎么形容呢？容光焕发的，像是被什么滋润过了。岳红莲从来没碰过男人，自然看不透其中的原因。苏华儿察觉到师傅盯着自己，开口问道：“怎么了，师傅？”岳红莲笑着摇了摇头：“我家华儿变得更漂亮了呢。”苏华儿抿嘴一笑：“师傅比我更漂亮。”苏华儿从小被岳红莲养大，对岳红莲的感情十分深厚，如师如母。岳红莲表情一怔，随即哈哈笑道：“华儿，你嘴巴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甜了？”以前的苏华儿可从来不会说这种讨人欢心的话。闻言，苏华儿的脑海里不由得浮现出在洞穴里陈默一边抱着她一边说着情话的场景。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次数多了，苏华儿才会被潜移默化的影响，也会说一些甜言蜜语了。苏华儿的俏脸一红，微微撇开了目光。岳红莲可不知道苏华儿脑海里在想什么，只是觉得徒儿好像变得比以前更鲜活可爱了。1个小时后，岳红莲和苏华降落到了赤焰峰。岳红莲直接带着苏华来到了赤焰峰的地底，眼前是一片岩浆世界，浓郁的火元素充斥整片空间。华儿，赤焰峰的地底有一朵地心火莲，这里是为师平常修炼的地方。之前一直不敢带你进来，是因为你体内的涅槃凤焰不受控制，一旦进入这里可能会立即暴走。现在好了，可以带你一起进来修炼了。岳红莲开口说道。地心火莲精纯的火元素可以壮大你体内的涅槃凤焰，这2天为师帮你布下阵法，
帮助你快速吸收。苏黄儿微微点头，又从空间戒指中拿出了赤炎精魄和通明道心莲。师傅，这是陈默送给我的。咦，好东西！岳红莲眼睛一亮，这个叫陈默的小子对华儿很不错嘛。闻言，苏华儿心脏猛地一跳，生怕师傅看出点什么。岳红莲笑了笑，说道：“那正好在圣宗试炼之前，帮你把赤炎精魄和通明道心莲一同炼化了。”与此同时，陈默乘坐的饕餮号列车也即将抵达青云市的车站。车站里，青云市众多武院的校长和老师们正在翘首以盼，焦急地等待着2个月前去省冲刺营的学员归来。尤其是人群中的陈清扬校长，心中既忐忑又激动。陈校长看起来很紧张啊。开口说话的人正是青云第3武院的校长刘建峰。废话，你不紧张吗？今年的省冲刺营有多么凶险，你又不是不知道。陈清扬校长没好气地说道。这2个月来，南天省的各个城市不断有冲刺营成员死亡的消息传出，大家也已经知晓，今年的省冲刺营是在血渊军基地，特训的内容极其艰苦残酷。今年的省冲刺营伤亡率比往年高多了。是啊，陈校长，我心里其实也紧张的很。刘建峰校长说道。他找陈清扬校长搭话，其实也是为了缓解内心的紧张。谁也不希望看到自己武校的武道天才陨落在省冲刺营里。就在这时，一声冲破云霄的汽笛声从远处传来，伴随着轰隆隆的声音，饕餮号列车驶入了青云市的列车站。他们回来了。一瞬间，在场所有武校的校长和老师们都将目光紧紧地盯着饕餮号列车的车门口。随着车门的开启，一名刺猬头短发女生率先从列车上下来。黄风铃！青云第5武院的校长和老师们顿时兴奋地喊道。紧接着，其他人也陆续下车。当陈清扬校长看到身材挺拔、面容俊朗的陈默从列车上走下来时，顿时激动地握紧了拳头。太好了，陈默回来了！而在陈默之后，身高2米的盲虎也紧跟着下了车。刘建峰校长顿时松了一口气，这小子没事就好。他真担心盲虎莽自当先的性格会死在省冲刺营里。很快，青云市各大武校的校长和老师们欣喜地将他们武校的学生团团围住了。不过，其中有2个武校却没能等到他们武校的学生归来，结果不言而喻。盲虎在省冲刺营过得怎么样？刘建峰校长问道。惊险又刺激，盲虎笑着回答道，但没有细说。离开血渊军冲刺营前，范寒立将军交代过，省冲刺营里发生的事不要过多向外界透露，尤其是血渊军基地内的情况涉及军事机密，更加不得透露。刘建峰校长也清楚有些东西不能问，转而问起了他最关心的问题：2个月的特训，你的实力进步如何？盲虎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还行吧。不过省冲刺营里面高手如云，我的实力连前5都进不去。当然，最牛逼的还是莫哥，当之无愧的第1人。莫哥？哪个莫哥？当然是陈默呀。盲虎说道。什么？陈默在省冲刺营里实力排第1？在场其他武校的校长和老师们此时也已经从各自武校的学生口中得知了这件事。霎时间，在场所有人齐刷刷将目光看向了陈默。陈默，你实力真的在省冲刺营排第1？陈清扬校长激动地问道。陈默之前在青云市的选拔测试中是青云市毫无悬念的第1名。不过南天省一共有12个市，青云市肯定不是实力最强的那个。而且据说本届的省冲刺营还有8名武道天赋绝伦的特招生。在这种情况之下，陈默的实力竟然还能排名的第1。在陈清扬无比期待的目光中，陈默点了点头。四周顿时一片哗然。此刻所有人都被这个消息震惊了。陈默不愿意继续留在这里被一群人围观，而且他还要抓紧时间回去将金刚菩提果和虚空藤炼化，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实力。校长，我先回去修炼了，为2天后的圣宗试炼做最后的准备。陈默开口说道。陈清扬校长回过神，强压着心中的激动，点头道：哦，那就不耽误你修炼了。如果有什么需要，随时跟学校这边说。陈默微微颔首，随即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离开了现场。但关于陈默的议论却没有就此停止。陈默的实力究竟有多强，竟然能力压南天省的一众天才，位列第1。听说已经突破到3进5宗了。什么？这怎么可能？没搞错吧？18岁的3进5宗，这也太过逆天了。片刻之后，陈默回到了他在郊区的老院子。2个月没人住，屋子里已经布满了灰尘。只见陈默一挥手，磅礴的先天罡元透体而出，将屋子里所有的灰尘卷走，飞出了院子之外。屋子里顿时变得干净起来，只不过依然显得有些破败。但陈默毫不在意，只要实力够强，未来所有的一切都可以唾手可得。而2天后的圣宗试炼，就是他一飞冲天的时候。陈默从空间戒指中拿出了金刚菩提果和虚空藤，先吃金刚菩提果，再炼化虚空藤。感受着金刚菩提果中至刚至阳的磅礴生机，陈默直接张口咬下，轰！至刚至阳的磅礴生机瞬间涌入陈默的4肢百骸。地阶上品的天才地宝，蕴含的能量极其庞大，足足花费了半天时间，陈默才将这颗金刚菩提果彻底吸收。只见陈默的身体此时正散发出金色的光芒，整个人如同一尊金刚琉璃。金刚琉璃铁，从今往后，
拥有金刚琉璃体的陈默，一般的毒物都对他无效，除非是天阶奇毒，而且自愈能力极强，还能被动抵御精神侵蚀，稳固心神。陈默从空间戒指中拿出了地阶上品的陨星碎尘枪，用锋利的枪尖照着皮肤一划，坚韧无比的皮肤上仅仅出现了一道划痕，而且很快就恢复如初。金刚菩提果果然是好东西，陈默笑道。如今陈默不仅修成了金刚琉璃体，而且还因为修炼了紫电镇狱经，淬炼出了雷极之躯，身体的强悍程度和一些四境武尊相比也毫不逊色。随即陈默又将目光看向了虚空藤，这可是比金刚菩提果还要珍贵的天阶下品至宝。陈默直接催动体内的先天罡元，将这株虚空藤包裹住，开始炼化。圣宗试炼是龙国最顶尖的5大圣宗，为了选拔出全国最顶尖的武道天才进行的试炼。参加圣宗试炼的年龄限定18岁以上，20岁以下。每年全国各地的大一武修、武道世家子弟、各大武馆的适龄学员，加在一起有将近1亿的武修，都会参加这场举国瞩目的圣宗试炼。这不仅是一场举国盛事，还关系到龙国未来的武道昌盛。龙国上100亿人将一起见证龙国年轻1倍的武道天才们崭露头角，一飞冲天。圣宗试炼一共分2天进行，今天是圣宗试炼的第1天，测试内容一共有2项，分别是基础测试和灵书天眼模拟测试。所有考生的测试成绩将实时录入到全国考试系统之中，不用等考完几天后查分，所有人的测试成绩都是当场公布，并且对全国所有考生的成绩进行实时排名，玩的就是刺激。第1天的测试结束之后，考核成绩排名全国前100的考生将一起前往帝都，在3天之后进行一场正面实战对决，也就是一众瞩目的100强争夺战。这将是每年圣宗试炼的重头戏。这场100强争夺战是进行全国直播，届时全国上100亿人将亲眼见证圣宗试炼魁首的诞生。此时青云第一武院上万名的武修都已经在操场上集合完毕，等待圣宗试炼正式开始。在场众人的目光不由自主地看向了人群中的陈默。2个月前，陈默在省冲刺营的选拔测试上以第1名的成绩进入了省冲刺营。时隔2个月，青云第一武院的学生们再一次见到了陈默。你们听说了吗？外界传闻陈默经过在省冲刺营2个月的特训，已经突破到3境武宗了。啊？多少？3境武宗？这怎么可能？2个月前陈默还是武者6品吧，不可能升得这么快吧？对于绝大多数普通考生来说，2境武师都是遥不可及的存在，更别说3境武宗了。他们吹牛都不敢这么吹啊，估计是假消息吧。一般传闻经过添油加醋之后都会越传越离谱，管它真假，一会基础测试开始之后不就知道了。正当众人议论之时，操场上突然响起了一阵急促的铃声。时间到，圣宗试炼正式开始。只见操场之上整整齐齐摆放着100台高端的武道测试器，在场所有的考生按照事先安排好的顺序排列出100个测试队伍。圣宗试炼第1项基础测试开始，随即考生们依次上前进行第1项基础测试。考生们无需携带纸质的准考证，因为武道测试器中自带面目识别和虹膜识别，能够准确的识别所有考生的信息。排在队伍前面的考生按照测试要求将手按在武道测试器之上，仅仅几秒钟过后，第1项基础测试的成绩就出来了。姓名范正全，年龄18岁0.6个月，气血值55，武道修为武者5品，考生属地南天省。测试结果直接展示在考生们的眼前。与此同时，操场的上空一面笼罩了整个武院的巨型全息屏幕亮起，在巨型全息屏幕的正上方赫然写着几个大字：全国基础测试100强。基础测试开始之后，全息屏幕上立即出现了一连串的名字，但是这些名字正在以极快的速度不断刷新，速度快到根本看不清是什么名字，就已经一闪而过了。要知道，全国各地的考生加起来有将近1亿，这么多考生正在同时进行测试，全息屏幕上的排名不断进行的实时更替，刷新的速度自然是快到冒烟。一开始榜上还有1境武者，很快榜单上就只剩下2境武师了。全国基础测试100强排名第1的位置，武道修为不断飙升，随着时间的推移，终于冲破了2境武师的境界。那些顶尖的武道天才出现了，一个醒目的名字赫然冲上了全国基础测试100强第1位。姓名楚金红，年龄18岁0.4个月，气血值1488，武道修为武宗1品，考生属地帝都。注：可能有一些读者觉得境界看起来容易混淆，以后大境界写在前面，极品小境界写在后面。感谢那位读者大佬提出的建议。望着排在第1名的楚金红，全国各地考场里的无数考生们不由得发出了惊呼：我的天呐，3境武宗都出现了，我这点微末的修为不如家人一根手指头啊，太招笑了，我的气血值还没有他的零头多，这就是帝都的武道天才吗？真恐怖啊！这个叫楚金红的不会就是今年的圣宗试炼魁首吧？但就在这时，一个新的名字突然出现，直接把原本第1的楚金红压了下去。
姓名南宫里，年龄18岁0.3个月，气血值3569，武道修为武宗3品，考生属地南天省。随着南宫里名字的出现，全国各地的考场再次一片哗然。我去，武宗3品竟然比刚才的楚惊鸿还要高出2个小境界，而且居然不是帝都的武道天才，而是南天省的。南天省往年的圣宗试炼成绩都是中下游吧，今年竟然出了这么强的武道天才，这个南宫离到底是何方神圣，把帝都的武道天才都压了一头。不等众人从惊讶中回过神，又一个名字出现，直接把排名第2名的楚惊鸿压到了第3的位置。姓名苏华，年龄18岁0.5个月，气血值3357，武道修为武宗3品，考生属地南天省。全国各地的考生瞬间傻眼，妈呀，又一个武宗3品，而且还是南天省的考生。目前排名第1和第2的全部被南天省霸占了，就连南天省的众考生此时也有点懵了，我们南天省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牛了？还在等待测试的陈默望着南宫里和苏华儿的名字，脸上不由得露出了一丝笑容。阿里和华儿的境界这2天都有不小的提升啊！陈默心中暗道。不仅是南宫里和苏华儿，陈默的提升同样不小。与此同时，圣宗试炼的官方直播间巨大的环形虚拟屏幕上清晰地显示着全国基础测试100强。随着圣宗试炼测试的开启，直播间里已经涌入了数以亿计的观众。毕竟每一年的圣宗试炼都是一场举国盛事，而第1天的测试成绩又关乎3天后的100强争夺战，牵动着无数人的心。此时官方直播间里早就已经炸开了锅。卧槽，今年的圣宗试炼一上来就这么出人意料吗？第1名和第2名竟然都是南天省的考生，这不科学啊！帝都的武道天才竟然被压制了。不仅是全国各地的观众，就连官方直播间里的主持人以及现场的2位嘉宾，此时脸上都露出了震惊的神情。主持人苏晓惊讶地说道，正如大家所看到的，目前基础测试排名前2位的考生全部都来自南天省。主持人刚刚查阅了一下南天省去年圣宗试炼的资料，去年南天省基础测试第1名的考生在全国仅排名第53位，连前50都没有进。对比今年的成绩，可谓是天差地别。每年圣宗试炼的前50名，帝都起码要占据半壁江山，而全国有30多个省份，这意味着有一些实力排名靠后的省份，全省的第1名甚至进不去全国的前50，而去年的南天省就是其中之一。可是今年南天省竟然有2位考生直接冲到了第1名和第2名。主持人苏晓将目光看向直播间里2位德高望重的嘉宾，李馆长、唐教授，不知您2位对此有什么看法？在主持人的旁边坐着2位年纪看上去50岁上下的嘉宾，当然他们的实际年龄比表面看上去要大得多。能够作为重要嘉宾出现在圣宗试炼官方直播间，这2位的身份自然非同凡响。李沧浪，龙国4大武馆之一极道武馆帝都总部的副馆长；唐雨晴，国家武道战略研究院的教授。唐雨晴开口道，今年的南天省确实出人意料，排在前2名的南宫里和苏华都是以18岁的年纪突破到武宗3品的境界，哪怕放眼最近5年的圣宗试炼中，也是名列前茅的存在。李沧浪微微颔首，每一年的圣宗试炼总会有一些人创造奇迹。随即话锋一转，不过基础测试还未结束，第1名是谁，现在还言之过早。帝都这么多武道天才，可不会甘心屈人之下。而且据我所知，今年帝都可是出了2位更逆天的武道妖孽。而就在李沧浪说完后不久，一个名字突然出现，直接取代了南宫里的位置，登顶榜首。姓名季昆仑，年龄18岁0.5个月，气血值4652，武道修为武宗4品，考生属地帝都。随着这个名字的出现，全国各地的考场以及官方的直播间里再度掀起了轩然大波。快看，第1名换人了，武宗4品，比南宫里还要高出一个小境界，果然还得是帝都啊！等等，第1名姓姬，不会就是咱们龙国历史最悠久的武道世家姬家吧？还用猜吗？姬昆仑100%就是来自武神世家姬家的武道天才啊！可正在众人还在热烈议论姬昆仑时，又一个名字出现，直接把第1名的姬昆仑挤到了第2名。姓名绝玄策，年龄18岁0.6个月，气血值5499，武道修为武宗5品，考生属地帝都。我擦嘞，姬昆仑第1名的宝座屁股还没坐热呢，又被顶下去了。这个绝玄策更牛掰呀，竟然是武宗5品，而且又是来自帝都，这个绝玄策又是何方神圣？官方直播间的主持人苏晓不由得想起了李沧浪刚才说过的话，立即开口问道，李馆长，您刚才说您知道今年的帝都出了2位更逆天的武道天才，应该就是指的这2位吧？没错。李沧浪点头。主持人道，想必李馆长肯定也知晓他们的身份，能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吗？李沧浪笑了笑说道，这2位的身份在帝都也不是什么秘密，我看直播间里的许多观众都已经猜到了。姬昆仑的确出身在武神世家姬家，至于绝玄策是咱们龙国第1枪神绝无极前辈的曾孙。此言一出，整个直播间再度陷入了沸腾。卧槽，原来绝玄策是龙国第1枪神的后裔，那就怪不得了，超然的武道天赋
再加上背后各种顶级的修炼资源，确实不是其他人能够比拟的。不出意外，今年的圣宗试炼魁首又是落在帝都了。刚才还以为南天省的那2位武道天才能够打破100来年的记录呢，想什么呢？100年的记录是随便想破就能破的吗？同一时间，血渊军第11军的军事基地里，范寒立将军同样也在关注着今天的圣宗试炼。刚才看到南宫里和苏华冲到全国基础测试第1名和第2名的时候，范寒立将军十分惊讶，显然没想到南宫里和苏华的武道境界竟然高到这种地步了。范寒立将军从来不否认过南宫里和苏华确实非常优秀，但是在省冲刺营的时候，陈默身上的光芒更盛。此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已经认定今年圣宗试炼基础测试的第1名非绝玄策莫属了，但范寒立将军的脑中却闪过一个异想天开的念头，陈默的武道修为肯定比南宫里和苏华更胜一筹，说不定陈默可以力压绝玄策，仿佛是印证了范寒立将军的期待。下一秒，绝玄策在全国排名第1的位置赫然被一个新名字取代，姓名陈默，年龄18岁06个月，气血值5588，武道修为5宗5品，考生属地南天省。一瞬间，全国各地的考场以及官方直播间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陷入一片寂静。紧接着便掀起了滔天巨浪。我勒个大槽啊！竟然有人把龙国第1枪神的曾孙超越了。最近这2天，陈默不仅吃掉了1颗金刚菩提果，而且将天阶下品的虚空藤炼化了，感悟了一丝空间法则。与此同时，陈默运用涅槃凤焰，配合体内凝练的紫雷，将体内的龙脉开启到了第6条，还差最后3条龙脉，陈默就能实现9龙拉脉。这一连串的修炼成果，直接让陈默的武道修为从5宗2品连破3个小境界，突破到了5宗5品。陈默的武道修为和绝玄策一样，都是5宗5品，但陈默的气血只比绝玄策更高，因此直接位列第1。你们快看这个陈默的考生属地，我尼玛又是南天省的，谁能告诉我今年的南天省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出一个逆天的武道天才可以说是运气，这特么一下出3个人啊，搞批发是吧？南天省今年开挂了吗？此刻青云第一武院的操场上，所有人的目光都死死地盯着陈默的身影，大脑几乎宕机。原来之前听到的传闻是真的，陈默真的突破到3进5宗了，不仅仅是3进5宗，而且还突破到了5宗5品，真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离谱到家了！不敢想象陈默的武道天赋到底有多牛逼。同一时间，正在参加圣宗试炼的南宫里望着天空上的巨型全息屏幕，粉雕玉琢的俏脸上布满了欣喜。我就知道默哥哥一定会是第1，嘻嘻。南宫里开心地说道。和南宫里拥有同样想法的苏华望着排在第1的那个名字，美眸中带着崇拜和爱恋。而在南天省的各市，一同参加过南天省冲刺营的楚昭然、裴萧生、芒虎等人，此刻也忍不住兴奋地大喊：默哥牛逼，帝都武道天才很牛是吧？默哥干的就是你们，哈哈！官方直播间里，主持人苏晓和2位嘉宾脸上尽是不可思议的神色，愣了2秒，主持人苏晓才想起了自己的职责，立即开口说道：真是太令人意外了，南天省这名叫陈默的武道天才横空出世，力压了绝玄策，登上了第1名的位置。李馆长、唐教授，您2位事先恐怕也没有料到这个结果吧？李沧浪眼中闪过一道金光，今年的南天省还真是天才辈出，姬昆仑和绝玄策有多强，他可是早有耳闻，要不是亲眼所见，李沧浪绝对无法相信竟然有人能够力压这2位帝都的武道天才。而唐雨晴教授震惊过后，脸上却是露出了由衷的笑容。龙国的武道天才越多，意味着龙国未来的武道越昌盛，对整个国家来说，这无疑是一件大喜事。唐雨晴教授现在更好奇的是，南天省是如何把陈默这样的天才培养出来的。接下来，基础测试继续进行，全国各地的考场以及官方直播间里，无数人的目光都盯着排名第1的位置，想要看看是否还有其他的武道天才冒出来超越陈默。但是直至所有考生基础测试结束，依然无人能够撼动陈默第1的位置。随着第1项基础测试结束，圣宗试炼基础测试100强的名单也正式出炉了。第1名陈默，气血5588，5宗5品，南天省。第2名绝玄策，气血5499，5宗5品，帝都。第3名姬昆仑，气血4652，5宗4品，帝都。第4名南宫里，气血3569，5宗3品，南天省。第5名苏华，气血3357，5宗3品，南天省。第6名轩辕破，气血2264，5宗2品，帝都。第7名楚金红，气血1488，5宗1品，帝都。第10名白夜，气血996，59品，太初省。圣宗试炼基础测试的前5名里，南天省竟然占据了3个席位，而且第1名的陈默还力压了帝都的一众武道天才。这个测试结果放眼最近几百年都是相当炸裂的存在，直接轰动了全国。越来越多的人涌入了官方直播间。此时此刻，众人的脑海中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想亲眼见一见排名第1的陈默是不是有3头6臂。而在帝都的2个考场上，
有2道身影同样也在注视着陈默的名字。这2个人便是排名第2的绝玄策以及排名第3的姬昆仑。绝玄策和姬昆仑的眼中虽然有些意外，但表情却没有多少变化，并非因为他们心里没有傲气，相反，正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实力有着绝对的自信，才会显得如此平静。武道修为排名第1，并不意味着实力就是第一。众所周知，武道境界只是实力的一部分，一个人真正的实力是由武道境界、武道天赋、修炼的武道功法、武技、战斗经验、技巧等诸多因素组成的。基础测试排名第1，不意味着就一定是圣宗试炼魁首。这也是为什么除了基础测试之外，还要进行灵枢天眼模拟测试，以及最终的正面大决战100强争夺战。随着第1项基础测试的结束，第2项灵枢天眼模拟测试正式开启。灵枢天眼是武道和虚拟现实科技完美结合的产物，经过数百年的改革创新之后，技术变得非常成熟。之前陈默参加省冲刺营选拔的时候，也是进入灵枢天眼进行测试。当时陈默他们是通过灵枢正文的链接方式进入灵枢天眼的虚拟世界之中，此外还可以通过灵枢舱、灵枢头盔的链接方式进入。而今年的圣宗试炼设计了一种新型的高端链接工具——天眼玉贴，只需要将天眼玉贴贴在太阳穴附近，就能直接和灵枢天眼完成连接。片刻之后，全国各地的考生们陆续进入了灵枢天眼的虚拟考场之中。接下来，考生们在虚拟考场里模拟测试的画面将同步到圣宗试炼官方的直播间里。太好了，一会就能看到那些武道天才们的模拟实战了。我现在就想知道基础测试排名第1的陈默究竟有多强。刷，陈默只觉得眼前的场景一变，下一刻就置身于灵枢天眼的虚拟考场之中。在他的眼前出现了一座大型的试炼塔，4个大字浮现在虚拟考场的天空之上：9层妖塔。眼前的这座试炼塔一共有9层，妖兽的等级随着层数递增。这场灵枢天眼的模拟测试将根据考生在9层妖塔中闯关的层数、闯关的速度来进行综合评分，满分7500分，请考生选择自己的武器。伴随着一道机械的声音，9层妖塔的大门前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武器。在进入9层妖塔实战测试之前，考生可以从中选择适合自己的武器。灵枢天眼模拟测试使用的武器都是统一配置的，保证一定的公平性。不过等到100强争夺战的时候就没有这样的限制了。陈默随手从武器中抓起一杆长枪，随即踏入了9层妖塔的大门，进入了第1层石灵守卫者。只见第1层里面是错落的石灵，有3只石皮猿猴站在石灵之上。石皮猿普通3阶妖兽，实力相当于人类武者3品。9层妖塔的模拟测试要顾及到全国各地每一位考生的实力，因此初始难度比较低。以陈默现在的实力，普通3阶的妖兽和蝼蚁并无区别。随手一挥，3只石皮猿连同周遭的石灵都化作了齑粉，击杀第1层妖兽用时 0.3秒，累计得分30分。紧接着，陈默踏入了9层妖塔的下一层。第2层的妖兽是6只普通5阶的荒原狼，依然是毫无意外的秒杀，击杀第2层妖兽用时 0.5秒，累计得分150分。陈默以摧枯拉朽之势层层平推，很快就已经杀到了第6层。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考生们也一同进入了灵枢天眼的9层妖塔之中。考生之间的实力差距在此刻展露无遗，像陈默这种实力强的一路碾压，而实力排在最底层的甚至连9层妖塔的第1层都过不去，被石皮猿追得嗷嗷跑。官方直播间的大屏幕上正在播放着全国各地的考生在灵枢天眼模拟测试的实况，主持人苏晓正在给观众们介绍9层妖塔的具体情况。今年的虚拟考场9层妖塔是由国家教育部考试中心设计的实战模拟测试，难度逐层递增，前3层是普通级妖兽，第4层到第6层是精英级妖兽，第7层到第8层是将领级妖兽，至于最后一层是领主级妖兽。得知最后一层是领主级妖兽，直播间里的观众们顿时一片惊呼：我靠，领主级妖兽相当于人类4境5尊了，这谁能过去？是啊，基础测试排名第1的陈默，武道修为也只有5宗5品，跟领主级妖兽差了一个大境界呢。有难度才有挑战，而且不是说武道天才有越级挑战的实力吗？正好可以开开眼。主持人叽里咕噜啰嗦啥呢？快给我们切考生测试的画面，我们要看战斗，别特么磨叽了。仿佛是听到了这位暴躁老哥的心声。下一刻，官方直播间的屏幕上出现了一名粉雕玉琢、仙姿玉肌的白发美少女，而在屏幕的右侧还显示了这名白发美少女的信息：南宫里全国基础测试排名第4。我的妈呀，排名第4的南宫里居然长得这么漂亮！我宣布，从现在开始，我支持南宫里当榜首。许多观众的3观直接跟着5观跑了。卧槽，你们快看，南宫里居然已经闯到9层妖塔的第6层了。只见画面中出现了4头浑身火红、体型庞大的蜥蜴，融合蜥蜴精英9阶妖兽，实力相当于人类59品。除此之外，还有10几头精英8阶和精英7阶的妖兽。好，4头融合蜥蜴带着另外10几头妖兽群起而攻，冲向了南宫里。南宫里手中的长剑一抖，霎时间铺天盖地的剑影
斩向了妖兽群。眨眼之间，那4头融合蜥蜴和另外10几头妖兽就被斩成了碎块。天呐，实力好强，不愧是5宗3品啊！这些精英9阶的妖兽在南宫里手下简直不堪一击，而且招式还这么优雅，真是太优雅了。正当众人欣赏着南宫里的战斗时，直播间里的画面突然切换了。操，导播切什么画面啊？观众们正准备开喷，突然发现主屏幕上出现了一道火红的身影，身材高挑，玲珑婀娜，国色天香的绝美脸庞，眼眸中带着一丝妖冶的赤色，手握一杆长枪，整个人英姿飒爽。在屏幕的旁边同样标注了一行信息：苏华，全国基础测试第5名。我勒个豆，又一个大美女啊！对不起导播，我误会你了，给导播加一条妖兽腿。我宣布，从现在开始支持南宫里和苏华儿一起当榜首。疯了吧？双榜首是吧？此时画面中的苏华儿刚刚击杀完第6层的融合蜥蜴，踏入了第7层。只见前方出现了3头妖兽，这些妖兽身上散发的气息和前面那些精英级妖兽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显然这3头妖兽全部都是将领级妖兽，鬼面魔蛛将领1阶妖兽，幻音符王将领2阶妖兽，双头角蟒将领3阶妖兽。观众们顿时倒吸一口凉气。第7层的难度相比第6层的难度可谓是爆炸式的提升，单单是一只鬼面魔蛛放在第6层那群精英级妖兽里就可以乱杀了。苏华儿踏入第7层的瞬间，那只体型超过10米的鬼面魔蛛就迈着8条布满倒刺的腿朝着苏华儿杀了过来。不等鬼面魔蛛靠近，苏华儿将手中的长枪猛然一掷，直接化作赤色长虹，以无可匹敌贯穿之势撕裂了空气，将鬼面魔蛛钉死在地上。这一幕直接让直播间里的观众们惊得目瞪口呆，这是什么枪法？太帅了吧！直播间里这么多观众，其中也不乏有见识的强者。这是地阶中品枪法陆河魂天枪，而且已经修炼到第3重境界了。官方直播间里的李沧浪馆长见到苏华儿施展的一枪，不禁微微点头赞许道：小小年纪就能够将地阶中品的陆河魂天枪修炼到第3重，枪法天赋果然惊人。在灵书天眼模拟测试开始之后，包括李沧浪在内的许多人都对南天省横空出世的这3个武道天才十分关注，都想要亲眼看一看他们的实力究竟如何。一旁的唐雨晴教授接着说道：不仅仅是苏华，刚才南宫里施展的地阶中品千痕剑影也同样达到了第3重炉火纯青的境界。南宫里和苏华儿的武道天赋确实称得上是凤毛麟角。就在李沧浪馆长和唐雨晴教授说话的功夫，屏幕上的战斗再次打响。只见苏华儿一抬手，精纯凝练的先天钢元透体而出，卷住了钉死鬼面魔蛛的长枪。嗖的一声，长枪再度回到了他的手中。同一时间，将领2阶的幻音符王以及将领3阶的双头角蟒一左一右朝着苏华儿杀来。幻音符王的超声炮攻击不仅冲击波强，而且还有置换效果，而双头角蟒左右2个头可以分别使出冰霜吐息和烈焰喷射。这2头妖兽一上来就对苏华儿施展出了最强的杀招。面对幻音符王和双头角蟒围攻，苏华儿施展出陆河游罡步，身法如鬼魅，步踏钢斗，轻松躲过了对方的攻击。紧接着施展出一招灵蛇盘星，重重叠叠的枪影直接将幻音符王的身体洞穿成了筛子。下一秒，苏华儿脚掌在地面一踏，整个人腾身而起，手中的长枪飞速旋转，形成了可怕的绞杀领域，正是陆河魂天枪的第2式周天旋击。苏华儿以一个极其飘逸的姿势在空中快速旋转了几圈，划过一道优美但充满了杀机的曲线。吃吃，双头角蟒的2个头颅顷刻间被斩落，苏华儿以一个帅气的姿势落地。这一连串的攻击直接把直播间里的观众们看呆了。卧槽，这就杀光了，这也太猛了！苏华儿的武道修为不是5宗3品吗？怎么击杀同等级的双头角蟒像是玩儿一样？这就是武道天才的恐怖之处，实力远超同境界啊！正当众人看得津津有味之时，直播间的画面再度切换，观众们还来不及骂导播，就被出现在屏幕上的人给惊呆了。那是一个身高超过190的男生，体型健硕，身上的衣服无法掩盖住他的肌肉，他的皮肤跟常人不同，是淡淡的金色，头发根根倒竖，好像是超级赛亚人。在他的额头中间有一条细缝，就好像一只未开的天眼。而最惊人的是他身上散发出的气息，即便是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那股恐怖的压迫力，仿佛不是人类，而是一头人形凶兽。屏幕上标注的信息清晰地显示着此人的身份：姬昆仑，全国基础测试第3名。他就是姬昆仑，看起来有点吓人，不愧是出身在武神世家，这气息一看就强无敌啊！姬昆仑目前所在的位置赫然已经是9层妖塔的第8层，在姬昆仑的前方是5头体型庞大的妖兽，这些妖兽的等级从将领4阶到将领9阶不等。但让人震惊的是，这5头妖兽面对姬昆仑时，非但没有发起攻击，反而露出了深深的忌惮。尤其是等级最低的将领4阶妖兽，竟然被吓得匍匐在地上，瑟瑟发抖，仿佛他们面对的不是人类，而是血脉比他们更加强大的洪荒猛兽。虽然灵书天眼里的一切都是虚拟的，但是真实度超过了90%。换句话说，如果是在真实的世界，这5头妖兽在面对姬昆仑时，
也会是同样的反应。下一刻，姬昆仑动了，一道残影闪过，姬昆仑瞬间出现在了那头将领四阶妖兽的面前，一拳轰出，砰！那头将领四阶妖兽的头颅轰然炸开，姬昆仑的身影没有丝毫停留，再度冲到了另一头将领五阶妖兽的面前，双手直接插入了妖兽的身体，用力一撕，撕拉，那头体型超过10米的妖兽直接被姬昆仑撕成了2半。随即，姬昆仑再度冲向了下一头妖兽，这根本就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直播间里的观众直接看傻了，卧槽，太残暴了！到底谁是妖兽，谁是人类啊？我分不清，我真的分不清。姬昆仑5宗4品的修为，竟然把将领9品按在地上摩擦，这就是武神世家的武道天才吗？战斗力太夸张了！就在众人还在震惊姬昆仑的实力时，直播间里的画面再度切换，一名样貌看上去平平无奇的男生，面无表情的从第8层一地的妖兽尸骸走过，踏入了9层妖塔的最顶层。此人正是全国基础测试的第2名绝玄策。好家伙，绝玄策已经进入最顶层了，竟然比姬昆仑的通关速度还要快。帝都的这些武道天才实力真的太恐怖了，战斗力远超他们的境界。别忘了，他们可是武圣、武神的后裔，不仅武道天赋出类拔萃，还拥有海量的修炼资源，根本不是其他人可以相提并论的。别看沉默基础测试排名第1，但真正打起来，我估计会被姬昆仑和绝玄策锤爆。沉默连第8层的将领9阶妖兽都不一定能打得过。灵枢天眼模拟测试结束之后，第1名肯定就要易主了。就在直播间里的观众议论之时，全国各地灵枢天眼的虚拟考场里突然响起了一道声音：考生沉默通关9层妖塔，成为全国第1个通关的考生，获得满分7500分。同一时间，这一道声音也在直播间里响起。直播间里数以亿计的观众们瞬间目瞪口呆。什么？沉默已经通关了？那些刚才还认为第1名要易主的观众们直接懵逼了。此时，正在9层妖塔顶层准备和领主级妖兽开战的绝玄策和姬昆仑，听到耳边传来沉默通关的消息，身形也不由得一顿。显然，他们也没有料到沉默竟然能够这么快通关9层妖塔。哪怕沉默之前在基础测试中排名第1，绝玄策和姬昆仑也并没有怎么放在心上。但这一刻，绝玄策和姬昆仑的目光都变了。与此同时，官方直播间里数以亿计的观众心中早就已经掀起了惊涛骇浪。卧槽，沉默都已经通关了，直播间连画面都没有来得及给。导播是干什么吃的？赶紧的，我们要看沉默的通关画面。官方直播间急忙将画面切换到了沉默这边。只见画面中的男生身材挺拔，剑眉星目，五官立体，棱角分明，风神俊逸。直播间的观众们表情一正，尤其是女性观众眼睛都开始放光了。他就是沉默，我靠，长得这么帅！之前出镜的姬昆仑外表看起来十分震撼，但气息跟人形凶兽似得，谈不上多好看。而绝玄策外貌看起来有些平平无奇，气质如同一杆没有任何感情的绝世神枪。相比之下，沉默的颜值确实更让人眼前一亮。更重要的是，沉默不仅是全国基础测试第1名，而且还在第2项灵枢天眼的模拟测试中第1个通关。长得帅就算了，实力还这么强，两者一结合，自然更加引人注目。此时，沉默的战斗已经结束了。直播间的导播赶紧将视频的画面倒推到沉默刚刚踏入9层妖塔顶层的那一刻。咦，沉默跟绝玄策一样，居然也是用枪的！观众们惊讶地说道。但紧接着，他们的视线就被画面中的庞然大物所吸引。只见沉默的前方出现了一条体长20米的蛟蛇，领主1阶妖兽，赤炼毒蛟。妖兽一旦突破到领主级，实力便会有质的飞跃。一头领主1阶的妖兽击杀10头将领9阶的妖兽不在话下。此刻，赤炼毒蛟一对赤红双眼死死地盯着沉默，领主级妖兽的可怕威压扑面而来。沉默手持一杆长枪，平静的与其对视。赤炼毒蛟敏感地感知到眼前这个渺小的人类身上散发着危险的气息，但他身为领主级妖兽，领地绝不允许人类踏足。一瞬间，赤炼毒蛟竟然分化出了10条毒蛟幻影，10条毒蛟幻影外加赤炼毒蛟的真身，高高昂起头颅，齐齐俯视着下方的沉默，压迫感瞬间拉满。下一秒，赤炼毒蛟和他的10条毒蛟幻影同时发动了攻击，毒瀑天降，轰轰轰！赤炼毒蛟猛然张开血盆大嘴，墨绿色的毒雾倾泻而出，如同11条从天而降的毒雾瀑布。这一幕顿时让直播间里的观众们心中一震，好可怕的攻击！不愧是9层妖塔的最终 BOSS， 一上来就放大招啊！在11条从天而降的毒雾瀑布之下，沉默显得如此渺小，眼看就要彻底淹没。突然，一道耀眼的枪芒亮起，璀璨如浓缩星河。枪芒所及，空间扭曲，如同将9天银河扯落凡间。陆河混天枪第6式奥义星河倒卷。霎时间，沉默手中的长枪指天画地，枪势沟通天地，引动磅礴周天之气如百川归海，奔涌而出。轰隆！那11条从天而降的毒雾瀑布，在接触到裹挟着天地之威的枪势之后，瞬间烟消云散。璀璨如星河的枪芒去势不减，继续轰向了赤炼毒蛟和他的10条毒蛟幻影。10条毒蛟幻影被顷刻绞碎。
伴随着一声凄厉的惨叫，赤练毒蛟的头颅轰然炸开，砰！20米的无头尸体轰然倒地。陈默突然爆发的一击，差点惊掉了直播间里观众们的下巴。卧槽！秒杀！我的天，那可是领主一阶的妖兽，相当于人类5尊1品啊！竟然被陈默秒杀了。陈默不是才5宗5品吗？直接跨越半个大境界击杀呀！我丢了一个兔子啊！要不要这么夸张？观众们原本以为陈默要和赤练毒蛟一番酣战，然后艰难拿下，但万万没想到，陈默竟然是一招秒了。就连直播间嘉宾席上的李沧浪馆长和唐雨晴教授，此时也差点震惊的从座位上站了起来。第4重境界真入化境，这怎么可能？李沧浪馆长惊呼道。陈默刚才的那一枪以星辰运转为势，枪路如天体运行，静力4日月影潮，枪出如星河倾泻，分明已经达到了陆河混天枪的第4重境界真入化境。之前看到南宫里和苏华分别将千痕剑影和陆河混天枪修炼到第3重境界时，李沧浪馆长和唐雨晴教授就已经十分惊讶了，而陈默竟然直接修炼到了第4重境界。地阶中品这种等级的武技，从第3重炉火纯青境界突破到第4重境界真入化境，通常需要卡很长时间，天赋不行，一辈子也未必能够突破。但陈默年仅18岁，竟然已经将陆河混天枪修炼到了真入化境，这枪法天赋实在太过逆天了。直播间里那些练枪的武修们，此时既震惊又备受打击。跟陈默一比，我这几十年练到狗身上去了。血渊军第11军的基地75教官和范寒立将军望着陈默施展的陆河混天枪，心中又惊又喜。我当初以为以陈默的枪法天赋，可以用2个月的时间将陆河混天枪修炼到第3重境界，现在看来我还是太低估陈默了。75教官不可思议说道。就在众人还在因为陈默而震惊之时，灵书天眼的虚拟考场中又相继响起了2道声音。考生绝玄策通关9层妖塔，成为全国第2个通关的考生，获得满分7500分。考生姬昆仑通关9层妖塔，成为全国第3个通关的考生，获得满分7500分。注：在规定时间内通关就可以获得满分，并非只有第1个通关才能获得满分，就和高考的某一科有多人同时考满分一样。今天有3个，绝玄策和姬昆仑也通关了。观众们一惊，这距离陈默通关其实并没有过去多久。很快，官方直播间里的画面就切换到了绝玄策和姬昆仑的视角。这一次，导播直接把大屏幕一分为2，同时播放绝玄策和姬昆仑的通关画面。只见左侧的画面中，姬昆仑直接骑到了赤练毒蛟的头顶，双手一顿暴锤，鲜血四溅。赤练毒蛟的头顶覆盖了坚韧的鳞片，但是在姬昆仑的铁拳之下，鳞片瞬间碎成了渣。赤练毒蛟的口中不断发出悲鸣，疯狂甩动头颅，但却毫无还手之力。头顶喷出的墨绿色血液带有腐蚀性的剧毒，姬昆仑身上的衣服被血液腐蚀，露出了淡金色的肉身，但这些剧毒血液却无法对姬昆仑的肉身产生任何伤害。砰！赤练毒蛟轰然倒地，死得透透的。姬昆仑浑身浴血，状若魔神。卧槽，太残暴了！每次看姬昆仑的战斗时，总会产生一种错觉，分不清谁是妖兽。姬昆仑的武道天赋应该跟肉身或者血脉有关吧？很有可能，毕竟武神世家姬家本身就以血脉天赋著称，只是不知道姬昆仑到底觉醒了什么血脉天赋，什么武道天赋不清楚，但我敢肯定等级绝对是 SSS 级。而另一边，绝玄策和赤练毒蛟的战斗同样是一边倒的局势。只见绝玄策枪出如龙，枪芒凝聚成一道贯穿性的毁灭光束，枪出如虹，划破长空，仿佛架起一座沟通生死2界的桥梁。此乃轮回之始，破灭之端。这惊世一枪直接将体长20米的赤练毒蛟从头到尾贯穿，好可怕的枪法！绝玄策刚才的这一招，应该就是枪神绝无即创造的天阶上品枪法寂灭轮回枪吧？我擦嘞，竟然是天阶上品枪法，怪不得这么霸道。陈默的枪法和绝玄策的枪法谁更强？单论枪法的品级而言，肯定是绝玄策的寂灭轮回枪远胜过陈默的陆河混天枪。不过陈默的陆河混天枪已经修炼到第4重真入化境了，而绝玄策的寂灭轮回枪估计最多只有第2重登堂入室，所以孰强孰弱，只有正面交手之后才能知道。官方直播间里的观众同样被绝玄策和姬昆仑的实力所折服，真牛逼啊！姬昆仑和绝玄策基本上也没怎么费力，就把领主1阶的赤练毒蛟击杀了。主持人苏小旺向嘉宾席上的李沧浪馆长和唐雨晴教授好奇地问道：“李馆长、唐教授，您2位看完陈默、绝玄策、姬昆仑他们的模拟测试后，觉得这3位考生谁能夺得最后的圣宗试炼魁首？”唐雨晴教授沉吟了2秒，摇头道：“在没有正面交手之前，谁是魁首还言之过早，一切都是未知数。”李沧浪馆长附和道：“这3个人在模拟测试中显然都没有陈默、绝玄策、姬昆仑，谁都有可能夺得圣宗试炼魁首，而且说不定还有扮猪吃老虎的老六在偷偷憋着大招呢，已经迫不及待想看了，搞快点啊！”而就在观众们兴奋的议论之时，灵书天眼的虚拟考场里
再度传来了2道提示音。考生南宫里通关9层妖塔，成为全国第4个通关的考生，获得满分7500分。考生苏华儿通关9层妖塔，成为全国第5个通关的考生，获得满分7500分。厉害啊！南宫里和苏华儿居然也通关了。今年的圣宗试炼还真是天才辈出啊！长得这么漂亮，实力还这么强，也不知道哪个幸运儿能获得他们的青睐。如果能找到这样的女朋友，就算让我成为武神，我也愿意。大白天搁这许愿呢，谁尿黄来自省他？我来，我来！直播间里又充满了快活的空气。片刻之后，灵书天眼的模拟测试结束了，最终只有陈默、绝玄策、姬昆仑、南宫里、苏华儿这5个人成功通关了今年灵书天眼的模拟测试，获得了满分7500分。基础测试第6名的轩辕破，在9层妖塔和赤练毒蛟酣战了半个小时，拼尽全力也无法战胜。至于剩下的考生，实力就差得更远了。当所有的考生从灵书天眼虚拟考场离开之后，灵书天眼模拟测试的成绩排名前100强也出现在了每一个考场上空的全息屏幕上。第1名陈默，第2名绝玄策，前10的排名和第1项基础测试没有任何变化，但是在往后的排名却发生了一些变化。正如之前所说，一个人真正的实力是由5道境界、5道天赋、修炼的5道功法、武技、战斗经验、技巧等诸多因素组成的。5道境界高不意味着实力强，比如有一些考生为了快速提升5道修为，采取了一些非常规的手段，强行提升境界，不仅对身体产生了损害，境界也只是虚高，真正战斗起来根本打不过同境界的妖兽。而这些考生在灵书天眼中模拟测试的排名自然就要往下掉，而那些5道天赋等级高、基础扎实的考生名次则获得了上升，甚至有人从基础测试的500多名直接杀入了灵书天眼测试的前100名。接下来结合基础测试和灵书天眼模拟测试的综合成绩进行了重新排名，确定了今年圣宗试炼的最终100强。他们将在3天之后一起在帝都参加100强争夺战，决出圣宗试炼魁首。全国上下无数人期待着这一场100强争夺战。近100年来，圣宗试炼的魁首都是出自帝都，今年陈默能打破这个记录，创造奇迹吗？一切就看3天后的100强争夺战了。很快，官方就公布了今年100强争夺战的比赛规则。3天后，100强考生将一同进入帝都的一座古遗迹中进行比赛。这座古遗迹名为阴潮古墟。古墟遗迹之中，每天早上会从遗迹的外围弥漫出黑色的阴潮，不断向着遗迹中心蔓延。而到了晚上，这些阴潮又会神奇的消失，周而复始。阴潮古墟里的黑色阴潮会让午休体内的血气凝滞，长时间处于阴潮之中便会直接昏迷。因此，进入其中的100强考生必须不断向着遗迹的中心前进。随着范围的缩小，100强考生必定会相遇并爆发遭遇战，最终能够击败所有对手的考生便是今年的圣宗试炼魁首。说白了，就是真人版永劫无间。100强争夺战的规则公布之后，官方立即将全国100强在灵书天眼模拟测试中的战斗高清视频发布到了官网上，为3天后的100强争夺战预热。不得不说，官方是懂流量的。很快，全国上下数以亿计的观众们就涌入了这些视频的下方，尤其是目前排名前5的考生，播放量在短时间里就直接破亿了。视频下方的评论更是铺天盖地。与此同时，网上还有很多武道视频博主发布各种分析视频，取的标题名也是一个比一个博眼球。脚踩帝都武道天才陈默能否夺得今年的圣宗试炼魁首？龙国第一枪神的曾孙从战斗视频分析绝玄策的枪法到底有多强，震惊！姬昆仑很可能觉醒了 SSS 武道天赋精神血脉。重磅消息，陈默和南宫里、苏华儿竟然是这种关系。这些视频的播放量非常高，还在网上引起了热议。圣宗试炼是每一年的国家盛事，眼下正是热度最高的时候。随着时间的发酵，关于谁能夺得魁首的议论也愈演愈烈，几乎每一个视频的下方都有这样的争论。希望陈默夺得圣宗试炼魁首的人占了大多数，主要是因为大多数人更喜欢看普通人干掉豪门世家的剧情，当然也不乏有一些泼冷水的声音。首先，我承认陈默确实非常优秀，能够夺得基础测试和灵书天眼模拟测试双榜第一，足以证明他的实力。不过实事求是的讲，陈默想要夺得最终的圣宗试炼魁首，机会依然渺茫。要知道，绝玄策和姬昆仑全部出身于传承数千年甚至上万年的武神世家，家族中都有9境武神坐镇。武神世家的深厚底蕴是普通武修无法想象的。普通武修耗尽一辈子追求的东西，他们一出生就唾手可得。普通武修根本想象不到，这些武神世家的武道天才隐藏着怎样恐怖的底牌。分析了这么多，大家是不是以为我支持绝玄策和姬昆仑？不，我支持陈默夺得圣宗试炼魁首，因为我始终坚信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干他丫的！对于网上的这些议论，此时的陈默根本毫不关心。就在圣宗试炼100强的名单出现后不久，一架高阶法器飞梭来到了青云第一武院的上空。从高阶飞梭上
下来一名来自国家教育部的武进武王。这名武进武王专门来此接陈默，前往帝都参加百强争夺战。随即，陈默在万众瞩目之下，坐上了高阶法器飞梭，化作一道流星飞向了帝都。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100强考生也都乘坐上了高阶飞梭前往帝都。龙国天高地阔，面积广阔无垠。陈默从青云市到帝都，乘坐这架高阶飞梭大约需要1天半的时间，而离帝都最远的省份需要2天多才能抵达。正因为如此，才把百强争夺战的时间定在了3天之后。1天半后，陈默乘坐的高阶飞梭飞越了100万公里，抵达了帝都，最终降落在了百强争夺战的考场阴巢古墟遗迹的附近。国家考试中心已经在阴巢古墟的附近给来自全国各地的100强安排了临时的住宿。陈默刚从飞梭上下来，远远的就听到了一声清脆动听的声音：“默哥哥！”陈默转头一看，就看到粉雕玉琢、仙姿玉肌的南宫里朝他飞奔而来。阿烈！陈默笑着张开双臂，南宫里一头扎进了陈默的怀里，两只纤细洁白的胳膊搂住陈默的脖子，双脚紧紧地缠在了陈默的腰上。摸啊摸啊！南宫里一连在陈默的脸上、嘴上亲了好几口，才满脸欣喜地盯着陈默的脸，眼睛水汪汪的。默哥哥，我好想你！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短短几天没见，南宫里的小脑袋瓜里全是陈默的身影。阿烈，我也想你。陈默笑着说道。此时，已经有不少来自全国各地的100强抵达了此处。看到陈默和南宫里相拥的这一幕，这些考生直接愣住了。那不是陈默和南宫里吗？他们俩竟然是情侣！陈默和南宫里并没有理会四周那些异样的目光。抱了一会，陈默才将南宫里放了下来。阿里，华儿没有跟你一起来吗？陈默问道。华儿和月姨就是华儿的师傅，要去处理一点事，明天才能到。南宫里说道。陈默微微点头。百强争夺战要后天才开始，明天到也来得及。默哥哥，我们先去宿舍吧。南宫里挽着陈默的胳膊说道。很快，陈默和南宫里便来到了安排好的宿舍里。不得不说，国家考试中心给100强考生安排的宿舍条件非常不错，各种家具一应俱全，甚至还布置了隔音阵法。陈默和南宫里四目相对，热恋的情愫瞬间蔓延了整个宿舍。都说小别胜新婚，更何况是2个10岁之位、精力旺盛的年轻人。南宫里倚靠在陈默的怀里，眼神迷离地问道：“默哥哥，今天晚上你是想要大的我，还是小的我？”当然是全都要。前1个小时要小的，中间1个小时要大的，后面1个小时要一会大一会小。陈默笑着说道。3更奉上。第2天中午，陈默从睡梦中睁开眼，低头一看，不着寸缕的南宫里趴在他怀里，像八爪鱼一样缠在他的身上，粉雕玉琢、精致无双的俏脸之上还挂着幸福的笑容，真是个小馋猫。陈默轻笑道。昨天晚上本来说好的3个小时，结果3个小时之后又是3个小时。幸好陈默修炼的是太虚阴阳诀，精力无限，堪称永动机。而且陈默也很享受和南宫里的水乳交融。睡梦中的南宫里似乎是感受到了陈默的目光，长长的睫毛颤动了几下，随即南宫里睁开了水汪汪的大眼睛，第一眼就看到了最心爱的默哥哥。默哥哥早。南宫里展颜一笑，还在陈默的脸上吧唧了一口。不早了阿里，已经中午了。陈默笑着捏了捏南宫里的小脸蛋。啊，这么晚了呀？或许是想到了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南宫里的脸上泛起了淡淡的粉红。起来吧，我们去吃点东西。陈默笑着说道。确实该吃点东西，好好补充能量了。陈默和南宫里洗完澡后换了一身新衣服，一起离开了宿舍。距离宿舍不远就是全国考试中心安排的食堂。正是午餐的时间，食堂里已经来了不少人。全国100强的考生，除了那些离地都特别远的省份，绝大多数人都已经到了。此外，还有一些本身就居住在帝都的考生，无需住在宿舍，明天一早再来参加百强争夺战。当南宫里挽着陈默的胳膊，两人亲昵地走进食堂时，顿时引起了食堂里众人的注目。昨天就有人看到陈默和南宫里抱在一起的画面，这个消息也已经传开了。原来他们真的是情侣啊！众人小声的议论。陈默身为百强目前的第1名，自然备受其他考生的关注，而南宫里是百强的第4名，而且又长得这么漂亮，同样十分引人注目。在得知陈默和南宫里是一对情侣之后，众人确实非常惊讶。原本这些百强考生在网上看到陈默和南宫里的灵书天眼模拟视频之后，心里多多少少产生了一些想法。毕竟陈默和南宫里无论是实力还是颜值外形都是人中龙凤，自然会受到异性的青睐。但见到陈默和南宫里是一对之后，那些不切实际的想法立即烟消云散了。吃过午饭之后，陈默和南宫里一起离开了食堂。一出门就看到了一道火红的熟悉身影，高挑的身姿，国色天香的面容，英姿飒爽的气质，不是苏华儿还能是谁？华儿！南宫里雀跃地走上前，一把抱住了苏华儿的腰肢，小脑袋在苏华儿的怀里蹭啊蹭。阿里！苏华儿笑着抚了抚南宫里的头发，而她的美眸却望着几天未见的陈默，目光中尽是思念和爱恋。南宫里似乎察觉到了什么，嘻嘻一笑，松开了苏华儿的腰肢，乖巧地退到了一旁。华儿！陈默走上前，将苏华儿凹凸有致的身躯搂进了怀里。
苏黄儿脸颊紧贴着陈默的胸膛，嘴角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几个刚从食堂里出来的百强考生看到这一幕，直接傻眼了。这是什么情况？陈默不是和南宫里是情侣吗？怎么又和苏黄儿抱在一块去了？紧接着，一个震惊的念头在他们的脑海中闪过：难道南宫里和苏黄儿都是陈默的女朋友？不是哥们，你吃的也太好了吧！这一刻，那些男生的眼中露出了浓浓的羡慕。陈默抱着苏黄儿温存了一会，才缓缓松开。黄儿，月姨呢？一旁的南宫里问道。师傅说要去见一个故人。哦，南宫里点了点头，随即拉着苏黄儿的手说道：我们先回宿舍吧。回去的路上，南宫里悄悄在苏黄儿的耳边笑着说道：黄儿，今天晚上你和莫哥哥过二人世界吧，我昨天晚上已经被莫哥哥喂得饱饱的了。闻言，苏黄儿脸上不由得有些发烫。别看苏黄儿看上去英姿飒爽，但在这方面其实根本没有南宫里这么大胆。不过害羞归害羞，他的身体已经做出了诚实的反应。苏黄儿轻轻点头。几天没见陈默，他也渴望和陈默在一起。距离百强争夺战仅剩下了最后半天的时间。与此同时，帝都姬家一座古朴的院子里，姬昆仑正赤着上半身淡金色的躯体在阳光的照射之下熠熠生辉。呼呼呼！姬昆仑一招一式之间，浑身释放出恐怖的威压，仿佛神魔在世。他正在修炼的正是姬家最高绝学天阶上品炼体功法熔炉神魔体。外界传闻姬昆仑觉醒了 SSS 武道天赋精神血脉，事实也正是如此。姬昆仑的精神血脉和熔炉神魔体这门天阶炼体功法极为适配，以身为熔炉，以神血为新柴，引天地元气与九幽煞气，铸就不朽神躯，并且可以深度唤醒血脉深处沉睡的精神之力，最终达到肉身成神，力破万法，神威盖世的境界。另一边，帝都绝家，此时绝玄策的面前站着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他的样貌普通，身形甚至有些消瘦，但谁又能想到，眼前的这位看上去十分普通的老人，正是昔日龙国第一枪神绝无极。曾祖父，为何我还是无法领悟轮回不灭枪魂蕴含的枪道真意？绝玄策开口问道。没错，绝玄策和他的曾祖父绝无极觉醒了一样的 SSS 级武道天赋轮回不灭枪魂。觉醒了轮回不灭枪魂之后，绝玄策的灵魂深处便铭刻上了先祖的枪道真意，以及无数战斗烙印，无需刻意学习，对枪的理解运用已深入骨髓。当绝玄策彻底领悟枪道真意之时，任何枪法招式在他手中都能瞬间掌握精髓，甚至推演至更高境界。枪魄也会赋予绝玄策永不衰竭的武道意志与战斗渴望。面对绝玄策的疑问，绝无极的目光看向遥远的天空。玄策，等你有一天明白手中的枪是为什么而战的时候，你就会彻底领悟轮回不灭枪魂的枪道真意。不要心急，这一天终究会到来。第二天早上7点，阴朝古虚遗迹的附近早就已经是人山人海。今天是一众瞩目的百强争夺战的决战之日，除了官方直播间会进行全国实况直播之外，还有许多人直接来到了阴朝古虚的附近。这些人当中有新闻媒体的工作人员，有来自各大武道世家的强者们，来观看家族中年轻一辈的武道天才在百强争夺战中的表现。同时还有来自龙国五大圣宗的院长和长老们。每一年的圣宗试炼结束之后，五大圣宗就要当场进行抢人大战，尤其是对圣宗试炼魁首、圣宗试炼前10这些武道天才争夺的最为激烈。只见一名身穿白袍的老者凌空而立，漂浮在阴朝古虚的上空，在他的身后是一只直径超过了100米的机械眼球——天空之瞳。这只天空之瞳能够清晰地捕捉到阴朝古虚中参加百强争夺战的每一位考生的状况，并且将所有画面传输到官方直播间。而那名白袍老者便是国家考试中心研究院的院长百里长虹。今年的百强争夺战竟然是由百里长虹院长亲自主持，由此可见国家考试中心研究院对今年的圣宗试炼有多么重视。此时此刻，参加百强争夺战的100强考生已经全部准备就绪，百强争夺战正式开始。天空之上传来了百里长虹的声音，话音刚落，100名考生就被传送到了阴朝古虚外围各个不同的方位，并且为了避免排名前10的考生过早的在阴朝古虚相遇，排名前10的考生分别被传送到了阴朝古虚中相隔非常遥远的位置。随着百强争夺战的正式开始，官方直播里数以亿计的观众们彻底沸腾起来了。终于开始了，3天，我等了整整3天。你知道这3天我是怎么过来的吗？很快，官方直播间的大屏幕上分割出了10个小屏幕，而小屏幕中直播画面的主角赫然便是陈默、绝玄策、姬昆仑、南宫丽、苏华儿等人。除此之外，还有一张缩略图，地图里标注着阴朝古虚中每一个考生实时移动的位置。导播这次懂事了，一上来就知道大家想看什么了。期待陈默和绝玄策、姬昆仑的遭遇战，不会那么快遇上的。从地图上看，陈默在遗迹的最东侧，绝玄策在遗迹的最北侧，姬昆仑在遗迹的最南侧。官方明显要安排他们打决赛圈的。没事，
先看看前面开胃菜也行。此时，鹰巢古墟的最东侧落地后的沉默目光快速扫过周围，除了他之外，四周空无一人。而在他的身后泛起了黑色的潮雾，这就是鹰巢。沉默眼中闪过一丝好奇，这座鹰巢古墟遗迹可能已经存在了上万年。每天早上7点开始，鹰巢古墟的外围就会升起黑色的鹰巢，逐渐向遗迹中心蔓延。到了夜晚，就会突然消失，周而复始。沉默一抬手，先天罡元将一缕鹰巢包裹住，扯到了眼前。这鹰巢果然有些古怪，沉默心中暗道。沉默服下地阶上品的金刚菩提果之后，拥有了金刚琉璃体，并且通过修炼紫雷镇狱经，练就了雷极之躯。除非是天阶奇毒，否则一般的毒物对他根本无效。但是沉默却能够明显察觉到，鹰巢对他体内的气血产生了压制作用。也难怪官方的规则里介绍过，如果长时间待在鹰巢中，会直接昏迷过去。但就在这时，沉默体内开启的6条龙脉似乎是感应到了什么，竟然自动苏醒了过来。伴随着沉默体内一声微不可察的龙吟，那一缕鹰巢直接被震飞了出去。咦？沉默的眼中闪过一丝惊讶之色，这鹰巢到底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我体内的龙脉会对它自动产生排异反应？不过眼下显然没时间给沉默仔细研究。沉默摇了摇头，暂时将这件事抛之脑后，随即朝着遗迹中心的位置前进。一路走来，沉默发现鹰巢古墟极其荒芜。沉默前世也到过一些古遗迹，遗迹和秘境最大的区别是，秘境是独立的亚空间世界，而遗迹就在主世界之中。一般的古遗迹中既有妖兽出没，也有天才地宝，但鹰巢古墟中别说妖兽和天才地宝了，甚至连一根杂草都看不到，太鸡巴荒了。如此前行了10分钟左右，沉默突然察觉到右侧传来一丝动静。沉默遇到了百强争夺战的第一个对手，下一刻沉默人影一闪，就已经出现在了对方的面前。那是一名长相清丽的女生。女生望着突然出现在她眼前的沉默，目光一怔，随即无奈的苦笑。她的武道修为是55品，在全国100强之中仅仅排在96位。遇到排名第1的沉默，拿头去打。她可是在视频里看到过，沉默一枪把领主一阶的妖兽秒了。那个，我只有一个请求，别让我感受到疼，可以吗？对面的女生怯怯地说道。唰，沉默二话不说，一个闪身便出现在那名女生面前，一记手刀下去，女生应声倒地，当场晕了过去。沉默的脚步没有丝毫停留，继续朝着遗迹中心前进。而那名淘汰的女生也被鹰巢古墟上方的天空之瞳传送了出去。接下来，沉默一路砍瓜切菜，绝玄策、击昆仑、南宫里、苏华儿那边也都是一样的剧情。直播间里的观众们不由得感叹道：同样是圣宗试炼的100强，他们的实力差距竟然会这么大。只有把这些全国100强聚集在一起，才能直观的感受到沉默他们的实力到底有多么逆天。说白了，这场100强争夺战就是为最强那几个考生搭建的舞台而已，其他人都只是配角罢了。就当所有观众以为排名前10的考生将对其他考生毫无悬念的碾压之时，意外出现了。只见直播画面中，一名排名靠后的考生竟然把排名第7的楚金红压着打。卧槽，这人是谁？之前怎么没有半点印象？陆凡排名91，好个老六啊，竟然在100强争夺战中玩扮猪吃老虎。官方直播间迅速把楚金红所在的直播画面放到了最大，只见画面之中，排名第91位的陆凡手里握着2把匕首，不断朝着楚金红发起攻击。陆凡的身影如同鬼魅一般飘忽不定，变化莫测，霎时间仿佛有数10道残影一起对楚金红进行围攻。楚金红甚至有点分辨不清哪一道残影是陆凡的真身。吃，眨眼之间，楚金红身上就已经多了几道血口子。楚金红武宗1品的修为，位列全国100强第7位，但此时在陆凡的攻击之下，却显得左支右绌，十分狼狈。其实，在遇到陆凡的那一刻，楚金红根本就没有把这个对手放在心上，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会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陆凡逼到这个份上。好！楚金红暴喝一声，体内的骨骼噼啪作响，暴涨的体型直接将他身上的衣服撑裂，整个人的气势也在这一瞬间暴涨了数倍。这便是楚金红的 SS 级武道天赋龙象霸体。楚金红手中的宝刀猛地一挥，劈出10几米的刀芒，将陆凡逼退。正当观众们以为剧情要发生反转之时，下一刻，一股侵蚀一切的黑暗以陆凡为中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外扩散，瞬间将楚金红和陆凡一起笼罩。直播间的画面只剩下一片黑暗，什么也看不到了。这是什么东西？仅仅只是3秒钟过后，那片黑夜又再度消失不见，而排名第7的楚金红已经浑身是血的倒在了地上。楚金红淘汰！卧槽，发生什么事了？直播间里的观众大吃一惊，刚才的黑暗是怎么回事？主持人苏晓也是满脸惊讶，将目光看向了李沧浪馆长和唐雨晴教授，询问道：您2位怎么看？唐雨晴教授目光带着诧异之色，缓缓开口说道：没看错的话，应该是 SSS 级武道天赋永夜主宰。直播间里的观众们闻言顿时惊讶不已，卧槽，原来是 SSS 级武道天赋，这个陆凡的实力这么强，
而且还觉醒了 SSS 武道天赋。之前的基础测试和林书天眼模拟测试排名为什么这么靠后？故意的吗？谁知道呢？可能就喜欢扮猪吃老虎吧。从刚才的战斗来看，陆凡的武道境界显然已经突破到3进5宗了。可是他在基础测试的时候，武道修为明明只有56品，难道他有办法隐匿武道修为，躲避武道测试器的检测吗？唐雨晴教授望着画面中的陆凡，开口说道：“这个陆凡给我的感受，倒是让我想起了一个人。”我也想起了一个人。李沧浪馆长和唐雨晴教授对视一下，同时开口说道：“尹胜，尹胜，当年的最强刺客，被誉为9进5神之下的第一人。除了武神之外，这个世界没有尹胜杀不了的人，甚至当年就连一位武神都差点被尹胜偷袭得手。这个陆凡是当年尹胜的后人吗？或者只是跟尹胜一样，觉醒了同样的武道天赋？”一时间，没有谁能给出答案。随着陆凡这个黑马的突然杀出，这场百强争夺战仿佛多了一个变数。接下来，比赛继续。随着阴潮的弥漫，考生为了躲避阴潮，不断向遗迹中心靠拢。越来越多的考生发生了遭遇战，淘汰的人也越来越多。当百强争夺战进行到3个小时之后，阴潮谷穴里的考生只剩下了最后10几个。那些排名前10的考生们也终于相遇了。最先相遇的前10考生是南宫里和林素心。南宫里武宗3品，位列全国第4；林素心武宗1品，位列全国第8。这一场前10遭遇战，完全就是单方面的碾压局。林素心虽然也觉醒了 SS 级冰属性武道天赋永霜中烟，但对南宫里的 SSS 武道天赋玄阴玲珑体造不成半点威胁。更何况南宫里还和陈默一起修炼了天阶上品功法太虚阴阳诀，全面压制。不到半分钟的时间，林素心就败下阵来，而南宫里连一半的实力都没有拿出来。南宫里不愧连领主一阶妖兽都能击杀，实力果然强得可怕。而且直到现在都看不出南宫里的武道天赋是什么。随着南宫里和林素心的对决结束，另一场10强遭遇战也开始了。苏华儿 vs 轩辕破。苏华儿武宗3品，位列全国第5；轩辕破武宗2品，位列全国第6。观众们顿时瞪大了眼睛，这2个人排名只相差了1位，境界也只相差了一个小境界，应该会是一场势均力敌的精彩战斗吧。而且别忘了，轩辕破出身在武神世家的轩辕家，轩辕家历史上出现过不止一位武神，底蕴深不见底。画面中，苏华儿手持赤炼流火枪，而对面的轩辕破手中的武器则是一杆长度将近4米的战戟。战斗一触即发，当当当，长枪和战戟撞击的声音不绝于耳，火星四溅，一股犹如实质的杀气迅速萦绕轩辕破的周身。这正是轩辕破的 SSS 武道天赋屠戮天灾。屠戮天灾以杀正道，化劫为利，杀死的生灵越多越强大，天赋觉醒者就能获得越恐怖越直接的反馈与成长，最终化身行走的天灾。但可惜的是，轩辕破的年纪还小，经历的杀戮也远远不够。实际上，轩辕破觉醒的武道天赋适合去的地方不是圣宗，而是战场。只有在战场上，轩辕破的屠戮天灾才能发挥出最强的威力，他的境界提升速度也将会爆炸式的增长。此刻，屠戮天灾的威力还无法被轩辕破彻底激发，但 SSS 级的武道天赋威力依然不容小觑。苏华儿若是不动用自身的武道天赋，未必是轩辕破的对手。腾，下一刻，一股炙热的火焰从苏华儿的体内散发出来，苏华儿浑身沐浴在凤焰之中，仿佛化身凤焰女神。今天有3更，苏华儿身上的火焰散发着难以想象的高温，连空间似乎都开始扭曲了。卧槽，这是什么火焰？太恐怖了！这就是苏华儿的武道天赋吗？官方直播间里的唐雨晴教授目光一正，身为国家武道战略研究院的教授，的确事件多识广，是 SSS 级武道天赋涅槃凤焰。唐雨晴教授惊呼道：“距离上一次出现涅槃凤焰，差不多快1000年了。”直播间的观众听到唐雨晴教授的话，顿时瞪大了眼睛。天呐，又一个 SSS 武道天赋，是我的错觉吗？感觉今年的 SSS 武道天赋好像比往年要多呀。前3的沉默、绝玄策、姬昆仑虽然还没有展示，但肯定都是 SSS 武道天赋，再加上刚才的陆凡、南宫里、苏华、轩辕破，这就已经7个了，确实比往年多。我上次看到过一个观点，每逢大灾难出现之前，武道天才的数量就会激增，以此来对抗未来的灾变，这是所谓的天道平衡。未来几年不会出什么大事吧？草，乌鸦嘴，别他妈乱说啊！将近1亿考生出几个 SSS 级武道天赋，不是很正常吗？就在观众们议论的时候，苏华儿和轩辕破这边的战局已经接近了尾声。苏华儿施展出涅槃凤焰之后，很快就压制了轩辕破的屠戮天灾。轰！只见苏华儿施展出陆河混天枪的最强一招奥义星河倒卷，但不同的是，这一招融合了炙热的凤焰，刹那间仿佛从9天扯落的银河变成了一片焚烧一切的火海。砰！轩辕破整个人被击飞出去，身上布满了烧焦的痕迹。要不是苏华儿最后收招了，轩辕破不死也要重伤。我输了。轩辕破声音干涩地说道。出身武神世家，轩辕破心中自然有傲气。在今年的圣宗试炼开始之前，
轩辕破的目标非常明确，就算不能拿下圣宗试炼魁首，至少也要进入前3甲。但是在第1天的全国武道测试中，他仅仅排名第6，而现在又在百强争夺战中败给了排名第5的苏华。我连第5的苏华都赢不了，更别说前3的沉默、绝玄策、姬昆仑了。原来我已经落后了这么多。这一刻，轩辕破的心中已经做出了决定，正宗试炼结束之后，就立即加入3幻神军队最强的龙灵卫，只有这样，我才能将屠戮天灾发挥到极致，在未来的某一天赶超他们。轩辕破目光如炬，而直播间里的观众们还在回味着苏华和轩辕破刚才的精彩战斗。苏华真厉害啊，把出身武神世家的轩辕破都击败了。也不知道南宫里和苏华如果交手的话，谁能赢？最喜欢看女生打架了。就在这时，一些眼尖的观众突然在地图上发现了什么，大家快看，沉默和陆凡马上就要相遇了。来了来了，这下有好戏看了。排名第1的沉默对上突然杀出来的黑马老六，谁能赢？陆凡前面隐藏了这么久，估计就是想在百强争夺战里憋大招。沉默不会阴沟里翻船吧？咦，不对，陆凡怎么突然消失了？只见画面中陆凡的身影突然和一块山石下的阴影融为了一体，看不到任何破绽。卧槽，陆凡这个老六，他不会是想埋伏沉默吧？同一时间，阴巢古墟里的沉默突然停下了脚步，他的目光看向了几百米之外一块山石下的阴影。将太虚阴阳诀修炼到3重天之后，沉默不仅初步掌握了阴阳之法，更能气贯太虚，引气入微。沉默自身的阴阳循环形成引力场，开始尝试沟通，接引天地间游离的本源能量太虚之气。太虚之气是宇宙间最精纯的本源能量，而且它对神魂有极强的洗涤、纯化和升华作用，能够洗涤灵台，让沉默的神魂之力大涨，达到乾坤交感之境。陆凡虽然彻底隐匿了身影，却并没有逃过沉默的恐怖感知。出来吧，沉默说道。隐匿在阴影中的陆凡心中一震，以为沉默在故意炸他，依然隐匿在阴影中一动不动。但下一秒，一粒石子破空而来，嗖！陆凡被惊得只能现身。原来是这小子！沉默的眉头挑了一下，他认出陆凡了。前世沉默没有资格参加最后的百强争夺战，而是跟其他观众一样全程看的直播，对陆凡这个突然杀出来的黑马老六可谓是印象深刻。要知道，前世的陆凡一路苟到了最后，在绝玄策和姬昆仑最后大决战的关键时刻，突然出手偷袭，同时重伤了绝玄策和姬昆仑，只差一点，陆凡就拿下圣宗试炼魁首了。但陆凡千算万算，没算到姬昆仑还隐藏了一张底牌，最后陆凡还是被姬昆仑击败了。沉默在百强争夺战之前还特意提醒过南宫里和苏华，如果遇到陆凡要小心一点，没想到竟然被沉默自己遇到了。而此时的陆凡望着沉默，心中更是犹如翻江倒海。实际上在陆凡的计划中，他并不打算这么快跟沉默交手，而是打算等沉默、绝玄策、姬昆仑大战之后，他最后再出来摘果子。陆凡刚才隐匿在阴影中，暗中等待着沉默经过，如果有一击必杀的机会，他可能会突然暴起发动偷袭，但如果没有机会，陆凡打算放任沉默离开，等到最后大决战的时候再出手。但陆凡没想到的是，沉默竟然一下就发现他了，被逼无奈之下，此时也只能现身。一场大战无可避免，沉默真牛逼呀，隔几百米远竟然就发现陆凡的踪迹了，我还以为沉默会被偷袭呢。直播间里的观众感叹道。下一秒，众人便看到陆凡的身影嗖的一下从原地消失。让我看看你有没有资格当第一。陆凡的眼中闪过一丝黑芒，速度奇快无比。单论速度而言，陆凡的速度在百强之中绝对能够排进前2位。眨眼之间，陆凡就已经杀至沉默身前。唰！陆凡手中的匕首瞬间撕裂了空间，滑向沉默，快若闪电。不等匕首碰到沉默，沉默的身影陡然消失，只留下了一道残影，以及残影上附带的一丝紫色雷电。雷电！陆凡目光一怔，一瞬间背后的汗毛炸起，他的身影瞬间化身成一道黑影，闪到了10几米之外。转头一看，只见沉默浑身沐浴在紫色的雷电之中，陆凡脖子上传来的灼烧和麻痹感让他脊背发凉。如果刚才那一下陆凡没有及时闪过，他刚才可能已经躺地上了。陆凡一向以速度自傲，在参加百强争夺战之前，陆凡反复观摩过沉默、绝玄策、姬昆仑在灵枢天眼模拟测试中的表现，得出的结论是比速度没人能比他更快。但他万万没想到，刚和沉默交手的瞬间就差点直接翻车了。雷电以迅捷著称，沉默只要激发雷霆玉骨，配合紫雷震玉经，将紫色雷电附着在身上，施展身法时就能瞬间暴涨数倍。而当紫雷震玉经修炼到最高境界之后，沉默甚至可以生化雷霆，瞬息百里。不仅是陆凡，官方直播间里正在观看的数亿观众也被沉默身上沐浴的紫色雷电所震惊。之前沉默在灵枢天眼模拟测试之中可从来没有展现过雷电啊，这就是沉默的武道天赋吗？原来沉默的武道天赋是雷电系。陆凡的神色凝重，立即施展出自己的最强杀招，一瞬间一股侵蚀一切的黑暗以陆凡为中心辐射出去。这黑暗来得极快，
仿佛超脱了时间。唰，一座黑无天日的巨型黑棺将陆凡和陈默一同封锁。这便是陆凡觉醒的 SSS 武道天赋永夜主宰。在这片绝对黑暗的疆域中，不仅仅对手的视觉会被剥夺，连同剩下的五感也会被一起剥夺。而陆凡本人的气息将和黑暗融为一体，对手再也无法感知他的存在。不仅如此，陆凡在这片黑暗疆域中可以分化出无数个影分身，并且陆凡的攻击会对对手附带存在抹除的特效，造成的伤口极难愈合，并对灵魂造成永久性损伤。换句话说，陆凡在这一片黑暗疆域之中就是无敌的存在了。几乎在陆凡发动永夜主宰的瞬间，沉默的攻击后发而至，咔嚓咔嚓，数道可怕的雷霆从天而降，犹如神法。将紫雷震狱经修炼到第3重之后，再配合沉默的雷霆玉骨，雷霆便能随意化形。此刻，一座紫电雷域凭空出现，狂暴无比的雷霆不断轰击着这片黑暗疆域，后者顿时有些摇摇欲坠。但沉默似乎觉得这样还不够，下一刻，炙热的火焰从沉默的体内喷涌而出。当初沉默击杀千面心魔的时候，就曾经用紫雷和凤焰在他的识海中构造出了凤焰雷域，而现在一座放大了无数倍的巨型凤焰雷域赫然显现，雷霆神罚加凤焰焚烧，轰隆！刚才便已经摇摇欲坠的黑暗疆域轰然破碎。陆凡猛地吐出一口鲜血，脸色惨白地倒在地上，仰头望着四周的凤焰雷域，满脸惊骇无比。而官方直播间里数以亿计的观众们更是彻底炸开了锅。我操！沉默这家伙，这是3境武宗能够施展的攻击手段吗？又是雷霆，又是火焰，太他妈吓人了！我怎么感觉沉默释放的这个火焰和苏华的涅槃凤焰有点像啊？不是像，这根本就是啊！官方直播间里，唐雨晴教授和李沧浪馆长此刻也已经激动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唐雨晴教授咽了咽口水，涅槃凤焰还有雷霆，沉默是双武道天赋，不会错的。李沧浪馆长瞪大了眼睛，在龙国上万年的武道历史长河中，出现过的双武道天赋觉醒者不超过1只手，而这些双武道天赋觉醒者无一不在武道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直播间里的观众们闻言再度兴奋了起来。卧槽，沉默竟然是双武道天赋觉醒者，怪不得这么牛逼。别忘了，沉默的枪法也相当逆天，一枪秒杀了领主一阶的妖兽。你不说我差点忘了，刚才沉默和陆凡战斗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使用武器，太夸张了。沉默到底还有多少底牌？经此一战，众人才猛然发现沉默的实力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强得多。同一时间，五大圣宗的院长和长老们在看完沉默刚才的战斗之后，一个个眼睛放光。此刻，五大圣宗的院长和长老们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无论沉默是否夺得圣宗试炼魁首，都要不惜一切代价把沉默招揽进我们宗门。沉默淘汰了陆凡之后，并未有丝毫停留，继续朝着阴潮古墟的中心前进。接下来，直播间里又接连播放了几场其他考生的战斗画面。但是看完沉默刚才的一战之后，再看其他人的战斗，观众们突然有点索然无味了。我现在的阈值被提高了，只想看沉默和其他人对决。现在场上剩下的考生已经不到10个人了，马上要进决赛圈了。随着阴潮的不断蔓延，剩下的考生逐渐接近了遗迹的中心。你们看，按照现在的路线，再过一会沉默就要和南宫里相遇了。遇到南宫里，沉默会辣手摧花吗？肯定不会手下留情的。别忘了，沉默在百强争夺战中第一个淘汰的人就是一个女生，那个女生也长得挺漂亮的。在无数观众们期待的目光中，沉默和南宫里终于相遇了。正当他们期待着沉默和南宫里要如何对决之时，就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默哥哥，南宫里满脸欣喜地扑进了沉默的怀里。观众下划线3更奉上，感谢各位读者大佬的5星好评支持，也感谢各位送礼物的读者大佬，感谢名单列在下面的作者有话说里。我的妈呀，沉默和南宫里居然抱到一起了！直播间里的观众们惊呆了。之前网上有视频爆料说沉默和南宫里是情侣，我还有点不相信呢，这下是真的实锤了。沉默和南宫里都是南天省的，估计他们早就在一起了。那沉默和南宫里不会对战了吧？废话，人家是一个小情侣，怎么可能动手？沉默抚了抚南宫里的头发之后，2个人就松开了，因为都知道这场百强争夺战是全国直播，2人没有做过分亲密的举动。后方的阴潮继续朝他们这边蔓延了过来。阿烈，我们走吧，沉默说道。随即沉默和南宫里继续朝着阴潮古墟中心前进。如此行走了10分钟，远远的看到前方出现了一根参天大柱，这根参天柱子的高度超过了100米，至少要10来个人才能合围抱住。参天大柱不知道是什么材质制成的，柱子上面雕刻着一条栩栩如生的黑色巨龙，黑色巨龙面露狰狞，凶相毕现，感觉随时要从参天大柱里冲出来，但似乎被什么东西镇压着。莫哥哥，这黑龙看着像是真的一样，好凶哦！南宫里惊叹道。阿烈，你看。沉默指了指前方，只见距离他们几百米之外又出现了一根同样的参天大柱，确切的说是每隔几百米就会出现一根，而这样的参天大柱在这方圆10里之内足足有36根。
如果从天空上面俯视，就能看到这36根参天大柱是以9宫8卦的方式排列着。莫哥哥，这些参天大柱是什么呀？南宫里好奇地打量着四周。不清楚。陈默摇了摇头。阴巢古墟存在的历史已经有上万年，从很久很久以前，考古学家们就对阴巢古墟进行了研究探索，最终除了每天周而复始的阴巢之外，似乎并没有什么其他的发现。或许有，但并没有向外界公布。正说着，陈默突然的目光看向了一个方向，强大的神魂感之力让他觉察到有人正朝这边走来。片刻之后，一道人影逐渐显现，身高超过190，体型健硕，头发根根倒竖，浑身上下散发着妖兽一般的气息，正是排名第3的姬昆仑。姬昆仑在见到陈默和南宫里的那一刻，表情也不由得微微一怔，目光看向了陈默和南宫里拉着的手。与此同时，官方直播间里的观众们已经彻底兴奋了起来。太好了，陈默和姬昆仑相遇了，前3的对决要来了，这下精彩了。等等，陈默这边有2个人啊，岂不是可以2打1？百强争夺战的规则里面，只说赢到最后的那个人就是圣宗试炼魁首，好像没有规定不能跟人结盟吧？观众们好像突然发现了盲点，陈默不可能和南宫里2打1的。有观众说道。在观看了陈默和陆凡刚才的对决之后，众人对陈默的实力已经有了一个全新的认知。没错，以陈默的实力，根本也用不了2打1呀。而事实也果然和观众们预料的一样。阿里，你在这等我一会，我去跟他打一场。陈默开口说道。默哥哥加油。南宫里笑着说道。要说这个世界上对陈默最有信心的人，那肯定非南宫里和苏华儿莫属了。从圣宗试炼开始的那一天起，他们就坚定不移地认为陈默一定可以夺得最后的魁首。陈默一步踏出，跨越10几米，落到了姬昆仑的前方。陈默 vs 姬昆仑，好戏开场了。观众们屏气凝神，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屏幕上的陈默和姬昆仑。姬昆仑望着前方的陈默，眼眸中也迸发出了浓浓的战意。这一场对决，姬昆仑已经期待了很久。没有任何废话，姬昆仑如同一头人形妖兽，直接朝着陈默冲了过来，眨眼间就已经杀至陈默的身前，一拳轰出。砰！势若奔雷的一拳发出了音爆声。面对这气势无双的一拳，陈默竟然不闪不避，同样一拳轰出。什么？陈默竟然打算和姬昆仑赤手空拳的肉搏？观众们瞬间傻眼。外界传闻，姬昆仑不仅觉醒了 SSS 级5道天赋精神血脉，而且姬昆仑修炼的姬家最强炼体功法熔炉神魔体更是高达天阶上品。所有人都知道，姬昆仑最强的就是他的体魄。陈默居然选择和姬昆仑硬刚，他在干什么？同一时间，陈默心中低喝一声开。刹那间，陈默体内开辟的6条龙脉同时开启，6条龙形的脉络在陈默的体内点亮，一股仿佛来自洪荒的气息从陈默的体内爆发。砰！陈默的拳头和姬昆仑的拳头撞在了一起，恐怖的力量轰然炸开，肉眼可见的空气波以他们的拳头为中心震荡开来，掀起了一阵飓风。而陈默和姬昆仑脚下的地面直接塌陷下去，裂纹像蜘蛛网一样向四周蔓延。直播间里的观众看到这一幕，顿时目瞪口呆。卧槽！陈默的肉身力量这么恐怖吗？竟然跟姬昆仑不相上下，太牛逼了！陈默到底还隐藏了多少底牌啊？观众们当然不知道，陈默不仅练就了金刚琉璃体和雷极之躯，而且还开启了6条龙脉，身体强度堪称恐怖。姬昆仑的瞳孔猛地一缩，他显然也没料到陈默竟然不使用武器，而是选择跟他对拳。更惊讶的是，姬昆仑从陈默的拳头上感受到了一股无与伦比的力量。姬昆仑还是第一次见到能跟他肉身硬碰硬的同龄人。一瞬间，姬昆仑的眼中爆发出金光，体内的精神血脉在这一刻彻底苏醒，密如雨点的拳头朝着陈默砸下。砰砰砰！眨眼之间，陈默和姬昆仑就已经对拼了数十招，拳拳到肉的狂暴战斗，看得直播间里的观众们热血沸腾。陈默施展的招式好像是血渊君的铁血战破功啊！很快就有眼尖的观众看出了陈默施展的招式来自铁血战破功的战体巴式铁臂崩锤、钢吸破城、鞭腿断水、铁背靠山、血战连环。在陈默的金刚琉璃体、雷极之躯以及6条龙脉的加持之下，战体巴式爆发出了恐怖的威力。正在观看直播的范寒立将军以及血渊军基地里的战士们直接看呆了，原来血渊军人人都会的铁血战破功竟然可以这么强。不对，强的不是功法，而是陈默。砰砰砰！拳脚撞击的声音不断传来，陈默和姬昆仑交战的四周已经形成了一片拳风绞杀区域。普通的3境5宗一旦靠近就会被无情绞杀成渣。姬昆仑越战越兴奋，身后的皮肤已经从淡金色逐渐转化成了金色。SSS 5道天赋精神血脉，天生神力，气血如汞浆，皮肉筋骨似神经，对天地元气有超乎寻常的亲和力，修炼速度远超常人，而且可以在战斗中释放出至高神威，对同阶甚至高阶对手产生强烈压制。以身为书，永镇诸天万法。轰！姬昆仑一拳轰出，周身窍穴神光骤亮，
神力喷涌，离体的先天罡元如流星贯日，攻击轨迹如神息流星雨，窍穴星光随行。这正是熔炉神魔体的8绝世之一，绝世神息破军。这一招直接将地面轰出了1米多宽、20多米的裂缝。若不是沉默及时闪开，可想而知会是什么后果。在姬昆仑的精神血脉和熔炉神魔体的双重压制下，沉默逐渐显出了颓势。直播间里的观众们也不由得为沉默捏了一把汗。不行啊，沉默的铁血战破功和姬昆仑的熔炉神魔体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的，更何况姬昆仑还觉醒了精神血脉，无论是力量还是身体强度都太变态了。沉默能够和姬昆仑战到这个局面，其实已经相当离谱了。再这样下去，沉默估计要输。别肉搏了，直接用枪吧！砰！画面中，沉默应接了姬昆仑的一击绝世筋骨撼月，双脚在地面滑行出去10几米才停下来，确实厉害。沉默揉了揉生疼的手臂，即便沉默练就了金刚琉璃体和雷击之躯，并且开启了6条龙脉，想要单纯依靠体魄战胜姬昆仑还是太难了。下一刻，呲啦，疼！沉默的一只手上覆盖了狂暴的紫雷，另一只手上覆盖了炙热的凤焰。沉默直接给双手附魔，左手雷电，右手凤焰。你听说过炎拳和雷拳吗？下一秒，沉默的双脚覆盖紫雷，整个人化作一道闪电，双拳齐出，一击双龙出海，轰向了姬昆仑。同样是战体巴式，但拳头上附带了紫雷和凤焰，威力不可同日而语。砰！姬昆仑被瞬间轰飞，撞在了数10米之外的一根参天大柱上，上半身的衣服炸裂，胸膛金色的皮肤上赫然出现了2个拳头印记。卧槽！直播间里的观众们见状，下意识咽了咽口水，差点忘了，沉默可是双武道天赋觉醒者。姬昆仑觉醒了 SSS 武道天赋不假，但沉默不仅拥有 SSS 武道天赋，而且还比姬昆仑多一个武道天赋啊！把雷电和火焰附着在拳头上，原来天赋还能这么用。姬昆仑低头看了一眼胸膛上的2个拳印，眼中闪过一丝惊讶，但更多的却是兴奋。他体内的精神血脉此刻也因为遇到了强敌，彻底沸腾了起来。这便是精神血脉的恐怖之处，越战越勇，遇强则强。姬昆仑周身的先天罡元翻腾，连空气都出现了一丝扭曲。姬昆仑的双脚在参天大柱上猛然一蹬，整个人化作一颗炮弹，朝着沉默急速射去。眨眼间，姬昆仑便和沉默战作一团，极致的攻击，极致的碰撞，没有防守，全是对轰。砰砰砰！可怕的冲击波搅动了这一方小天地，拳脚之间的不断轰击，让沉默和姬昆仑从参天大柱的底部打到了顶部。观众们震惊地发现，姬昆仑竟然在肉搏战中被沉默压制了。我好像明白了，沉默的战斗宗旨就是用对手最擅长的方式击败对手。没错，沉默之前和陆凡对战的时候，用的也是和陆凡相似的招式，击败了对方。我去，杀人还要诛心是吧？砰！沉默一脚把姬昆仑从参天大柱的顶部踹下，紧接着飞身而下，蓄积全力朝姬昆仑轰出一拳。6条龙脉的力量同时爆发，隐隐听到沉默的体内传来一声龙鸣。拳头在接触到姬昆仑的那一刻，凤焰喷涌而出，一团5米的火焰将姬昆仑整个人吞噬。作为世间最强的神火之一，即便是姬昆仑的强悍体魄，也难以抵御涅槃凤焰的焚烧一切的高温。轰！恐怖的冲击力让姬昆仑整个人化作一颗从天而降的陨石，轰然砸向地面。一声巨响，地面被砸出了一个直径10几米的大坑。姬昆仑半跪在坑底，嘴角挂着鲜血，金色皮肤上出现了大片烧焦的痕迹。胜负已分了吗？就当众人以为姬昆仑已经输了的时候，下一刻异变突生，只见姬昆仑额头正中间那道长长的细缝猛然睁开，如同开了天眼。这是姬昆仑的精神血脉结合天阶上品功法熔炉神魔体之后修炼出的神通神魔瞳，也是姬昆仑的最强杀手锏。前世陆凡偷袭了姬昆仑和绝玄册之后，以为自己稳拿圣宗试炼魁首，结果被姬昆仑的神魔瞳瞬间秒杀。一道毁灭性的光束从姬昆仑的神魔瞳中猛然射出，神魔镜灭光，速度快到极致。此时的沉默刚刚轰出爆炸性的一拳，因为火焰冲击的反作用力，人还在半空中，根本避无可避。结束了，姬昆仑轻声说道。然而就在神魔镜灭光即将击中沉默的前一刻，半空中的沉默突然消失了。姬昆仑的表情一僵，眼中满是难以置信。人呢？紧接着一道让姬昆仑灵魂颤栗的声音从他的脑后传来，你输了。姬昆仑骇然回头，发现沉默不知何时竟已经无声无息地出现在他的身后。要是沉默刚才对他动手，他是什么下场不言而喻。你是怎么做到的？姬昆仑难以置信地问道。不仅是姬昆仑，直播间里的无数观众们此刻也是一脸懵逼。什么情况？沉默刚才怎么突然从半空中消失了？哪怕是可以御空飞行的4境武尊也无法做到这一点吧，更何况沉默还只是3境武宗。主持人苏晓下意识将目光看向了唐雨晴教授和李沧浪馆长，而此时的唐雨晴教授和李沧浪馆长脸上却满是不可思议。空间法则？唐雨晴教授惊道。
自百强争夺战开始以来，他们已经被沉默震惊过数次，原以为已经快麻木了，但此时此刻，他们心中再次犹如翻江倒海。确实是空间法则！李沧浪馆长惊叹，刚才沉默身影突然从半空中消失，并不是飞行，分明运用的是空间法则。空间法则是天地间最玄妙的法则之一，即便是5进5王以上的强者，都不一定能够感悟空间法则。要不是亲眼所见，唐雨晴教授和李沧浪馆长绝对无法想象，年仅18岁的沉默竟然能够运用空间法则。但事实摆在眼前，也容不得他们不信。不仅是双武道天赋觉醒者，而且还能在18岁的年纪感悟空间法则，这天才这2个字已经不足以形容沉默了。直播间里的观众们听到2位嘉宾的评论之后，也瞬间炸开了锅。卧槽，竟然是空间法则，怪不得沉默刚才突然消失了，真尼玛离谱啊！沉默竟然连空间法则都会，我是真服了。谁能告诉我，沉默小年纪为何能够领悟空间法则呀？沉默之所以能够领悟空间法则，是因为他炼化了天阶下品虚空藤。虚空藤是难得一见的空间系天才地宝，并且其中蕴含了一丝空间法则。当然，炼化了虚空藤并不意味着立即能领悟空间法则，换成是其他人，就算花费1-2年时间，也不一定能够领悟。而沉默之所以能够这么快领悟空间法则，有2个重要的原因。第一，他和南宫里、苏华儿一起被困在混沌空间。混沌空间之中，除了蕴含了大量的阴阳之力之外，就是空间乱流。沉默他们被困在混沌空间里1个多月，后来又带着南宫里、苏华儿一起穿越那片混沌空间，让沉默对空间法则有了切身的体会，为沉默领悟空间法则打下了一定基础。而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沉默前世是一名6进5皇，他现在的武道修为虽然只是3进5宗，但他的见识、经验、感悟却是一名实打实的6进5皇。在多方综合因素之下，沉默才能这么快领悟空间法则。就在沉默和姬昆仑的战斗分出胜负之时，远处又有2道身影，分别从2个不同的方向来到了阴潮谷虚遗迹的中心。其中一道身影身穿赤焰硫磺裙，高挑婀娜，长着一张绝美精致的脸庞，正是排名第5的苏华。而另一个方向走过来的人，则是一名长相平平无奇，手中握着一杆长枪的男生，正是排名第2的绝玄策。绝玄策刚才听到这边战斗的动静，立即飞速赶来，望着浑身是伤半跪在10几米深坑里的姬昆仑，绝玄策古井不波的脸上闪过了一丝惊讶之色。姬昆仑被沉默击败了，对于姬昆仑的实力，绝玄策自然是清楚的。2人都出身在帝都的武神世家，在很小的时候就听说过对方的名字。后来绝玄策和姬昆仑也被誉为帝都的绝代双骄。原本以为今年的圣宗试炼是绝玄策和姬昆仑2个帝都天骄之间的竞争，万万没想到突然杀出一个沉默。唰，下一刻战败的姬昆仑被传送出了阴潮谷虚。整个阴潮谷虚的遗迹中心就只剩下了沉默、南宫里、苏华儿、绝玄策这4个人。直播间里的观众们见到绝玄策和苏华儿出现，不由得兴奋起来。好，最终的大决战要来了。目前百强争夺战的其他人都已经被淘汰出局了，现在就只剩下沉默他们4个人。好奇这4个人会怎么对决？沉默 vs 绝玄策，南宫里 vs 苏华，然后胜者争夺圣宗试炼魁首吗？大概率是这样吧。正当观众们猜测4个人将如何对决之时，就看到苏华儿身影一闪，向沉默和南宫里靠了过去。沉默，阿里！苏华儿叫道。华儿！南宫里开心地走上前，拉住了苏华儿的手，随即2个人一起站到了沉默的身边，目光齐刷刷地看向了沉默。就算傻子也能看出3个人的关系不一般了。直播间的观众们，南宫里和苏华儿的关系看起来不一般啊。苏华儿跟沉默又是啥关系啊？我怎么感觉苏华儿看沉默的眼神有点不对劲？别瞎猜了，他们3个都是南天省的，肯定一早就认识啊，总不可能南宫里和苏华儿都是沉默的女朋友吧？绝玄策望着站在一起的沉默、南宫里、苏华儿，表情也是一怔，笑死，我估计绝玄策都懵逼了啊！我一打3骂点倔屁句，幸亏沉默是个讲武德的人，不然那场面真就是3个人一起围殴绝玄策了。你别说，我还挺期待这场面的，哈哈哈！直播间里又响起了欢快的笑声。紧接着，观众们看到沉默走向了绝玄策，一招手，一杆陨星碎尘枪出现在了沉默的手中。沉默终于拿出武器了，看来这一次沉默是打算用枪战胜绝玄策了，用对手最擅长的方式击败对手，太他妈霸气了！要是沉默能够用枪击败绝玄策，夺得圣宗试炼魁首，那绝对是最近100年里最有含金量的魁首。绝玄策目光紧紧地盯着沉默，觉醒了 SSS 武道天赋的轮回不灭枪魂的他，一眼就能确定沉默是他至今为止遇到的同龄人之中的枪道最强之人。唰，绝玄策长枪一指，摆出了攻击的姿态，毫不拖泥带水，起手就是一招往生桥，枪出如虹，划破长空，仿佛架起一座沟通生死2界的桥梁，枪芒凝聚成一道贯穿性的毁灭光束，直射沉默。此乃轮回之始，破灭之端。绝玄策曾经用这一招
秒杀了领主一阶的妖兽。直播间里的观众们也在第一时间认出了绝玄策施展的枪法，果然是枪神绝无及前辈创造的天阶上品枪法寂灭轮回枪。绝玄策一上来就放大招吗？不放大招也不行啊，他的对手可是沉默。面对这一招威力巨大的往生桥，沉默没有选择闪避，同样一枪刺出，陆河共鸣，引动周天之气，枪势携天地之威，仿佛要破碎苍穹。正是陆河混天枪，第五式陆河破穹。轰隆，威力巨大的招式碰撞在一起，狂暴的能量倾泻而出，霎时间有些天旋地转。沉默和绝玄策的身影同时向后方退出了几米。地阶中品的陆河混天枪对上天阶上品的寂灭轮回枪，枪法之间的品阶差距太大了。按理说沉默应该会被无情碾压才对，但是沉默已经将陆河混天枪修炼到了第4重真入化境，而绝玄策的寂灭轮回枪目前只修炼到了第2重登堂入室。同一种枪法，不同的境界，威力相差巨大。正因为如此，沉默才能以陆河混天枪和绝玄策的寂灭轮回枪硬拼。当当当，长枪挥舞，眨眼之间，沉默和绝玄策对拼了数招，恐怖的能量爆炸声不绝于耳。每一次撞击，他们脚下的地面就要下沉裂开，所过之处一片狼藉。阴巢古虚之外，被沉默淘汰出局的姬昆仑，此刻正和其他被淘汰的百强考生一起望着阴巢古虚遗迹外的全息屏幕，观看着沉默和绝玄策的最终一战。太强了，这就是百强争夺战的巅峰对决啊！同样是圣宗试炼的百强，我的实力跟沉默、绝玄策一比，直接被秒成渣了。众人感叹道。姬昆仑的眼中射出一道金光，他尝试着将自己带入到沉默或者绝玄策，在脑海中演练着这一场对决。无论带入到谁，都能够感受到枪法之下的恐怖压迫感。沉默好像逐渐落入下风了。没办法，陆河混天枪的等级跟寂灭轮回枪差得太多了，能够以地阶中品枪法对抗天阶上品枪法，沉默已经是相当牛逼了。虽然沉默此时落入了下风，却没有人替沉默着急，因为在此之前，沉默已经展示了层出不穷的恐怖底牌，强悍无比的体魄、双武道天赋、空间法则。在观看了沉默和陆凡、姬昆仑的战斗之后，其实绝大多数人心里已经认定沉默是今年的圣宗试炼魁首了。唯一的悬念是沉默想要以什么方式赢。一旦沉默运用他的双武道天赋或者是空间法则，就能瞬间扭转局势。如果沉默执意要用枪法战胜绝玄策，恐怕不是那么容易。众人议论道。难说哦，你确定沉默已经亮出所有底牌了吗？说不定沉默也会天阶枪法呢。此言一出，所有人的表情一僵。是啊，万一沉默也会天阶枪法呢？轮回不灭枪魂不愧是 SSS 武道天赋，果然厉害。沉默心中感叹道。觉醒了轮回不灭枪魂之后，绝玄策的灵魂深处便铭刻上了先祖的枪道真意，以及无数战斗烙印，无需刻意学习，对枪的理解运用已深入骨髓，甚至在和对手对战的时候，还能迅速学习对手的枪法，看穿对手招式。沉默能够明显感觉到，随着双方的交手，绝玄策正在一步步掌握陆河混天枪，并且开始提前预判沉默的枪招。继续对战下去，陆河混天枪很难再对绝玄策产生威胁。轰！绝玄策手中的长枪光芒大作，枪势如倒卷的黄泉之水，汹涌澎湃，逆流而上，将死亡与衰败之力席卷向沉默。寂灭轮回枪第4式黄泉逆浪。砰！沉默的身影飞出数十米之远，但下一刻，沉默身上的气势陡然一变，体内的6条龙脉在这一刻全开，一股金色的真气在6条龙脉中疯狂运转，这是可湮灭物质、撕裂空间的龙阴真气。没错，沉默要施展真正的9霄龙阴枪了。上一次施展9霄龙阴枪还是在省冲刺营选拔测试的时候，当时的沉默只是一进武者6品，一招破产版的9霄龙阴枪就直接榨干了沉默所有的体力。而如今沉默的武道修为已经是3进5宗物品，并且体内已经开辟出了6条龙脉，跟当初可谓是天差地别。沉默的枪势不断攀升，一股毁天灭地的气势从他的身上散发开来。绝玄策的瞳孔猛然一缩，瞬间从沉默的身上嗅到了危险的气息。下一秒，沉默一枪横扫而出，挥舞的长枪画出数百道如同空间裂缝般的枪迹，形成了龙形绞杀阵，朝着绝玄策倾泻出去。9霄龙阴枪第2式逆鳞3000剑，伴随一声龙吟，龙形绞杀阵瞬间吞没了绝玄策。直播间里的观众们看到这一幕，神色巨变。卧槽，沉默施展的是什么枪法？这威力绝对是天阶枪法，沉默竟然真的会天阶枪法。刚才的猜测在这一刻得到了证实。而就在沉默运转龙脉中的龙阴真气施展天阶上品枪法9霄龙阴枪时，阴巢骨虚内的阴巢仿佛受到了某种召唤一样，开始暗流翻涌，似乎有什么东西被惊动了。轰隆，数百道如同空间裂缝般的龙形绞杀阵呼啸而过，将绝玄策的身影吞没。当一切烟消云散，绝玄策身后的地面出现了一个向外辐射的巨型扇形鹰灭圈。再看绝玄策本人，长枪横在身前，
身上已经变得衣衫褴褛。强大的冲击波让他的身体出现了道道血痕，虽然看上去十分狼狈，但绝玄策却并没有倒下，因为在逆鳞3000界冲向他的那一刻，绝玄策施展出了寂灭轮回枪的第5式寂灭之环，枪化魂元，引动寂灭法则，形成吞噬一切光、生、能量、生机的绝对黑暗之环。逆鳞3000界绝大部分的威力被寂灭之环挡下了。直播间里的观众们望着沉默那一枪所造成的恐怖破坏力，不由得心惊肉跳。卧槽，太他妈吓人了！沉默施展的枪法怎么感觉比绝玄策的寂灭轮回枪还要可怕？寂灭轮回枪都已经是天阶上品枪法了，沉默施展的枪法等级不可能更高了吧？哪位大佬可以说一下，沉默刚才施展的是什么枪法吗？直播间里数以亿计的观众们，其中不乏顶级的枪法强者，可一时间竟然无一人能够给出答案。就连见多识广的唐雨晴教授和李沧浪馆长，此刻也是面面相觑。唐教授，您看出沉默施展的是什么枪法吗？李沧浪馆长问道。唐雨晴教授微微摇头，从未见过。我也从未见过。李沧浪馆长难以置信地说道。与此同时，帝都绝家的一座院子中，绝玄策的曾祖父龙国曾经的第一神枪绝无极，也是望着沉默施展的枪法微微愣神，目光中既有震惊，也带着疑惑，似乎就连枪神绝无极也看不出沉默施展的是什么枪法。沉默前世听冰坨坨叶霓裳说起过九霄龙鹰枪的来历，在遇到沉默的前1年，也就是沉默24岁的时候，叶霓裳在一座神秘的古遗迹中意外找到了这门天阶上品枪法九霄龙鹰枪。叶霓裳本人并不修炼枪法，在遇到沉默之后，便将这一门九霄龙鹰枪给了沉默。从九霄龙鹰枪的记载来看，这门枪法很可能是上万年前的一位世间顶尖枪神所创，而且这门枪法是专门用来屠龙的。从九霄龙鹰枪的名字中就能看出一二，但后来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这门九霄龙鹰枪失传了。眼下这个时间点，叶霓裳还没有从那座神秘的古遗迹找到九霄龙鹰枪，换句话说，这个世界目前只有沉默一个人会这门枪法，这也是为什么其他人看不出沉默施展的是何种枪法。绝玄策满脸骇然地望着前方的沉默，一直古井不波的脸上第一次露出这么强烈的情绪。显然绝玄策也因为沉默刚才的那一招逆鳞3000界而震惊，但很快绝玄策的目光中便露出了兴奋和战意。轮回不灭枪魂在这一刻仿佛被什么东西唤醒了一般，一道神枪虚影隐约在绝玄策的身后浮现，枪魄会赋予绝玄策永不衰竭的武道意志与战斗渴望。呵！绝玄策暴喝一声，身上的气势不减反增，脚掌猛地一踏，脚下的地面轰然炸裂，绝玄策化作一道离弦之箭，朝着沉默冲了过去。沉默早就料到，觉醒了轮回不灭枪魂的绝玄策不会这么轻易被击败，这样的对手才配得上他的九霄龙鹰枪。两道身影瞬间撞在一起，轰轰轰！两门天阶上品枪法的恐怖招式以最激烈的方式搏杀。绝玄策施展的寂灭轮回枪一招快过一招，往生桥、黄泉逆浪、彼岸花开、寂灭之环、往生回响、不灭星火。沉默也以九霄龙鹰枪的星云九霄落、逆鳞3000界、轮回龙式、神威、万钧辟易予以回应。痛快！重生之后，沉默第一次这么痛快的施展九霄龙鹰枪，这种酣畅淋漓的战斗有一种直冲天灵盖的畅快。随着战斗的进行，绝玄策感受到一股可怕的威压将他一点点笼罩。虽然轮回不灭枪魂可以遇强则强，但是在绝对的实力差距面前，想要获胜的机会是渺茫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绝玄策已经被沉默全面压制。意识到这一点之后，绝玄策决定放手一搏。沉默，借我最后一枪！话音刚落，绝玄策身后的神枪虚影光芒大作，体内的先天罡元在这一刻彻底沸腾。绝玄策拼尽全力施展出了寂灭轮回枪的最强一击万劫轮回中烟起点，融汇寂灭轮回枪的前8式所有的意境与力量，刺出超越生死轮回的终极一枪。枪出，万物寂灭归于混沌。来得好！沉默的眼中射出一道金光，直接施展出九霄龙鹰枪的第6式苍古龙魂枪。一瞬间，沉默的背后仿佛浮现出了一头身长超过100米的上古龙魂。上古龙魂一出，一股毁天灭地的威压从沉默身上散发开来。卧槽，这是什么？直播间里的观众们大惊失色。下一刻，沉默人枪合一，化作一条100米能量龙躯，裹挟不可匹敌的威能，呼啸着冲向了绝玄策。轰隆一声惊天巨响，恐怖的冲击波将方圆100米之内的地面全部掀飞。当烟尘消散之后，满目疮痍的地面显现出2道身影，一横一竖。绝玄策躺在了深坑之中，沉默身姿笔挺地站着。胜负已分，沉默赢了，太强了，太牛逼了！直播间里的观众们已经彻底陷入了沸腾。阴潮谷墟中，绝玄策躺在地上，这是绝玄策自出生以来第一次经历失败，但是绝玄策的脸上却露出了笑容。这一刻，他似乎已经明白他手中的枪药为何而战了。谢谢，绝玄策对沉默说道。但就在这时，地面突然传来震动，轰隆隆！阴潮谷墟中心的那36根参天大柱
开始不停地剧烈摇晃，仿佛有什么被压制在地底的东西即将破土而出。天旋地转，地动山摇，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所有人的脸色巨变。发生什么事了？之前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沉默和绝玄策的最终对决所吸引。实际上，当沉默运转龙阴真气，施展出九霄龙阴枪的时候，阴潮谷须中的阴潮就仿佛受到了某种刺激一样，开始暗流涌动。而当沉默施展出九霄龙阴枪的第6式苍古龙魂枪后，遗迹中的阴潮更是如同浪潮一般翻涌。紧接着，遗迹中心那36根以9宫八卦布置的参天大柱便开始剧烈晃动了起来。砰砰砰，36根参天大柱纷纷拔地而起，嗖，一滴直径超过1米、散发着恐怖龙威的赤玄色精血从地底破土而出，化作一条赤玄色的小龙，咆哮着冲向了沉默。速度之快，就连领悟了空间法则的沉默都来不及闪避。赤玄色的血晶小龙张口便将沉默吞下，不断翻滚、扭动、咆哮，似乎想要将沉默彻底吞噬。莫哥哥，沉默！南宫里和苏华儿发出一声惊呼，齐齐冲向了沉默。与此同时，一道人影化作一道流星，从阴潮谷须外落到了沉默的身边，正是国家考试中心研究院的院长百里长虹。在阴潮谷须发生异变之后，他就第一时间冲了进来。此时，百里长虹一脸骇然地望着那条赤玄色小龙。这是龙之血晶。百里长虹骇然说道：“龙之血晶是融合了龙魂的精血，是龙族最核心之物。而眼前的龙之血晶周身散发着极致的邪恶与恐怖。眼看这头龙之血晶化作的赤玄色小龙想要吞噬沉默，百里长虹立即在手中掐出一个法诀，一道金光射出，想要将沉默从龙之血晶中剥离出来。但百里长虹很快就发现，龙之血晶竟然已经钻入了沉默的体内，似乎已经和沉默融为了一体。这个时候强行将沉默剥离出来，很可能只剩下一具骸骨。此刻的沉默只觉得浑身上下布满了钻心的痛，仿佛有什么东西从他全身的数百万个毛孔中钻入，将他的身体一块块撕裂。痛，太痛了！而且沉默从赤玄色小龙的身上感受到了一股滔天的恨意，仿佛想要将他的血肉一块块扯下来，挫骨扬灰。这是什么鬼东西？沉默心里暗骂了一句，对那股滔天的恨意更是莫名其妙。就在这时，沉默感觉到有什么东西钻入了他的脑海，紧接着脑海中闪过了一段上古时期的画面。那是一头身长超过1万米的巨龙，在大地之上肆意制造杀戮，致使生灵涂炭。龙族中最邪恶的存在，世界幽龙。这头世界幽龙企图吞噬大地灵脉，彻底毁灭这一方天地。就在这时，一道身影持枪杀道，与这头世界幽龙爆发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战。沉默惊讶地发现，那道身影使用的枪法正是九霄龙阴枪。那一场天崩地裂的大战足足进行了5天5夜，最终那道身影燃烧自己的生命，施展九霄龙阴枪的最后一式九霄龙阴中烟式，将身长超过1万米的世界幽龙轰杀至炸。世界幽龙的肉身虽然被彻底摧毁，但它凝聚了龙魂的精血，却是不死不灭。于是那道身影临死之前，用36根镇龙柱将世界幽龙融合了龙魂的精血，封印在了此地。经过了上万年的演变之后，形成了阴潮谷须遗迹。遗迹里周而复始的阴潮，其实是世界幽龙的血晶能量外泄的具象化，每日随龙息波动。而阴潮也在不断腐蚀着36根镇龙柱，被封印的世界幽龙血晶一直在企图离开这个封印之地。看到脑海中的画面，沉默终于明白，那股滔天的恨意是从何而来了。那是因为被封印在此地的世界幽龙血晶感知到沉默施展九霄龙阴枪之后，把沉默当成杀他的仇人了。你特么认错人了！沉默心里吐槽了一句，眼中射出一道狠厉。想吞噬我是吗？那就看到底谁吞谁。下一刻，沉默将体内的紫雷和涅槃凤焰催生到了极致，一座凤焰雷域瞬间将世界幽龙精血连同他自己一起罩住。不仅如此，沉默还往凤焰雷域额外添了2把火，分别是可以湮灭龙族的龙阴真气，以及宇宙间最精纯的本源能量太虚之气。好，随着加强版凤焰雷域的出现，赤玄色的小龙顿时发出了一阵惊恐的咆哮声。世界幽龙的血晶被36根镇龙柱镇压在此地，经过了上万年的时间，在上万年的时间消磨之中，无论是龙魂还是36根镇龙柱，都已经是强弩之末。这也是为什么之前世界幽龙的血晶能够冲破镇龙柱的封印，凭借着一枪恨意杀向沉默，企图将沉默吞噬。但他显然低估了沉默的实力，已经是强弩之末的世界幽龙血晶遇到加强版的凤焰雷域，直接碰到了克星。察觉到危机之后，世界幽龙血晶当场就想离开沉默的身体。真以为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吗？沉默心中冷哼，给我死！血晶之中的龙魂发出一声不甘的怒吼，在凤焰雷域中彻底魂飞魄散，只留下了最精纯的能量血晶。上古世界幽龙的血晶，那可是媲美天阶上品的宝物，送上门来的好处，沉默自然不会客气，直接将世界幽龙的血晶吞噬炼化。轰！世界幽龙的血晶被沉默迅速炼化吸收，沉默身上刚刚被撕裂的伤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复原，而沉默的肉身体魄也在不断增加，
生命层次向着更高的境界蜕变。片刻之后，世界幽龙的血晶全部被沉默炼化吸收。只见沉默的身体如同刀削斧刻一般完美，每一块肌肉都充满了爆炸的力量和美感，并且身上还散发着让人站立的龙威。沉默现在的体魄甚至已经超越了觉醒了精神血脉的姬昆仑。莫哥哥，沉默！南宫里和苏华第一时间冲上去，扑进了沉默的怀里。别担心，我没事。沉默笑着抚了抚南宫里和苏华的头发。莫哥哥，你刚才吓死我了！南宫里眼眶里泛着泪珠，苏华的眼睛也红红的，满是担心。他们刚才看到沉默被世界幽龙血晶吞噬，心中焦急万分。要不是百里长虹院长提醒他们不要轻举妄动，他们早就不顾一切冲过来了。此刻见到沉默平安无事，南宫里和苏华差点喜极而泣。一旁的百里长虹院长见状，同样长舒了一口气。要是沉默在百强争夺战中出了什么意外，负责设定考试场地的国家考试中心研究院难辞其咎。更何况沉默之前展示出的天赋和实力，已经可以算得上是千年不遇。若是沉默这样的武道天才陨落在此，对整个龙国都是巨大的损失。百里长虹的目光扫过阴朝古虚遗迹中倒塌的36根参天大柱，目光中依然带着些许震惊之色。谁也没有想到，阴朝古虚的下面竟然封印着散发着极致邪恶和恐怖的龙之血晶。此刻官方直播间里数以亿计的观众们同样震惊无比。卧槽，刚才那是什么东西？太尼玛吓人！沉默好像差点被吞噬了。哪位吊大的可以帮忙解释一下吗？从刚才的情形来看，阴朝古虚下面好像封印着什么东西，那东西想要攻击沉默，结果被沉默炼化了。你们有没有发现，沉默的气息好像变得比之前更强了？我也感觉到了，沉默的身上好像散发着某种威压，让我的灵魂都有些战栗。一时间直播间里议论纷纷。另一边，百里长虹院长将目光看向了沉默、南宫里、苏华三人。严格意义上来说，百强争夺战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结束，因为剩下的3个人还没有分出胜负。按照规定，百里长虹院长还是做出了询问：你们还要继续进行对决吗？不了，我们认输。南宫里和苏华同时摇头道。对于这个回答，百里长虹院长早就猜到了，都抱一起了，怎么可能还会继续打？而直播间里的观众们此时也回过神来，刚才大家的注意力都放在了阴朝古虚的一边上，此时突然反应过来，刚才南宫里和苏华一起扑进了沉默的怀里。我的天呐，南宫里和苏华不会都是沉默的女朋友吧？就算不是女朋友，也肯定关系匪浅。我靠，这也太爽了吧！你要是跟沉默长得一样帅，又有沉默这样逆天的武道天赋和实力，有更多的女生喜欢都不稀奇啊。说的也是，一下就变得合理起来了。只要沉默同意，我也可以当他的女朋友。直播间里无数女生望着沉默两眼放光，毫不夸张地说，以沉默的条件，有大把的女生愿意主动送上门。此时在遥远的南宫世家，南宫世家的家主南宫月正和南宫里的姑姑南宫若水一起观看着这一场比赛。阿里是不是很喜欢这个叫沉默的男生？南宫月开口问道。应该是的。南宫若水点头。其实上次南宫里从省冲刺赢回来之后，南宫月和南宫若水就察觉到南宫里对沉默的感情非比寻常，只不过让他们没想到是苏华和沉默的关系似乎也很不一般。沉默这孩子确实优秀，甚至可以称得上举世无双了。南宫月开口说道。全场观看了这场百强争夺战，沉默的逆天表现数次震惊了南宫月。南宫若水微微颔首，一时间南宫月和南宫若水的眼波流转，也不知在想什么。而另一边，苏华儿的师傅岳红莲望着全息屏幕里的乖徒儿南宫里和沉默，绝美的容颜也露出了异色。华儿和阿里不会真的喜欢上同一个男生了吧？说起来，华儿、阿里、沉默3个人被困在混沌空间之下1个月多，真要发生了什么事也是人之常情。随着南宫里和苏华儿主动认输，这场百强争夺战也正式结束了。下一刻，百里长虹院长朗声开口，声音传遍四方。今年的圣宗试炼结束，获得魁首的是沉默。随着百里长虹院长的宣布，沉默正式拿下今年的圣宗试炼魁首，也成为了100年来第一个帝都之外的圣宗试炼魁首。不仅是官方直播间，全国各地都传来了震天的欢呼声，举国沸腾，太牛逼了！从基础测试开始，沉默就力压地都得一中天骄，在百强争夺战中也是一路碾压，拿下圣宗试炼魁首，简直强得离谱。最可怕的是，沉默在比赛过程中都是以对手最擅长的方式击败对手，太夸张了。沉默绝对是最近100年里最有含金量的圣宗试炼魁首，100年保守了，至少是1000年。今年的圣宗试炼真是太精彩了，今天至少再去看10遍回放。比赛虽然结束了，但圣宗试炼还没有彻底落下帷幕，因为接下来就是颁发圣宗试炼奖励的时候了。片刻之后，沉默、南宫里、苏华跟随百里长虹院长一起离开了阴朝古虚，出现在了帝都一座恢宏的广场之上。之前已经被淘汰的百强考生也已经到了这里，在广场4周围的看台之上，
早就已经是座无虚席。这些人当中，有来自帝都各大武道世家的强者们，还有来自龙国五大圣宗的院长和长老们。随着陈默的出现，在场所有人的目光都齐刷刷地看向了他，尤其是那些负责招生的院长和老师们，简直是两眼放光，恨不得直接争夺陈默。百里长虹院长的目光扫过在场的百强考生，开口说道：“祝贺你们完成了一场精彩的百强争夺战，下面依次宣布圣宗试炼魁首、全国前3甲、全国前10名的奖励。首先，恭喜陈默获得圣宗试炼魁首。”百里长虹院长话音刚落，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在万众瞩目之下，陈默走上了领奖台。百里长虹院长将一枚赤金色的勋章郑重地交到了陈默的手中，这是国家授予你的龙明勋章，作为你夺得圣宗试炼魁首的奖励。龙明勋章持有者享受国之重器待遇，拥有各项特权。首先是资源特权，龙明勋章持有者每年可以从国家资源库中免费领取一份修炼资源礼包，并且在国家资源体系购买修炼资源，享受6折优惠折扣。最重要的是，对极其稀少的战略级修炼资源拥有优先兑换权。其次是修炼特权与信息特权，龙明勋章持有者可免费使用国家公共设施中的高级修炼室，如聚灵塔高层、高级元素淬体室、特级重力室等等。对国家掌控的传承遗迹、秘境拥有优先进入权，并且可查阅国家武道图书馆的绝大部分资料，特殊权限的文件除外。最后，安全保障权，龙明勋章持有者享受国家战略级保护，遭遇危险时，地方机构必须全力保护并上报。国家层面，武道管理总局或军方特殊部门可视情况直接介入，就连龙明勋章持有者的直系亲属也可以享受高级别安保待遇。听完龙明勋章的几项特权，陈默也不得不感叹，这待遇真的绝了。当然，国家给予魁首这么大的特权非常合情合理，毕竟每年的圣宗试炼魁首是从近1名考生中选出的最强武道天才，只要成长起来，未来肯定是国家栋梁，自然要给予一定的特权和重点保护。这枚龙明勋章是由特殊灵能金属与阵法打造，无法仿制，滴血认主后与持有者绑定，他人无法激活其特权。百里长虹院长介绍道。闻言，陈默微微点头，随即将一滴鲜血滴入其中，绑定了这枚龙明勋章。百里长虹院长笑了笑，继续对陈默说道：“除了授予你龙明勋章之外，你还可以进入国家资源库里任意挑选一件天阶上品修炼资源，包括但不限于武道功法、武技、天才地宝等等。”闻言，陈默眼睛不由得一亮，天阶上品修炼资源是什么含金量，自然不必多说。而在场的其他百强考生也不由得露出了羡慕的神色。即便是在武神世家中，天阶上品修炼资源也是极其稀有的存在，这些奖励是你作为魁首应得的。百里长虹院长笑着说道：“谢谢。”陈默将龙明勋章收好，至于天阶上品修炼资源，稍后再去国家资源库里慢慢挑选。陈默下场之后，接下来轮到前3甲中的第2名和第3名上台领奖。恭喜南宫里和苏华获得圣宗试炼的第2名和第3名。百里长虹院长开口说道。由于陈默把击昆仑和绝玄策淘汰了，使得南宫里和苏华轻松获得了2、3名。或许在很多人看来，要不是因为南宫里、苏华和陈默的关系，他们大概率拿不到这个名次。不过人脉、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按照比赛规则，南宫里和苏华就是位列第2、第3。对此，绝玄策和击昆仑心里倒也没有觉得不公平。对于他们来说，如果没有拿到魁首，剩下是什么名次都无所谓了。作为圣宗试炼的前3甲，国家将授予你们凤舞勋章。百里长虹院长将2枚勋章分别授予了南宫里和苏华。凤舞勋章和龙明勋章一样，也可以受到各方面的特权。不过，无论是资源特权、修炼特权、信息特权、安全保障，都要比龙明勋章降了一个等级。而除了被授予凤舞勋章之外，南宫里和苏华还可以进入国家资源库中任意挑选一件天阶中品的修炼资源，作为前3甲的额外奖励。最后是绝玄策、击昆仑、轩辕破、陆凡等人排名前10的考生上台，他们被授予了10节勋章，特权比凤舞勋章再低一等，并且可以进入国家资源库任意挑选一件天阶下品的修炼资源作为奖励。至于剩下的百强，虽然没有再授予勋章，但依然可以进入国家资源库中挑选一件地阶上品的修炼资源作为奖励，而且这些奖励是国家层面发放的。等这些全国百强考生回到各自的省市，当地肯定还会给予各种奖励。毫不夸张地说，一旦在圣宗试炼中取得好成绩，就能直接改变命运。圣宗试炼只是你们人生的开始，未来的你们将面临更多的挑战。希望未来你们每一个人都能成为龙国武道的栋梁。百里长虹院长给大家送出了祝福。至此，今年的圣宗试炼也正式落下了帷幕。百里长虹院长话音刚落，就有一道身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飞到了陈默的面前。那是一名白胡子的老者，一脸慈祥地望着陈默。陈默同学你好，我是天书武道圣宗的招生院长，我代表天书武道圣宗向陈默同学发出诚挚的邀请，
希望陈默同学能够加入我们天书武道圣宗，我们将为陈默同学准备丰厚的入宗奖励。另外几大圣宗的招生院长见状，不由得脸色一变。天书武道圣宗的老狐狸动作是真快啊！刷刷刷，紧接着又有几道身影迅速从看台飞出，落到了陈默的身边。陈默同学你好，我是神级武道圣宗的招生院长。陈默同学你好，我是古武传承圣宗的招生院长。霎时间，5大圣宗的招生院长全部冲到了陈默的面前。在看完了陈默在百强争夺战上的惊天表现之后，5大圣宗心中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将陈默招揽进他们的圣宗。抢人大战开始了。龙国一共有5大武道圣宗，分别是天书武道圣宗、武神宗、神级武道圣宗、古武传承圣宗、修罗武道圣宗。而第一个冲上前对陈默发出邀请的便是天书武道圣宗。天书武道圣宗直属于龙国最高武道管理机构，承担培养国家顶级战略人才，如镇国强者、军方统帅、重要部门守护者等等，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拥有最庞大的国家财政支持，独占数处顶级修炼秘境，拥有最庞大的武道典籍图书馆，导师中不乏退隐的传奇强者，国家功勋，是无数考生梦寐以求的武道圣宗。陈默同学，只要你加入天书武道圣宗，除了丰厚的奖学金之外，宗门还会给你配备专属修炼洞府，全面开放各种修炼资源、修炼权限。天书武道圣宗招生院长话还没有说完，就被武神宗的招生院长给打断了。陈默同学，我们又不是只有你们武神宗有武神，我们也有啊。剩下的3大武道圣宗不仅实力强大，而且各有特色。其中神级武道圣宗由龙国最高科学院与几大军工巨头联合创立，位于一座高度现代化的科技武城中，城市本身就是一座巨大的实验室和兵工厂。神级武道圣宗致力于探索武道和科技的结合，核心是研究如何将尖端科技，例如能量武器、生物工程、人工智能、神经链接、空间技术等，完美融入武道体系。灵枢天眼就是神级武道圣宗数百年前研究出来的武道科技产物，而古武传承圣宗顾名思义，核心就是古武传承。这些古武功法多源自上古时期，专注于研究人体自身奥秘，开发肉身与精神的极限潜力。古武传承圣宗的导师大多是一些隐世不出的古武流派守护者和研究者，而最后的修罗武道圣宗位于环境极端恶劣的修罗域，是5所顶尖圣宗环境最恶劣的。在这里，信奉实战是唯一的导师，日常训练方式极端残酷，死亡率、致残率远高于其他圣宗，学习的都是最直接、最狠辣、最有效的战场搏杀技和生存技巧，以培养学生钢铁般的意志、无畏的勇气和绝对的执行力。修罗武道圣宗每年都要向龙国的军队输送大量的人才，这5所顶尖武道圣宗屹立在龙国所有宗门的最顶端。此时此刻，他们同时向陈默抛出了橄榄枝，而且都开出了无比诱人的入宗条件。陈默同学，你考虑好要选择哪一所武道圣宗了吗？5所顶尖武道圣宗的招生院长全部眼光灼灼地望向陈默，期待着陈默的回答。陈默的眼中露出思索之色。5大武道圣宗无论哪一所都强大无比，如果非要比较，天书武道圣宗和武神宗的综合实力比另外3所武道圣宗要略胜一筹。在往年的武道大赛中，天书武道圣宗和武神宗的排名也更靠前。而如果要在天书武道圣宗和武神宗之间做选择，陈默更倾向于天书武道圣宗，因为武神宗里面的派系太复杂了，相比之下，天书武道圣宗要纯粹的多。而且陈默选择天书武道圣宗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陈默记得冰坨坨叶霓裳在天书武道圣宗当过几年的客座导师，选择天书武道圣宗意味着可以见到叶霓裳了。冰坨坨，我来了。陈默的嘴角露出一丝笑意，随即目光看向几位招生院长，开口说道：感谢几位院长的盛情邀请，无论加入哪一所圣宗都是我的荣幸。综合各项考虑后，我决定选择天书武道圣宗。陈默话音刚落，天书武道圣宗的招生院长顿时开心地大笑起来，哈哈哈，太好了，欢迎陈默同学加入我们天书武道圣宗。天书武道圣宗的招生院长高兴的胡子都飘起来了，另外几名招生院长不由得露出了遗憾的神情。眼见陈默已经做出了最终的选择，他们也不好再继续抢人了，毕竟强扭的瓜不甜，而且也扭不到。于是几个圣宗的招生院长将目标转向了其他的考生。不等他们开口，南宫里就拉着陈默的手说道：我和默哥哥一样选择天书武道圣宗。我也选择天书武道圣宗。苏华跟着说道。天书武道圣宗的招生院长表情一正，随即大喜道：好好好，欢迎你们一起加入天书武道圣宗。等你们的入宗之后，宗门同样会给予丰厚的奖励。圣宗试炼的前3甲全都选择了天书武道圣宗。天书武道圣宗的招生院长恨不得仰天大笑，嘴角压不住，根本压不住。其他几个招生院长看到他嘚瑟的表情，恨不得给他脸上一拳。接下来5大武道圣宗继续进行抢人大战。决选册，姬昆仑出身在武神世家，不出意外都选择了武神宗，而同样出身武神世家的轩辕破却出人意料的没有选择进入武神宗。自从在百强争夺战中败给苏黄儿之后，
轩辕破就意识到他的实力与最顶尖的陈默、绝玄策、姬昆仑存在不小的差距。轩辕破当时就决定，圣宗试炼结束之后，就直接加入龙国三幻神军队最强的龙灵卫，进行最残酷的战斗历练，将他的 SSS 武道天赋屠戮天灾发挥到极致。其实，修罗武道圣宗残酷的战斗理念倒是很适合轩辕破。每年龙灵卫也会从修罗武道圣宗中挑选优秀的武道天才加入龙灵卫。不过，轩辕破决定一步到位，跨越宗门修炼阶段，直接进入龙灵卫。此外，在百强争夺战中突然杀出的黑马老六陆凡，选择加入了古武传承圣宗。片刻之后，圣宗试炼的100强全部被五大武道圣宗招揽完毕。或许是因为沉默的名人效应，今年加入天书武道圣宗的100强考生是最近10几年里人数最多的。天书武道圣宗也成为了抢人大战中的绝对赢家。天书武道圣宗的招生院长嘴都快笑裂了，每一位全国100强考生都拥有庞大的武道潜力，甚至有不少排名靠后的考生能够在圣宗里完成逆袭。因为有些考生可能受限于出身，前期的修炼资源不够，而一旦他们进入顶级武道圣宗，修炼到高等地功法和武技，得到更多的修炼资源，就能发生质的飞跃。因此，全国100强的每一位考生都会被天书武道圣宗、武神宗、神级武道圣宗、古武传承圣宗、修罗武道圣宗抢着要。至于100强之外的考生，想要进入这5大武道圣宗，就只能等待这些圣宗择优录取。每一所顶尖武道圣宗平均每年只会录取1000人左右，可谓是优中择优，这样可以集中修炼资源，对这些优秀学生进行重点培养。所以，只有排名全国前5000才有资格进入5大武道圣宗。而每年参加圣宗试炼的试炼者有将近1亿，剩下的绝大多数人就只能回到他们原来的武院武馆继续修炼了。抢人大战结束之后，百里长虹院长开口对在场所有的100强考生说道：“我现在带你们去国家资源库领取你们圣宗试炼的奖励。”闻言，众人的眼睛都是一亮。按照刚才颁发的奖励，他们最低都能获得地阶上品的修炼资源，而身为魁首的陈默更是可以任意选择一件天阶上品修炼资源。1个小时后，百里长虹院长带着陈默等100强考生来到了国家资源库的面前。国家资源库在每一个省都有分部，而帝都的国家资源库是总部。只见众人的眼前是一栋高悬在半空中的恢宏建筑，整体的造型就像是一座宝光琉璃的巨型玲珑宝塔。在百里长虹院长的带领之下，众人进入了国家资源库之中。国家资源库的内部远比外面看起来还要大得多，里面放置着海量的修炼资源。天呐，这里简直就是修炼资源天堂！众人惊叹地看向四周，哪怕是出身武神世家的绝玄策、姬昆仑等人，也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庞大的修炼资源宝库。至于其他人，那就更不用说了，就像是一群平民老百姓一下子走进了皇宫宝库，眼花缭乱，根本看不过来。国家资源库的内部空间实在太过庞大，修炼资源更是数不胜数，如果一件一件看过去，1个月恐怕也看不完。好在国家资源库里有智能检索功能，可以根据修炼资源种类、修炼资源品级等信息进行快速检索。在百里长虹院长的提示下，众人开始通过资源库里的虚拟屏幕检索自己想要的资源。陈默二话不说，直接开始检索天阶上品修炼资源。随即，陈默眼前的虚拟屏幕上便出现了天阶上品修炼资源的列表：武道功法、武技、兵器、天才地宝。天阶上品修炼资源极其稀少，即便是在国家资源库中也不多见。陈默快速将这些天阶上品修炼资源全部浏览了一遍，最终他的目光落在了一门天阶上品功法上——万古龙虚体。根据介绍，这本天阶上品功法以龙血为引，铸就无上龙躯，那万古龙虚之力镇压寰宇，最终超越龙之桎梏，成就肉身不朽，寿命悠长，万劫不灭。万古龙虚体的修炼难度极大，修炼的第一步就要以龙血为引，但据记载，龙族至少有数千年没有出现过了，因此这门万古龙虚体已经放在国家资源库里吃了几千年的灰了。当陈默看到这一门功之后，不由得眼睛一亮，因为不久之前陈默刚刚吸收了世界幽龙的精血，这门万古龙虚体简直是为陈默量身定制的。而且万古龙虚体和其他功法不同的是，除了修炼心法之外，它还自带神通招式，一旦练成之后，不仅可以铸就无上龙躯，肉身万古不朽，寿命无限增长，还可以施展出恐怖的龙族神通。客观来说，万古龙虚体甚至要超过姬家的天阶上品功法熔炉神魔体，就选它了。陈默的心中已经有了决断。默哥哥，你这么快就选好了呀？南宫里搂着陈默的胳膊问道。陈默笑着点头。阿里，你和华儿选好了吗？还没呢。南宫里和苏华儿摇头。天阶中品的修炼资源数量比天阶上品多了不少，挑选起来要更费时一些。最终在陈默的建议之下，南宫里和苏华儿选中了2样天阶中品修炼资源，分别是冰皇之羽和焚天净世莲。跟各位读者大佬预告一下，主角暑假期间会收了苏华儿的师傅月红莲，进了圣宗就要去收冰坨坨叶霓裳了。星号，感谢各位大佬的5星好评，
和打赏礼物。冰皇之羽源自传说中的神兽冰晶天皇。冰晶天皇是栖息于极寒玄冰域的神圣存在，掌控着天地间至纯至寒的冰霜本源之力。这根羽毛并非普通脱落的羽毛，而是冰晶天皇在经历生死蜕变时主动脱落的核心灵羽，蕴含着冰皇一丝本源精粹和其生命烙印中的法则碎片。冰皇之羽长度约3尺，形态优雅修长，如同最精美的冰晶雕琢而成，通体呈现一种半透明深邃的冰蓝色，仿佛冻结了亿万年的深海玄冰，内部有无数细密流动的银白色光丝，羽毛边缘锋利如神冰利刃，闪烁着寒芒。羽毛主体散发着柔和却不容忽视的冰魄神光，所及之处空气凝结冰晶，光线微微扭曲，触感并非冰冷刺骨，而是一种极致的仿佛能冻结灵魂的寒意。这根天阶中品的冰皇之羽不仅能够增强南宫里的玄阴玲珑体，提升南宫里的武道境界，而且炼化吸收之后还能让南宫里的天眼剑丸进阶到天阶中品。毫无疑问，这是目前最适合南宫里的天阶中品修炼资源。至于苏华儿选择的焚天净世莲，是一种生长在天地火脉核心深处的神异火莲，莲台呈赤金、琉璃、暗红3色交织，花瓣如流动的火焰晶体，莲心处是一团永恒燃烧，仿佛能焚穿空间的纯白本源净火。整株莲花时刻散发着扭曲空间的恐怖高温和令万物臣服的气息。一旦炼化吸收这一株焚天净世莲，能够让苏华儿的涅槃凤焰变得更加强大，武道境界也将一同提升。百里院长，我们选好了。陈默、南宫里、苏华儿一起来到了百里长虹院长面前，将他们选择的修炼资源告诉了对方。百里长虹院长确认无误之后，便将3样修炼资源取来，分别交给了陈默他们。谢谢。随即，陈默他们将获得的万古龙虚体、冰皇之羽、焚天净世莲收入了空间戒指之中。回去之后，陈默就可以直接修炼天阶上品炼体功法万古龙虚体了。不过，冰皇之羽和焚天净世莲都是天阶中品的资源，炼化吸收非常不易。以南宫里、苏华儿他们现在的修为，至少要闭关半个月才能将其炼化吸收，而且由于是至阴至阳之物，炼化吸收的过程中还可能伴随着一些危险。而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陈默、南宫里、苏华儿他们一边修炼太虚阴阳诀，一边炼化吸收冰皇之羽和焚天净世莲，这样不仅可以消除危险，而且修炼吸收的过程中对3个人都大有裨益，没什么是双修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对了。百里长虹院长想起了一件事，开口说道：你们持有龙明勋章和凤舞勋章，每年可以在国家资源库中免费领取一份修炼资源礼包，正好把今年的修炼资源礼包一并发放给你们。片刻之后，百里长虹院长取来了3个修炼资源礼包，把它们交给了陈默、南宫里、苏华。陈默接过修炼资源礼包一看，是一个空间储物袋。空间储物袋是比空间戒指低一档次的储物装备。打开空间储物袋之后，里面装着好几样资源，一颗地阶上品的神魂果可以提升神魂，增强神识；一粒价值连城的天阶疗伤圣药生生造化丹，无论多重的伤都能够濒死续命，甚至还可以断肢重生。之前陈默受伤落入混沌空间下时，南宫里曾经给陈默喂过一粒。除此之外，还有1000枚极品灵石，既能用来修炼，也可以用于购买修炼资源。1枚极品灵石如果换成流通货币，价值10万，1000枚极品灵石的购买力那是相当可观了。龙明勋章的福利是真不错啊！陈默心中感叹道。虽然这些修炼资源加在一起都比不上一件天阶上品修炼资源，但架不住他每年都能免费领取一份啊！真相，单单是陈默每年免费领取的修炼资源礼包，在普通武修眼中都是遥不可及的存在。南宫里和苏华儿的修炼资源礼包里面的修炼资源等级要比陈默的低一级，极品灵石也只有300枚。至于10节勋章的修炼资源礼包，等级还要再降一级。以后你们每年都可以免费领取一份这样的修炼资源包，并非一定要来帝都的国家资源库，在全国各地的资源库分部都可以领取。百里长虹院长提醒道。片刻之后，圣宗试炼100强考生都已经选好了各自的奖励，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是喜笑颜开。随即，百里长虹院长带着众人离开了琳琅满目的国家资源库。距离武道圣宗入宗还有一段时间，来自全国各地的100强考生也将暂时离开帝都，回到各自的省市。等回去之后，肯定还有一大波来自省市的圣宗试炼奖励在等着他们。陈默离开前，绝玄策和姬昆仑一同来到了陈默的面前。在100强争夺战中输给陈默，绝玄策和姬昆仑心服口服，尤其陈默还是以他们最擅长的方式击败了他们。但并不意味着绝玄策和姬昆仑会甘于落后陈默。身为武神世家的武道天才，他们也有着自己的傲气和傲骨。从今往后，他们的目标就是追逐超越陈默，希望下次相遇的时候，你我还能来一场酣畅淋漓的对决。绝玄策说道。陈默，我以前从来没服过任何人，你是第一个，下次见面我希望能打爆你，或者被你打爆。姬昆仑目光灼灼地说道。好。陈默只是笑笑点头。绝玄策和姬昆仑确实都称得上是凤毛麟角的武道天才，
只可惜他们遇到了沉默。此刻是绝玄策、姬昆仑和沉默实力差距最小的一刻，以后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沉默和南宫里、苏黄儿刚从国家资源库离开，天书武道圣宗招生院的韩风院长就立即找了过来。沉默同学，你们现在是打算直接回南天省，还是想提前去天书武道圣宗参观一下？韩院长笑着问道。如果你们想提前去天书武道圣宗参观，我现在就可以带你们过去。沉默沉吟了2秒，摇头道，不了院长，我们打算先回去，2个月多之后就可以直接入宗，没必要着急提前参观。更何况前世沉默曾经和叶霓裳一起去过天书武道圣宗。南宫里和苏华儿没有说话，显然是沉默去哪他们就去哪。韩风院长微微颔首，开口道，既然如此，那我送你们回南天省吧。闻言，沉默表情一正。正常情况下，圣宗试炼结束之后，国家教育部会安排武进武王和高阶飞梭护送各个省市的考生回家，就和沉默之前来帝都参加百强争夺战的时候一样。没想到天书武道圣宗的招生院长竟然会主动提出送沉默他们回去，似乎是看出沉默在想什么。韩风院长笑着解释道，你们不仅是今年圣宗试炼的前3甲，还即将成为我们天书武道圣宗的学子，我有义务将你们安全的送回家。实际上，以天书武道圣宗招生院长的身份，他完全可以安排下面的人护送沉默他们回去，但韩风院长却选择亲自护送，由此可见对沉默他们有多么重视。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沉默也没有再推辞，那就有劳韩院长了。韩风院长随手一挥，一艘庞大华美的非洲法器凭空出现，上来吧。随即沉默和南宫里、苏黄儿一起登上了韩风院长的非洲法器。相比来时的高阶飞梭，韩风院长的这艘非洲法器品阶无疑要更高，而且空间很大，一次搭载上100人都不是问题，上面还有可供休息的房间。嗖，下一秒，这艘非洲法器划破天际，朝着南天省的方向疾驰而去，速度奇快无比。之前沉默乘坐高阶飞梭花了1天多的时间才从南天省抵达帝都，而韩风院长的这艘非洲法器只需要几个小时就能从帝都飞回南天省。而就在这艘非洲法器即将进入南天省的地界时，沉默接到了青云一中校长陈清扬的通讯电话。喂，校长，沉默同学，恭喜你夺得了今年圣宗试炼状魁首。陈清扬校长的声音都在抖，直到现在陈清扬校长都感觉像是在做梦。想当初沉默被选拔进入省冲刺营的时候，陈清扬校长对沉默的期望是能够为列省冲刺营的前5就行，毕竟青云市在整个南天省的10几个市里实力并不算多强。结果沉默从省冲刺营回来的时候，实力已经位列省冲刺营的第1名，但真正的惊喜还在后头。圣宗试炼的第1天，沉默以基础测试第1、灵书天眼模拟测试第1的成绩力压全国各地的天骄，夺得了100强榜首，而后更是在100强争夺战中以绝对的实力夺得了圣宗试炼魁首。这一切远远超乎了陈清扬校长的预期。在沉默夺得圣宗试炼魁首的那一刻，陈清扬校长和青云一中的老师们差点激动的当场晕过去。青云一中什么时候出过全国魁首？别说是青云一中了，整个青云市、整个南天省有史以来都没出过圣宗试炼魁首。沉默这是直接打破了南天省数千年的历史记录。陈清扬校长此刻握着通讯设备，激动的有些手足无措。校长找我有事吗？沉默开口问道。陈清扬深吸几口气，压下心中的激动，开口说道，沉默同学，是这样的，咱们南天省武道协会和青云市武道协会准备了一场隆重盛大的仪式，一起迎接沉默同学荣归故里。打电话是想问问你大概什么时候能回来？我就快到南天省了。沉默回答道。这么快？陈清扬校长心中一惊，好在南天省武道协会一早就在准备这件事，目前一切准备就绪，就等沉默这位圣宗试炼魁首归来了。沉默同学，目前省武道协会和市武道协会都聚集在了青云市的武道协会中心广场，一起迎接你归来。沉默本人对这种场合其实并不怎么热衷，不过他也知道这种场合肯定必不可少。沉默可是拿下了南天省有史以来的第1个圣宗试炼魁首，南天省要是不举办隆重的仪式迎接他，那才是违反常理，而且肯定还有大量的奖励在等着沉默。好的，我一会就到。沉默说道。挂断通讯器之后，沉默将情况告诉了南宫里和苏华。莫哥哥，我也想跟你一起回去。南宫里挽着沉默的手，雀跃地说道。我也是。苏华跟着点头。实际上，南宫里和苏华早就想去沉默的家乡看看了，正好趁着这个机会一块过去。好吧，沉默笑着点了点头。他本来还想着先把南宫里和苏华送回家，再回青云市。既然南宫里和苏华想跟他一起回去，沉默自然不会拒绝。随即，韩风院长直接操控着非洲法器，朝着青云市的武道协会中心飞去。片刻之后，载着沉默、南宫里、苏华、韩风院长的非洲法器停在了青云市的上空。沉默俯瞰望去，只见青云市武道协会的中心广场已经是人山人海，广场上张灯结彩，
还有一张巨大的横幅，热烈祝贺我省陈默同学夺得圣宗试炼魁首。而且越来越多的人潮从四面八方涌来，就连广场四周大片的街道上都全部挤满了人，目测人数不下100万。此刻所有人都抬头看向了天空中的非洲法器。当陈默从非洲法器上下来的那一刻，人群中顿时传来了骚动。是陈默，圣宗试炼魁首回来了。下一刻，震天的欢呼声响彻云霄。见到陈默归来，陈清扬校长激动地走上前，在他的身边还跟着南天省武道协会以及青云市武道协会的人。青云市武道协会的会长李云洲，之前陈默参加省冲刺营选拔测试的时候就见过一面。此刻在李云洲会长的身前，还有一位50-60岁的男子，长得虎背熊腰，身上的气势比李云洲还要强出一大截。陈默同学，这是咱们南天省武道协会的雷震岳会长。李云洲会长介绍道。雷震岳会长主动走上前，对陈默祝贺道：“陈默同学，恭喜你获得今年的圣宗试炼魁首，咱们南天省以你为荣。恭喜陈默同学！”其他人也纷纷上前祝贺陈默。当众人看到陈默的身边还跟着南宫里和苏华儿时，表情又是一喜。今年的圣宗试炼，南天省史无前例地包揽了前3甲，而去年南天省圣宗试炼的第1名，连全国前50名都没有排进去，两相对比，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雷震岳会长本打算等帮陈默举办完圣宗试炼魁首迎接仪式之后，再去给南宫里和苏华儿送去祝贺和奖励。现在陈默、南宫里、苏华儿正好一块过来了，待会儿可以把奖励一并送出。恭喜南宫里同学和苏华儿同学获得今年圣宗试炼的前3甲。雷震岳会长和其他人纷纷开口祝贺道。等祝贺完之后，雷震岳会长才注意到了陈默他们身后的韩峰院长。雷震岳会长神情一怔，显然是认出了韩峰院长的身份，急忙上前说道：“您是天书武道圣宗的韩院长吧？欢迎韩院长莅临南天省。天书武道圣宗哪怕只是招生院长，身份也是尊贵无比。”雷震岳会长显然没想到韩峰院长竟然会亲自护送陈默他们归来。一番寒暄之后，雷震岳会长盛情邀请韩峰院长就座。接下来迎接圣宗试炼魁首的欢庆仪式正式开始。青云市武道协会中心广场上响起了山呼海啸一般的欢呼。雷震岳会长并没有发表什么长篇大论，浪费大家的时间，表彰完陈默、南宫里、苏华儿在圣宗试炼中取得的辉煌成绩后，就立马进入了重点，发奖励。首先是给圣宗试炼魁首陈默的奖励。从今往后，陈默每个月都可以在南天省武道协会领取修炼津贴，包含一些修炼资源、极品零食等等。当然，这些奖励只是小儿科，真正的重头戏在后面。南天省武道协会给陈默奖励了一栋重金打造的顶尖修炼居所——云顶天居。这栋云顶天居占据一处天然的灵脉节点，天地元气浓度是外界的10倍以上，占地面积超过10亩，四周环境幽静，保证了私密性和安全性。除此之外，云顶天居里面还建造了各种高级修炼设施，包括重力修炼室、全息实战模拟室、元素淬体室等等。而且云顶天居里面还配备了高级疗养舱、智能管家系统、私人单房、顶级防御系统，堪称顶级修炼居所。这栋云顶天居在市面上的价值高达数亿。陈默之前还住在郊外老旧破败的院子里，但从今往后直接入住顶级奢华的云顶天居。什么叫一步登天啊？战术后养点倔脾气。对了，陈默同学，我能看看你的武器吗？雷震岳会长问道。陈默略微迟疑了一下，猜到雷震岳会长肯定有什么目的，随即从空间戒指取出了陨星碎尘枪，地阶上品，枪体蕴含星辰之力，好枪！雷震岳赞叹道。对于3境武宗来说，地阶上品的武器已经算是非常高了。雷震岳观看陈默百强争夺战时，就看出了陈默这杆枪的不凡。随即雷震岳一招手，一块蕴含磅礴星辰之力和一丝空间法则的奇异结晶碎片出现在陈默的面前。这是一块天阶中品的铸器材料，虚空星河碎片。雷震岳会长介绍道。虚空星河碎片蕴含最精纯、最霸道的星辰之力精华，和你的这杆枪十分契合。若是将这块虚空星河碎片融入你的武器之中，能够让你的武器进阶到天阶，运气好的话，武器甚至可以进阶到天阶中品。我打算请一位龙国著名的铸器大师，将这块虚空星河碎片融入你的武器之中。闻言，陈默不由得眼睛一亮。地阶上品的陨星碎尘枪足够陈默使用到5境武王，但谁会嫌弃自己的武器品阶更高呢？高阶的武器意味着更强的杀伤力。谢谢雷会长，陈默说道。雷震岳哈哈一笑，神兵配英雄，自古以来皆是如此。给陈默颁发完奖励之后，接下来又轮到南宫里和苏华儿了。今天陈默他们3个人收奖励都收妈了。2个小时后，盛大的庆祝仪式终于结束了，韩峰院长也已经辞别离开。此时陈默带着南宫里和苏华儿来到了省武道协会赠送的顶级修炼豪宅云顶天居。从今往后，他就是这里的主人了。默哥哥，这里好棒呀，我好喜欢。南宫里参观了一圈后，开心地说道。其实相比底蕴庞大的南宫世家，
云顶天居算不上什么，南宫里明显是爱屋及乌，因为这里是陈默的新家，他才会这么喜欢。我也喜欢这里。苏华儿点头道。陈默把南宫里和苏华儿一左一右抱进了怀里，笑着说道：“要不要去试试咱们新家的新床？”“好呀，好呀。”南宫里嘻嘻一笑，眼睛亮晶晶的。反倒是苏华儿俏脸上浮现出一抹红晕。正当陈默他们准备去试床时，云顶天居的防御系统突然响起了警报提醒，有人来了，而且实力非常强大，防御系统才会有这么强的反应。陈默急忙松开了南宫里和苏华儿，冲了出去。只见一道火红的身影漂浮在云顶天居的上空，那是一名长相倾国倾城的女子，一头标志性的火红长发，身形高挑修长，高贵的华服之下难掩凹凸有致的身材，腰间挂着一个赤金色的酒葫芦，一双勾魂夺魄的眼眸，慵懒中又带着一丝洒脱不羁的神韵。师傅，苏华儿叫道。默哥哥，他是月姨，华儿的师傅。南宫里说道。闻言，陈默这才打开了云顶天居的防御护罩。月红莲从天而降，飘逸地落在了院子里，一双美眸看向乖徒儿苏华儿，红唇轻启嗔道：“为师还在帝都等着和你一起回来呢，结果你一声不吭自己先回来了，有了男人忘了师傅是吧？”苏华儿听到师傅说他有了男人忘了师傅，顿时露出了害羞的神情。参加百强争夺战时，是师傅亲自带他去帝都的。把苏华儿送到百强考生的宿舍之后，岳红莲说要去见一位故人，暂时离开了。岳红莲本打算等苏华儿结束百强争夺战之后，再接上苏华儿一起回南天省，结果等百强争夺战结束，岳红莲跑过去接苏华儿的时候，苏华儿已经跟着陈默乘坐寒风院长的非洲法器离开了。岳红莲，我那么大一个乖徒儿呢，对不起师傅，我忘了。苏华儿小声说道。他当时光顾着跟陈默一起离开，竟忘记师傅还留在帝都。见苏华儿一脸歉意，岳红莲展颜一笑，上前捏了捏苏华儿的脸颊，为师跟你开玩笑呢，又没真的怪你。随即将目光看向了一旁的南宫里和陈默。岳姨，南宫里开心的走上前，抓着岳红莲的手晃了晃。阿里乖。岳红莲笑着揉了揉南宫里的头发，而他的目光却一直注视着陈默。南天省冲刺营结束之后，岳红莲第一次从乖徒儿的口中听到陈默的名字。得知陈默帮徒儿解决了涅盘凤宴失控的问题后，岳红莲心中既震惊又好奇，当时就想着以后有机会要见一见陈默。之后在百强争夺战上，岳红莲亲眼见到陈默一路碾压着帝都的武道天骄，夺得了圣宗试炼魁首，颠覆了岳红莲的想象。直到此刻，岳红莲终于和陈默第一次见面了。望着陈默丰神俊逸的脸庞，岳红莲也不得不在心中感叹，长得真俊，怪不得能迷住华儿和阿里。其实岳红莲之前压根没想过三个人的关系竟然如此亲密，直到阴潮谷虚发生异变，陈默差点被世界幽龙吞噬，南宫里和苏华儿一起扑进了陈默的怀里，岳红莲才意识到不对劲，乖徒儿和阿里好像喜欢上同一个男生了。岳红莲还是第一次看到乖徒儿因为担心一个人而失了眼眶，当时看到这一幕，岳红莲心里还有一丢丢的吃醋。岳红莲抚养苏华儿长大，一师一母，苏华儿从小到大可从来没有为他这个师傅流过泪，当然了，主要还是因为岳红莲也没有发生过什么意外。岳红莲在打量陈默的时候，陈默的目光也看向了岳红莲，第一眼确实有种惊为天人的感觉，不但颜值完全不输南宫里和苏华儿，而且岳红莲的身高比175的苏华儿还要高出一些，差不多有178，仅次于180的冰驼驼叶霓裳。他的五官精致而大气，尤其是那双魅惑众生又带着洒脱不羁神韵的眼眸，让人印象深刻。这时就听到岳红莲开口道：“之前就听华儿提起过你，今日一见，果然是一表人才，人中龙凤。岳前辈过奖了。”陈默说道。岳红莲微微一笑，叫前辈生疏了，你和阿里一样，叫我岳姨就行。陈默心想，这么年轻，叫岳姐姐可能更合适。当然，这话显然不好当面说出来。师傅，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苏华儿开口问道。为师好歹也是6进5皇，想找你还不容易吗？岳红莲笑道。其实主要原因是因为岳红莲对苏华儿的凤焰气息太熟悉了，只要进了青云市，岳红莲就能感知到苏华儿的方位。师傅是来带我回去的吗？苏华儿问道。不只是你，还有阿里和陈默。岳红莲目光看向陈默。陈默愣了一下，岳红莲微微颔首，我来的路上，阿里的奶奶托我邀请你一起去南宫家做客。陈默目光微动，瞬间想明白了原因，显然是因为南宫里的奶奶也看到了他和阿里抱在一起的画面，知道阿里和他的关系匪浅，才会邀请他去南宫家做客。说白了就是去见家长。而在此之前，岳红莲心中还有一个疑问。岳红莲的目光从陈默、苏华儿、南宫里三人的脸上扫过，开口问道：“华儿、阿里，你们老实跟我说，你们都喜欢陈默，对吗？”闻言，苏华儿和南宫里对视一眼，随后齐齐点头。事到如今，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了，而且也没办法隐瞒了，直接摊牌了。得到肯定的答案之后，岳红莲心中不由得一叹，苏华儿和南宫里都是他从小看着长大的。岳红莲知道苏华儿
和南宫丽姐妹情深，但她怎么也想不到苏华儿和南宫丽长大后竟然会喜欢上同一个男生。师傅，我和阿里已经决定了，这辈子都要和陈默在一起。苏华儿勇敢地说道。南宫丽连连点头，一辈子都不会变。闻言，岳红莲眼中闪过一丝异色，事到如今，她也不可能棒打鸳鸯。沉吟了2秒之后，岳红莲开口说道：“华儿、阿里，既然你们已经做好了决定，我不会阻拦你们，我只希望你们能够一直开心快乐下去。”谢谢师傅，我们会的。苏华儿欣喜地说道。岳姨，你最好了。南宫里开心地抱住了岳红莲的纤细腰肢，粉雕玉琢的小脸在岳红莲的胸襟上蹭了蹭。岳红莲无奈地笑了笑，随即提醒道：“你们先别高兴太早，阿里奶奶那一关可还没过呢。”闻言，南宫里和苏华顿时露出了一丝担忧的神色。如果只是南宫里和陈默两情相悦，南宫世家肯定不会反对，但现在的情况是，南宫世家的掌上明珠要和其他女子共侍一夫，这在南宫世家上千年的历史中都没有发生过。南宫家会同意这种事吗？陈默笑了笑，一只手牵着南宫里，另一只牵着苏华，自信地说道：“放心，一切有我呢。”以陈默在圣宗试炼中的表现，说是整个龙国千年一遇的武道天才都不为过，南宫世家不可能蠢到反对。而接下来发生的事也证明南宫里和苏华确实是多虑了。岳红莲带着陈默、南宫里、苏华急速掠过天空，飞越崇山峻岭之后，前方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被云雾半遮掩的天然山谷，隐隐可以看到云雾下的诸多恢宏建筑，宛如仙境。南宫世家到了。随即4个人穿过护山大阵，落在了南宫世家的一座大殿前。陈默他们刚落地，就有一群南宫世家的族人前来迎接。为首的是一名外表看上去30-40岁的美妇人，一身庄严肃穆的华服，正是南宫世家的家主南宫里的奶奶南宫月。南宫月的身边是一名身穿天青色流仙裙、貌若天仙的年轻女子，南宫里的姑姑南宫若水。在他们的身后还跟着一些南宫世家的族人，几乎都是女眷。奶奶、姑姑，南宫里立即开心地走上前。月奶奶、若水姨、苏华也跟着叫道：“南宫月和南宫若水微微点头，随即齐齐将目光看向了陈默。陈默，欢迎你来南宫家做客，里面请。南宫月面带微笑地说道。南宫里的美眸眨了眨，感觉奶奶对陈默比自己想象的还要热情，顿时笑嘻嘻地挽着陈默的胳膊，一起向大殿里面走去。等进屋之后，便看到里面已经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宴，桌子上满满当当的摆放着10几道山珍海味。坐吧，南宫月招呼道。随即陈默、南宫里、苏华、岳红莲、南宫月、南宫若水他们6个人围着桌子坐了下来。南宫世家的其他族人则退了出去。晚宴开始后，南宫月主动给陈默敬了一杯用灵果酿造的琼浆玉液酒。上次阿里跟我说，你们一起落入了混沌空间，全靠你才能脱离困境，谢谢你救了阿里和华。南宫月对陈默说道。严格意义上来说，陈默和南宫里、苏华是一起努力双修才脱离了混沌空间，毕竟单凭陈默一个人也无法修炼太虚阴阳诀。只不过南宫月不知道其中的细节，陈默自然也不会多解释。南宫前辈客气了，这是我应该做的。陈默说道。南宫月微微一笑，跟阿里一样，叫我奶奶就行，把这里当自己家，先吃饭吧。默哥哥，吃这个，这个好吃，还有这个。接下来南宫里不停地往陈默的碗里夹菜。南宫月和南宫若水眼波微动，他们平常可没有这个待遇。待到众人酒足饭饱之后，南宫月终于说起了正事。陈默，其实今天请你来家里做客，是想跟你谈一谈你和阿里、华儿之间的事。闻言，原本还嘻嘻哈哈的南宫里顿时表情一凝，苏华儿也紧张地握紧了手。南宫月开口道：“我看得出来，阿里和华儿这2个孩子都很喜欢你，你也喜欢他们，对吧？”是的，陈默点头承认。南宫月心中微叹，身为一个过来人，他怎么可能看不出乖孙女对陈默的感情？只是让南宫月想不到的是，他们不是2情相悦，而是3情相悦。但是已至此，南宫月也不好反对。一来，陈默在圣宗试炼上展现了举世无双的天赋和实力，甚至能够碾压帝都的武道天才。以陈默逆天的武道天赋，未来很有可能会成为9境武神，世间顶级强者。对南宫月来说，孙女能够有这样的好归宿，是一件天大的喜事。更何况陈默还救过南宫里和苏华，要是南宫世家强行拆散他们，岂不是成了忘恩负义之辈？最重要的是，南宫月看得出来，孙女和苏华是真心喜欢陈默，所以于情于理，南宫月都不可能反对陈默和南宫里、苏华他们在一起。武道世界，实力为尊，强者拥有3妻4妾，倒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而且南宫里和苏华一起长大，亲如姐妹，也不用担心他们会争风吃醋，感情不和。南宫里见奶奶半天不说话，生怕奶奶会反对，急忙开口说道：“奶奶，我和华儿已经跟默哥哥约定终生了，谁也不能把我们分开。你看，又急。”南宫月无奈地笑了笑：“放心吧，既然你们已经约定终生，奶奶也不会阻止你们。”南宫月转头看向陈默，嘱咐道：“陈默，今天奶奶就把阿里和华儿托付给你，希望你以后能够好好待他们。放心吧，奶奶，
我不会让阿里和华儿受到一丁点的委屈。陈默郑重承诺道。闻言，南宫里顿时喜笑颜开，苏华儿也长舒了一口气，喜不自禁。南宫月笑了笑，继续对陈默说道：从今往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有什么需要，尽管跟奶奶说，咱们南宫家的资源库全对你开放。另外，我给你准备了一栋单独的宅院，就在阿里的宅院旁边。谢谢奶奶。陈默没有拒绝南宫月的美意，不过相比之下，陈默还是更愿意回自己的云顶天居住。待在南宫世家，他和南宫里、苏华儿修炼太虚阴阳诀肯定不大方便。回到云顶天居好，他们3个人想怎么修炼就怎么修炼，更加自由自在。当天晚上，陈默在南宫世家住了一晚，等到第2天，陈默才提出离开。奶奶，我打算回去闭关修炼一段时间。奶奶，我和华儿也要跟默哥哥一起回去闭关，炼化我们在圣宗试炼获得的奖励资源。南宫里跟着说道。南宫月本想说，南宫家就有修炼室，在这里闭关修炼也行。不过见陈默他们执意要离开，南宫月也没有再强留。他也明白，年轻人更喜欢自由。最终，苏华儿的师傅岳红莲将陈默他们3个人送回了青云市的云顶天居。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陈默打算闭关修炼天阶上品炼体功法万古龙虚体，并且和南宫里、苏华儿一起修炼太虚阴阳诀，帮助他们炼化吸收冰皇之雨和焚天净世莲。等陈默突破到4境5尊出关之后，他准备去拿一个属于他的机缘造化，可以将他的 S 级武道天赋雷霆玉骨进化成 SSS 级武道天赋雷霆至尊骨。说起这个机缘造化，那就不得不提一个死了很久的人——刘子涵。当初陈默不仅吸干了刘子涵的武道修为和武道天赋，连同刘子涵的武道气运也一并吸过来了。前世刘子涵在圣宗试炼1个月之后，获得了他一生中最大的机缘造化，也正是这个机缘造化，让刘子涵的 S 级武道天赋雷霆玉骨进化成了 SSS 级武道天赋雷霆至尊骨。刘子涵圣宗试炼结束之后，被神级武道圣宗录取。1个月之后，刘子涵无意中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帖子，几名神级武道圣宗的高年级学生要一起组队前往南靖江的凶险秘境万劫雷域探险。刘子涵凭借着漂亮的外表以及未来学妹的身份，成功混入了这支探索队伍。之后，这支神级武道圣宗的探险队伍竟然破天荒的在万劫雷域中找到了万劫雷域的秘境核心万劫雷元晶。按理说，刘子涵只是这个队伍里打酱油的花瓶角色，既没出工也没出力，就算找到了万劫雷元晶，也轮不到他。但在离开秘境的途中发生意外，几名神级武道圣宗的高年级学生死的死，伤的伤。最终，刘子涵成功摘下桃子，把这颗万劫雷元晶占为己有。不得不说，刘子涵确实有点武道气运在身上。后来，那支队伍里唯一活下来的高年级学长气得在网上发帖子曝光，对刘子涵破口大骂，说他自私自利，将万劫雷元晶独吞。当时还在网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而刘子涵压根不予理会。那时的他已经吞下万劫雷元晶，把他的 S 级武道天赋雷霆玉骨进化到了 SSS 级武道天赋雷霆至尊骨。入学之后，刘子涵凭借着强大的武道天赋，一举成为了神级武道圣宗的新生第1名。面对其他人的质问万劫雷域中发生的事，刘子涵委屈地表示，当时濒临死境，他是迫于自保才吞下了那颗万劫雷元晶。由于没有其他的目击证人，双方各持一词，真假难辨。甚至很多人3观跟着5观跑，选择相信刘子涵，认为是那名学长嫉妒心作祟，故意污蔑刘子涵。之后，刘子涵凭借着 SSS 武道天赋雷霆至尊骨，迅速在神级武道圣宗崭露头角。至于真相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而现在，陈默已经吸收了刘子涵的武道气运，这意味着只要陈默在1个月后前往南靖江的万劫雷域，就必将获得万劫雷元晶。这就是系统的因果律定理。陈默和南宫里、苏华儿回到云顶天居之后，就立即开始了闭关修炼，每天一起修炼太虚阴阳诀，顺便帮助南宫里和苏华儿炼化吸收冰皇之雨和焚天净世莲。双修一时爽，一直双修一直爽，简直就是神仙过的日子。除此之外，陈默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修炼天阶上品炼体功法万古龙虚体。在阴潮古虚中，陈默吞噬吸收了世界幽龙的精血之后，不仅体魄强度获得了翻天覆地的提升，同时也具备了修炼万古龙虚体的前置条件。陈默一开始修炼就立即突飞猛进，连陈默自己都惊到了，这门万古龙虚体简直就像是为他量身定制的一样。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已经是将近1个月之后。这1个月，陈默夜以继日的修炼，武道修为进步神速。陈默体内的先天罡元已经在他的丹田中凝钢成丹，这意味着陈默已经突破到了4境5尊。今年往后，陈默可以御空飞行了，并且陈默在短短1个月之内，将天阶上品炼体功法万古龙虚体连破3层境。第1层龙血炼身，第2层赤纹柱脉，第3层鳞甲出城。所谓鳞甲出城，并非身体覆盖龙鳞，而是可以在体表形成半虚半实龙元鳞甲，双手也可以幻化出龙鳞爪。陈默可以在战斗的过程中幻化人形龙躯，
极大的增强防御力和攻击力。除了修炼万古龙虚体之外，陈默还成功将最后3条龙脉全部开启了，彻底实现了9龙拉脉。而且陈默还惊喜地发现，万古龙虚体和他体内的9条龙脉相辅相成，威力倍增。相比1个月之前，陈默的实力又有了爆炸式的提升。虽然陈默才刚刚突破4境武尊，但是凭借着各种逆天的天赋和底牌，即便对上普通的5境武王，也有一战之力。不仅是陈默突破到了4境武尊，南宫里和苏华儿炼化吸收了冰皇之羽和焚天境世莲之后，外加和陈默1个月的双修，也突破到了5宗9品。太虚阴阳诀除了修炼速度奇快之外，最大的特点就是先强带后强，实现共同强大。这1个月的修炼，陈默和南宫里、苏华儿已经将太虚阴阳诀修炼到了4重天、4象和鸣、地火风雷。默哥哥，你真厉害，这么快就突破到4境武尊了。南宫里侧坐在陈默的一条腿上，双手搂着陈默的脖子，粉雕玉琢的俏脸上满是崇拜。苏华儿则是侧坐在陈默的另一条腿上，眼神略显迷离地望着自己的男人。陈默一左一右亲了他们一口，笑着说道：“圣宗开学之前，你们应该也能突破到4境武尊。”陈默看了看日期，眼下他已经突破到4境武尊，也是时候前往南境江了。阿里、华儿，接下来我要先离开一段时间，前往南境江。陈默开口说道。闻言，南宫里和苏华儿表情正了正。默哥哥，你前往南境江做什么？去万劫雷域秘境找一样东西。陈默回答道。苏华儿心中一惊，急忙说道：“会有危险吗？我跟你一起去。”默哥哥，我也要一起去。南宫里说道。陈默摇了摇头：“我一个人过去就行，你们在家乖乖等我。”按照系统的因果律，陈默获得了刘子涵的5道气运，万劫雷元晶就注定会落到他的手中，而且肯定不会有危险。但如果带着南宫里和苏华儿去，南宫里和苏华儿反而可能遇到危险，所以从一开始，陈默就不打算带着南宫里和苏华儿一起过去。3人正说着话，客厅的门打开，一头红发的岳红莲走了进来。陈默，你要去南境江的万劫雷域？岳红莲惊道。1个月前，岳红莲把陈默、南宫里、苏华儿送回云顶天居的时候，就顺便录入了他的信息识别，因此岳红莲可以直接穿过云顶天居的防御系统进屋。师傅，岳姨。见到岳红莲走进来，苏华儿和南宫里惊喜地叫道。随即他们又反应过来，他们此刻正一起坐在陈默的怀里，有些不好意思地从陈默的怀里起身。好险，还好穿衣服了。南宫里和苏黄儿心想到，不然那可就尴尬了。南宫里和苏华儿不知道的是，其实半个月前岳红莲就曾经来找过他们一次，想问问他们的修炼进度需不需要他这个师傅帮忙。结果岳红莲一进入云顶天居，就听到乖徒儿正在和陈默一起双修。一师一母的岳红莲当即愣在原地，表情从尴尬到好奇再到惊讶，最后岳红莲也不好出声打扰，一个人悄悄离开了云顶天居。这一次进门之前，岳红莲先在院子里用神识探测了一下，确定里面没有跟上次一样，才推开门走了进来。陈默，你要去南境江的万劫雷域？岳红莲问道。是的，岳姨。陈默点头道。南境江地处龙国的极南之地，地势险峻，鱼龙混杂。至于万劫雷域，更是出了名的凶险秘境。听到陈默无端端要去南境江的万劫雷域，岳红莲自然十分惊讶。你去万劫雷域做什么？去取一样东西。陈默回答道。取什么东西？岳红莲问。南宫里和苏华同样一脸好奇地望着陈默。陈默当然不能说自己重生了，知道万劫雷域中的核心万劫雷元晶的位置，进秘境是为了拿万劫雷元晶，于是只能换一个说辞。你们还记得百强争夺战的时候，阴朝古虚的弟弟突然钻出一条赤玄色的小龙，差点把我吞噬这件事吗？陈默开口问道。当然记得。南宫里和苏华儿点头，当时可把他们吓坏了。其实那条赤玄色的小龙是世界幽龙的精血，这条世界幽龙在1万多年前肉身被一位绝世强者摧毁，而不死不灭的龙魂精血被封印在了阴朝古虚下面。世界幽龙的精血企图吞噬我的时候，我的脑海中突然出现了一段画面，就是1万多年前那位绝世强者和这条世界幽龙战斗，并将它封印的片段。后来我灭掉了世界幽龙的龙魂，反将世界幽龙的精血吞噬，而经历过那件事之后，我的脑海中就多出了一些记忆。我猜测这些记忆可能属于那条世界幽龙。在其中的一条记忆里，我看到南境江的万劫雷域中有一颗万劫雷元晶核心，这颗万劫雷元晶可以让我的5道天赋进化，对我大有用处，所以我打算前往南境江的万劫雷域里拿下它。听完陈默的解释，岳红莲、南宫里、苏华儿不由得面露惊讶。陈默的这段话信息量巨大，而且实在太过离奇了。不过陈默说的半真半假，看不出任何破绽，因此岳红莲选择相信了陈默。岳红莲沉吟道：南境江鱼龙混杂，万劫雷域更是凶险万分，对你来说还是太危险了。没事，我已经突破到4境武尊了，自保还是没问题的。陈默笑着说道。什么？你突破到4境武尊了？岳红莲美眸瞪大了几分。是的，欧月姨，
一旁的南宫里点头道。岳红莲心中一震，脸上满是不可思议。1个月前，陈默参加圣宗试炼测试的时候，武道修为还是5宗物品，短短1个月的时间，陈默竟然突破到了4境5尊，这是什么逆天的修炼速度？众所周知，武道境界越到后面，突破越难，后面每突破一个大境界，修炼时间就要几倍，甚至几10倍的增加。3境5宗到4境5尊，看似只差了一个大境界，但比从1境突破到3境，难度增加了不知道多少倍。那些资质普通的武修，可能一辈子卡在4境5尊这个瓶颈，寸步难进。而陈默仅仅只用了1个月，更可怕的是，陈默现在的年纪也才18岁零6个月而已。18岁的4境5尊，简直不要太离谱。岳红莲从来没有见过像陈默这样妖孽的武道天才，比他当年的冰坨师姐还要夸张。半晌，岳红莲才回过神来：“陈默，你的武道天赋的确是我生平仅见。”岳红莲感叹道：“不过，即便你已经突破到了4境5尊，进入南境江的万劫雷域，也不能确保100%安全。”这时，一旁的苏华儿突然开口说道：“师傅，你陪陈默一起去南境江吧，有师傅在，肯定能确保万无一失。”“对啊，岳姨，你来当默哥哥的护道人好不好？”苏华儿和南宫里一起眼巴巴地望着岳红莲。岳红莲目光微动，点头道：“这样也好，毕竟陈默是乖徒儿和阿里的如意郎君，陈默要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还不得伤心死？有他跟着陈默一起，起码不用担心出什么意外。”“太好了，谢谢师傅。”苏华儿开心地说道。“岳姨，你真好。”南宫里在岳红莲的脸上吧唧了一口。陈默本来打算一个人去就完全足够了，因为按照系统的因果律，他绝对可以安全地拿下万劫雷元晶。但是南宫里、苏华儿、岳红莲显然不放心陈默一个人行动，而且岳红莲也已经答应了要护送他去南境江。事已至此，陈默自然也不好再拒绝。“那就有劳岳姨来当我的护道人了。”陈默说道。“岳红莲微微颔首。”“默哥哥，岳姨，你们一路小心哈。”南宫里说道。“我和阿里在家里等你们平安归来。”苏华儿开口道。苏华儿不知道的是，正是因为他请求师傅护送陈默去南境江，才导致了师傅后面的沦陷。怎么说呢？徒儿给师傅当红娘了。临出发前，陈默先去了一趟南天省武道协会中心。上次从帝都归来之时，南天省武道协会给予了陈默许多奖励，其中包括1块天阶中品的铸器材料虚空星核碎片。当时雷震岳会长说要帮陈默邀请龙国一位著名的铸器大师，将那块虚空星核碎片融入他的武器陨星碎尘枪中，所以陈默暂时将武器交给了雷震岳会长。眼下已经过了1个月的时间，按照时间推断，陨星碎尘枪应该已经完成了进阶铸造。当陈默踏入南天省武道协会的大门时，得知消息的雷震岳会长立即亲自前来迎接。“陈默同学，你来的正好，你的武器在古通大师1个月的锻造之下，已经成功融合了虚空星和碎片进阶，我正准备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你呢。”说罢，雷震岳会长直接取出了陨星碎尘枪。陈默双手接过，细细打量了一番。陨星碎尘枪的外形跟之前相比发生了些许的变化，原本布满星辰纹路的枪身变得更加深邃，仿佛将9天银河的星芒烙印在了枪体之内，沿着枪杆至枪尖缠绕着数道粗犷，仿佛熔岩凝固般的暗红色纹路，如同龙筋血管。更重要的是，当陈默握住枪身的那一刻，感受到了磅礴的星辰之力，并且其中还蕴含着一丝玄奥的空间法则。握在手中时，仿佛一头远古凶兽觉醒了。这个气息是天阶中品。陈默惊叹道。没错。雷震岳会长点头笑道。雷震岳会长可是花了重金聘请了帝都的铸器大师古通大师来亲自操刀，最终在古通大师神乎其技的锻造技术下，成功将蕴含磅礴星辰之力和一丝空间法则的虚空星核碎片融入了陨星碎尘枪之中，成功让陨星碎尘枪的品阶从地阶上品突破到了天阶中品，这完全是质的飞跃。首先，枪体强度、韧性、能量传导性都有了巨大的提升，其次，枪体之中蕴含磅礴的星辰之力，攻击威力暴涨，最后，枪体中蕴含的玄奥空间法则使得攻击时可以产生碎空和星界跃迁的恐怖效果。碎空是指枪尖刺出时候能轻易撕裂扭曲小范围空间，无视部分物理防御和能量护盾，而星界跃迁是指在全力催动下，长枪能进行近乎瞬移的空间闪烁，使得枪法更加诡异莫测，防不胜防。相比之前的陨星碎尘枪，有了翻天覆地的提升。多谢雷会长。陈默谢道。要谢就谢古通大师吧。雷震岳会长说道。古通大师得知这把武器是为你这位圣宗试炼魁首锻造的之后，1分钱也没要，还说这杆神兵在你的手中肯定不会被埋没。得知古通大师分文未取，陈默心中有些惊讶。对于古通大师，陈默略有耳闻，不仅锻造技术一流，而且性情豪迈，不拘一格。如果是古通大师赏识的人，他可以帮忙免费锻造，但如果是他厌恶的人，不管出多少钱他都不会出手。陈默微微点头，我改天再去帝都拜访古通大师，感谢他。雷会长，我还有事要忙，就先行告辞了。好，要不要我送你？雷震岳会长问道。不用了，雷会长，后会有期。说罢，
陈默离开南天省武道协会的大门，腾空而起，化作一道流光，划破天际。雷震岳会长望着这一幕，脑海中仿佛响起了一道炸雷。御空飞行，陈默突破到4进5尊了。雷震岳会长呆立在原地，只觉得头皮发麻。取了陨星碎尘枪，陈默立即去找岳红莲会合，准备一起前往南靖江。陨星碎尘枪进阶之后，叫这个名字已经不大适合了，那就叫你陨星裂空枪吧。这个名字更能凸显枪体中蕴含的空间法则之威。片刻之后，前方出现了一道高挑婀娜的火红身影。岳姨，陈默叫道：“来了。”岳红莲微微颔首，随即素手取下腰间赤金色的酒葫芦，拔下酒葫芦塞子，扬起天鹅颈般修长白皙的脖子，酒葫芦中的美酒化作一道水线，落入了她的娇艳欲滴的红唇。连饮几口之后，岳红莲才放下酒葫芦，嘴角微微勾起，一颦一笑尽显洒脱不羁的神韵。见陈默望过来，岳红莲轻笑一声，问道：“你要喝吗？”陈默目光下意识瞥了一眼酒葫芦的口，刚才岳红莲饮酒的时候，红唇并没有接触到瓶口，倒是不用担心嘴对嘴的问题。陈默本人对酒并没有什么嗜好，但不知为何，岳红莲的酒有一股沁人心脾的酒香，让人忍不住想要品尝一口。不等陈默回答，岳红莲已经将酒葫芦抛向了陈默，只能喝一口，喝多了你可受不住。岳红莲提醒道。陈默接过酒葫芦之后，仰头喝了一口，美酒入喉，陈默顿时感觉到一股澎湃的能量涌入了他的四肢百骸，浑身竟然有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岳姨，这是什么酒？陈默惊道。醉仙酿。岳红莲回答道。原来是大名鼎鼎的醉仙酿，怪不得。陈默恍然道。传闻醉仙酿是当年酒神酿造的美酒，并且酿造醉仙酿的法子已经失传了，喝一口就少一口。陈默重新将酒葫芦还给了岳红莲，却见岳红莲直接将酒葫芦抛向空中，酒葫芦迎风而长，眨眼间长度就超过了5米。原来这个酒葫芦竟然还是一件法器，4进5尊之上的武修都可以御空飞行，不过长时间御空飞行会消耗大量的钢元，使用飞行法器不仅消耗小，而且飞行速度也更快。上来吧，岳红莲对陈默说道。说罢，岳红莲率先坐在了酒葫芦的后方，陈默见状便坐在了葫芦头上。嗖，下一秒酒葫芦破空而去。或许是饮了酒的缘故，岳红莲绝美的冰肌透出暖玉光泽，双颊晕开两半桃腰，多了些许媚态。岳红莲慵懒地伸了个腰，从这里去南靖江差不多要1天的时间，我先睡会。说罢，岳红莲侧躺在酒葫芦上，曼妙的曲线一览无余，华服衣襟微微敞开，隐约可见一片雪腻。岳红莲就这么玉体横陈，洒脱不羁躺在了陈默的眼前，美眸微闭，仿佛压根没意识到自己的衣襟微微敞开了。陈默惊鸿一瞥，瞬间看到了不得了的美景。不是岳姨，你就拿这个考验我，谁经得起这样的考验？话虽如此，陈默还是以大毅力将自己的目光从深渊中拔了出来。记住，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视你。以6进5黄的神识，如果陈默一直盯着看，马上就会被岳红莲察觉到。陈默转过身，看向了前方，从这里前往南靖江需要1天左右的时间。闲着也是闲着，陈默端坐在酒葫芦的前方，开始运转功法修炼。刚才喝了一口醉仙酿，陈默除了感觉到飘飘欲仙之外，还感知到一股澎湃的能量涌入了他的四肢百骸，体内的先天钢元和龙脉中的龙阴真气运转的速度也加快了不少。显然，醉仙酿不仅仅只是美酒，对修炼也大有裨益。待到陈默入定之后，岳红莲缓缓睁开了美眸，目光看向陈默，露出了一丝赞赏之色。不仅拥有逆天的武道天赋，还这么努力勤奋，怪不得境界提升得如此之快。乖徒儿确实找了个如意郎君呢。酒葫芦一路向南疾驰而去，不知不觉1天时间过去了。岳红莲发出一声舒服的轻吟，慵懒地坐起身。可能是因为刚刚才梦中醒来，岳红莲举手投足之间多了一丝妩媚。岳姨，你醒了。陈默转头看向岳红莲绝美的脸庞。岳红莲微笑点头，随即目光看向前方，视线所及，大地呈现出一种病态的赤红与焦黑交织的斑驳，仿佛被天火反复焚烧过无数岁月。龟裂的纹路如同大地的伤疤，纵横交错，深不见底，蒸腾起肉眼可见的扭曲视线的热浪。而在更远方，地平线被一片永恒的低垂的铅灰色雷云吞噬，云层深处永不停歇的雷鸣如同远古巨兽的咆哮，隐隐传来，震得人胸腔发麻。我们到南靖江了，岳红莲轻声说道。南靖江地处龙国的极南之地，地势险峻，气候恶劣，尤其是南靖江深处的万劫雷域秘境更是凶险无比。按理说，如此险恶的地方应该人迹罕至才对，但实则不然。南靖江鱼龙混杂，多的是亡命之徒，而且还有许多特意来这边历练探险的武修，比如刘子涵前世加入的那支神机武道圣宗的探险队伍就是如此。前方的大地之上，一座巨型的城池拔地而起，下方便是南靖城。陈默和岳红莲刚到南靖城的上空，南靖城内就有许多强大的神识朝他们扫了过来，但不等这些神识靠近，就被一道更强的威压震了回去。那些神识立即逃也似的龟缩起来。6进5黄，惹不起！
没必要进南境城，我们直接去万劫雷域。岳红莲说道。下一刻，岳红莲掐了一个法诀，酒葫芦骤然加速，飞向了南境江的更深处。越靠近南境江的万劫雷域秘境，天空之上的雷云压得越低，雷云之中雷龙翻滚，雷电噼啪作响，天威浩荡。天空之上几乎看不到飞行的午休，因为飞得高，容易挨雷劈。我们也下去。说罢，酒葫芦迅速缩小，回到岳红莲的腰间。岳红莲和陈默一同降落了下去。此刻，万劫雷域的秘境入口附近已经聚集了不少人。由于万劫雷域里面充满了雷元素，容易催生出各种雷属性的天才地宝，因此每年都有大量的午休进入万劫雷域里探险寻宝。龙国90%之上的秘境都掌握在国家的手中，但是还有一小部分秘境因为地理位置、环境或者某些特殊原因变成了开放式的秘境，而万劫雷域就是其中之一。岳红莲和陈默一落地，立即有眼尖的午休发现了他们。咦，那不是今年的圣宗试炼魁首陈默吗？一名20多岁的女午休惊道。虽然圣宗试炼已经结束了1个月，但陈默当时引起的轰动太大了，依然有不少人记得陈默这个圣宗试炼魁首。在南境江这种凶险之地被人认出来，可不是什么好事。陈默在哪呢？旁边的同伴立即问道。就在那。咦，人呢？我刚才明明看到了。那名20多岁的女午休表情一怔。哪有人？你昨晚是不是又看着陈默的视频犯花痴了？早跟你说了少看点，人家是圣宗试炼魁首，不会跟你有任何交集的。你看看你现在都开始出现幻觉了。我还不能幻想了，想也不行，想也有罪。另一边，岳红莲和陈默的身影已经闪身到了远处。岳红莲从空间戒指中拿出了2张密宝面具，戴上这张密宝面具吧，免得被人认出来，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岳红莲说道。好。陈默接过面具之后戴在了脸上，伴随着一道流光，面具隐匿不见。岳红莲也将另一张面具戴在了脸上。岳姨，为什么你戴上面具之后容貌没有任何变化？陈默奇怪道。这面具叫惑星幻面，我们相互看时容貌不会有变化，当外人看我们就不一样了。原来如此。陈默恍然道。岳姨，我们进万劫雷域吧。此时万劫雷域的秘境入口不断有成群结队的午休进入其中，陈默和岳红莲混在其中，悄无声息地进入了万劫雷域。一瞬间，浓郁至极的雷元素扑面而来，万劫雷域天空之上的雷霆更是比外面还要狂暴数十倍。不想被劈成焦炭的话，最好不要在万劫雷域中乱飞。进入其中的午休一般选择步行或者贴的飞行。岳姨，我们去这边。陈默说道。神级武道圣宗那名存活的高年级学生在网络上曝光刘子涵私吞万劫雷元晶的那篇帖子里，详细的记录了他们在万劫雷域中探险的过程，以及万劫雷域中的核心万劫雷元晶的位置。陈默知道这些可以少走很多弯路。万劫雷域秘境从外至内一共分为4个区域，分别是惊蛰雷源、怒雷峡谷、雷极之池以及最深处的无尽雷渊。而发现万劫雷元晶的位置就在最深处的无尽雷渊。前是刘子涵所在的神级武道圣宗探索队伍，实力最强的2个高年级学生就是4境武尊，以他们的实力按理说很难抵达最深处的无尽雷渊，但或许是因为刘子涵强大的武道气运使然，他们在第2个区域怒雷峡谷中竟意外发现了一条隐蔽的隧道，而这条隐蔽的隧道直接通向了最深处的无尽雷渊。最终他们找到了万劫雷域的核心万劫雷元晶。此时的陈默和岳红莲正在最外层的惊蛰雷源上低空飞行，天空布满低垂的铅灰色雷云，电蛇在云层间频繁游走，偶尔会从天空的雷云之上落下一道惊雷。地面是焦黑的硬土和被反复雷击而磁化的岩石。惊蛰雷源上拥有雷击木、雷击石、引雷草等雷属性资源，这些蕴含微弱雷霆精华的材料可用于炼制雷属性武器、符箓或辅助修炼，也有淬体或补充雷源的效果。陈默和岳红莲一路疾驰而过，能够看到大量3境武宗之下的午休在惊蛰雷源这片区域中探险寻宝。不过这里的雷属性修炼资源对陈默和岳红莲来说品级太低了，作用不大。陈默和岳红莲没有丝毫停留，只用了1个小时，他们就穿过了惊蛰雷源，进入了巨大、陡峭、被雷霆反复劈凿形成的峡谷地带——怒雷峡谷。只见前方峡谷深邃狭窄，两侧岩壁高耸入云，布满焦痕与金属脉络，天空仿佛被压缩成一条扭曲的雷河，密集的雷霆几乎不间断地从天而降，轰击着谷底和岩壁。在怒雷峡谷的岩壁和谷底凝结了蕴含精纯雷霆精华的晶体，名为雷破晶，是炼制中高级雷属性法宝丹药的核心材料。除此之外，还有被雷霆反复淬炼的金属矿石，质地坚韧且蕴含雷力的雷鸣晶。这2种资源可比惊蛰雷源上的雷击木、雷击石、引雷草珍贵太多了。而在怒雷峡谷之内，可以看到成群结队的探索队伍正在寻找挖掘雷破晶和雷鸣晶。这些探索队伍中绝大多数都是3境武宗和4境武尊。陈默和岳红莲的出现立即引起了一些探索队伍的注意。虽然岳红莲脸上带着惑星幻面，原本倾国倾城的面容在外人的眼中变得普通了许多，但是她的身材实在太霸道了，
高挑婀娜，前凸后翘，腰肢盈盈一握，再搭配着一双逆天大长腿，光是这个身材就足以让人垂涎欲滴。南靖江从来不缺乏亡命之徒，在万劫雷狱中杀人夺宝，这种事更是家常便饭。此刻，怒雷峡谷里一支10几人的探索队伍正转头注视着陈默和岳红莲，其中一个身材干瘦的男子贼眉鼠眼地打量了岳红莲几眼，凑到另一名八字胡男子身边，开口说道：“老大，那娘们的身材真他妈带劲啊，就是长得差点意思，要不要抓过来，让兄弟们狠狠的？”话还没说完，就被八字胡男子一巴掌抽在了脑袋上。闭嘴，没脑子的东西！要没点本事，他们敢2个人进万劫雷渊吗？在南靖江想活得长点，就要知道什么人不该惹。被八字胡男子训斥了一顿之后，干瘦男子心里有些不服气，却也不敢再出声了。望着岳红莲离去的背影，干瘦男子眼睛里冒着贪婪的绿光，心里仍有些不甘。但下一刻，他的身体突然燃烧了起来，还没来得及发出惨叫，干瘦男子就被烧成了灰烬，连渣都不剩。三昧业火！八字胡男子和其他人见状，顿时脸色骇然，吓得浑身发冷。如果刚才八字胡男子真要听了干瘦男子的话，眼前的这一幕就是他们所有人的下场。另一边，陈默和岳红莲继续朝着怒雷峡谷的深处前进，沿途他们又遇见了许多探索队伍。岳红莲的武道修为是5黄9品，6境巅峰，神识强大，覆盖范围极广，方圆10里的风吹草动都能清晰地感知到。而陈默将太虚阴阳诀修炼到4重天之后，自身的阴阳循环形成引力场变得更加强大，开始大量吸收天地间游离的最精纯的本源能量太虚之气。太虚之气对神魂有极强的洗涤、纯化和升华作用，能够洗涤灵台，让陈默的神魂之力日益增长。再加上陈默之前免费从国家资源库领取的修炼资源礼包中有一颗地阶上品的神魂果，同样可以提升神魂，增强神识。而那颗神魂果早就被陈默吸收了，所以陈默虽然才刚突破4境5尊，但他的神识甚至比许多5境5王还要强大。这一路走来，陈默和岳红莲强大的神识从沿途那些探险队伍的口中也探听到了不少消息。最近这1年，万劫雷狱秘境里可不太平啊，听说有很多5境5王进来之后失踪了。万劫雷狱里凶险万分，陨落几个5境5王倒也不算稀奇，但是大量5境5王失踪，这应该不可能吧？我也只是听说，是真是假就不知道了。总之，大家小心为上吧。陈默听到这些消息时，不由得皱了皱眉。前世他除了得知万劫雷狱的核心万劫雷元晶被人获得之外，并没有听说过万劫雷狱中还发生了什么大事。是重生之后的蝴蝶效应吗？不对，我重生才3个多月，但他们说1年前就开始有5境5王失踪了，要么是谣言，要么就是万劫雷狱中可能发生了什么大事，但前世并没有被人发现。陈默心中暗道。不过眼下陈默显然没时间去探究了，先去拿了万劫雷元晶再说。反正按照系统的因果律，他100%能够安全拿下，丝毫不慌。3个小时后，陈默根据那篇帖子的记载，果然在怒雷峡谷之中找到了那条隐蔽的隧道，竟然真的有一条隐蔽的隧道。岳红莲面露惊讶。怒雷峡谷不仅曲折险峻，地形复杂，整体长度更是达到上100公里，而且峡谷中不断有密集的雷霆轰击，雷刺暴的干扰无处不在。而这条隧道的位置又极其刁钻，即便陈默看过网上那篇帖子的记载，也花费了几个小时才找到这里。岳姨，我们进去吧。刚才陈默在寻找隧道的过程中，一直用神识警戒着四周，确保这附近没有其他午休后，陈默和岳红莲悄无声息地进入了隧道之中。进入隧道的瞬间，外界震耳欲聋的雷鸣被彻底隔绝，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令人窒息的绝对的死寂。空气沉重如铅，弥漫着一种比怒雷峡谷更精纯、更趋近本源的毁灭气息，直压神魂。而且隧道内几乎没有光源。腾，陈默的手中燃起了涅槃凤焰，照亮了隧道。岩壁是一种深邃的，仿佛能吸收一切光线的雷纹悬臂，这些雷纹悬臂可以屏蔽神识，怪不得在外面用神识探测不到。岳红莲说道，这就是为什么这条隧道这么难以被发现。说话间，岳红莲的目光看向陈默手中的火焰，对涅槃凤焰的气息，岳红莲再熟悉不过了。不过她其实一直很好奇，陈默是用什么办法把乖徒儿体内的涅槃凤焰吸走了一半。这时就听到陈默开口说道，岳姨，这隧道内部的空间有些古怪。陈默炼化了天阶下品虚空藤，领悟了一丝空间法则，对空间的感知极为敏锐，一进来便察觉到隧道中的空间不大对劲。的确，岳红莲微微颔首，隧道内部的空间似乎有些扭曲，眼中看到的距离和实际的距离有误差，行走在其中，方向感会逐渐丧失，仿佛在不断向下坠入无底深渊，而且偶尔还会有令人心悸的空间涟漪掠过。我在前面带路吧，我对空间法则稍微熟悉一点。陈默开口说道。岳红莲虽然是6境5皇，但对空间法则并不熟悉，在空间法则这个领域，陈默反倒比岳红莲更擅长，更何况陈默还看过前世的攻略。接下来，陈默和岳红莲一前一后，小心翼翼在隧道中前行。雷纹悬臂除了可以隔绝神识的探测之外，
似乎还能吸收一切震动和能量波动，无论是脚步声、心跳声，甚至是微弱的呼吸声，都会被岩壁无情地吞噬。加上空间的扭曲感，行走在其中，人的精神会下意识绷紧。突然，前方哗啦一下窜出了数十道黑影，陈默反应迅速，手中的火焰大作，瞬间将数十道黑影全部吞没。而在攻击的时候，他的脚步下意识向后退了一步，没想到背后直接撞在了两团柔软之上。岳红莲发出一声轻哼。正常情况下，岳红莲肯定能躲开，但是由于隧道中空间的扭曲感，让他误判了陈默和他之间的距离。他以为自己和陈默隔着好几步，所以陈默后退的时候，他根本没想过要躲，结果直接给陈默来了一次雷击，吧嗒吧嗒，数十只被烧焦的雷鹰蝙蝠掉落在了地上。陈默和岳红莲却因为刚才发生的意外，一下僵在了原地，空气中多了一丝尴尬的气氛。过了2秒，陈默转头看向岳红莲，开口说道：“岳姨，这隧道的空间确实有些诡异，距离不好判断，要不我们手牵着手走吧？”岳红莲盯着陈默星辰般深邃的眼睛，她的眼神清澈，不带半点邪念。岳红莲略微一想，也觉得陈默说的有道理。好，岳红莲伸出了柔仪，随即陈默将岳红莲的手握在了手中。岳红莲的手柔软无骨，白皙滑腻，握在手中犹如一块软玉，极为舒适。不过因为两人的身份差异，陈默也不好细细感受，牵着岳红莲的手转身向前走去。岳红莲跟在陈默的身后，亦步亦趋，他的目光落在他和陈默牵在一起的手上，眼神中不禁闪过一丝异色。说起来，这还是岳红莲第一次和异性有肢体上的亲密接触。岳红莲刚才之所以同意，一来确实是因为隧道的空间太诡异了，手牵着手方便他们判断彼此的距离，万一遇到危险也可以更好的应对，免得出现刚才的意外。二来，岳红莲把自己当作陈默的长辈，这种情况下长辈和晚辈牵个手也没什么。可是等真正牵上之后，岳红莲的心里却莫名产生了异样的情绪，不知为何被陈默牵住的那只手发烫得厉害。随即岳红莲失笑摇头，心中暗道：陈默是乖徒儿的男人，牵手不过是权宜之策罢了，不要瞎想。接下来陈默牵着岳红莲一路前行，隧道之中除了雷鹰蝙蝠之外，倒也没有再出现过其他妖兽。也不知过了多久，隧道的尽头出现了一丝微光，快到了。陈默眼睛一亮，脚步加快了几分。终于，陈默他们抵达了隧道的尽头。只见隧道的下方是一片覆盖着雷浆海洋，深不见底的深渊，这里便是万劫雷域的最深处——无尽雷渊。从这里下去，就能找到万劫雷域的核心——万劫雷渊境。岳姨，我们下去吧。说罢，陈默牵着岳红莲的手，两人纵身一跃，坠入了下方的无尽雷渊。一落入无尽雷渊，岳红莲立即感受到一股恐怖的静止从四面八方扑面而来，体内的罡元真气仿佛被一股无形的规则压制住，运转起来比平常困难100倍。这便是无尽雷渊的雷斥禁欲法则，对一切非雷霆本源力量的排斥与压制，而且实力越强，压制力越强。这也是为什么万劫雷域会如此凶险。而陈默身负雷霆玉骨，在无尽雷渊之中可以无视雷斥禁欲法则，反倒更加如鱼得水。岳姨，你还好吗？陈默问道。先找你说的万劫雷渊经吧。岳红莲说道。陈默和岳红莲一跃而下，穿过一片雷浆海洋，又下落了2000米，才终于抵达了无尽雷渊的底部。无尽雷渊是万劫雷域的最深处，也是万劫雷域中最危险的地带。这里是由纯粹狂暴压缩到极致的毁灭能量构成的深渊，在这里光线被吞噬，声音被压制，环境充斥着足以瞬间毁灭万物的狂暴雷霆和混乱力场。而且在无尽雷渊底部混乱的毁灭力场中，还会随机凝聚出数量不等的黑色球形雷电。这些黑色球形雷电大小不一，直径小到1米，大到10几米，通体漆黑如墨，仿佛是黑暗与毁灭的具象化浓缩体。在球形雷电的表面，不断有黑色的毁灭电弧在无声的游走，充满了毁灭气息。即便是武境武王，不小心被这些黑色球形雷电击中，也可能重伤甚至死亡。但神奇的是，陈默和岳红莲从隧道这条路线下来之后，沿途没有遇到任何危险，除了岳红莲依然会受到无处不在的雷斥禁欲法则压制。陈默这一路走来，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条天选之路。而随着陈默继续深入，他体内的雷霆玉骨也像是受到了某种感应，他的身体本能地出现了渴望，仿佛冥冥之中有什么东西在吸引着他。毫无疑问，那一定是万劫雷渊经。1个小时后，前方出现了一处空间夹缝，就是这里。陈默眼睛一亮，只见前方的空间夹缝被毁天灭地的混沌神雷笼罩，环境极端恶劣，四周的空间被反复撕裂重塑，就连时间流速似乎也有些异常。而就在这个区域的最中心，一颗约莫拳头大小，表面凹凸不平的核心结晶正在接受着无尽雷霆的淬炼与滋养。这颗核心结晶通体是深邃的紫黑色，宛如凝固的宇宙深渊，但内部却蕴藏着难以想象的炽烈光芒。核心处隐隐有9彩霞光流转，它的表面布满了天然形成的雷霆道纹，玄奥无比。这些道纹仿佛在自行呼吸流动，不断吞吐着周围的混沌雷霆。这一切就是雷霆法则的具象化。在晶核的内部，
似乎有无数细小的液态闪电在奔腾。仔细凝视，甚至能看到雷电凝结成的龙形、凤形、麒麟形等太古雷兽虚影在那里游弋咆哮，其中蕴含着最原始、最本源的混沌雷霆之力，凌驾于后天形成的任何雷电之上，对任何雷属性力量具有绝对的统御力。这颗核心结晶就是能让沉默 S 级武道天赋雷霆玉骨进化到 SSS 级武道天赋雷霆至尊骨的万劫雷元晶。沉默深吸一口气，缓缓走向了这颗万劫雷元晶。小心点，岳红莲提醒道，他的一只手还和沉默牵在一起，在隧道里牵上之后，出于安全考虑，两个人的手就没有分开过。沉默微微点头，伸出自己的另一只手，缓缓抓向万劫雷元晶。岳红莲担心的意外并没有发生，万劫雷元晶一入手，沉默体内的雷霆玉骨便立即发出了欢愉的雷鸣。得手了！整个过程果然跟沉默想象的一样顺利。就在沉默拿下万劫雷元晶的那一刻，这片区域突然开始晃动，一阵天旋地转。万劫雷元晶是万劫雷域的秘境核心，核心被取走，秘境自然会发生异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万劫雷域会就此坍塌，相反，它会继续在这个区域的中心一点点凝练秘境中的混沌雷霆，形成一颗新的秘境核心。而这个过程至少需要上千年，甚至更久。轰隆隆，电闪雷鸣，空间扭曲交错，此地不宜久留，我们先离开这里。说罢，沉默将万劫雷元晶收入了空间戒指之中，打算等出去之后再将其炼化吸收。沉默本想按原路返回，但此刻无尽雷渊中的空间错乱，想要找到来时的路已经不大可能了。更何况随着空间的变化，原来的路也未必就是安全的路了。当务之急是先离开这片动荡最剧烈的位置。沉默和岳红莲的身影不断在无尽雷渊中闪动，急速掠向远方。片刻之后，沉默和岳红莲有惊无险地离开了那片动荡地带。眼下他们还处在无尽雷渊的区域，想要离开秘境，就必须从无尽雷渊依次返回雷极之池、怒雷峡谷、惊蛰雷源，最终抵达秘境的出口。正当沉默和岳红莲准备离开之时，突然一道身影从天空中坠落下来，摔在了他们几十米之外的位置。那是一名身穿道袍的女人。救我！呵呵，救我！女人的喉咙里发出干涩嘶哑的求救声，挣扎着朝沉默和岳红莲爬了过来。她的身体干瘪，几乎已经成了一具干尸，一双空洞的眼睛布满了血丝，眼中充满了恐惧和求生的渴望。当岳红莲看清这名女人的样貌之后，不由得神情一怔。虽然这个女人的脸已经干瘪得有些脱相，但岳红莲还是认出了她。这名女子名叫瑞寒梦，是神霄符箓宗的长老。神霄符箓宗是有名的道教门派，一向嫉恶如仇，喜欢除魔卫道。2年前，岳红莲曾与瑞寒梦有过一面之缘，算是有点交情。瑞长老，岳红莲快步上前，可惜等他来到瑞寒梦身边时，对方已经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据岳红莲所知，瑞寒梦是一名武境武王，而且还是武王8品，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竟然就这么死在了这里。岳红莲正要探查尸体的情况，突然一道白线从尸体上飞出，朝岳红莲急速袭来。却见岳红莲屈指一弹，咻，一道犹如实质的先天罡元从他的指尖飞出，将那道白线钉在了地上。那是一只外形有些像水蛭的白色虫子，但恐怖的是，这只虫子竟然长了一张人脸，看起来十分瘆人。此时，这只长得人脸的水蛭虫子被钉在地上，身体不断蠕动，口中发出嘶嘶的尖叫。是控心骨。岳红莲柳眉微蹙，听到控心骨的名字，沉默的脸上也露出了肃然的神色。控心骨是一种可以操控人心的蛊虫，而能够操控蛊虫的武修被称之为蛊修。在武道世界中，蛊修常常和神秘、邪恶、禁忌挂钩。蛊修擅长下蛊、暗算、制造瘟疫、操控心智，驱使蛊群进行无差别攻击。在蛊修的眼中，其他的武修只是绝佳的蛊敏和养料。蛊修会使用各种诡秘手段，在其他武修的体内植入蛊虫卵或母蛊，将其他武修的血肉、罡元、神魂都变成蛊虫成长的温床。甚至有些极端蛊修会偷盗顶级强者的尸骸，用秘法催生尸蛊，将强者的尸骸炼成尸傀虫兵。正因为如此，在武道世界，蛊修往往被视为邪魔歪道，甚至就连其他的邪魔歪道也对蛊修敬而远之，担心被其下蛊暗算。在武道世界，蛊修就像是躲在阴森角落里的老鼠，人人喊打，所以蛊修极少出现，但每一次出现，往往意味着伴随着腥风血雨。岳红莲望着从瑞寒梦长老尸体里飞出的控心蛊，心底不由得一沉。能够用控心蛊操控一名武王8品强者，对方很可能是一名6境武皇蛊修，而控心蛊更是一位恶名昭著的蛊魔，标志性的蛊虫。此刻，沉默和岳红莲的脑海中同时想起了一个人——蛊魔鹰求扰。蛊魔鹰求扰在10大邪魔排名第6，沉默之前遇到的千面星魔鼎盛时期的实力是武王9品，仅仅排在10大邪魔的最末端。蛊魔鹰求扰的实力更强，毫无疑问是一名6境武皇。实际上，岳红莲曾经在5年前和鹰求扰交过一次手，当时鹰求扰在血月谷进行一场规模空前的血祭炼蛊，试图培育千魂血鹰蛊。就在鹰求扰即将完成千魂血鹰蛊的炼蛊时，
被月红莲撞见了，双方爆发了一场大战，最终血祭炼蛊被月红莲摧毁，殷求扰重伤遁走。而现在控心蛊在万劫雷域中重现，月红莲猜测此时的蛊魔殷求扰很有可能就藏在万劫雷域的无尽雷渊中，正在进行一场不为人知的炼蛊。之前月红莲和陈默在途中听到其他探险队伍提起，最近1年万劫雷域秘境里有大量的武境武王失踪，这就对上了。换作是平时，月红莲可能会直接去找蛊魔殷求扰的位置进行除魔卫道，但是眼下他和陈默在一起，陈默毕竟才刚刚突破4境5尊，为了陈默的安全，月红莲决定暂时先带陈默离开万劫雷域，之后他再集结一些名门正道的帮手，重新进入万劫雷域，一起剿灭蛊魔殷求扰。陈默，我们先离开万劫雷域。月红莲开口说道。说罢，月红莲屈指一弹，一团三昧业火飞出，直接将那只控心蛊烧成了灰烬，紧接着拉住陈默的手就要飞走。然而月红莲想离开，有人却不打算放过他。距离月红莲和陈默20里之外，一个女人猛然睁开了眼睛，她的眼睛妖异而鬼魅，半张脸被长发遮挡，露出的另外半张脸肤色苍白近乎透明，嘴唇却如饮血般嫣红。她的身姿曼妙，身上穿着由无数细小火蛊编织而成的暗紫色纱衣，上面的蛊虫还在不停地蠕动，令人头皮发麻。月红莲，女人口中吐出3个字，声音沙哑干涩，语气中充满了阴冷和怨毒。没错，她就是蛊魔殷求扰。之前瑞寒梦长老的身体就是被她的控心蛊所控制，并且殷求扰还可以跟控心蛊共享视觉，也就是说，殷求扰早就发现了月红莲。虽然月红莲脸上带着惑星幻面，外人看不到她的本来面貌，但殷求扰一眼就认出了月红莲。别说是戴着面具了，就算月红莲化成灰，殷求扰也认得。5年前，要不是月红莲突然出现在血月谷，摧毁了他的血祭炼蛊，他的千魂血阴蛊已经炼制完成了。之后，殷求扰还被月红莲的三昧业火重伤，险些丧命。这5年来，殷求扰每天都要受到残存在他体内的三昧业火灼烧，痛苦不堪。他对月红莲的怨恨也与日俱增。殷求扰无时无刻不在幻想着，等他抓到月红莲之后，要如何将他5年来受到的痛苦10倍100倍的还给月红莲。1年前，殷求扰在万劫雷域里秘密布下了噬元炼狱阵，准备炼蛊。之所以选择在这里，是因为无尽雷渊中存在雷斥禁欲法则，对一切非雷霆本源力量的排斥与压制，使得进入其中的武修体内的罡元会被一股无形的规则压制住，运转起来比平常困难100倍。而且实力越强，压制力越强，这意味着殷求扰不会面对太强的对手。此外，无尽雷渊中充满了狂暴的混沌雷煞，殷求扰企图用这些混沌雷煞以及5境武王和6境武皇的精血炼制出蛊中之王万灵雷蛊王。这1年来，殷求扰已经献祭了数10位5境武王，外加2位6境武皇。那些被吸干精血的武修又会被控心蛊操控，假装向其他的武修求救，然后控心蛊会趁机钻入下一个武修的体内，重新回到噬元炼狱阵，成为新的养料。如今万灵雷蛊王即将出世，仇人月红莲也出现在了眼前，这简直就是天意。殷求扰怎么可能放任月红莲离开？更何况一旦被月红莲离开，月红莲必定会带人来万劫雷域剿灭他。面对殷求扰充满怨恨的话语，月红莲美眸中有些冰冷。殷求扰，当年你在血月谷进行血祭炼蛊，至少残害了上千条人命，现在又在万劫雷渊里炼蛊，把诸多5境武王甚至是6境武皇变成你炼蛊的祭品和养料，你罪孽如此深重，三昧业火没把你烧死，你应该庆幸自己还能苟活着。闻言，殷求扰脸上的表情变得更加狰狞，随即转头看向月红莲身边的陈默，注意到月红莲和陈默还牵着手。这是你养的小白脸，长得倒是很俊，不知道滋味尝起来如何？一会我要当着你的面把你的小白脸一口一口吃掉。月红莲柳眉微蹙，娇斥道：就的胡言，这是我徒儿的道侣。殷求扰神情一怔，随即忍不住讥笑起来。啧，堂堂赤炎女皇竟然跟自己徒儿的男人苟且到一块，你们这些正道人士表面光鲜，背地里比我们这些魔道龌龊多了。听到这不堪入耳的话，月红莲绝美脸庞上浮现了一丝怒气，陈默却是轻笑一声：月姨，没必要把这个丑八怪的话放在心上。此言一出，殷求扰顿时凶相毕露。殷求扰被毁容之前，也算得上是一个美艳女人，凭借着自身的美色，殷求扰也曾给不少对她色欲熏心的武修下过蛊，即便是女魔头也同样爱美，更何况美貌还是一件有用的利器。但自从被三昧业火毁容之后，殷求扰连镜子都没照过了。殷求扰这么恨月红莲，被毁容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而沉默的那一句丑八怪，精准地踩中了他的雷区，让殷求扰瞬间破防。你找死！下一刻，原本还在噬元炼狱阵相互厮杀的那10几个武修，突然调转方向，朝沉默和月红莲杀来。这10几个武修其实早就变成了殷求扰的蛊奴，看似还活着，但实则都已经是活死人了。不过即便是活死人，
这些武修还是保留了生前的实力。这10几个武修当中，除了2个6境武皇之外，剩下的全部都是5境武王。眼看10几个武修一起冲杀而来，岳红莲立即将陈默护在身后，小心！岳红莲之前正是因为担心陈默的安危，才打算先带着陈默离开万劫雷域，但岳红莲显然是多虑了。下一刻，陈默一个闪身，便出现在一名5境武王的古奴身前，挥舞手中的陨星裂空枪，就是一招奥义星河倒卷。磅礴的周天之气如百川归海，枪芒所及，仿佛将9天银河扯落凡间。轰！那名5境武王古奴被陈默一枪轰飞，这一幕直接让岳红莲表情怔住。陈默不是才刚突破到4境武尊吗？怎么会？但仅仅只是一瞬，岳红莲就看出了原因。陈默不受雷斥禁欲法则的压制，无尽雷渊中充斥着雷斥禁欲法则的压制，对一切非雷霆本源力量的排斥与压制，而且实力越强，压制力越大。岳红莲6境巅峰的修为，只能发挥出5境4五品的实力。反观陈默，虽然才突破到4境武尊，但因为底牌众多，本身的实力已经完全可以媲美5境1、2品。再加上陈默身负雷霆玉骨，不受雷斥禁欲法则的压制，而对面的那些5境武王古奴却受到雷斥禁欲法则的压制。此消彼长之下，陈默一枪就将对方给轰飞了。这一刻，岳红莲终于意识到，陈默的实力远比他想象的还要强大。如果是在外界，陈默的实力当然比不上岳红莲，但此时此地，陈默的战斗力却并不比他逊色多少。想到这里，岳红莲顿时放下心来。随即，岳红莲一人独占那2名6境武皇古奴，外加几名5境武王古奴，而陈默则是和剩下的5境武王古奴战成了一团。轰轰轰！在陈默精妙绝伦、霸道无比的枪法之下，那些5境武王古奴接二连三的倒下。而阴裘扰眼见陈默的实力如此强横，也不由得大吃一惊。这小子分明只是一个4境武尊，哪来这么强的实力？阴裘扰特意选择在无尽雷渊设置誓元炼狱阵练蛊，就是以防被高境界的武修找上门。没想到半路杀出一个陈默，战斗力远超4境武尊该有的实力。轰轰轰！陈默枪如出笼，身影如电，以一人之力对战数名5境武王古奴。这些5境武王古奴实力参差不齐，从武王1品到武王9品的都有。对付武王3品之下的古奴，陈默只需2、3招就能将其轰飞。因为武王3品之下的古奴在雷斥禁欲法则的压制之下，实力只剩下了4境武尊；即便是武王9品的古奴，在雷斥禁欲法则的压制之下，实力也只剩下了武王1品左右。自突破4境武尊之后，这是陈默第一次全力战斗，将天阶上品炼体功法万古龙虚体修炼到第3层后，陈默的身体强度堪比幼年龙族，再加上体内的9条龙脉全开，龙阴真气运转起来如江河奔流。此刻的陈默犹如化身人形狂龙，手中握着天阶中品的陨星裂空枪，爆发出神挡杀神的恐怖气息。嗖！陈默从天而降，枪尖凝聚陨星之力俯冲而下，在空中引发连环真空爆炸，枪势引动9天星辰之力，裹挟狂暴雷霆俯冲而下，撞击时的脉翻涌，9霄龙鹰枪，星云9霄落。伴随着一声巨响，地面被轰出一个100米大坑。那名武王9品的古奴倒在深坑之中，仿佛被从天而降的陨石击中，浑身破烂不堪。另一边，岳红莲独占2名6境武皇古奴，外加好几个5境武王古奴，在他的脚下绽放出一朵巨型的莲花火焰，炙热的火焰将地面化作了滚烫的岩浆。这便是岳红莲的 SSS 级武道天赋三昧业火的全盛形态。三昧业火是焚烧罪孽、因果孽障的火焰，可以直接焚烧生命本源、精神意志，甚至是因果关联。那些5境武王古奴被三昧业火的巨型火莲一烧，口中不断发出哀嚎，身体也在一点点化作灰烬。另外2名6境武皇古奴在三昧业火中苦苦支撑。诡异的是，随着那些5境武王身体被焚烧殆尽，誓元炼狱阵核心之上，那颗万灵雷古王的卵跳动得更快了。殷求饶眼睁睁看着越来越多的古奴倒下，脸上却不见丝毫慌张。他敢发动黄泉引路蛊，将岳红莲引到这里来，自然准备了诸多后手。下一刻，只见殷求饶猛然一挥手，立即从地面数10具武修的尸体之中钻出无数形态各异的蛊虫，密密麻麻的蛊虫霎时间形成了铺天盖地的蛊虫潮风暴，让人头皮发麻。殷求饶同时释放出了3种蛊虫，分别是破钢式蛊蛊、10元障云蛊和父皇丝线蛊。其中破钢式蛊蛊速度快如闪电，外形有点像长着大口气的甲壳虫，牙齿锋利无比，专破护体钢元，钻入武修的体内啃噬骨骼。10元障云蛊极其微小，肉眼几乎不可见，形如微尘的黑色飞蟒，而且可以自爆形成腐蚀钢元、麻痹神魂的毒物障云。最后一种父皇丝线蛊是专门针对岳红莲的蛊虫，这种蛊虫无形有质，难以防备。殷求饶企图用父皇丝线蛊禁锢岳红莲本就运转不畅的先天钢元，让他彻底失去反抗能力。嗡嗡嗡，蛊虫潮犹如翻滚的云雾，黑云压城一般，朝着沉默和岳红莲压下。眼看铺天盖地的蛊虫袭来，沉默左手一抬，炙热的涅槃凤焰从他的掌心喷薄而出。轰！大片的蛊虫
被瞬间烧成了灰烬。但与此同时，陈默感受到一股天地法则朝他压来。雷斥禁欲法则会对一切非雷霆本源能量排斥与压制，而涅槃凤焰显然不属于雷霆本源的能量，因此陈默一旦使用涅槃凤焰，也会受到法则压制。直到此刻，陈默才意识到月红莲受到的压制有多么恐怖。陈默拥有雷霆玉骨尚且如此，月红莲体内毫无雷霆本源之力，施展三昧业火时受到的压制起码是陈默的数十倍。虽然受到了压制，但火焰确实是对付蛊虫的有效利器。更何况陈默的涅槃凤焰和月红莲的三昧业火还都是 SSS 级5道天赋，那些冲在最前面的蛊虫群在火焰的灼烧之下瞬间化作灰烬。不过蛊虫群的数量十分庞大，仿佛无穷无尽。庞大的蛊虫群迅速四散而开，从四面八方袭击陈默和月红莲。蛊虫巢密不通风，稍有不慎被这些蛊虫钻入体内，后果不堪设想。月红莲操控三昧业火，在他和陈默的周身形成了封闭八方的火焰屏障。不过在雷斥禁欲法则的压制下，消耗极大，我看你们能撑多久？殷求饶冷笑道。话音未落，陈默一个闪身来到了月红莲的身边。在意识到施展涅槃凤焰会受到雷斥禁欲法则压制后，陈默就收回了涅槃凤焰。此时陈默的体表覆盖着一层龙鳞般的龙元鳞甲，这是万古龙虚体修炼到第3层后的能力。陈默觉得这些蛊虫应该破不了他龙元鳞甲的防御，但保险起见，陈默当然不会故意放任这些蛊虫来啃食他。来到月红莲身边后，陈默直接激发体内的雷霆玉骨，同时疯狂运转紫雷镇狱经。轰！狂暴的紫色雷电从陈默体内翻涌而出。陈默已经将紫雷镇狱经修炼到了第4重境，以雷镇狱，雷劫不灭。紫色雷霆可以被陈默随心所欲地变成任何形态。咔嚓咔嚓，数道粗壮的雷霆劈下，犹如天罚降临，轰入蛊虫巢。在雷霆的轰击之下，大片的蛊虫灰飞烟灭。紧接着陈默又在周身凝聚出一道严严实实的雷霆电罩，这道雷霆电罩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四面八方辐射出去，伴随着一阵噼里啪啦的声响，铺天盖地的蛊虫群被紫色的雷光弧扫过。这场景就像是一个巨型的电蚊拍扫过一大群蚊子。仅仅只是一波雷霆电罩攻击，蛊虫群的数量就锐减了1/3。轰隆隆，刺啦啦，在天罚轰击和雷霆电罩的双管齐下，铺天盖地蛊虫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锐减，以陈默为中心形成一片毁灭性的雷暴领域。陈默体内的紫色雷霆对这些邪蛊有着强大的镇压作用，大片蛊虫在雷霆下灰飞烟灭，就连蛊虫的毒雾障云也被涤荡一空。月红莲望着身前的陈默，美眸露出一抹难以置信的神色。4境5尊的陈默实力竟然强大到如此地步。自战斗开始之后，他已经数次被陈默震惊。月红莲绝美的脸庞上浮现出了一层细细的汗珠。之前一直运转三昧业火，在雷斥禁欲法则压制下，对他的消耗极大。陈默的挺身而出，终于让他有了一丝喘息的机会。但就在这时，那2名残存的6境五皇蛊奴突然对陈默发起了偷袭。见状，月红莲双手立即结印，霎时间他的双眸燃起了幽焰。业火之瞳，这是三昧业火威力最强的一招，使用这招会消耗月红莲的生命本源和灵魂力量，所以他一般很少使用。但眼看那2个6境五皇要偷袭陈默，月红莲也顾不得这么多了。嗖，2道赤红火焰从月红莲眼中射出，转瞬即至，命中了那2个6境五皇蛊奴的眉心。业火之瞳可以直接对神魂进行焚烧，2个6境五皇蛊奴的头颅瞬间燃烧起来，眨眼间就只剩下了2个骷髅头。但月红莲的攻击却并没有停止，业火之瞳的方向一转，又射向了噬元炼狱阵核心上的万灵雷蛊王卵。其实月红莲一直在寻找时机摧毁祭坛阵法中祭炼的蛊，然而业火之瞳还没靠近万灵雷蛊王卵，四周的空间突然发生了扭曲，射偏了。殷求饶冷哼一声，月红莲，你以为还能像5年前那样坏我好事吗？5年前殷求饶祭炼的千魂血阴蛊就是这么被月红莲摧毁的。吃一堑长一智，这一次殷求饶早就在万灵雷蛊王卵的周边设下了重重防御，就是为了防止再功亏一篑。月红莲又连续几次朝万灵雷蛊王卵发起攻击，但无一例外全部失败了。殷求饶眼中闪过一抹讥讽，他刚才眼睁睁看着大量的蛊虫和蛊奴被灭杀，非但没有露出慌张的神色，表情反而变得更加癫狂。杀吧，杀得越多越好，这本身就是殷求饶为万灵雷蛊王的诞生而准备的一场陷阱。杀戮和死亡前产生的恐惧、绝望、怨念等极端情绪，是万灵雷蛊王卵的最佳养料。蛊虫和蛊奴被击杀之后，死掉的蛊虫精粹、蛊奴的精血神魂也会一并被吸收。此刻万灵雷蛊王卵已经吸收了海量的杀戮血气、怨念、死亡能量，扑通扑通扑通，如同一颗剧烈跳动的血红心脏。终于万灵雷蛊王卵膨胀到了极限，紧接着轰然炸裂。好，一头由纯粹暗紫色雷煞与怨魂构成的恐怖蛊物出现了，万灵雷蛊王诞生了。和绝大多数的蛊虫不同，万灵雷蛊王没有固定的形态，
刚刚诞生的万灵雷古王身体在半空中不断扭曲，时而化作成巨型多足蛊虫，时而化作的形态诡异的恐怖生物。它的血肉并非真正的血肉，而是不断翻滚沸腾的暗紫色雷煞浆液，周身被黑色的混沌雷煞包裹着，闪烁着骇人的电弧。它的核心是无数张不停变换的面孔，不断发出哀嚎嘶吼，看起来阴森诡谲。这是一团由纯粹邪恶、死亡怨恨与狂暴雷煞凝聚而成的噩梦聚合体，浑身上下散发着渗人的气息和凶厉的威压。望着成功诞生的万灵雷古王，鹰球扰发出了刺耳的笑声。终于成功了，他的目光看向月红莲，脑海里已经在想一会要怎么折磨月红莲了。下一刻，万灵雷古王化作成一头百足雷煞巨兽，朝月红莲扑了过去，速度快若闪电。月红莲抬手轰出一团三昧业火，却被万灵雷古王一闪躲过。紧接着，万灵雷古王的口中凝聚出一道水桶粗的暗紫色雷煞光束，暗紫色雷煞光束由怨魂尖啸缠绕，瞬间撕裂空间，直轰月红莲。轰！速度之快，月红莲竟来不及躲避，月红莲直接被这道雷煞光束轰飞了上百米。噗！月红莲猛地吐出一口鲜血。战斗至此，月红莲第一次受伤。刚刚诞生的万灵雷古王竟然就有如此可怕的杀伤力。如果是在外界，刚刚诞生的万灵雷古王当然不可能是月红莲的对手，但是在万劫雷域的无尽雷渊中，月红莲被全面压制，而万灵雷古王是吸收无尽雷渊中的混沌雷煞而诞生，因此完全无视雷斥禁欲法则。此消彼长，月红莲反倒敌不过万灵雷古王。万灵雷古王一击得手，再次冲向了月红莲。就在这时，一道雷霆天罚轰在了万灵雷古王的身上，让他顿在了原地。沉默趁机闪到月红莲的身前，抱起了受伤的月红莲。与此同时，沉默的攻击并没有停止，一道道雷霆天罚轰击在了万灵雷古王的身上。沉默体内的紫雷是绝大多数蛊虫的克星，但万灵雷古王吸收混沌雷煞而诞生，根本无惧雷电，除非是等级远胜过他的雷电。万灵雷古王低头俯视着朝他攻击的沉默，核心处无数阴森的面孔发出阵阵嘶吼。吼！一道由怨魂尖啸缠绕的暗紫色雷煞光束猛然朝沉默射来。沉默单手抱着月红莲，另一只手挥出陨星裂空枪，使出九霄龙鹰枪的第二式逆鳞3000剑。枪尖之上汇聚着狂暴的紫色雷霆，枪锋撕开虚空裂缝，露出数百道龙鳞状的幽冥裂痕。轰！狂暴的能量轰然炸开，沉默抱着月红莲倒飞出去数十米。万灵雷古王似乎是觉得自己的威严受到了挑衅，口中发出凄厉的尖叫，刺得人耳膜生疼。下一刻，万灵雷古王的身体突然爆开，化作上百道分身杀向了沉默。预告一下，明天吃月红莲。万灵雷古王的上百道分身从四面八方向沉默和月红莲袭来。沉默一边抵挡万灵雷古王的攻击，一边将一颗丹药喂进了月红莲的嘴里。这颗丹药正是沉默从国家资源库里领取的生生造化丹。生生造化丹不愧是天阶疗伤圣药，月红莲吞服之后，身上的伤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不消片刻，月红莲的伤势就已经复原了。谢谢。察觉到自己还被沉默单手抱在怀里，月红莲绝美的脸庞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红晕。随即，月红莲离开沉默的怀抱，和沉默一起并肩作战，对战凶厉的万灵雷古王。消！万灵雷古王的上百道分身突然硬化成了雷煞结晶，化作最锋利的剑雨，朝着沉默和月红莲激射而来。这些剑雨远比表面看上去还要可怕，它的体表不断渗出细密的闪烁着雷煞的活体蛊虫。这些蛊虫无孔不入，一旦接触便会钻入体内啃食钢元和经脉，并且还会附着在骨骼之上，分泌酸液腐蚀并注入毒素，最后再钻入识海啃食神魂。沉默将紫色雷霆附着在枪身之上，不断施展九霄龙鹰枪，将漫天的箭雨轰退。月红莲也是展出三昧业火，焚烧袭来的箭雨。但下一刻，万灵雷古王上百道分身又突然合体，身体扭曲膨胀，变成一道深渊巨口，向沉默和月红莲吞噬而来。与此同时，万灵雷古王核心深处无数扭曲的面孔发出了恐怖的精神尖笑，凝聚出一团高度压缩的怨念能量，化作一道肉眼可见的黑色精神洪流，冲向了沉默和月红莲。一旦中招，轻则神魂剧痛，七窍流血，重则意识崩溃，沦为行尸走肉。沉默和月红莲飞身躲避，神魂被那股怨念能量波及，产生了微微的刺痛。不等沉默和月红莲稳住身形，万灵雷古王的雷煞覆灭光束又接踵而至。轰！雷煞覆灭光束裹挟着毁灭性的破坏力，并且带有强烈的腐蚀，地面瞬间被轰出一个上百米的大坑，不断冒出被腐蚀的黑烟。轰轰轰！狂暴的攻击不断朝沉默和月红莲袭来。万灵雷古王不仅可以随意变换形态，而且攻击手段变化多端。沉默虽然实力远超同境界的午休，但他毕竟才刚刚突破到4境5尊，和万灵雷古王之间的等级差距太大了。而月红莲受到雷斥禁欲法则的压制，实力百不存一。在这种情况下，两人被万灵雷古王打得节节败退。鹰球扰狰狞的脸上露出快意的神情，
享受着岳红莲垂死挣扎的狼狈。这个场景5年来他已经畅想过无数次。岳红莲，你当年摧毁我的千魂血阴骨，将我重伤毁容时，可曾想过会有今天？殷求扰发出刺耳的笑声。等着吧，好戏还在后头。砰！陈默和岳红莲再次被万灵雷古王的攻击轰飞。岳红莲柳眉紧蹙，嘴角还挂着一丝鲜血。再这样下去，他和陈默可能都要死在这里。随即，岳红莲在陈默的耳边传音道：“陈默，一会我想办法破开祭坛的封锁，你先离开这里，我来抵挡这只怪物。他可以死在这里，但陈默一定不能有事，否则他的乖徒儿一定会伤心死。”岳红莲打算彻底燃烧他的生命本源，为陈默杀出一条生路。没事，岳姨，交给我。陈默微微摇头，脸上出奇的冷静。岳红莲表情微正，在这种情况之下，陈默竟然还能如此镇定，这是何等强大的心性，完全不像是一个18岁的少年。陈默之所以如此镇定，当然是因为他有着绝对的底牌，而且还不止一张。他刚才只是在考虑要打哪一张牌而已。下一刻，陈默直接从空间戒指中取出了刚才获得的万劫雷域核心万劫雷元晶。万劫雷元晶一出现，恐怖的混沌雷霆瞬间充斥这片空间。原本陈默打算离开万劫雷域之后，再慢慢吸收万劫雷元晶进化，因为万劫雷元晶中蕴含的能量过于磅礴而强大，正常来说需要一点点吸收，否则身体可能撑不住。但现在陈默决定就在这里吸收万劫雷元晶，将雷霆玉骨进化成 SSS 级5道天赋雷霆至尊骨。陈默之所以敢冒这个险，是因为他修炼了天阶上品炼体功法万骨龙虚体，并且体内已经开辟出了9条龙脉。刹那间，陈默引动了万劫雷元晶中的元雷之力。轰！精粹霸道的元雷之力如同亿万根烧红的钢针，刺入了陈默体内的雷霆玉骨，开始淬炼进化。这个过程痛苦无比，元雷之力会强行瓦解雷霆玉骨中不够完美的质地和结构，将其重塑。与此同时，万劫雷元晶中的本源力量和法则道纹将迅速融入陈默全身的骨骼之中。新生的骨骼不再是玉质，而是呈现出一种内蕴七彩霞光的玄金色。骨骼上天然铭刻着玄奥的雷霆道纹，散发着至尊至贵、统御万雷的气息。轰隆隆，恐怖的元雷之力如奔流的大海，涌入了陈默的骨骼之中。换成是其他午休，一下吸入这么多元雷之力，皮肉、骨骼、经脉会在重塑完成之前就彻底瓦解，全身炸开。但陈默的身体强度堪比幼年龙族，在元雷之力的恐怖冲击之下，他的身体不断撕裂，又快速修复，周而复始，变得更加坚韧。虽然身体承受着难以想象的痛苦，但陈默眼睛却越来越亮，犹如2道凌厉的闪电。与此同时，万劫雷域之中的雷云也在陈默的头顶上空迅速凝聚，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雷云漩涡。雷霆不断咆哮嘶吼，仿佛有什么恐怖的存在即将问世。突如其来的一幕让岳红莲和殷求扰同时一愣，反应过来后，殷求扰立即发出了尖叫：“快杀了他！”万灵雷古王也似乎感受到了某种可怕的危机，疯狂朝陈默发动攻击。岳红莲见状，立即挡在陈默的身前，彻底燃烧体内的3昧业火，拼死护住陈默的周全，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对方打扰陈默。好在陈默吸收万劫雷元晶的过程中，并没有丧失行动能力，依然可以躲避万灵雷古王的攻击。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身上的气息变得越来越强。某一刻，陈默手中的万劫雷元晶终于被他彻底吸收。只见陈默凌空而起，头发根根倒竖，浑身沐浴在玄金色的雷电之中，头顶之上的雷云漩涡发出阵阵低鸣，所有的雷电都在向他臣服。一股毁天灭地的至尊雷霆威压从陈默的身上散发开来。陈默低头看向下方的万灵雷古王：“你刚才打得很爽是吧？现在轮到我了。”陈默一抬手，一道玄金色的雷霆从天而降，咔嚓，玄金色雷霆散发着毁灭的恐怖气息。万灵雷古王自诞生以来第一次对雷霆产生了恐惧。那一刻，万灵雷古王本能的想要避开，但是他的身体仿佛被某种法则力量禁锢住，无法动弹。陈默进化成雷霆至尊骨之后，会产生至尊雷霆威压，对一切雷系生灵具有天然的灵魂层面的压制力。轰隆，玄金色的雷霆劈在了万灵雷古王的身上，翻滚沸腾的暗紫色雷煞浆液身体瞬间被劈得4分5裂，露出了核心里无数张扭曲的面孔。这些面孔发出凄厉的惨叫。在进化成雷霆至尊骨之前，陈默的雷霆攻击几乎无法让万灵雷古王破防，而现在仅仅只是一击就让万灵雷古王受到了重创，这就是雷霆等级上的碾压。受到重创的万灵雷古王咆哮着朝着天空之上的陈默发射出一道暗紫色雷煞光束。面对这恐怖的一击，陈默却不闪不避，任由其轰在身上。这道雷煞光束非但没有伤到陈默分毫，反而直接被陈默吸收了。这便是雷霆至尊骨的逆天之处，不仅对所有的雷霆伤害免疫，还能吸收敌人的雷系攻击，化为己用。进化之后，陈默的骨骼自带雷霆道纹，攻击防御皆蕴含雷霆法则真意，神通威力倍增，并可窥探更深层次的雷霆法则。而陈默的骨骼强度和韧性
也达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全身气血和经脉被雷霆本源滋养，生命力、恢复力、力量、速度全方位跃升，并且随着沉默武道修为的提升，他还可以直接引动9天神雷、混沌神雷，甚至寂灭神雷进行攻击，威力毁天灭地。沉默最终将成为雷霆主宰，天地间一切雷霆之力皆可如臂使指。此刻，在沉默的雷霆至尊威压之下，万灵雷古王的灵魂都在战栗。万灵雷古王转身便逃，甚至连跟沉默战斗的勇气都没有了。但沉默又怎么可能让他逃走？下一刻，一座雷霆炼狱从四面八方将万灵雷古王封锁，玄金色的至尊雷霆一道接一道轰向了万灵雷古王。咔嚓咔嚓，伴随着一阵凄厉而绝望的惨叫，万灵雷古王直接被轰得灰飞烟灭，就连他体内的雷霆本源也一并被沉默吸收了。噗！阴求饶猛地吐出一口鲜血，脸色变得无比惨白。万灵雷古王与他本命相连，万灵雷古王一死，阴求饶同样受到重创。阴求饶刚想遁走，却被一朵业火红莲封锁了去路。阴求饶的目光怨毒地盯着月红莲，眼中尽是不甘，只差一点他就能完成对月红莲的复仇，就差那么一点点。如果不是半路杀出了月红莲徒儿的男人，结局肯定不会是这样。疼！月红莲没有任何废话，瞬间轰出了炙热的3昧业火，将阴求饶点燃。阴求饶身处火焰之中，感受着肉身和灵魂一并焚烧的痛苦，他狰狞的脸庞却露出了最后的疯狂。下一瞬，一只粉色的蝴蝶从3昧业火中飞了出来，它浑身晶莹剔透，呈半透明状，看起来美轮美奂。但越漂亮的事物越危险。粉色蝴蝶出现的那一刻，周遭的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停止。月红莲的身体好似定在了原地，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一只粉色蝴蝶缓缓扇动着翅膀，翅膀上的粉色鳞片化作一道粉色的流光，落在了月红莲的身上。这只粉色蝴蝶看起来美丽，实则却是世间最可怕的禽蛊，名为六欲绝仙蛊。六欲绝仙蛊一生只抖一次灵粉，翅膀灵粉抖落的那一刻，就是六欲绝仙蛊死亡的那一刻。用他的生命发动世间最强烈的禽蛊，连神仙也挡不住。被3昧业火焚烧殆尽的阴求饶，在临死之前对月红莲发出了最恶毒的诅咒：月红莲，我死了你也别想好过。六欲绝仙蛊会让你变成一个沉迷欲望、永不满足、追着男人求欢的雌兽。哈哈，彻底沉沦堕落吧，我在地狱等你下来。阴求饶的声音消散在火焰之中，月红莲目光一变，绝美的脸庞瞬间变得酡红，呼吸急促而滚烫。六欲绝仙蛊直接作用于神魂和生命本源，点燃最原始欲望。他的身子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双脚一软就要倒下去。月姨，沉默飞身而下，把即将倒下的月红莲抱住。闻到沉默身上近在咫尺的男人气息，月红莲双眸中的清明顿时被炙热取代。他残留的理智在拼命挣扎，眼神时而痛苦，时而迷离，身体却本能地渴求着沉默。不行，沉默是乖徒儿的男人。月红莲脑海中闪过这个念头，用残存的最后一丝理智开口道：沉默，你快离开这里，别管我了。沉默低头望着怀中的月红莲，神识在月红莲身上一扫，就已经明白了月红莲目前的处境。六欲绝仙蛊号称连神仙都能堕落的最强情蛊，如果不宣泄，月红莲体内的那股能量会彻底摧毁月红莲的神魂。沉默当然不可能眼睁睁看着月红莲在他怀里香消玉殒。虽然月红莲是苏华儿的师傅，但正因为是师傅，沉默更要救。没有任何犹豫，沉默直接抱起月红莲飞向了远处的山崖，随手一挥，雷霆化作锋利的雷霆刀刃，切开了崖壁。不消片刻，沉默就在崖壁上开辟出一间石室，随即抱着月红莲进入了石室之中。月红莲半靠在沉默的怀里，望着沉默俊朗的脸庞，脑海中不禁回想起沉默刚才神勇的表现，甚至连他的命也是沉默救下的。心里的最后一点挣扎被抛之脑后，月红莲双手搂住沉默的脖子，彻底沉沦。5天，整整5天，一刻没有停歇。沉默也没想到六欲绝仙蛊竟然如此霸道，不愧是号称世间最强情蛊。幸好沉默修炼了太虚阴阳诀，再加上体魄强悍无比，否则还真顶不住月红莲无尽的索取。阴求饶对月红莲下六欲绝仙蛊的目的，就是想让月红莲永不满足，只能不断找男人，彻底堕落。但阴求饶绝对想不到，沉默恐怖如斯，竟然一个人就顶住了六欲绝仙蛊。此刻月红莲正躺在沉默的臂弯，陷入了沉睡。沉默也开始闭目养神。几个小时后，月红莲长长的睫毛扇动了几下，一双如水的眼眸缓缓睁开，望着陌生的石室，他的眼眸中闪过一丝迷茫。当他转头望向将他拥在怀中的沉默时，神情猛然一怔。下一秒，他的脑海中开始快速闪过这几日的画面，洁白如玉的俏脸之上瞬间布满了红晕。月红莲猛地起身，从沉默的怀里坐了起来，这一动，沉默也跟着醒了过来。月姨，你醒了。沉默开口说道。月红莲抓起衣服挡在身前，望着近在咫尺的沉默，美眸中闪过震惊、慌张、尴尬、害羞等复杂的神色。他竟然和徒儿的男人发生了如此荒唐的事。虽然是因为被阴求扰下了蛊，
但该发生的和不该发生的都已经全部发生了，而且这还是他的第一次。此刻，岳红莲只觉得脑子里乱糟糟的，思绪纷乱，一时间竟然不知道如何面对。随即，岳红莲深吸一口气，强行让自己冷静了下来，拿出了一点长辈的气势：“沉默，这件事不要让华儿知道，我们就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岳红莲眼神决然，却又带着一丝痛苦：“以后我们不要再见面了。”其实，岳红莲一直十分欣赏沉默，再加上发生了这样的事，心底已然刻下了沉默的烙印。但沉默是乖徒儿的男人，他这个做师傅的怎么能跟徒儿抢男人？不行！没想到沉默直接摇头拒绝。岳红莲目光一怔：“你都把我吃干抹净了，还不满足吗？”沉默露出一丝笑容，反问道：“岳姨，到底是谁吃谁？”闻言，岳红莲顿时闹了一个大红脸，却又听到沉默正色说道：“我们没办法不见面，因为你的六欲绝仙蛊还没有彻底解开。”还没解开？岳红莲神情错愕。沉默微微点头：“不信你看看你的腹部，那里还一个蝴蝶纹，对吗？”岳红莲拉开衣服，悄悄看了一眼，果然看到腹部有一个粉色的蝴蝶纹，而蝴蝶纹的形状就是之前看到的六欲绝仙蛊。沉默继续说道：“只有等蝴蝶纹彻底消失，六欲绝仙蛊才算真正解开。”岳红莲目光呆了一下，她显然没想到，这都几天了，六欲绝仙蛊竟然还没有解开，这蛊未免太过夸张了。那还要多久才能彻底解开？岳红莲问道。沉默沉吟了2秒，分析道：“根据这5天的情况来看，每一次过后，蝴蝶纹就会变淡一些，估计还需要100次，这个蝴蝶纹就会彻底消失。”什么？还要100次？岳红莲美眸睁大，人都傻了。那岂不是六欲绝仙蛊只要不彻底解开，岳红莲就会一直发作？沉默心里已经将岳红莲视为自己的女人，这个六欲绝仙蛊当然只能由他来帮岳红莲解，所以他和岳红莲不可能再也不见面。岳姨，我们已经在万劫雷狱里待了好些天了，阿里和华儿他们肯定在担心，我们先离开秘境吧。沉默说道。岳红莲红唇轻启，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也只是点了点头。事到如今，也只能先离开万劫雷狱再说了。几个小时后，沉默和岳红莲一起离开了万劫雷狱。回想起万劫雷狱里发生的一切，岳红莲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原本岳红莲跟着沉默来南靖江的万劫雷狱，只是受徒儿之托保护沉默的安全，谁能想到后面竟然会发生这么多事？乖徒儿啊，你可害苦了为师，当初你为什么要让为师来给沉默当护道人呢？岳红莲心里叹了一口气，心情复杂。沉默和岳红莲从万劫雷狱秘境入口离开时，发现秘境4周午休的数量变多了，隐约还能听到这些午休正在热烈的议论。听说了吗？万劫雷狱里出大事了。出什么大事了？万劫雷狱最深处的无尽雷渊发现了数10具5境武王的干尸，还有2具6境武皇的干尸。卧槽，这么恐怖吗？6境武皇竟然变成干尸了，到底什么情况？据说有蛊修在无尽雷渊里，用这些5境武王和6境武皇做养料，祭炼邪恶的蛊虫。我擦脸，能搞出这么大的动静，不会是10大邪魔里的蛊魔吧？大概率就是蛊魔了。怪不得最近这1年，听说很多5境武王失踪了，还以为是谣言呢，原来是蛊魔在作怪。那结果怎么样了？蛊魔祭炼成功了吗？好像失败了。4周爆发了一场大战，祭坛被毁了，蛊魔疑似被灭。荡魔司准备派人进去调查了。蛊魔都被灭了，荡魔司才派人过来有啥用？从秘境入口离开之后，沉默和岳红莲一起坐上了九葫芦，向南天省的方向飞去。岳红莲端坐在九葫芦的后方，原本洒脱不羁的眼神露出了些许的迷茫，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自己的乖徒儿。如此飞行了一段时间，沉默的通讯社被响了。接通之后，立马传来南宫里清脆的声音：“莫哥哥，阿里。”沉默笑着说道：“终于打通了，我和华儿连续给莫哥哥和月姨打了好几天了。”南宫里和苏华儿长舒了一口气，因为秘境中无法使用通讯设备，南宫里和苏华儿一直联系不上沉默和岳红莲，心里十分担心。莫哥哥，你和月姨没事吧？南宫里问道。放心吧，我们没事，已经准备回来了。沉默笑着说道。太好了，南宫里和苏华儿开心地说道。说话间，沉默转过身看向后方的岳红莲，准备问岳红莲要不要和南宫里、苏华儿他们聊两句，却发现此时的岳红莲神色有些不对劲，脸色酡红，望向他的眼神满是迷离。六欲绝仙蛊又开始发作了。其实刚离开万劫雷狱没多久，岳红莲就察觉到自己有些不对劲了，腹部的蝴蝶纹开始微微发烫，心跳和呼吸也开始加快。岳红莲急忙闭上眼睛，开始默念清心咒，试图稳定心神。然而在世间最强情蛊六欲绝仙蛊作用之下，很快就无济于事。沉默就坐在酒葫芦的前面，岳红莲能够清晰地嗅到沉默身上的气息，让他一步步沉沦。岳红莲缓缓睁开眼眸，望着沉默的背影，眼神渐渐变得痴迷。当沉默回头的那一刻，岳红莲和沉默四目相对，最后一丝理智瞬间消失不见。唰，岳红莲身影一闪，像美女蛇一样缠了上来，从后面抱住了沉默的腰。正在和南宫里、苏华儿通讯的沉默脸色顿时一变。阿里、华儿，我这边有点急事，先不跟你们聊了。沉默说道。哦，好的，莫哥哥，我和华儿在家等你和月姨回来啊。拜拜。南宫里说道。
苏华儿本来还想问问陈默在秘境的情况，顺便跟师傅聊几句，听到陈默说有急事，也只好跟着说了一声拜拜。回来再跟你们细说。陈默说完，立即挂断了通讯。此时岳红莲体内的六域绝仙蛊彻底爆发，已经完全失去理智了，酒葫芦都飞不稳了，在天空画起了 S。陈默急忙抱着岳红莲飞入下方的山林之中，迅速在山体之中开辟出一间石室，设下隔音防御阵法之后，就开始帮岳红莲解蛊。不知不觉2天半的时间过去了。此时青云市云顶天居的院子里，南宫里和苏华儿正翘首以盼，等待着陈默和岳红莲归来。华儿，这都过去2天半了，默哥哥和岳姨怎么还没回来啊？南宫里有些焦急地望着天边。岳红莲曾经告诉过他们，从青云市去南靖江大概就是1天左右的时间，但距离他们和陈默通讯已经过去2天半了。陈默和岳红莲还没有到家，可能有什么事在路上耽搁了吧？苏华儿说道。南宫里和苏华儿心里还是有些不放心，要不再给默哥哥打个通讯吧？南宫里说道。好，苏华儿赞同道。随即南宫里再度拨通了陈默的通讯，这一次响了很久通讯才接通。喂，阿里。通讯里传来陈默的声音，呼吸稍微有点重。默哥哥，你和岳姨怎么还没回来啊？南宫里问道。路上遇到一点突发状况，耽误了。陈默语气略显尴尬。什么状况？不会有危险吧？南宫里和苏华儿担心地问道。放心吧，没有危险，别担心。陈默说道。那就好。默哥哥，那你和岳姨大概还要多久才能回来？南宫里问道。大概5、6天吧，晚一点的话可能要7、8天吧。陈默估算道。按照目前情况看，岳红莲每过几个小时六域绝仙蛊就会发作一次，然后陈默就得停下来帮岳红莲解蛊。原本1日的路程可能需要10日才能走完，要这么久呀？南宫里和苏华儿有些失落，他们想尽快见到陈默，不过既然陈默已经说了有事耽搁了，他们也不好催促。默哥哥，你早点回来哦，我和华儿很想你。南宫里娇声说道。好，我也想你们。陈默笑道。对了，默哥哥，岳姨在你身边吗？华儿想跟岳姨说几句话。南宫里说道。闻言，陈默望向身边的岳红莲。经过2天半的时间，此时岳红莲体内的六域绝仙蛊稍微得到了缓解，目前神智还算清醒，否则还真没办法让岳红莲和苏华儿通话。岳红莲眼看陈默望向自己，微微偏过头，脸上浮现一抹红晕，神情略显窘迫和羞涩。岳姨，华儿想跟你聊几句。陈默将通讯递给了岳红莲。岳红莲伸手接过通讯，通讯器里传来苏华儿的声音。师傅。岳红莲强装镇定，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和平常一样。怎么了，乖徒儿？岳红莲问道。没什么，就是有点担心你们。师傅，你们在秘境中没遇到什么危险吧？苏华儿问道。岳红莲眼波微动，已经化险为夷了，多亏了陈默。等回来再慢慢跟你说。又聊了几句之后，岳红莲腹部的蝴蝶纹又开始发烫，呼吸逐渐变得急促，六域绝仙蛊又开始发作了。华儿，师傅先不跟你说了。岳红莲咬着红唇说道。好的，师傅，那你们注意安全哈，我和阿里等你们回家。拜拜。岳红莲迅速挂断了通讯。结束通讯之后，南宫里拉着苏华儿的手从院子里回到了屋内。华儿，你刚才有没有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南宫里问道。苏华儿愣了一下，问道。什么奇怪的声音？南宫里歪着小脑袋想了想，我也说不上来，好像是岳姨口中发出来的，有点不对劲。你听错了吧？苏华儿摇头道。南宫里眨了眨眼，一时间也没什么头绪，随即又好奇地问道。华儿，你猜默哥哥和岳姨在忙什么呀？为什么要这么久才回来？苏华儿沉吟了2秒，应该是很重要的事吧，不然不会花这么长时间。别瞎想了，阿里，我们在家安心等他们回来就好了。说着，苏华儿揉了揉南宫里的头发。南宫里点了点头。时间一晃，又是7天过去了。这天下午，2道身影从天空降落在了云顶天居的院子里。陈默一落地，一道娇小的身影便朝他扑了过来。默哥哥，好想你。南宫里仰着头，满眼小星星地望着陈默。阿里乖。陈默笑着抚了抚南宫里的脸颊。南宫里在陈默的怀里腻了一会，又乖巧地把陈默的怀抱让了出来。陈默微笑地朝苏华儿伸出双手，当着师傅的面，苏华儿有些不好意思地上前抱住陈默。一旁的岳红莲望着这一幕，眼神有些复杂。